严可卿高冷冰女，倾国倾城，神色平静，不带一丝感情，走到叶鼎面前，没有多余的话语，竟然当着叶鼎的面摘掉发簪，3000秀发如瀑布般垂落，然后缓缓褪去衣衫，露出完美娇躯。严可卿冰冷的言语中第一次出现波动。我是第一次，没有经验，你自己来吧。1个时辰前，合欢宗庐顶一条街上，一位帅气少年吐出一口浊气，淡淡说道：想修仙，成为人上人，就必须当绝美圣女、女帝、御姐、冰女、公主、仙女的庐顶。就问你愿不愿意当庐顶还能品尝不同体质的仙女，柔软如水，炽热如火，寒冷如冰。虽然听着不错，但也很危险，稍有不慎就会被吸干而死。他叫叶鼎，是一位蓝星穿越者，在娘胎就有了意识，降临修仙界已经18年了。本想修仙求长生，但前几年他千险万苦，跋山涉水去过几个修仙宗门，都嫌弃他的武系杂灵根，又没有背景，没灵石，即使他愿意当杂役弟子，他们也不收。最后只能加入合欢宗当庐顶，成为一名杂役弟子。合欢宗庐顶一条街是专门供合欢宗仙女挑选凡人庐顶的地方，这条街也是被其他宗门男弟子一边痛心疾首嗤之以鼻，一边羡慕嫉妒恨的地方。此时叶鼎与其他几百位男庐顶一样，站在道路两旁，眼神复杂，看着来来往往的娇艳仙女，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衣着暴露，性感撩人。这时一位身穿白色凤凰刺绣丝绸纱衣，倾国倾城的女子，手持一把青色雨伞，丝带纷飞，如同降临凡尘的仙女，走进庐顶一条街，瞬间吸引无数人炽热的目光。看，那个美女是外门3花之一，严可卿，想不到她也来挑选庐顶了。她应该是第一次来吧？像她这样的绝世美女，也需要庐顶辅助。切，她不是自诩冰清玉洁吗？最后还不是要被男人玷污？听说她有冰霜之体，浑身冰凉，是难得的极品。她已经炼气9层了，难道是为了提升修为需要庐顶吗？咱们只不过是凡人庐顶，当她到庐顶肯定活不成。她真是太漂亮了，即使被她吸死也值了。放心，兄弟，不会被吸死的。合欢宗早就有了规定，禁止吸死庐顶。如果庐顶死得多，谁还愿意当庐顶？那样合欢宗岂不是成了魔门？哈，原来如此，那我就放心了。他向这边走过来了，兄弟们都站好了，姿势摆起来。严可卿神色冰冷，如同千年不化的寒冰，清新脱俗的，好似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他柳眉微蹙，带着几分挑剔，在几百位凡人庐顶身上一一扫去，每看一人便轻轻摇头叹息，似乎都不满意。直到看见年轻帅气的叶鼎，这才停下脚步。他微微启唇，声音清脆入耳，如同山间清泉流淌，又似天籁之音般问道：弟弟多大了？叶鼎也没有想到，如此美丽的仙女竟然想找他当庐顶，诚实回道：18家。啊，不小了，技术怎么样？祖传18代庐顶世家，第几次当庐顶？第一次。冲洗接不接？冲洗？不好意思，我只当庐顶，不负责冲洗。叶鼎虽然没有做过庐顶，但也听同行讲过，当完庐顶后身体虚弱，头晕目眩，身体被掏空的感觉，休息几个时辰后才能动。想到这，叶鼎眉毛微皱，心中腹诽。完事后还让我帮你洗身子，想什么呢？严可卿神情平淡，不带一丝情绪，继续问道：庐顶加冲洗接不接？得加钱。叶鼎毫不犹豫回道。在他看来，既然要多干活，那自然得加钱，只要你给钱，那都不是事儿。钱不是问题。美女姐姐，现在给你冲洗吗？不是，给我妹妹冲洗。给你妹妹？叶鼎一时疑惑不解，给眼前的姐姐当庐顶，给妹妹冲洗，这什么操作？跟我走吧。先说好，庐顶3块灵石，冲洗2块灵石。在叶鼎看来，清洗一下身子要2块灵石足够了。可好，师姐，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你的专用庐顶，也一定让你妹妹满意。见到有灵石拿，叶鼎瞬间就同意了。严可卿神色平静，手中的青色雨伞轻轻一收，随后玉手随意一挥，一道青光闪过，一艘精致飞船出现在地上。严可卿莲步轻移，身姿曼妙的轻轻飞到船内，等叶鼎进入船内，掐诀施法，飞船载着叶鼎向玉女峰飞去。合欢宗玉女峰25号洞府内，严可卿闺房内精致典雅，淡雅兰花香气弥漫，白色大床柔软舒适。此时叶鼎怎么也没有想到，合欢宗女弟子竟然如此开放，对于男女之事如此随意。看着眼前的绝美的严可卿，任君采撷的样子，心里有一点忐忑。毕竟自己第一次当庐顶，虽然也学过宗门免费发的当好庐顶的108式功法，
但他没有真枪实弹上过战场，当然更多的是激动，两世为人，终于能吃到肉了，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让这位绝美的高冷仙子满意。叶鼎毫不犹豫把严可卿扑倒在床上。丁，恭喜宿主第一次成为炉鼎，激活天上地下无上至尊最强炉鼎系统，通过与仙子苦修获得炉鼎点就可以变强。另外，每当一次炉鼎可以获得1年修为。新手大礼包已经发放，是否打开？我操！系统，你终于来了！你知道我这18年怎么过的吗？炉鼎，只要能变强，当炉鼎又何妨？打开新手大礼包。丁，恭喜宿主获得鸿蒙炉鼎断体经修炼，此功法可以将身体铸造成仙气，可变大变小，硬度无上限。叶鼎看见这个功法非常满意，最喜欢身体硬的功法，否则遇见境界高的女修，连她最薄弱的防都突破不了，那有什么用？恭喜宿主获得阴阳至尊无极炉鼎神功，修炼此功法提升身体素质，增加与人战斗时的硬度、速度、力量、持久力无上限。恭喜宿主获魅魔之体。打开面板，宿主叶鼎，年龄18，境界凡人，灵根五系杂灵根，宝体先天纯阳之体，魅魔之体，体质1倍，断体凡体，功法鸿蒙炉鼎断体经，阴阳无极神功，技能5，炉鼎点2666。拥有魅魔之体的叶鼎一瞬间变得俊美非凡，本来就是帅哥的他变得更加吸引人。有了这个系统，我叶鼎迟早征服诸天万界，做无数极品仙女的炉鼎，收割光他们的灵石，成为诸天万界最强炉鼎。仙子，颤抖吧！清晨，柔和的阳光如同轻纱般透过洞府的缝隙洒落在床上。醒来的严可卿慵懒地缓缓起身，纤细的手指轻轻捋了捋胸前那如瀑布般的秀发。他不经意间转头看向眼前年轻帅气的叶鼎，只是这不经意的一眼，竟让他瞬间沉迷于叶鼎那出众的俊俏之中。他心中暗自惊叹，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叶鼎师弟怎么一夜之间变得如此帅气，让他如痴如醉。这一眼仿佛一道电流直击他的心房，让他那颗一向冰冷的心忍不住微微颤动起来。他甚至都产生了一丝不想把叶鼎让给妹妹的念头。严可卿，好感度加19，不，还是让给妹妹吧，她已经没有多少时日了，大不了等妹妹走后，我再拿她当我的专用炉鼎。严可卿在心中暗自思忖着，感受到自己的境界终于突破炼气10层了，心中有了一点欣慰。付出那么多，如果境界还没提升，那真是亏大了。严可卿是大家眼中的倾国倾城的高冷冰女，从不接近男生，只是这一次她有着不得不找炉鼎修炼的理由。另外，妹妹得了绝症，生命岌岌可危，叶鼎是她特意给妹妹找的冲洗炉鼎，她希望能给妹妹带来好运，哪怕只是一丝希望，她也不想放弃。为了不让妹妹受苦，自己先和叶鼎探讨一下其中注意事项，毕竟妹妹也是第一次。严可卿拿着一件纱衣披在玲珑娇躯上，轻轻推了推叶鼎，声音难得的温柔说道：叶鼎，醒醒，该去给我妹妹当炉鼎了。洞府门口，今日严可卿要带着叶鼎去给妹妹冲洗。此时他抬手祭出一把青色飞剑，飞身上去。飞剑比飞船速度快，耗灵力少，适合出远门。紧接着他伸出手对着叶鼎轻轻一指，一道青光如流星般射出，叶鼎只感觉身体一股吸力，被严可卿拉上飞剑。严可卿背对着叶鼎，内心平静，语气平淡地说道：抱紧我。站在飞剑上身体摇晃的叶鼎知道这是带他御剑飞行。他看着严可卿那纤细的背影，尤其是那隐隐一握的柳腰，还有那纤弱娇躯，心中一阵紧张与羞涩交织。飞剑一动，叶鼎身体一晃，就在将要掉下飞剑时，一把抱住严可卿那柔软柳腰。飞剑急速升空，第一次飞天的叶鼎感受浑身一股冰寒，闻着淡淡的兰花香，心中害怕，死死抱住严可卿的柔软腰肢。叶鼎看着地下逐渐变得渺小的事物，心中越发恐惧，万一掉下去，肯定会摔得粉身碎骨。姓名严可卿，年龄21，身高170厘米，体重50千克，三围88、65、76，境界炼气10层，灵根冰灵根，宝体冰霜之体，好感度19，炉鼎指数2颗星，美女评价容貌 S， 身材 S 级，智慧 A 级，高冷的冰女，好感度50以上，代表想和你做羞羞的事，好感度80以上，对你绝对好感，好感度50以下，代表想杀你。炉鼎指数与境界、资质、容貌、身材等有关，指数越高，获得的炉鼎点越高。叶鼎看着严可卿信息，心中暗想，
真是个不错的美女，越高冷的美女，征服起来越有味道。被叶鼎抱住身子的严可清，只觉浑身一颤，被男子抱住，感受温热身体。想到昨夜的画面，一股难以言喻的刺激感觉涌上心头。感受身体异样的严可清，赶紧心中默默运转清心咒。作为合欢宗女子，最忌讳的就是有感情。修炼阴阳合欢秘法，要做到动身不动情，动欲不动意，任由外面洪水泛滥，内心达到忘我境界，才算到新修炼有成。只有做到如此，才能成被宗门重视。然而，仅仅是刚才被叶鼎抱了一下身子，就让他心生涟漪，一股奇妙的感觉萦绕心间。这让他瞬间明白，自己的道心还远远不够坚定。以后就找叶鼎助我修炼，磨练道心。他在心中暗暗下定决心。现在的他还做不到被叶鼎抱着，内心无动于衷的境界。但他只是一个凡人炉鼎，地位低微，不配当我的合欢道侣，但可以当我的合欢炉鼎。等把妹妹的事忙完，我就找他共同修炼阴阳合欢秘法。当我空虚寂寞冷的时候，还可以找他排忧解难。叶鼎抱着如此漂亮动人的仙女，感受着怀里的柔软，只觉得体内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根本难以抑制那不断涌起的燥热。就在这时，严可清带着叶鼎迎面遇见飞来一人，马上就要撞到两人。严可清猛地一停飞剑，严可清忍不住嘤咛一声，背后的叶鼎由于惯性，一下重重地撞在他后背上，这一撞让严可清只感觉一把长剑似乎直接抵在剑鞘之中，瞬间让他浑身一紧，脸上泛起一抹红晕。正要嗔怒的严可清忽然听见远处飘来一阵婉转却又带着几分戏谑的声音：啧，严师姐，他就是你找的炉鼎吗？叶鼎赶忙抬眼望去，只见眨眼间一道耀眼的红色玉剑红光闪现，出现在两人面前。来者是一位身着红色纱衣的女子，那纱衣随风飘飘，就连她的头发亦是鲜艳的红色，就如同火焰一般夺目。她身材火辣至极，穿着更是大胆暴露，胸前那一对地简直呼之欲出，双手抱胸的姿势恰好将那傲人的丰满又往上拖了几分。此刻的她正一脸蔑视地看着严可清。姓名董月武，年龄19，身高172，体重55，三围92、66、87，境界炼气10层，灵根火灵根，宝体爆炎之体，好感度0，炉鼎指数2颗星，美女评价容貌 S 级，身材 SS 级，智慧 A 级，性格火辣。严可清神色一凛，挥手摆动衣袖，努力让自己神色平静地回道：董师妹，身为合欢宗弟子，找一个炉鼎不是很正常吗？董月武第一眼就看见紧紧抱着严可清的俊美男子，心中一愣，震惊不已。世上怎么有如此帅的男人？哼，抱那么紧，难道进去了？师姐，找炉鼎正常，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会找炉鼎修炼。你不是最讨厌用炉鼎修炼的吗？想不到你能找到如此帅气的弟弟，可惜他根本承受不了你的摧残。师姐，你可不要自甘堕落啊！还是说你找不起高级炉鼎？董月武嘴角微微上扬，带着几分嘲讽地说道：师妹，我的事不用你操心。严可清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悦，显然对董月武的话有些反感。师姐，咱们宗门有规定，可不能杀害炉鼎。董月武心里想着，那么帅的男人，我也要玩玩再说，万一被你弄死了，我怎么办？哼，师妹，没什么事，就先离去吧，我们还有事要做。哦，师姐你用炉鼎修炼，不知道师妹可不可以观摩学习一下？师妹还没有经验。师妹，你想学习，自己去找一个炉鼎练习就可以了。师姐，我要找这个小弟弟练习一下，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割爱？一直神色平静的严可清瞬间脸色一寒，严厉道：不行，他现在是我的。董月武瞧见严可清动了真怒，嘴角勾起一抹别有深意的微笑，转而将目光投向叶鼎，声音甜腻的如同进了蜜一般：小弟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当我炉鼎呀？我可不像这个冷冰冰的师姐，一点感情都没有。他拿你当炉鼎，说不定一个不小心就伤害了你的身子呢。而我就不一样了，我呀，只会心疼弟弟的哟。说着，他还故意挺了挺胸，那丰满的胸脯随着动作微微颤动，眼神中满是诱惑。此时的叶鼎整个人紧紧贴在严可清的身后，双手下意识地紧紧抱着他的腰，生怕一个不小心就会在这飞剑上失去平衡，落得个尴尬的下场。他略抱歉意说道：师姐，我现在已经和严师姐达成了约定，目前是她的炉鼎，等完成严师姐订单，师姐需要，我一定亲自上门服务。严可清好感度加3，董月武好感度加10。虽然叶鼎心里也对眼前这位火辣御姐般的董月武有着一丝难以言喻的好奇，很想体验一下别样的滋味，但他心里清楚，自己可不能表现得太明显。毕竟现在自己刚和严可清达成交易，如果因为一时冲动得罪了他，
那这一单生意有可能就黄了。如今的叶鼎刚刚加入合欢宗，可谓是一穷二白，身上仅有入宗时发放的2块可怜巴巴的零食，加上当卢鼎刚赚的10块零食，就连最基本的储物袋都买不起。他满心期待着能多接几单当卢鼎的活儿，赚点零食，好为自己日后修炼道路上打下基础。好吧，小弟弟真是一个守信的人，姐姐很喜欢，这是我的传心玉符，有时间我会找你的。董月无手指轻轻一弹，那玉符便如同灵动的小鸟一般，径直从叶鼎的脖颈处钻进了他的衣服夹层内。随后他微笑着看了叶鼎一眼，那眼神仿佛能勾人魂魄一般，然后娇笑一声，咯咯咯，玉起剑化作一道红色的流光，潇洒地离去了。董月武离开后，严可卿浑身冰凉，寒气四溢，心中暗暗生着闷气。这个董月武师妹在合欢宗处处喜欢和他针锋相对，无论何事都要和他争个高下，总是喜欢通过挖苦他来寻找优越感。他抬手掐诀，一边控制着飞剑继续飞行，一边没好气地嘱咐叶鼎：叶鼎，你以后离那个妖女远一点，别看她这会儿对你和颜悦色的，可背地里她可是个心狠手辣的主。你要是真当了她的卢鼎，那可就危险了，说不定怎么被她算计呢。师姐，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凡人卢鼎，她没必要害我吧？哼，你好自为之。严可卿冷哼一声，心中对叶鼎的不识好歹有些恼怒。严可卿好感度3。此时的叶鼎被严可卿身上散发出来的寒气紧紧包裹，只感觉仿佛置身于冰窖之中，浑身止不住地颤抖，牙齿也开始咯咯作响。师姐，师姐，你能不能把寒气收一收？师弟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哼，我给你降降温，别得寸进尺。严可卿没好气地说道。其实他心里也有些慌乱，因为他清晰地感受到身后顶着的大宝剑，这种从未有过的刺激让他心慌意乱。师姐，这不能怪我，只能怪你长得太漂亮了，不然我也不会如此。师弟如今还是凡人，有七情六欲，不像师姐早已修仙多年，早已抛弃七情六欲。师姐，即使我这样做，你应该毫无反应才对。难道师姐还有七情六欲？叶鼎一边打着哆嗦，一边厚着脸皮说道：我早已没有七情六欲了。严可卿急忙反驳，可不知为何，他的声音竟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师姐，你真厉害，真是无辈修士楷模。叶鼎说完，月冷胆子越发大了起来，开始上下其手，在严可卿身上肆意动作。严可卿心中又羞又气，可不知为何竟没有阻止，甚至连反抗的动作都没有。严可卿好感度加22，这种在天上开飞机的感觉真好。叶鼎不敢相信，不知道是严可卿定力非凡，早已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还是说真的对男女之事毫不在意。这情形真真切切地应了那句在修仙界流传的俗语：只要胆子大，仙子放产假。如果是以前，他肯定不敢，现在有系统的他不再像以前一样害怕了。半日后，严可卿呼吸变得急促而不稳，脸颊绯红如熟透的苹果，御剑的手也开始微微颤抖，整个人显得有些娇弱无力。最终他带着叶鼎直接飞入了凡间一座气派的大院，严家大院。下了飞剑后，严可卿安排管家好好接待叶鼎，随后便匆匆进入自己的房间。他径直走到床边，盘膝而坐，开始专心打坐修炼。他紧闭双眸，屏气凝神，努力让自己的心境平复下来。这一路上，可恶的叶鼎从一开始的战战兢兢，到后来愈发大胆，甚至多次做出逾矩的举动，让他既羞又恼，苦不堪言。当然，这是他默许的，他本想通过这种方式利用叶鼎来帮助自己磨练道心，只是让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叶鼎真是太大胆了，竟然在那种情况下也要，这让他只觉得羞愧难当，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哼，肉体只是身外之物罢了，只有战胜自己的欲望，才能修成真我，而我的玉女冰心功将会更进一步。严可卿在心中暗自给自己打气，试图说服自己接受这一切。唉，看来还是我的定力不足，以后要多加练习才是。当练到叶鼎无论如何挑逗我，我的内心毫无波澜，那我的道心便算修成了。只不过那种感觉真是太美妙了，严可卿现在想来也感觉不可思议。就在这时，严可卿忽然感觉体内灵力一阵涌动。什么？我的境界竟然突破炼气11层了？这怎么可能？他只不过是个凡人炉鼎，对我应该没有多大效果吧？也许是我以前积累大量灵气的缘故吧。好了，现在也该去见见我的妹妹了。如今严家仅有姐妹2人当家做主，多年前他们严家被灭族，父母拼死保护他们2人逃脱，为躲避仇家追杀，逃了很远才来到这个地方。傍晚时分，严可卿走进一间豪华卧室，一进门就看见身子娇弱的妹妹严可如，她脸色苍白如纸，如同病入膏肓之人，正静静地坐在轮椅上。严可卿心中一酸，
轻轻喊道：“妹妹，我回来了。”严可如一头如雪的白发，身材瘦弱，但长得极美，五官精致，倾国倾城。身体虚弱，身上那件白色纱衣束胸，显她的楚楚可怜。她眼神中满是空洞与迷茫，然而在转头看向姐姐的那一瞬间，眼中却闪过一丝光芒，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姐姐，你回来了。嗨嗨，只是刚刚说了一句话，那女子便气喘吁吁的样子，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妹妹，你别说话了，好好歇歇。严可卿心中一阵刺痛，急忙走到妹妹身边，轻声安慰道。严可如淡然一笑，嗨嗨，姐姐，没事的，我也想多和姐姐说些话，如果不说，就怕以后说不了。妹妹，不要胡说，这次我给你找来了，给你冲喜之人，等晚上，你们就拜堂成亲入洞房，一定会让你身体好起来的。严可卿紧紧握着妹妹的手，眼中满是坚定与期待。严可如听到煞费苦心的姐姐如此说，内心五味杂陈。姐姐，你怎能如此？冲喜只不过是迷信而已，不能信。你也知道我得的是绝症，根本治不好，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上天垂怜了。妹妹，都怪那些人让你受伤，不然你的玄阴之体也不会失衡，让你天天饱受阴气折磨。这次我给你带来了我们合欢洞的炉鼎，希望对你有点帮助吧。严可如震惊不已，害羞说道：姐姐，你说什么啊？我身体都已经这样了，怎么能做那种事呢？妹妹，放心，我这次特意找人炼制了补气丹，可以让你身体暂时恢复3个时辰的正常人生活。严可如一听，心里更加慌乱起来。姐姐，我觉得还是不要了吧。妹妹，作为女人来世间走一遭，如果连男人都没有碰过，岂不是遗憾终生？严可卿看着妹妹，眼中满是心疼，心里默默想着：妹妹放心，我已经帮你试过了，肯定让你满意。严可如一直都幻想着一份轰轰烈烈的爱情，只是命运弄人，她的身体每况愈下。想到自己时日无多，她不禁叹息一声：姐姐，我遗憾不遗憾无所谓，只希望你好好修炼，没有足够实力，千万不要找那些人报仇。严可卿神色冰冷，眉毛微皱：放心吧，妹妹，我自有分寸。严可卿想到杀父母的可恶仇人，心中满是愤怒，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变强，替父母报仇。这也是严可卿为什么被叶鼎吃豆腐时没有阻止的另外一个原因。他要变强，哪怕是自己以前最讨厌用炉鼎修炼，自己的家人都被仇人害死了，如今就连唯一的亲人妹妹也要离他而去，他心中悲痛欲绝。妹妹，事不宜迟，现在我就给你化妆打扮一下，给你穿上嫁衣，姐姐要看着你出嫁入洞房。严可如顿时慌乱起来：姐姐，这怎么能行？这也太快了吧，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妹妹，难道你害羞了？还是怕姐姐给你找一个丑八怪？严可卿故意打趣道，试图缓解妹妹紧张的情绪。妹妹放心，这次我可是找了一个非常帅的少年，他可是我精心挑选的，你一定喜欢。本来我想给你找一个炼气炉鼎，但就怕你身体受不了。严可如苍白的脸上有了一丝抹红，姐姐之前已经给她说过，用炉鼎帮她调理一下身体，也教给她阴阳合欢秘法。她身体不适，这么多年一直在房间内，很少外出，内心早已变得非常内向、自卑，甚至有时见生人会紧张的浑身颤抖。如果不是姐姐陪伴，她早已离开人世，随父母而去。只是这么突然让她与陌生人结婚入洞房，根本没有一丝心理准备。知道这是姐姐的一番心意，如果拒绝，肯定伤了姐姐的心，只能怯懦诺回道：好吧，一切全凭姐姐做主，跟我客气啥？来把衣服脱了，姐姐给你宽衣，先给你洗洗身子。严家贵宾楼内，叶鼎获得1年修为，体内有了一丝灵气，正盘膝打坐修炼。他花了1000点炉鼎值，把鸿蒙炉鼎造化经升到第1层，身体强度有了巨大提升。叶鼎能感觉到他的身体强度已经达到下品法器的硬度，随手抓起一盏水杯，砰一声，稍微一用力，整个陶瓷杯被抓成碎末，手掌一点事都没有。咚咚咚，请进。严可卿一进门，神色平静说道：叶鼎，把衣服脱了，我用法术给你清洗一下身子，穿上新郎服，跟我妹妹成亲入洞房。叶鼎诧异不已：什么新郎服？结婚？师姐，我只是来当炉鼎的，怎么让我结婚啊？严可卿神色一凛，身上散发一个冰寒气息：师弟，咱们不是说好了吗？给我妹妹当炉鼎冲洗，难道你想反悔不成？叶鼎感受冰寒气息，心中一凛，急忙说道：既然我已经答应师姐，反悔倒不会，只是没想到竟然是结婚冲洗。那你以为是什么？叶鼎尴尬挠了挠头回道：我还以为给你妹妹当炉鼎，然后完事后给你妹妹冲洗身子呢。严可卿冷哼一声：洗个身子就要2块灵石，你还真敢想。不过你要是愿意，也可以帮我妹妹冲洗。此时叶鼎再次问道：师姐，我答应给你妹妹当炉鼎，
能不能不拜堂成亲？严可卿挑了挑眉，说道：怎么你不愿意？我妹妹可是长得比我还漂亮，嫁给你便宜你了。叶鼎尴尬一笑，不是，那个师姐既然多了冲喜，你看是不是要多加一点零食？毕竟师弟身子吃不消啊。我回去还要买补品，补补身子。严可卿抬手扭了叶鼎的腰一下，真是滑头，我怎么没见你身子虚啊？得来便宜还卖乖，好吧，给你10块零食，这可以了吧？说着，他随手从储物袋中取出10块零食，递给叶鼎。叶鼎大喜，接过零食，揣在怀里谢礼道：谢谢师姐赏赐。对了，我妹妹身子骨虚弱，你轻一点。严可卿想到这，瞥了一眼叶鼎，认真嘱咐道：知道了，师姐。叶鼎连忙回道，然后他像是鼓足了勇气一般，毫不犹豫地一把抱住了严可卿那柔软娇躯。严可卿本想反抗，但停下了手，冷声道：师弟，你干嘛？叶鼎看到严可卿头顶上好感度41，知道严师姐的冰冷只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内心其实是很火热的，嘿嘿一笑：师姐，你也不想你的妹妹受罪吧？我想先消耗一下体力。接着抱起严可卿走进内室。严可卿怎么也没有想到叶鼎竟然如此大胆，但也没有阻止。妹妹不要怪姐姐，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那你快一点，别让妹妹等急了。严可卿好感度加18。大半夜，明月当空，良辰吉日，严家大厅早已张灯结彩，布置好结婚礼堂。然而与寻常婚礼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前来道贺的宾客，只有寂静的大厅和偶尔摇曳的烛光在夜风中闪烁，透着一丝别样的氛围。吉时已到，新郎新娘拜天地。一名丫鬟大声喊道。正堂之中，严可卿端坐在主位之上，神色冰冷的脸上难得露出一丝笑意。叶鼎则是一身大红色新郎官服饰，内心感慨一声，自己两世为人，还是第一次结婚，虽然只是假的，但也让人感慨万千啊。新娘道。就在这时，两名丫鬟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一位身穿大红金色凤纹新娘装的女子，她头上盖着红盖头，在红烛的映照下，旁边几位丫鬟一路轻抛着鲜花花瓣，缓缓进入房间。这本该是喜庆热闹的场景，可在叶鼎眼中，不知为何却着实透着一股诡异的气息。姓名严可如，年龄18，身高165，体重49，三围79、52、77，境界炼气一层，宝体玄阴之体，好感度16，颅顶指数3颗星，美女评价容貌 SS 级，身材 A 级，智慧 A 级，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叶鼎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自己还没有见面的新娘竟然对他已经有了好感。这好感哪来的？叶鼎接过新娘递过的红丝彩带，刹那间感受到一股寒风袭来，让他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虽然不知道新娘长得如何，单看身材就知道是个弱不禁风的软妹子。叶鼎也想过，既然让她来冲喜，那么这个新娘身子方面肯定有问题。他最担心的就是这是不是配冥婚，等冲完喜会不会让她陪葬。这种情况在前世诡异小说里经常有，但如今灵石他已经收了，又有严师姐亲口保证只做1日夫妻。作为一位秉持着诚实守信原则的卢鼎，即便前方可能充满诡异，他也决定提枪上阵，保证完成任务。1拜天地，2拜高堂，夫妻对拜，新郎新娘入洞房。随着丫鬟的唱礼声，这场奇特的婚礼仪式进行到了最后一步。此时新房内红烛摇曳，严可如盖着红盖头，安安静静坐在婚床上，双手握在一起，紧张地揉搓着。叶鼎嘴角含笑，深知春宵一刻值千金的道理，但心中同样紧张不已。他缓缓走到坐在床上的严可如身旁，看着微微颤抖的新娘子，伸出手，轻轻且缓慢地掀起那层红盖头。盖头掀起的瞬间，一股浓烈的冷香扑面而来。这种冷与严可卿身体上的寒冷不一样，这是一种让毛骨悚然的阴冷。眼前的严可如头戴凤冠，五官精致如画，肌肤仿若羊脂玉般细腻白皙，唇瓣天然带着樱粉色，宛如春日绽放的樱花，墨黑的瞳孔中闪着一丝灵动的金光。师姐真是撑不起我，比她还要漂亮柔美，唯一不足的就是身体柔弱，就好像一用力身体就会垮掉的感觉。严可如抬眼看向叶鼎，她一直都好奇跟自己拜堂成亲之人长得如何。虽然姐姐之前说过对方长得很好看，但当第一眼看到如此帅气的叶鼎时，她的心瞬间如同小鹿乱撞，心动不已。夫君真是太帅了。严可如好感度加44。严可如害羞低头抿嘴一笑，耳尖红得厉害，连脖梗处的肌肤都泛着薄红，像初绽的桃花被夜露浸过，怯生生的模样，一副未经世事的闺阁少女。叶鼎嘴角含笑，看来严可如是个十足的颜控党啊。他对于这个新娘也很满意，
轻轻拿起严可如的玉手，瞬间感觉新娘的手冰凉冰凉的，一点温度也没有，瞬间吓了叶鼎一跳，直接把手丢下，心脏砰砰直跳。他的手怎么如此凉？叶鼎体验过严可清冰霜肢体的寒冷，那只是他激发宝体散发的寒气，但身体还是热的，而此刻的严可如身体是一点温度也没有。本来害羞的严可如想着接下来的事，不知所措时，见到叶鼎如此，心中顿时一阵委屈。难道他不喜欢我吗？抬头泪眼婆娑的看着叶鼎一副害怕的样子，轻声细语说道：夫君，你怎么了？娘子，你的手为何如此冰冷？严可如听到叶鼎如此问，瞬间明白了。夫君勿怪，我天生玄阴之体，早年受过伤，以至于玄阴之气难以抑制，这才导致身体阴气太重，所以身体很凉。严可如轻声解释道，声音中带着一丝无奈与苦涩。叶鼎闻言暗暗点头，师姐让他来冲洗，就是想帮他妹妹调理一下体内阴气，只是这有用吗？原来如此，娘子，天太晚了，该休息了。叶鼎嘴角微笑，再次握住严可如的洁白如雪、冰凉的玉手，软糯无骨，真是太软太美妙了。严可如浑身一颤，声音小得如同耳语，带着少女的娇羞说道：夫君，你把灯熄了好吗？那怎么行？熄灯我怎么看娘子的绝世容颜呢？严可如脸色绯红，她不想惹叶鼎生气，轻声说道：那好吧。叶鼎直接把严可如拉在怀里，亲吻在她那冰凉的香唇之上。门外盘膝打坐的严可清掐诀默念清心咒，听着里面的声音，开始磨练自己的心境。2个时辰后，砰！房间内一声巨响传来，严可清瞬间从入定中惊醒，他神色慌张，急忙起身，猛地推开门，冲进房间，大声呼喊着：妹妹，妹妹！映入眼帘的是一丝不挂的妹妹正盘膝打坐，浑身散发一股股狂暴灵气，而叶鼎则是晕倒在一旁，看向妹妹的凄惨的样子，心中顿时心疼不已。妹妹，你怎么了？该死的叶鼎怎么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玉，真是粗鲁残暴。此时运转体内灵气的严可如害羞说道：姐姐，我没事，还得多谢叶鼎公子帮助，我感觉体内阴气被阳气中和，身体似乎好了许多。妹妹，真的吗？严可清惊喜交加，见到妹妹点头确认后，心中大喜，那真是太好了。就在这时，严可如气息猛涨，境界竟然从炼气1层直接涨到炼气3层。严可清见到这一幕，大吃一惊，急忙上前，一手搭在妹妹肩膀上，查验妹妹体内情形。只见妹妹体内阴阳交融，灵气循环不息，那积聚多年的阴气就如同原本一潭死水，如今在阳气的调和下，竟如同注入了源头活水，重新焕发生机。严可清心中一酸，早知道炉鼎能解决妹妹的问题，为什么不早点给妹妹找炉鼎呢？害得妹妹白白受了那么多年的苦。妹妹，真是苦了你了，都怪姐姐没有提前帮你找炉鼎。姐姐，不怪你，其实即使你替我找了炉鼎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叶鼎是纯阳之体。什么？纯阳之体？最佳炉鼎？这怎么可能？他要是纯阳之体，我早就知道了。说到这，严可清神色有点慌乱，尴尬一笑。妹妹严可如听出来什么意思，并没有说什么。之前她就从叶鼎身上闻出姐姐的体香，但并没有生气，反而很欣慰，这样她觉得与姐姐更亲密了。她理解姐姐这些年的艰辛与不易，也明白在这复杂的修仙世界里，有些事情身不由己。严可清继续说道：如果她是纯阳之体，肯定会被宗门检查出来，当重点炉鼎培养了。姐姐，她的纯阳之体是隐性的，纯阳之气极为稀少，很难发现。如果我不是玄阴之体，根本发现不了她的纯阳之体。严可如耐心地解释着，眼神中带着一丝笃定。哈哈，妹妹你还真是捡到宝，可惜她是凡人炉鼎。严可如则是一脸焦急。姐姐，先别说了，你先看看叶鼎怎么样了。刚才他被我体内阴气爆发传入他体内，你看看他受伤没有？直到此时，严可清才注意到躺在一旁赤身裸体的叶鼎。作为合欢宗弟子，修炼的是玉女心经，见此倒是脸不红心不跳。他快步上前，俯下身子，开始仔细地给叶鼎做全身检查。妹妹不用担心，她没有事，只是受点轻伤。我把她带到贵宾楼帮她疗伤，你安心修炼。姐姐，她没穿衣服。严可如提醒道，脸上泛起一抹红晕。妹妹，我是合欢宗弟子，修炼的是玉女心经，早已看破红尘，在我眼中只不过是皮囊罢了。说完一挥手，一张被子裹着叶鼎向外飞去。严可如看着叶鼎在自己洞房花烛夜被姐姐带走，心里感觉怪怪的，就像姐姐抢了他夫君一样。贵宾楼房间内，叶鼎躺在床上，严可清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枚丹药给他喂下，接着向叶鼎体内打入灵力，帮他疗伤。
片刻后，叶鼎悠悠醒来，回想起来晕倒前的情况，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本来正做激烈的热身运动，气氛正浓时，忽然一股阴寒之气如汹涌的潮水般向他袭来。紧接着，他只感觉有一道白色阴影，如同鬼魅一般，直直地冲进他的脑海，瞬间让他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如今醒来，他活动了一下身体，并没有感觉什么不适。唯一让他不开心的是，好事被打断，让他非常难受，憋得慌。严可清见他睁开眼睛，轻声说道：“叶鼎，你醒了。”师姐，我怎么在这？我不是在洞房吗？严可清轻咳2声，神色中带着几分感激。嗨嗨，师弟你刚才身体劳累晕倒了，师姐真要好好谢谢你。没想到冲洗真有效果，我妹妹的病好了许多。叶鼎一把把高冷的严可清拉入怀中，脸上带着一丝狡黠的笑容。是的吗？师姐，那你可要好好感谢我才行啊。严可清眼神一拧，严肃说道。下不为例。直到中午，婚房内的严可如才停下修炼。如今的她周身灵气萦绕，气息愈发沉稳，境界已经稳稳地达到了炼气5层，可谓进步神速。严可清走进房间，看到妹妹如今的状态，满脸欣慰地说道：“妹妹，想不到你的病症不仅好了，实力还进步如此之快，真是可喜可贺。回来跟我一起回宗门，加入合欢宗，跟着姐姐一起修炼，我们2人也好有个伴。”严可如微微皱眉，眼中闪过一丝担忧：“姐姐，我体内阴气是好了不少，但还是会有阴阳失衡的问题，恐怕……我知道了，妹妹，既然如此，那就多找叶鼎帮忙几次就好了。姐姐，我想能不能让叶鼎成为我的道侣？”严可如鼓起勇气说道。说完后，她有些紧张地看着姐姐，眼神中满是期待。妹妹，虽然叶鼎对你调理体内阴气很有帮助，但他只是一个凡人炉鼎，地位低下，根本配不上妹妹。以你的天资，以后会遇见更好的炉鼎。姐姐，叶鼎如今虽然是凡人，武系杂灵根，但只要我们给他足够资源，还是可以成为炼气修士的。妹妹，在修仙界对修士最重要的一是资质，二是资源。叶鼎的资质成长有限，最终不过筑基境界。如今以叶鼎的资质不被宗门重视，他除了当炉鼎很难获取资源，而我们只是外门弟子，获得的资源连自己都不够用，何谈给叶鼎？妹妹，你不知道修仙界的残酷，在修仙界讲的就是弱肉强食，强者为尊。如果我们不能变强，稍有不慎就会成为别人的刀下亡魂。严可如低下头，小声说道，声音中带着一丝委屈。可是姐姐，我感觉喜欢上了叶鼎。妹妹，每个女子都会对与她发生第一次的男子或多或少暗生情愫，但我们修仙之人一定要摒除7情6欲方见大道，绝不能有儿女情长，否则境界越高越容易入魔。叶鼎只能当炉鼎，不能当道侣，更不能喜欢他，这是修仙大忌，懂吗？妹妹，记住，我们还有血海深仇要报。严可清神色严肃地说道，他紧紧握住妹妹的手，希望妹妹能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妹妹，你绝对不能让叶鼎当道侣，这都是姐姐为你好啊。要是叶鼎当你道侣，那我怎么还好意思下手啊？妹妹，叶鼎你把握不住，让姐姐来。严可如眼眶微红，心中虽满是不舍，但还是强忍着情绪说道，姐姐，我明白了，我都听姐姐的。她心里却想着，姐姐，就算你不同意，即使你说的很对，可是我早已成了叶鼎的形状，除他以外，我不会找其他任何男人当炉鼎。严可清轻轻握住妹妹的手，眼神中透着关切。妹妹，你明白就好。另外，我打算好了，明天我们把房子卖了，遣散下人，跟我一起回宗门，正好也让师尊给你检查一下身体。好。对了，姐姐，你能不能让叶鼎今晚再来一次？严可如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羞涩与期待，那模样如同情窦初开的少女，满心都是对心爱之人的思念。严可清看着妹妹的眼睛，认真说道，可以，但是妹妹你可不要对他动情，这是清心咒，你和叶鼎在一起时一定要勤加修炼，不管叶鼎如何做，只要你的道心达到物我两忘，波澜不惊时，我就可以传给你玉女冰心诀。知道了，姐姐，我会好好修炼的。严可清之所以没有传给妹妹玉女冰心诀，那是因为这功法是师尊传给她的，如果想要传给别人，要师尊同意才行。他希望妹妹能先通过修炼清心咒，稳固道心，为将来修炼更高深的功法打下基础。贵宾楼内，此刻的叶鼎正欣喜若狂地盯着自己脑海中的面板。如今炉鼎点999加2666加2540加2209加4450等于12864。不错，那么快就有1万炉鼎点了。多亏了严可清姐妹俩给力，有了4年修为，我感觉很快就能突破炼气期。等到了炼气期，成为炼气炉鼎，等那时，想要找我当炉鼎的客户大大增加，就能赚更多灵石。
结，看来我要加把劲啊！先天纯阳之体3级，4级8000炉顶点，体内纯阳之气提升8倍；魅魔之体1级，2级2000，对异性吸引力提升2倍；鸿蒙炉鼎造化经2级，3级5000，肉身达到中品法器强度；阴阳无极炉鼎神功1级，2级2000，身体素质提升到2倍；炼丹术1级，2级1000，可炼制2品丹药；灵植术1级，2级1000，2品灵植成长速度提升2倍。叶鼎咬咬牙，一口气直接花了1万炉顶点。升级纯阳之气，阳气足，不会被吸成人干；升级魅魔之体，可以吸引更多仙子；升级炉鼎造化经，肉身强度达到中品法器，够硬的男人才是真男人；升级阴阳无极神功，提升肉身基本素质，可以让自己从战斗2个时辰直接提升到4个时辰；升级炼丹术，等自己到了炼气期，就可以着手准备炼制丹药。炼制丹药可是一个非常吃香的技能，赶紧突破到炼气期，刻不容缓啊！如今的叶鼎能够感觉到，只要再当1-2次炉鼎，100%可以突破到炼气1层。到底选严可卿呢，还是严可如呢？叶鼎喃喃自语道，脑海中浮现出姐妹2人的身影。严可卿外冷内热，严可如温柔体贴。可惜的是，我的炉鼎订单已经完成了，不能再让他们白嫖了。叶鼎。正在这时，严可卿语气冷淡，猛地推开门，毫不客气走进叶鼎的房间。听到严可卿的声音，盘腿坐在床上的叶鼎瞬间想到，严可卿找他肯定又是想让他当炉鼎，但再想白嫖，那是不可能的事了。叶鼎下了床铺，轻笑一声，师姐，你怎么不敲门呢？万一我在里面没穿衣服，岂不是让你占了便宜？严可卿瞥了叶鼎一眼，语气冰冷说道，又不是没见过，大不了我陪你。嗨嗨，师姐，找我什么事？我的任务已经完了，是不是该回宗门了？严可卿不满说道，怎么，在我们严家好吃好喝供你，还有我们2姐妹陪你，难道你还不满意？有2位绝美仙子陪伴，我当然乐意之至，只是我身体有点虚，想回去好好休息一下。你也知道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这次回去我要多买一些补品才行。叶鼎装出一副虚弱的样子，心里却想着，我是炉鼎不假，但想要白嫖那是不可能的，除非拿灵石来。严可卿皱眉不语，心里暗自想着，这个叶鼎怎么回事？之前我来，他每次都非常热情，饥渴地抱着我，恨不得把我吃掉，现在竟然对我如此冷淡，难道真是身体虚了？还是说他不喜欢我们姐妹2人？不，他不喜欢我们姐妹那是不可能的。身体虚？怎么可能？昨天他可是折腾我很久。那他什么意思？体虚？补品？严可卿瞬间明白了，这个叶鼎真可恶，免费让你占便宜竟然还不愿意，还想要灵石，真是见钱眼开。难道和我们一起修炼还不如灵石有吸引力吗？真是气死我了！要不是妹妹需要你，要不是你长得帅，要不是我喜欢你，我早就霸王硬上弓了。本想和你做朋友，我们互帮互助，共同修炼进步，你竟然和我们做生意，真是岂有此理！既然如此，等回了宗门，咱们各走各的路。哼，你区区一个凡人炉鼎，有什么可高傲的？更让严可卿想不明白的，叶鼎面对7情6欲，竟然能做到随心而欲，喜欢他时轰轰烈烈，静下心时坐怀不乱，这不是他内心一直追求的心如止水的境界吗？他竟然能做到，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哼，3块灵石，今晚去找我妹妹。严可卿丢下3枚灵石，转身就要离开。叶鼎见到灵石那一刻，双眼放光，瞬间变得喜笑颜开，就像见到多年的好友一样，热情似火，一个加速，直接抱住冰冷严可卿的柳腰。师姐，来都来了，来坐一坐。叶鼎的语气中充满了讨好和热情，与之前的冷淡判若两人。严可卿怎么也没有想到叶鼎变脸是如此之快，只是稍微挣扎一下就停手了。能免费白嫖一次也不错，毕竟叶鼎是纯阳之体，另外他还有事求他。哼，你不是说不行了吗？男人哪能说不行？婚房内，柔和的烛光摇曳，房间笼罩在一片温馨而暧昧的氛围之中。严可如一身白色纱衣，静静坐在梳妆台前，那纱衣轻薄如雾，隐隐勾勒出她曼妙的身姿。她的气色明显好了很多，一头如雪的白发柔顺地披散在她的肩头，在烛光的映照下闪烁着淡淡的光泽，与她精致的五官相互映衬，美得惊心动魄，仿佛从画中走出的仙子，令人心醉神迷。叶鼎对于这个病娇娇的软妹子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她很听话，很配合，与她相处总能让叶鼎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温柔。严可如微微侧头，美目流转，轻声问道：
那声音如同黄莺出谷，清脆婉转。我是叫你夫君，还是叶鼎叶公子？你叫我。叶鼎刚要说，就听见与严可卿深入交流后的传音。叶鼎，我妹妹喜欢你，你要拒绝我妹妹的感情，知道了吗？你叫我叶公子即可。叶鼎心中暗自思忖，正合我意。虽然我喜欢你，但是不能跟你谈感情，很伤钱。要是让你知道我喜欢你，那我怎么跟你姐姐要零食？令他颇感意外的是，这个严可卿竟然在门外偷听他们的谈话。严可如听了叶鼎的回答，莫名感觉有些委屈。叶鼎是唯一一个进入他心里的男人。严可如微微撅起小嘴，轻声说道：叶公子，谢谢你，若不是你的帮助，我恐怕早就香消玉殒了。不用谢，你姐姐付过零食，那都是我应该做的。严可如鼓起勇气，眼神中满是期待与忐忑问道：叶公子，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当我的道侣？严可如最终还是问了心中最想问的问题。门外偷听的严可卿心里默默叹息一声，自己这个妹妹还真是喜欢上这个财迷叶鼎了。接着急切传音给叶鼎：叶鼎，拒绝我妹妹。叶鼎嘴角微微上扬，把手放在身后，伸出3根手指头晃了晃。叶鼎，你不要过分。叶鼎伸出4根手指又晃了晃。你好，4块就4块。严可卿咬咬牙，无奈地答应下来。叶鼎叹息一声，一脸认真地说道：可如仙子，虽然我很想同意，但现实不允许。你也知道我的资质成就有限，我又是炉鼎，和你结成道侣，只会给你带来别人的冷眼。另外，我的修炼资源基本上都是当炉鼎赚零食，所以你懂的。我当你道侣对你我并无益处。还有一点，在和欢宗修炼可以有道侣，可以男女一起修炼秘法，但是不能有感情。感情是修行的绊脚石。严可如眼中闪过一丝失落，但还是强颜欢笑地说道：我知道了，谢谢叶公子为我解惑。可如仙子，天色不早了，我们该歇歇了。叶公子，能不能把灯熄了？严可如轻声说道，脸上泛起一抹红晕，在烛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娇羞。可以。叶鼎把严可如轻轻抱上床，挥手灭了红烛。许久后，门外偷听的严可卿神情显得非常郁闷。我的妹妹难道是天才不成？怎么她也能做到？心如止水，自己苦修几年都没有静下心来，自己妹妹竟然2天就做到了。深受打击的严可卿闷闷不乐起身离开了。3个时辰后，黑暗的房间内传来趴在叶鼎身上严可如轻柔的声音，那声音带着一丝慵懒与羞涩。叶公子，难道你真不想做我的道侣吗？我知道之前都是姐姐让你说的，现在姐姐不在，我想听听你的心里话。叶鼎也没有想到严可如竟然知道了，而且这才见2次面就已经爱上他了吗？丁，恭喜宿主，严可如对你的好感度达到80，爱得死心塌地。是否与严可如进行修为反馈绑定？绑定后，严可如修为提升，宿主会获得相应修为反馈。叶鼎听到系统提示音，心中又惊又喜，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炉鼎系统竟然还有这种功能。系统，这个功能是只能绑定1个还是多个？丁，回宿主，只要好感度达到80以上的女修都可以绑定。那就好，绑定。恭喜宿主与严可如绑定修为反馈。叶公子，你为什么不说话？可如，我的确喜欢你，也想当你的道侣，但我的处境你也知道。在叶鼎看来，有一个免费刷金验点的地方求之不得，况且严可如真的非常漂亮，温柔体贴。严可如内心开心无比，声音中带着一丝哽咽。叶公子，没关系，有你这句话我就非常开心了，其他的我不在意，只希望公子心里有我就好了。我心里当然有你，叫声夫君听听。夫君。娘子，不好了。什么不好了？难道你又反悔了？不是，你夫君我要突破了。突破？那是好事，恭喜夫君，我替你护法。娘子，不用护法，区区突破，小事而已。既然是喜事，正好夫君好好奖赏你一下。回宗门的路上，3辆马车在蜿蜒的小道上缓缓前行。一辆车里坐着严可卿姐妹俩，一辆车里是叶鼎，另外一辆车是一些物品。严可卿遣散严家，储物袋只能装一些重要的东西，其他一些有用的物品根本装不了，只能用马车拉回宗门马车内。严可卿一脸郁闷地坐在妹妹旁边，时不时皱起眉头，最终忍不住咬牙切齿地说道：真是气死我了，叶鼎竟然突破了。姐姐，叶鼎突破不是好事吗？什么好事？对他是好事，对咱们可不是好事。这是为何？他以前是凡人炉鼎，一次也就3块零食，如今成为炼器炉鼎，那价格自然上涨了，最少也是10块零食。而我1月才15块零食的月俸，加上做宗门任务赚的零食，也就30块零食。除了自身消耗，每月也就剩下10块零食左右。
如今他价格提升了，以后我请他给你当炉鼎就有点难了。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严可卿之所以气愤着急，那是因为他感觉马上就要突破到炼气12层了。要是再和叶鼎来几次，借助纯阳之体特殊效果，肯定能突破。如果叶鼎还是凡人，他还能出得起灵石。如今叶鼎成了炼气炉鼎，那他的灵石根本不够用了。更何况妹妹去了合欢宗，他还要给妹妹买一些必须的装备，如此一来，灵石就更不够用了。因此非常郁闷，忍不住心中腹诽道：该死的叶鼎，早不突破，晚不突破，非要这时候突破，你就不能帮我突破到炼气12层再突破吗？确实是坏事。昨天他还拒绝成为你的道侣，哎，这下亏大了。严可卿想到叶鼎还是纯阳之体，最佳炉鼎，就像亏了一块灵石一样，内心一阵绞痛，有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他心里清楚，叶鼎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认钱不认人的无耻之徒。如果昨天叶鼎答应成为妹妹的道侣，那以后妹妹与他修炼就不用花灵石了。自己找叶鼎当炉鼎，看在妹妹的面子上，他怎么也不可能收那么多灵石，最起码打个1折吧，甚至自己还可以白嫖。想到这，严可卿越想越气，只觉得胸口憋闷的难受。严可如轻声劝慰道：姐姐，事已至此，日后再说吧。不行，我要找他说理去。说理？说什么理？妹妹，她能突破，肯定有你的帮助，所以怎么也得让她出点血才行。姐姐严可如无奈地唤了一声。片刻之后，严可卿怒气冲冲地闯入叶鼎所在的马车，掐诀撑起，屏蔽罩，使声音不外传。严可卿双手叉腰，理直气壮地说道：叶鼎，你如今境界突破，全靠我妹妹帮助你，当然还有我，所以你怎么也要感谢我们吧。叶鼎当然知道严可卿来此什么目的，心中暗自好笑。那有什么好感谢的，在我尽心尽力帮助下，师姐你如今都快炼气12层了，可如一连突破4个小境界，更是救了你妹妹的性命，所以要感谢的是你们才对。严可卿听了一时语塞，觉得叶鼎说的有道理，咬咬牙强硬地说道：不管怎么说，你突破也是我们姐妹的功劳，所以我们以后再让你当炉鼎，你只能按3颗灵石来算。师姐，这样吧，你也知道炼气炉鼎最低也是12块灵石，我给你友情价10块灵石如何？严可卿柳眉微蹙，一脸不满地瞪着叶鼎，仿佛在责怪他的小气。叶鼎，这几天我们姐妹把好吃好喝都给你，你就这点诚意？叶鼎无奈地叹了口气，做出了一点让步。好吧，看在咱们友好相处的份上，那就9颗灵石。叶鼎，我们也算老客户了，以后还会找你，怎么也得优惠优惠吧。8颗灵石行了吧？我们姐妹修为都比你高，也没有欺负你，到了宗门还可以照顾你1、2，你说是不是？7颗灵石已经是极限了，师姐。叶鼎，你这个没良心的，我说了那么多，你就这样对我们姐妹俩？你也知道我们孤苦伶仃，父母不在，以后还要报仇雪恨，你就不能发发善心吗？严可卿说着，眼中竟泛起了泪花，那楚楚可怜的模样，仿佛叶鼎不答应就是十恶不赦之人。6颗，叶鼎咬了咬牙，再次做出了让步。严可卿眉毛微皱，心中一横，依靠在叶鼎怀里，轻轻抚摸他的胸膛，一改常态，娇声娇气地说道：鼎哥哥，你说我和妹妹漂亮吗？以后我会好好服侍鼎哥哥的，还有我妹妹可是很喜欢你的呢。叶鼎着实无语了，一向冷若冰霜的严可卿，为了省灵石，连高冷人设都不要了，竟然使出撒娇这一杀招，甚至连美人计都用上了。师姐，最低5颗灵石，真不能再低了，我还要补身体，你总不能杀鸡取卵，做一锤子买卖吧？叶鼎一脸诚恳地说道，心里却对严可卿的转变感到哭笑不得。哼，真是负心汉。严可卿轻哼一声，他也知道5块灵石已是叶鼎的极限了，再少那真是有点欺负人了。嗡嗡嗡嗡，就在这时，叶鼎怀里的传信玉符突然震动起来，发出一阵轻微的嗡鸣声。拿出传信玉符，叶鼎知道是董月武找他了。叶鼎嘿嘿一笑，看来生意又要上门了啊。董月武那甜腻的声音从传信玉符中传出，仿佛带着一丝勾人的意味。小弟弟，你忙不忙啊？我需要炉鼎服务哦。董师姐，不忙了。哦，那好，你来玉女峰38号洞府来找我。董师姐，我还在外面，明天才能到宗门。董月武的声音愈发娇柔道。没事，那明天晚上来找我，我等你。叶鼎小心翼翼道。那个师姐，我现在已经是炼气7了，所以价格会比以前高一点。哦，恭喜小弟弟，师姐更喜欢了。价钱不是问题，这样吧，我给你20块灵石，如何？我不像那个的严穷逼，没钱还充大胖子。师弟，你以后离严穷逼远一点，
他只会压榨你，不像姐姐只会心疼你。董月武毫不掩饰对严可清的贬低，声音中满是得意。叶鼎心里一惊，20块零食，乖乖，董师姐的大腿真粗啊，一定要报警。叶鼎不经意间瞥见严可清的脸瞬间变得铁青，意识到情况不妙，赶紧说道：董师姐，我这儿还有点事，等会咱们再聊。一向高冷的严可清此刻再也忍受不了董月武那如针般刺耳的羞辱，气得浑身止不住地微微颤抖，双眼因愤怒而瞪得滚圆。他气急败坏地冲着传信玉符歇斯底里地吼道：董月武，你给我闭嘴，不要胡说八道。叶鼎是我的专用炉鼎，我早已把他包年了，他是我的人，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他实在是忍无可忍，这个死对头竟然当着他的面如此败坏他的名声。自己为了能让叶鼎降低价格，可谓是使出了浑身解数，连压箱底的撒娇之术都拿出来了。一番软磨硬泡，好不容易才让叶鼎妥协到5块零食。这下好了，我再降价，你这个不要脸的竟然在涨价，直接出价20块零食。感觉一下子被董月武给羞辱了，自己真成了压榨叶鼎的严穷逼，这是赤裸裸的打脸啊！要是叶鼎投入该死的董月武怀里，那还不把他的肺气炸？把我包年！叶鼎眉毛轻挑，重复一句，错愕看着严可清，正要张嘴问询，严可清给叶鼎轻柔传音道：鼎哥哥，我求求你配合一下我不想被董妮子羞辱，只要你配合，我就答应你那样，如果不配合，就不要怪师姐不客气了。说着，叶鼎便感受到一股冰寒之气从严可清身上散发出来，将他笼罩其中，知道严可清这是来了个软硬兼施。他实在没想到，一向冰冷孤傲的严可清竟然对这种攀比和虚荣如此在意。这就是女人与女人之间的争斗吧，当真是激烈而又微妙啊。叶鼎提了一些要求，严可清答应后，他才答应配合。严可清这才满意，轻柔放开叶鼎。董月武那尖锐的嘲笑声从传信玉符中传来，咯咯咯，哎呀，严师姐原来你在啊，你刚才说把小弟弟包年，真是大言不惭。师姐，你有那么多零食吗？严可清对着叶鼎使了个眼色。叶鼎瞬间心领神会，诚恳说道：董师姐，严师姐确实把我包年了，只不过还没来得及付零食。严可清见叶鼎所作所为，微微皱眉，忍不住白了他一眼，随后轻哼一声：哼。那神情明显对叶鼎此刻的回答有些不满，觉得他这样说没能维护好自己的面子。哦，原来如此，这样吧，小弟弟，不管严可清出多少零食，我出他的3倍，你来当我的炉鼎吧，你还可以自由活动，如何？董月武继续诱惑着叶鼎，声音中充满了志在必得的意味。严可清听了，气得浑身剧烈颤抖，胸脯因为愤怒而波涛汹涌。董师妹，你什么意思？当着我的面挖人？反正这1年叶鼎都是我的人，你就不用想了。哼，就你还跟我抢人，没门！严可清直接把传信玉符抢过来，切断了传信。叶鼎向严可清伸出一只手，说道：师姐，你说把我包年，零食拿来吧，就给你算，1天3块零食，365天，抹个零，你给我1000块零食好了。我没有。严可清没好气地说道，脸上满是无奈与烦躁。没有。叶鼎心中顿时涌起一股不爽，直接打了严可清一下。师姐，你也太不厚道了吧，与董师姐怄气，没钱也不能断我财路啊！早知道我就答应董师姐了。严可清知道自己确实打扰了叶鼎的好事，见叶鼎生气，撅着小嘴，装作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说道：师弟，董月武不是好女人，我也是为了救你，她缠你身子，肯定没安什么好心。然后顿了顿，咬了咬牙，他似乎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白皙如羊脂的脸上泛起了如晚霞般艳丽的红晕，耳朵更是红得发烫，轻声说道：我也知道我做的有点不对，为了赔罪，以后我们在一起修炼时，我都听你的话，如何？说出这般羞耻的话，让他自己都觉得无地自容。严可清之所以如此羞耻地豁出去，就是为了牢牢抓住叶鼎的心，重击他的软肋，让叶鼎成为他的免费炉鼎。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叶鼎被震惊得目瞪口呆。如果不是董月武的刺激，严可清外冷内骚的本性永远不可能暴露出来。嫉妒真的使人面目全非啊！嘿嘿，我喜欢。叶鼎强压住内心的骚动，故意冷哼一声，装作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说道：哼，看在你还算有诚意的份上，这一次我就原谅你了。严可清嘴角微笑，蜻蜓点水般亲吻了叶鼎一下。他已经把握住叶鼎的脾性，好色吃软不吃硬，于是继续说道：叶鼎，要是董月武问你，你就说我把你包年了，帮我瞒着他，好不好？严可清见到叶鼎皱眉不语，扭动娇躯继续说道：我给不起你零食，包年只是名义上的，如果我和妹妹需要你当炉鼎时，优先考虑我们。
你想当董月武炉鼎也行，另外其他时间你可以自由活动，不限制你的自由，如何？叶鼎思索了一下，包年只是一个虚名罢了，自己依然可以找董月武当炉鼎，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叶鼎坏笑一声，不自觉抚摸严可清肤如凝脂的柔体说道：可以，师姐，现在你是不是该把刚才对我的承诺兑现了吧？严可清嘟嘴冷哼一声，哼，放心，我会遵守承诺的。傍晚时分，夕阳的余晖洒在密林小路上，给大地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3辆马车缓缓行驶在这条蜿蜒的小路上，车轮滚滚，扬起阵阵尘土。叶鼎能听见前方马车内传来嬉戏打闹声，心中不禁好奇，2个白板女人能碰撞出什么火花呢？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嘶，一声尖锐的马嘶鸣声打破了宁静。接着咣当一声，严可清的马车撞在一面透明的墙上。不好，有埋伏！严可清心中一紧，感应外面情况，瞬间意识到他们被阵法困住了。他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马车上，祭出一把冰剑，严阵以待。可如、叶鼎，你们下来在一起，互相照应！严可清大声喊道，接着挥手向严可如、叶鼎2人各送了一柄长剑，接着又给严可如套了一身防御盔甲。叶鼎也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危险，心里难免有些紧张，当机立断，把最近2天从颜2姐妹身上得到的5386炉鼎点花5000加在阴阳无极炉鼎神功上。刹那间，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他体内汹涌澎湃地涌动起来。他清晰感应到自己的力量、速度、硬度、恢复能力等等全身属性提升4倍，再加上自己的中品法器的肉身，此刻的他自信，没有筑基期修为根本破不了他的防。怎么说也有一战之力，藏头鹿尾之辈，给我滚出来！严可清怒喝一声，向透明阵法砍出一道剑气。哈哈，师姐，想不到除了你，竟然还多了一位美人，这次真没白来。一道人影闪现，此人手持长刀，脸上带着一抹贪婪和淫邪的笑容，正是严可清的爱慕者天剑锋怀志文，炼气9层。他一直把严可清视作自己的痉挛，容不得任何男人碰他。他想和严可清双修，但又不想当炉鼎，一直想找机会把他当自己的炉鼎。当得知严可清找炉鼎修炼的时候，无比愤怒，是要蹂躏折磨严可清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严可清怒喝道：哼，怀志文是你，区炼气9层，找死不成？怀志文眼神阴翳，仅仅通过严可清站姿就知道她已经不是处女了，顿时怒不可遏地吼道：找死！贱人，本想让你当我的炉鼎，你竟然找炉鼎修炼，今天我一定把你吊起来狠狠折磨！怀志文说着，轻蔑地看向叶鼎，嗤笑一声，如同在看一只微不足道的蝼蚁。低贱炉鼎，还有你！叶鼎毫不畏惧，反而戏谑回道：哈哈，原来的舔狗你得不到的女人，我轻松可以得到。严师姐的滋味，那可是很美妙的哦。一句话直接让怀志文破防了，如遭五雷轰顶。知道是一回事，被别人说出来又是一回事，现在被自己最看不起的人说出来，那就是赤裸裸的杀人诛心啊！我要把你碎尸万段！怀志文怒火滔天，提剑向叶鼎杀去。叶鼎无惧，这场面却把身后的严可如给吓坏了。他脸色苍白如纸，浑身止不住的颤抖，下意识的紧紧抓着叶鼎的袖子，仿佛那是他此刻唯一的依靠。严可清听到那句话，羞怒不已，心中暗骂叶鼎，那种事是能说出来的吗？妹妹还在呢。但见到怀志文冲向叶鼎，也不得不管，直接向怀志文挥出冰寒剑气，炼气11层对战炼气9层，绰绰有余。一招击退怀志文，接着又挥出一道冰寒剑气杀向怀志文。怀志文见势不妙，急忙举起一枚蓝色经文玉佩，大声喊道：进！蓝色经文玉佩光芒一闪，神秘光幕覆盖众人，顿时所有人都感觉体内灵力被禁锢一般，难以调动，就连严可清刚发出去的剑气也消失不见。哈哈，师姐，我是打不过你，但在禁灵法阵内没有灵力，我虐你如杀鸡屠狗。怀志文嘴角上扬，淫邪看向严可清，就像看见已经被捆绑任人宰割的羔羊，心里早已饥渴难耐。他之所以如此自信，就是因为他捡到的这枚封禁玉佩。有了这枚玉佩后，他就开始练习武术，锻炼肉身，修炼内力。之前他已经用此法坑杀10几位男女修士，对此次埋伏信心十足。严可清感觉灵力被禁后，心中慌乱不已。他心里清楚，没有灵力，单凭武力肯定不是怀志文的对手，更不用说妹妹与叶鼎了。如果自己倒下，那么接下来他和他妹妹的命运都会非常的凄惨。他甚至愿意用自己换取妹妹的一线生机，但看怀志文神情就知道不可能放过他们俩。严可清不禁悲从中来，
心中悲愤的呐喊：苍天啊！难道我们一家人上辈子真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吗？为何今世厄运连连，家破人亡？如今妹妹身体刚好，难道还要眼睁睁地看着她受凌辱而死？怀志文奸笑着跳起来，带着万钧之力挥刀向严可卿砍去。严可卿眼神充满不甘，紧咬银牙，银剑拼命抵挡。当一声巨响，巨大冲击力直接震得严可卿踉跄后退，手腕疼痛不已。怀志文嗤笑一声，用内力施展排云掌，一个巨大虚影手掌撞在严可卿身上，噗一口鲜血喷出，严可卿直直从马车上被打落在地上，溅起一大片灰尘。哼，不自量力！怀志文冷哼一声，面目狰狞，转身向叶鼎狠狠砍去，大声吼道：低贱卢鼎，死！他要砍死这个夺他机缘的可恶之人，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快得让人来不及做出更多的反应。叶鼎看见砍过来的怀志文，严阵以待，没有凌厉，反而是他的主场，正等着怀志文上前，然后给他一个出其不意。不要！就在这时，一直浑身颤抖的严可如娇喝一声，勇敢地挡在叶鼎面前。他双眼紧闭，双手奋力撑开，一副视死如归的神情，仿佛要用自己柔弱的身躯为叶鼎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妹妹！严可卿见此，双目赤红，自己最疼爱的妹妹，宁愿自己受罪，也不想妹妹受苦。见到妹妹竟然愿意为叶鼎而死，他心中悲痛万分，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叶鼎心中猛地一暖，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深入交流3天，严可如对他的爱竟然是如此的纯粹，如此义无反顾。正所谓患难见真情，有妻如此，夫复何求？叶鼎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保护好柔弱的可如小娘子，神情瞬间认真起来，急忙把严可如往后一拉，转身抱住她，把她护在怀里。严可如看着叶鼎如此坚定地护着自己，眼中早已泪流满面，心中对叶鼎的爱意如火箭般飙升，仿佛要冲破天际。看着叶鼎身后怀志文劈砍过来的大砍刀，无奈缓缓闭上了眼，轻声说道：夫君，你死了，如儿陪你。丁，恭喜宿主严可如对你好感度达到100，获得至死不渝的爱情，获得专属爱情炉鼎光环。当好感度达到100女修的炉鼎时，炉鼎效果提升10倍。叶鼎得知严可如对他至死不渝后，心中甚慰，决定今晚一定好好奖励他，一定要通宵。当一声巨响从叶鼎后背传来，叶鼎感觉给自己挠痒痒一般，毫无痛感。接着咔嚓一声脆响，怀志文手中大刀直接碎成几瓣。怀志文瞪大眼睛，拿着刀柄，眉毛紧皱，就像看见无法理解的事一样。严可卿更是擦了擦眼睛，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出了问题，嘴里喃喃自语：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怀志文眼见叶鼎毫发无损，还向他冲来，咬牙切齿间急忙全力施展排云掌向叶鼎拍去。只见一个巨大的掌影裹挟着呼啸的风声，如同一座小山般向叶鼎压去。砰一声闷响，怀志文惊恐见到叶鼎应接他的全力一击，不仅毫发无伤，连神色都没有丝毫变化。怪物！怀志文忍不住惊呼，吓得急忙往后退，拉开距离。然而叶鼎如影随形，不给他机会，快怀志文一步，长剑急速向怀志文的头砍去。怀志文心中满是不甘与绝望，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精心策划志在必得的埋伏，竟然要栽在一个区区炼气一层的卑贱炉鼎手里。难道要阴沟里翻船？怀志文眼神瞬间变得疯狂，不甘心怒吼道：卑贱炉鼎，给我死！慌乱间拿出蓝色玉佩，取消禁灵法阵，运转全身灵力，祭出一把柄金灿灿的长枪，狠狠向叶鼎捅去。叶鼎运起全身蛮劲，全力抵挡。当，伴随着又一声巨响，叶鼎手中的长剑不堪重负，直接碎裂开来，化作无数碎片飞溅而出。而那柄金色长枪也被这股巨力震得崩飞出去，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远远地落在了一旁。叶鼎丝毫没有停顿，急速冲刺，一拳狠狠打在怀志文脸上。这一拳蕴含着千钧之力，直接打得怀志文口鼻流血，整个人都有些发懵，有一种一只大象被蚂蚁打了脸的屈辱。紧接着叶鼎一脚狠狠踢在怀志文命根子上，怀志文一声凄厉惨叫，躺在地上夹着双腿，终于清醒过来。对于好色之人，对他最残忍的处罚就是给他绝育，这让叶鼎不自觉回想起前世有趣的短视频，土狗与兽医的爱恨情仇。你找死！怀志文本还想挣扎反抗，但叶鼎根本不给他机会，迅速从地上捡起一块棱角分明的大石头，二话不说踩在怀志文胸口，狠狠朝怀志文头上砸去。砰声不绝于耳。低贱炉鼎，你找死！我要杀了你！
不要，不要，停！我哥可是内门弟子，你杀了我，你们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求求你，我叫你祖宗，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叶鼎根本不管不顾，只是一边猛砸，一边大骂：让你嚣张，狗眼看人低的玩意，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敢打我女人的主意，找死！片刻后，怀志文的头砸成了一滩烂泥，死的已经不能再死了。叶鼎唾了一口，暗骂一声：什么垃圾玩意，我还以为你有多硬呢。就这，叶鼎把那枚最有价值的蓝色经文玉佩拿在手中，收了破损的金色长枪。接着叶鼎取走了怀志文的储物袋，正好自己没有储物袋，这怀大善人就送来了零食44块，一把下品法器，2粒聚气丹，功法排云掌、游龙步、9环13刀法，真是穷鬼。叶鼎忍不住吐槽道：丁，检测到功法，是否用炉顶点升级？不升级，现在没有炉顶点了，想升也升不了。接着叶鼎凝聚出火球，丢在怀志文尸体上。叶鼎是5技杂灵根，突破炼器后就跟着严可如学了不少有用的小法术。他将火球丢在怀志文的尸体上，火焰瞬间升腾而起，迅速将尸体包裹。片刻后，地上只剩下一堆灰烬。叶鼎又施展风系法术，一阵微风拂过，把地上的灰扬得干干净净，仿佛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严可清巧然走了过来，目睹了叶鼎杀人毁尸灭迹的全过程，整个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就像看怪物一样盯着叶鼎。你真是叶鼎吗？当然是。那刚才怎么回事？你的身体为什么那么硬？严可清还是一脸疑惑，实在想不明白叶鼎为何突然变得如此厉害。我身体硬不硬，你不知道吗？严可清听了，脸颊绯红，并没有再追问，而是认真说道：叶鼎，别闹了，你去照顾我妹妹，我去破开阵法，咱们要赶紧离开这里。叶鼎来到瘫坐在地的严可如身边，看着他眼中满是泪水，浑身止不住的颤抖，一副受到惊吓的模样，心中怜惜不已。他小心翼翼地把她抱起来，就像抱着一件无比珍贵的宝物，缓缓走进马车内。严可如看见叶鼎那种差点失去爱人的恐惧情感，难以抑制，抓着叶鼎衣襟不停抽泣。叶鼎直接抱着严可如进入马车，好好安慰一番：夫君，对不起，都怪如儿无能，一点忙也帮不上你。经过叶鼎的安抚，严可如的情绪终于稳定下来。此时如同乖巧的小白兔一样柔软躺在叶鼎怀里，悄声委屈说道。叶鼎刮了一下严可如精致的小鼻子，心里暖洋洋说道：傻丫头，是我该保护好你们才是，你能为我挺身而出，我已经很感动了，在我心里你的安危比什么都重要。严可如抬起头，白发如瀑布般披肩而下，目光严肃而坚定，她攥紧瓷白的小拳头，认真地看着叶鼎的眼睛，一字一句从樱桃小嘴中说出最霸气的话：夫君，我以后会好好修炼，如果有人杀你，就必须从我尸体上踏过去。叶鼎直愣愣看着对他爱至深处的严可如，心中对他更加疼爱。女子本弱，为爱则刚。他轻轻抚摸着严可如的头，又帮她捋了一下身前垂落的白发，深情地说道：娘子，说这些话的该是我，男人保护自己的娘子天经地义，我怎么舍得让你为我涉险呢？严可如撅着小嘴说道：可是夫君，我姐姐说在合欢宗女子当家做主，要保护自己的道侣，如果实力不强，甚至自己的道侣也会被别的女人抢走当道侣。夫君，我怕别人伤害你的，也怕别人把你抢走，所以我要好好努力修炼，保护你。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担忧和坚定。叶鼎想了一下，也是，在合欢宗确实有这种操作，不仅是道侣，甚至连炉鼎也会被抢。既然严可如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叶鼎也不好反驳了，只能鼓励道：如儿，那你要加紧修炼了，夫君就靠你保护了。严可如重重点了一下头，开心地笑了起来，那笑容无比的幸福与灿烂。接着悄悄在叶鼎耳边娇嗲说道：夫君，我想你行不行？哎呀，来嘛。早上晨光熹微，阳光明媚，马车在路边停靠，经过一夜的颠簸，此刻终于安静下来。严可如匆匆起身，开始梳洗打扮，动作轻快而熟练。随后她又温柔细致地替叶鼎穿戴整齐，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爱意。一切准备妥当后，她就像一只欢快的小鸟，迫不及待地跑去给自己的姐姐分享这个喜讯。姐姐，姐姐，我又突破了。严可如欢快清脆的声音传入严可清马车内。严可清听到妹妹那充满喜悦的呼喊，满心欢喜地掀开车帘，眼中满是宠溺，招呼妹妹进来。我妹妹真是天才，又突破了，姐姐真是太开心了。同时心里又非常羡慕妹妹，不仅有心爱的男人，
还有免费的炉鼎，修为还提升得飞快。自己以前从炼气1层修炼至炼气7层，可是用了足足5年，中间付出的艰辛、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而自己的妹妹仅仅就用了3天，3天，还是在非常享受的情况下突破的。严可清深吸一口气，又长长呼出，像是宣泄心中的郁闷。姐姐，你怎么了？严可如看见姐姐一脸憔悴失神的模样，担忧问道。严可清顶着2个黑眼圈，神色萎靡道：妹妹，没什么，昨天我守夜，一夜未睡，精神有些疲惫。当然，她没好意思说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她又偷听了，自己定力又不行，真是又菜又爱玩。严可如吐了吐舌头，乖巧说道：姐姐，那你休息吧，我和叶鼎负责马车好了。没事，妹妹，我正好有事问你。哦，姐姐，你有什么事？严可如有点担心，姐姐不会又让她不要爱上叶鼎吧？严可清叹息一声说道：妹妹，既然你是真心喜欢叶鼎，姐姐也不阻止你，但是到了合欢宗，你不能表现出来，要装作一个无情的女人，知道吗？严可如听到姐姐同意她与叶鼎交往，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抱着姐姐开心道：姐姐，你真好，我知道了。还有一件事，我就是想问问，叶鼎的肉身为什么那么硬，连法器都砍不动？这也是严可清想了一夜也没有想明白的地方。毕竟叶鼎才炼气1层。严可如说道：姐姐，昨天夜里我和叶鼎交流过了，他悄悄给我说，他体质特殊，应该是某种宝体，可以使身体变硬，如今已经有了中品法器的硬度。中品法器硬度，难怪那么硬。他现在境界已经是炼气3层了，实力应该更强大了。什么？他炼气3层了？严可清难以置信，对于叶鼎他可是最了解，刚见面时的确是个凡人，还是武系杂灵根，注定一辈子没有前途。你现在跟我说他几天就升到炼气3层了？对啊，姐姐，我跟你说，叶鼎他跟我说，他现在的实力筑基之下他无敌，筑基之上1换1。严可如一脸崇拜地转述着叶鼎的话。哼！严可清忍不住冷哼一声，心道：这个叶鼎真会吹牛，就知道骗我妹妹。接着严可清意味深长地把妹妹拉在怀里，手臂搂着妹妹的嫩白脖颈，在妹妹耳边悄悄说道：妹妹，你跟姐姐说实话，你和叶鼎是如何修炼的，进步那么快，有没有秘诀？可不要藏私，姐姐我也想进步。此时马车缓缓前行，经过这一次袭击，叶鼎深深感受到自己的实力不足，这次还好度过去了，万一下次来的是筑基、金丹，那自己该如何应对？如何保护可如可清呢？看来自己要抓紧当炉鼎，只有她们姐妹俩速度太慢了。接更多的炉鼎订单，把顾客好感度提升到80以上，就有炉鼎修为反馈，最快速崛起才是王道。叶鼎沉吟片刻，拿出那枚蓝色经文玉佩仔细观察，不知道是什么品级的法宝，但他能感觉到这个玉佩不简单，里面有不少禁制。凭借他对法宝的了解，知道禁制越多，法宝的品级通常就越高。他尝试把玉佩炼化许久，仅仅炼化1道禁制，至于第2条禁制怎么也炼化不了。如果不是自己境界提升，有了些许神识，恐怕第1道禁制都炼化不了。虽然只炼化1道禁制，但他已经可以激活玉佩的禁灵法阵。有了这个禁灵法阵，也算有了一张底牌。中午时分，叶鼎3人终于返回合欢宗。严可清第一时间带着妹妹去拜见自己的师尊，毕竟妹妹身体才恢复不久，又接连突破，他希望师尊能帮忙检查一下妹妹的身体状况。而叶鼎则径直前往合欢宗执事殿。有严可清推荐，叶鼎很容易成为了合欢宗正式外门弟子，领取了合欢宗外门弟子服饰、外门弟子身份牌9527叶鼎，月俸每月5块灵石，1粒聚气丹，并被分配到灵药峰种植灵药灵植。叶鼎也愿意，正好自己有这方面的技能，种植灵药也有利于炼丹。随后叶鼎御剑去了灵药峰，抵达灵药峰后，他顺利领到了种植灵芽米的任务，同时还得到了100粒灵芽米种子，以及1枚记录着种植方法的玉简。更让他欣喜的是，他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独居洞府灵药峰96洞府。洞府前有一片长宽各30米的灵田，四周布置着阵法守护。灵田中的土壤肥沃，散发着淡淡的灵气，一看就是种植灵药的绝佳之地。叶鼎看着这片灵田，心中满是欣慰。在这充满挑战与机遇的修仙界，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1亩3分地。接着叶鼎又马不停蹄地去了人物殿，把自己的凡人炉鼎身份牌换成炼器炉鼎身份牌。有了这个炉鼎身份牌，叶鼎就可以正式接取合欢宗炉鼎业务，并且受合欢宗庇护凡人炉鼎接单靠站接吆喝。炼器炉鼎接单需要挂单，当然也可以自己接单。挂单就是把自己的信息、收取费用、联系玉符交给任务店，
如果有女修需要炉鼎服务，就可以在人物店查看炉鼎信息，然后交2块临时介绍费，取走炉鼎玉符，联系炉鼎上门服务。这样作为炉鼎的修士，就可以节约很多时间用来修炼。如今的叶鼎就如同一位耐心的渔夫，只需静静等待仙女们自己上钩。叶鼎忙完这一切，太阳快要下山了，正好可以去见一见董月舞。洗漱打扮一番，换上外门弟子服饰，嘴角微笑。董师姐，弟弟已经准备好了，师姐该开门迎客了。落日余晖，红菱晚霞，玉女峰38号洞府门口花团锦簇，鸟语花香。叶鼎漫步至此，看着眼前的美景，心中一动，就地取材，随手挑选了几朵娇艳欲滴的鲜花。他手法娴熟地将这些鲜花绑成一束，那精心搭配的花色竟组成了一个别致的心形。咚咚咚，叶鼎敲响了洞府的石门，声音在这静谧的氛围中格外清晰。咔嚓，石门缓缓打开，一股清淡牡丹花香扑面而来。董月舞看见帅气的叶鼎，眼神一亮，勾魂夺魄的眼中露出妩媚动人的笑容。他身穿一袭淡蓝色露肩长裙纱衣，那纱衣轻薄如雾，恰到好处地展现出他香肩的光滑细腻，宛如羊脂玉般温润。几缕鲜艳红发搭在嫩白脖颈，格外醒目，声音更是充满魅惑之意。哦，叶鼎弟弟来了，快进来坐。说完，他便娇羞地拉着叶鼎的手，那柔软的小手如同春日的柔荑，轻轻握住叶鼎就往室内走去。师姐，送给你。叶鼎含笑把鲜花送给董月舞，心中慌张，第一次见如此迫不及待的客户，有点把持不住的感觉，心中想着，合欢宗女弟子都是如此饥渴吗？谢谢弟弟，这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收到如此美丽的礼物，弟弟，你真是太让我喜欢了。董月舞，好感度加25。董月舞眼中炽热如火，她竟直接抱住叶鼎的脖颈，微微踮起脚尖，在叶鼎的嘴唇上轻轻一吻。赏你的，这可是姐姐的初吻哦。董月舞拉着叶鼎走进闺房，里面布置精致典雅，卧室、修炼室、浴室等等应有尽有，不像叶鼎的洞府只有一个简单的床铺。叶鼎想着等回去好好布置一下洞府。师弟，看你穿的服饰已经成为合欢宗正式弟子了啊。是啊，师姐，我现在是灵药峰外门弟子，住在灵药峰96洞府，如今接了种植灵芽米的任务。哦，种植灵芽米挺好，弟弟，如果以后有多的灵芽米可以卖给姐姐。姐姐也需要灵芽米吗？灵芽米是炼制聚气丹的主材料，直接吃灵芽米也有聚气效果，只不过效果要差一些，但灵芽米没有单独，所以不少修士喜欢直接服用灵芽米聚气。原来是这样，放心吧，姐姐，我有多的灵芽米一定第一时间给姐姐送来。弟弟，姐姐真没白疼你。刚进入卧室，让叶鼎诧异的是，超级大的粉色床铺边上竟然端坐着一位眉目清秀的大美女。她身穿一袭白色纱衣，那纱衣如同月光般皎洁，将她衬托得宛如仙子下凡，容貌极艳，端庄秀丽，神态平静，发髻高挽，露出修长纤细的脖颈，鼻尖小巧嫩白，唇瓣红润似新摘的樱桃，黛眉下一双丹凤眼，乌发松松挽作高髻，更显颈线纤长，仪态端庄。一袭透白纱衣轻龙身形，底下莹润肌肤在光影间若隐若现，腰肢不盈一握。此女端庄优雅，与董月舞的热情妩媚截然相反。叶鼎不禁想到，董师姐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她是百合？还是说她想好事成双？那端庄女子见董月舞带着一位如此帅气的男子进入房间，一时神色惊慌，坐立不安，就连悦耳的声音都微微打颤，心中不自觉喊道：这男人怎么如此帅气？他有些局促问道：董师妹，他是？董月舞莞尔一笑，轻轻挽住叶鼎的胳膊，向那女子介绍道：少师姐，给你介绍一下，他叫叶鼎，是我找的炉鼎，第一次遇见他时惊为天人，我就看上他了。邵雪一脸震惊看着董月舞，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然会找炉鼎修炼。别人不了解董月舞，作为闺蜜的她非常清楚，董月舞看似热情奔放、妩媚妖娆之人，但其内心根本不是的。董月舞是非常保守的女人，在外人面前如此，只不过是她的伪装罢了。她是非常自爱的人，从来没有让男人碰过。但这一次，董月舞竟然破天荒的找了一个炉鼎，甚至主动抱着男子的手臂，着实让他大跌眼镜。董月舞转头对叶鼎介绍道：叶鼎，她叫邵傲雪，是内门弟子，还是圣女峰的哦，我和她是好闺蜜。而且你今天有福了，平常傲雪都是戴着面纱，别人很难见到她的绝世容颜。内门弟子，圣女峰。叶鼎心中惊呼一声，他知道能够进入合欢宗内门弟子的女子，无一不是绝世美女，资质绝佳。而圣女峰弟子不多，但却是专门培养宗门圣女的地方，可想而知，眼前这个绝美师姐是有成为圣女的潜质。
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大人物竟然在这碰见一个。内门弟子地位很高，像他们这外门弟子根本接触不到，更不用说圣女峰女弟子了。另外叶鼎知道内门女弟子一个个都是富婆，抱上一个就不愁零食了，笑容满面上前说道：“见过少师姐。”少雪局促不安回道：“师弟不用那么客气。”董月捂捂嘴，咯咯咯轻笑起来，如同银铃般清脆的笑声在房间里回荡。叶鼎都是自己人，没必要见外。接着董月武轻盈端来灵茶给叶鼎和邵傲雪，那灵茶的香气瞬间弥漫在整个房间，让人闻之心旷神怡。姓名邵傲雪，年龄20，身高168，体重57，三围86、60、90，境界炼气10层，灵根水灵根、天灵根，宝体水灵之体，先天敏感圣体，好感度15，颅顶指数4颗星，美女评价容貌 SS， 身材 SS 级，智慧 A， 善良单纯，性子软弱慢热敏感。叶鼎喝了一口灵茶，看着邵傲雪的信息面板，心中暗自琢磨：慢热敏感，先天敏感圣体，那是什么玩意？第一次见到颅顶指数是4颗星的，也就是说当邵傲雪的颅顶一次最少也是4000颅顶点，果然不愧是内门弟子。如果把他的好感度刷到80以上，那颅顶点还不哗哗的涨，他恨不得现在就试一试。既然董师姐都说大家都是自己人，叶鼎也不见外了，眉毛轻挑，看着2位美女，脸部红心不跳的说道：“师姐，你今天让我来，是你们2个一起吗？”噗！正在优雅品茶的邵傲雪冷不丁听到叶鼎这一句极为劲爆的话，犹如一道惊雷在耳边炸响，心神一凛，身体骤然绷紧，一下没忍住，猛地喷出一口灵茶。此刻他的心脏如同受惊的小鹿，扑通扑通跳个不停，慌乱与尴尬瞬间将他淹没。他手忙脚乱地伸手去擦拭床铺上的灵茶，动作显得有些慌乱无措，白皙的手指在床铺上慌乱地移动，试图尽快抹去这尴尬的痕迹。就连正亲昵地抱着叶鼎手臂的董月武听了这话也不禁一愣，被叶鼎的大胆直白给惊住了。他愣在原地足足3秒，仿佛大脑一时之间无法处理这个信息。随后他一手捂着红唇，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那丰满的胸脯也随着笑声不停撞击着叶鼎的手臂。师姐没事，不用擦，回来换新的。董月武的笑声在房间里回荡，他好不容易才止住笑，调皮的用肩膀轻轻撞了一下叶鼎的肋间，娇嗔道：“弟弟，你真会开玩笑，傲雪师姐只是来找我聊天的，可不是来找颅顶的。”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理了理耳边的红发，眼神中满是笑意。傲雪师姐可是圣女候选人之一，有足够的修仙资源，不需要颅顶。不过如果她愿意，我也不介意。傲雪师姐要不要一起啊？董月武故意拉长了语调，嘴角微微上扬，用那充满挑逗的眼神看向邵傲雪。本就已经慌乱不已的邵傲雪又被董月武如此露骨大胆的话刺激，浑身敏感的神经就像脚底板被羽毛一次又一次轻轻刷过几千次一样，酥麻之感瞬间传遍全身，不仅俏脸红得如同熟透的苹果，就连整个身体都渐渐发红，仿佛被煮熟的龙虾一般。他身上穿着的薄薄的白色纱衣根本无法遮挡这渐渐泛起的红晕，叶鼎甚至可以清楚看见那衣服下原本白皙光滑如玉的肌肤正慢慢变成红玉水色，透着一种别样的娇羞与诱惑。叶鼎见了也是大吃一惊，心中不禁想到，难道这就是系统所说的先天敏感圣体？难道邵傲雪那高达4颗星的颅顶指数就是因为这个神奇的先天敏感圣体？邵傲雪此时羞得无地自容，她双手紧紧捂着脸，头低的都快贴到床上了，娇羞的趴在那里，既不敢看叶鼎和董月武，也不想让他们看到自己如此娇羞窘迫的模样。她的声音带着几分颤抖，羞赧道：“董师妹，你说什么呢？你们先出去，让我静一静。”叶鼎看着状况明显不对的邵傲雪，一脸哑然地对着董月武说道：“董师姐，她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发烧了？”邵傲雪听见叶鼎说发烧了，一下子想到那个骚字，更是羞上加羞，只感觉浑身燥热难耐，仿佛有一团火在体内燃烧。叶鼎甚至能看见他身体上正冒出股股白色蒸汽，仿佛他整个人都快被这股羞意蒸熟了。董月武见状，轻轻拉着叶鼎，笑着说道：“弟弟，他没事，只是害羞脸红罢了，咱们去修炼室坐一坐，让他冷静一下。”说着便拉着叶鼎往修炼室走去。两人刚进入修炼室，全身血红，身体如同熟透的樱桃。邵傲雪悄悄趴在卧室门口，看见外面没人，蹑手蹑脚，接着快速小跑，冲进浴室，关上门，连衣服也没脱，
扑通一声跳进冰凉的大浴池里，凉水瞬间包裹住他滚烫的身体，那强烈的温差让他忍不住轻呼出声。不过这凉水的冲击也瞬间让邵雪感觉非常舒服，身体的异样也在快速消退。他闭上眼睛，靠在浴池边缘，享受着这片刻的宁静与清凉，试图让自己狂跳的心平静下来。修炼室内，明亮的月石镶嵌在墙壁上，照亮整个修炼密室。叶鼎搂着董月武被弯成 C 的柔软小蛮腰，滚烫滚烫的，不知道还以为董月武发烧呢。董月武则是双手抱着叶鼎的脸颊，目不转睛地欣赏他的绝世帅气容颜。不经意间感受到叶鼎的亢奋异样，董月武身体绷紧，脸颊绯红一片。叶鼎看着妩媚动人的董月武，竟然也有娇羞窘迫的样子，顿时来了兴致。师姐，你真漂亮。哼，那你说我漂亮还是严可卿漂亮？董月武微微嘟起嘴，带着一丝撒娇的意味问道。当然是你漂亮，跟你在一起我感觉非常舒服，而他就是一个冰块，没有一点情调，天天给我板着一张脸，就像我欠他钱似的。叶鼎听了，让每个男人都觉得是世纪难题的问题，就是一阵头大。但是叶鼎毫不犹豫地回答，董月武漂亮，很简单，因为他给的零食多。哥哥，他就是那样的人，孤傲冰冷。说实话，他找卢鼎修炼，还真让我惊讶，那不符合他的性格。叶鼎嘴角微微一歪，心中暗自想到，师姐，你说他孤傲高冷，看来你还真是不了解他，你是没见过他热情奔放的样子，他撒娇卖萌的样子。说实话，严可卿看着高冷，实则比你还疯狂呢。董月武看见叶鼎突然发呆，似乎想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心中不禁有些担忧，他关切地问道，叶鼎，他有没有欺负你？你说哪个欺负？你说呢？那倒没有，因为他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我和他只是对战300回合，他就败下阵来，而我却还能大战15000回合，所以他的战斗力只有300，而我的战斗力起码15000。嘿嘿，师姐，你的战斗力是多少？叶鼎一边说着，一边得意地挑了挑眉毛，还故意挺了挺身子。这我又没和别人比过，我不知道。董月武被叶鼎这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得有些不知所措，脸颊微微泛红。师姐，啥时候我们比试比试？我已经迫不及待了，你应该感觉到了吧？叶鼎说着，又用力抱紧董月武的小蛮腰几次，眼神中透露出一种急切与渴望。董月武神色惊慌，又有些害羞，把头埋在叶鼎怀里，听着他的心跳声，内心挣扎许久，最后叹息一声说道，好弟弟，等傲雪师姐走了再说吧，她在，不方便。叶鼎望着心情有些低落的董月武，他似乎有点不愿意的样子，看向他头上的好感度。董月武好感度49，始终突破不了50，这就让他有点好奇，只差临门一脚，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不想和我一起修炼呢？按理说他请我来当炉鼎，心里应该非常愿意，好感度怎么说也会超过50才对。嗡嗡嗡嗡，就在这时，一阵震动声传来，董月武从胸口掏出一枚传信玉符，然后轻轻平放在胸上。董师妹，你来浴室一下，帮我拿个浴巾好吗？邵雪磕磕绊绊的声音从传信玉符中传了出来，声音中带着一丝羞涩与窘迫。好，我这就去。董月武轻声回应道，说完便挂断了玉符。接着董月武调皮地眨了眨眼睛，说道，小弟弟，我去就来，你再忍耐一会。离开前，董月武眼中满是柔情，他轻轻踮起脚尖，双手温柔地搭在叶鼎的肩膀上，缓缓凑近，在叶鼎的嘴唇上又亲吻了一下。浴室内水汽氤氲，邵雪正拿着一条洁白如雪的浴巾，轻轻擦拭着自己那褪去红色后白皙如脂，堪称完美艺术的身体。3000墨发如瀑布般垂落，湿漉漉的发梢沾着晶莹剔透的水珠，顺着她那优雅的天鹅颈蜿蜒而下，在细腻的肌肤上留下一道道晶莹的痕迹，宛如清晨花瓣上滚动的露珠，更添几分动人的韵致。师姐，怎么不用灵力蒸干身上的水？月武，你也知道我皮肤敏感，用灵力蒸干水会让我觉得非常痒。邵雪轻声说道，声音如同山间清泉，清脆悦耳。看来皮肤敏感也不是什么好事啊。月武，也有好处的，皮肤敏感可以感应周围情况，也能提前感应危机，甚至连人的情绪也能感应出来。哦，竟然还有这种本事，你以前怎么没说过？月武，你也没问啊。而且这种能力其实不能让外人知道，这可是我的秘密，月武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放心，师姐，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能感应情绪。师姐，刚才你的全身那么红，也是感受到情绪引起的吗？是的，月武，我能感应到，叶鼎对你有强烈的欲望，对我也有。邵雪害羞说道，但是他没有说叶鼎对他的欲望竟然是对董月武的1000倍。
当他感受到叶鼎那凶猛野兽一样极致蛮横霸道的欲望时，让他浑身敏感神经的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热血沸腾，浑身燥热，迫切的想要回应。想到这，他的身子又开始燥热起来，急忙心念清心咒，压制体内那躁动的情绪。在董月武看来，男人看见漂亮的美女就想把她压在床上，有欲望是正常反应；女人看见帅哥就想被他壁咚，同样有欲望，只不过傲雪的反应比较大而已。难怪你会有如此表现，师姐，平常你戴着面纱是不是这个原因？董月武恍然大悟，看着邵傲雪问道。邵傲雪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月武，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什么问题？我能感应出你明明不想找卢鼎修炼，为什么还要找卢鼎修炼呢？而且你是一个保守的女子，对待这种事是很看重的，为何如此轻贱自己？如果你的修炼资源不够的话，我可以给你。邵傲雪一脸关切地看着董月武，眼中满是担忧。董月武听见傲雪师姐如此说，原本强颜欢笑的脸上瞬间卸下了伪装，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多愁善感。他轻轻叹了口气，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无奈与苦涩。师姐，看来还真瞒不过你，我确实不想找卢鼎。邵傲雪看着他脸上淡淡的哀愁，知道这才是真正的董月武，不知道师姐经历了什么才会这样，心中苦涩，莫名有一股伤感，轻声问道：那你怎么还那么做呢？而且你们还那么亲密的样子，我可从来没见过。你和其他男人搂搂抱抱的样子，这次竟然还亲上了。董月武帮邵傲雪穿上白色纱衣，一边给她挽发剂，一边缓缓说道：几天前我遇见严可卿，见到她竟然找了一个卢鼎修炼，我当时只是想逗逗严可卿，你也知道我和他冰火不相容的关系，就说要找叶鼎当卢鼎，还送了传心玉符。我当时确实没有打算找叶鼎当卢鼎，后来我觉得逗严可卿很好玩，接着又用传心玉符羞辱了他一次。只不过今天中午我去找师尊，正好遇见严可卿带着他妹妹去拜见师尊，想让他妹妹加入合欢宗，我就出手阻拦了一下，谁知他一掌就击退了我。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严可卿已经快炼气12层了，几天前我遇见他时，他境界跟我一样。当时你的师尊带仙子刚好路过，见到严可卿的妹妹，替他检查身体后大喜，欲收为弟子。听他们谈话，我才知道严可卿的妹妹从炼气1层突破到炼气7层，竟然只用了3天。什么？这怎么可能？如果境界提升那么快，肯定根基不稳吧？邵傲雪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难以置信。当时我也是那么想的，但是戴仙子仔细检查后，并没有发现根基不稳，反而很牢固。最后在戴仙子追问下，才得知他是用卢鼎修炼的。他本是玄阴之体，体内积聚大量阴气，被阳气激活后，所以境界才有提升如此快。所以月武，这就是你想用卢鼎修炼的原因吗？可是我师尊通过调查告诉过我们，用卢鼎修炼是有一定的好处，但是效果并没有想象中的好。严可卿的妹妹只是情况特殊罢了。月武，你真没必要用卢鼎修炼啊。师姐，你也知道我的资质在合欢宗只能算一般，根本不会受宗门重视，想要获得更多资源，只能靠自己拼命争取。再过不久就是10年一度的天葬秘境试炼，在这次秘境试炼取得好成绩会有筑基丹奖励，这次我必须要获得1枚筑基丹，否则又要等10年。我猜想严可卿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找卢鼎修炼拼一把。就连高冷从不碰男人的严可卿都能做到，我为什么做不到？月武，我可以帮你。师姐，我不能一直受你帮助，你不用劝我了，也不用如此悲观，兴许这是我的一场机缘也说不定。如果效果好的话，师姐，我会推荐给你用用。咯咯咯，董月武脸上又露出了妩媚动人的微笑，试图缓解这略显沉重的气氛。邵傲雪知道他心意已决，便没再劝阻，只是董月武的一句玩笑话，瞬间让他脸颊绯红，害羞慌乱不已。哎呀，月武，你说什么呢？月武，那个，我还有事，我先回去了。邵傲雪低着头，不敢看董月武的眼睛，慌乱地说道：师姐，回去那么早干嘛？要不要观摩学习一下？你可是个厨，以后这方面肯定要经历，还不如早早见见世面，如何？不了，月武，我先回去了。邵傲雪急忙摆了摆手，说完便匆匆戴上面纱，慌慌张张地离开了。邵傲雪离开后，董月武用法术把浴池里的水重新换了一遍，褪去纱衣，露出完美 S 曲线，缓缓走进满是牡丹花瓣的浴池。不久后，董月武换上一身纯白的性感连衣裙，裙子的剪裁恰到好处，完美的勾勒出她那曼妙的身姿。她站在镜子前，看着镜子里面完美的自己，心里非常满意。跟邵傲雪谈过后，她就像打开了心结一般，不再像之前那样抵触找卢鼎修炼这件事。董月武好感度58。
董月武对自己魅惑众生的美貌非常自信，手提纯白连衣裙的一角，玉足点地，迈着轻盈的步伐，款款走进修炼室。他看到叶鼎正一脸饥渴难耐的表情，紧紧盯着他。董月武妩媚一笑，抬手用一根手指轻轻勾了勾，声音娇柔地说道：“弟弟，来吧。弟弟，对不起啊。”此时董月武全身火焰滚滚，热浪滔天，他的红发也随着火焰肆意飞舞，整个人如同燃烧的女火神，散发着惊人的气势。整个卧室都被董月武身上突然爆发的火焰付之一炬，尴尬地向叶鼎道歉，同时心里既惊喜又震惊，只不过是一个时辰而已。自己不仅突破了炼气11层，还让爆炎之体更进一步。感受到体内那愈发狂暴且充盈的火焰之力，董月武心中兴奋不已。这种力量的提升让他对未来的修仙之路充满了信心。叶鼎则是被吓了一跳，本来还在热身，突然就被炸开了，要不是自己身体坚硬，肯定受伤了，郁闷说道：“姐姐，没事，小事而已。”董月武眼中满是歉意，声音温柔且带着一丝愧疚说道：“弟弟，那个我要先闭关一下，巩固境界，暂时不能陪你了。这是50块灵石，就当姐姐给你的赔礼。等下次，姐姐一定好好招待你，如何？”董月武嘴角微笑，希望叶鼎能原谅他。经过这一次经历，他深刻明白了叶鼎对于自己修炼的强大助力以及重要性。叶鼎拿到50块灵石，本来还很郁闷的叶鼎瞬间眉开眼笑。好的，姐姐，下次记得找我，那就不打扰姐姐修炼了。祝姐姐神功大成，威震四方。叶鼎笑着说道，眼中满是真诚。哥。董月武媚眼如丝，轻笑着。他一边努力控制着体内汹涌的火焰，生怕一个不小心伤到叶鼎，一边轻轻抱住叶鼎的身躯，微微踮起脚尖，给了他一个深吻。叶鼎自然也不吝回应，他紧紧拥抱着董月武滚烫的娇躯，感受着他那热烈的情感。董月武深情地看着叶鼎的眼睛，眼中满是温柔与爱意。他轻轻抚摸着叶鼎的脸颊，声音娇柔地说道：“弟弟，下次姐姐一定让你尝尝姐姐的厉害。弟弟，奉陪到底。”叶鼎握了握拳回应。董月武好感度加16，当前好感度74，看来下次自己再加把劲，好感度肯定能突破80。董月武最后给了叶鼎一个销魂的眼神，就开始闭关了。天色已晚，月明星稀，冷风骤起。刚从炽热房间出来，叶鼎感觉非常清爽。晚上的合欢宗显得寂静许多。嗡嗡嗡嗡，就在这时，御剑飞行的叶鼎感受到储物袋中传信玉符响动，取出接听，就传来严可清的冰冷的声音：“叶鼎，你去哪了？快来玉女峰25号洞府，我妹妹找你。”“好，我这就过去。”叶鼎听到是温柔可爱的严可如找他，转了个弯，直接往玉女峰另一侧飞去。刚御剑转到玉女峰另一侧，叶鼎就看见一个亮灯的洞府门口，站着一位身材娇弱的美女，正是焦急等待的严可如。双手紧张地揉搓在一起，紧张地往四处张望。当他看见远处一道青色红光快速靠近时，原本焦急的脸上瞬间绽放出惊喜的笑容。他连忙抬手向红光用力挥了挥手臂，仿佛生怕叶鼎看不见他。叶鼎见此情景，心中涌起一股暖流，目光变得格外柔和。在他眼中，严可如就是自己的甜心小宝贝，不疼他，疼谁？刚一落地，叶鼎便一把将严可如紧紧抱在怀里，然后温柔地亲吻起来。片刻后，叶鼎假装生气说道：“如儿，外面那么冷，你身子骨弱，怎么能站着外门呢？”严可如低着头，嘟着小嘴，略微委屈的轻声嘟囔：“夫君，我只是想第一时间见到你嘛，我想你。”那声音如同小猫般软糯，让人听了心生怜惜。好吧，以后不许了，走，进屋吧。严可如乖乖的点了点头，像个听话的小女孩一样，任由叶鼎牵着自己。刚进入洞房，叶鼎就闻到一股香气扑鼻的饭菜味。严可清穿着一身白色纱衣，见到两人进来，眼神一亮：“来，叶鼎，一起进来吃个饭吧。”“夫君，我姐姐做的饭可好吃了，特别是下的鸡蛋面最好吃，有机会你尝尝。”“严师姐，有机会我想品尝一下你下的鸡蛋面。”严可清白了叶鼎一眼：“好，可以。”叶鼎坐下看着满桌子的菜，一脸惊讶，夸赞一番：“严师姐，这是你做的饭？看不出来你还有如此好的手艺啊。”严可清脸上露出自豪之意：“那是，我的手艺可是很好的，快吃吧，等会就凉了。”叶鼎也不客气，直接接过严可清递过来的筷子，开始狼吞虎咽起来。吃完饭，让叶鼎郁闷的是，严可清洞府管吃不管住。洞府门口，严可如拉着姐姐的手委屈巴巴的：“姐姐，你就不能让叶鼎住在这里吗？”严可清不满说道：“妹妹，我洞府就一张床，我们3人怎么睡？要么
你留下跟我睡，要么你也和叶鼎一起离开。姐姐，妹妹，你都已经嫁人了，我这里就是你的娘家，你和叶鼎一起住我这不好，还是跟叶鼎去你们的小家吧。严可卿可不想让他们两人住进洞府，那岂不是又睡不着觉了？姐姐，严可如又委屈地喊了一声，砰！洞府大门被猛地关上了。严可如看着被关的大门，非常委屈，转身看向叶鼎。叶鼎把严可如抱着说道：娘子，正好我也有自己的洞府了，就跟我一起回去吧。好吧，姐姐也真是的，不就是给睡一下吗？严可如埋怨道。接着叶鼎抱着严可如御剑向自己的洞府飞去，不久后就到了叶鼎的洞府。到家了，叶鼎轻声说道，直接带着严可如飞进洞府之中。叶鼎看着闷闷不乐的严可如，直接把她抱起来亲吻。严可如被叶鼎一亲，顿时眉开眼笑起来，双手抱着叶鼎的脖子，双腿盘在叶鼎身上，如同八爪鱼一样。叶鼎轻声说道：如儿，乖，别委屈了。严可如咧嘴嘴，眼中满是委屈，说道：夫君爱我，夫君有你真好，有你我才好。夫君，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我加入合欢宗，圣女峰，带仙子门下，现在是内门弟子了。真的？我的娘子就是厉害，为夫太开心了。听说圣女峰女子都有成为神圣女的资质，我的娘子以后就是圣女了，为夫真是太幸运了，捡到大宝贝了。叶鼎忽然想到，邵傲雪就是圣女峰弟子，看来严可如成了她师妹了。嘻嘻，都是夫君的功劳，我以后好好修炼，成为你的圣女，保护夫君，不让任何人欺负你。好，圣女娘子，夫君等着。夫君，今天我有一天的时间陪你，明天我就要去圣女峰了。我师尊说要教我功法，闭关一段时间，最近都见不到你了，我很不开心。短暂的不见，是为了日后更久的相见。夫君你说的真好，切身记下了。对了，夫君，你之前说你接了种植灵芽米的任务吗？是啊，夫君，我想与你一起种植灵芽米，好不好？为什么？我就想和夫君一起种下爱情的结晶。嘻嘻，真调皮。你既然你喜欢，那等会起床后，咱们一起种植爱情结晶。夫君，你真好。风和日丽，微风徐来。灵田内，此时严可如穿着一身白色纱衣，露出白嫩的手臂，正兴奋地挥舞手臂，用灵力在灵田内挖坑。之后叶鼎放入一颗灵芽米种子，然后埋上灵土。不到1个时辰，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灵芽米种子全部种完。叶鼎师掌控雨术，给灵田下了一场小雨。接着叶鼎又施展灵植技能，将自身的灵力注入灵田，加快灵芽米的成长。此时严可如站在灵田边上，嘴角上扬，拉着叶鼎的手，看着自己亲手种的灵田，非常有成就感，心里乐开了花。接下来严可如就把叶鼎的洞府好好规划设计一番，共同经营两人甜蜜的小窝。有了女人就是不一样，如果是叶鼎，懒得收拾，只要有住的地方就行，但现在有了严可如，生活就不一样了。床铺换成了他的被子和枕头等等。他还俏皮地说，他不在的时候就让这些物件陪着叶鼎，仿佛他们能代替自己陪伴在叶鼎身边。还有很多其他东西都换成他以前用的。然后两人又把洞府扩大，弄出浴室、修炼室、杂物间等等，足足忙了一下午，才布置出让严可如满意的洞府。此时严可如双手叉腰，站在洞府中央，看着自己的成果，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就好像自己给了叶鼎一个温暖的家一样。夫君，这是我送给你的房子，喜欢吗？严可如自豪地说道。喜欢，我最喜欢的是你。嘻嘻。晚上叶鼎特意去庐顶一条街的饭店订了一桌酒席，打包回洞府来庆祝乔迁新家。回到洞府后，两人将饭菜摆满一桌，点上温馨的烛火，美酒佳肴，家人在侧，气氛格外美好。他们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轻声交谈，欢声笑语回荡在洞府之中。两人微醺后，手牵着手坐在洞府门口，看着前方的灵田，感受着这份宁静与幸福。严可如依偎在叶鼎怀里，脸上带着淡淡的红晕，借着酒意，她大胆地向叶鼎述说心里话。夫君，明天我走后，你有时间去看看我姐姐。我知道，我姐姐也喜欢你。夫君，昨天的事你不要怪我姐姐，好不好？严可如抬起头，眼中满是祈求，她希望叶鼎能原谅姐姐。小傻瓜，我怎么会怪你姐姐？都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等有时间，我就去见见你姐姐就好。叶鼎轻轻抚摸着严可如的头发，温柔地说道。夫君，我姐姐性格冰冷，说话不好听，希望夫君多多包容她一下，但她要是欺负你，我可不同意。叶鼎心想，严可卿的高冷伪装的真好，
竟然连自己最亲的妹妹都骗过去了。包容她，是她包容我才对。好，放心，我一定会包容她的。叶鼎继续说道。娘子，我现在发现你越来越有主见了，变得成熟多了。西西，夫君，我可是当家做主的女主人，要赚钱养你，照顾你，保护你，所以我肯定不能像以前那样软弱了。严可如仰起头，骄傲地说道。就像那一次，我一想到自己差点失去你，我就非常害怕，所以我心里一直告诉自己，一定要变强，只有变强才能保护你。娘子，娶了你，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夫君，我也是。此时，严可如坏坏地笑道。夫君，天很晚了，我们该就寝了。他的声音带着一丝羞涩和期待。好，我抱着你去就寝。说完，叶鼎一个公主抱，把严可如抱进卧室。严可如双眼醉意朦胧，害羞说道。夫君，你今天很累了，你不要动，我来。翌日清晨，严可如境界突破炼气8层，叶鼎突破炼气4层。洞府门口，严可如嘴角撅着能挂秤砣，抱着叶鼎依依不舍，眼中泪水汪汪。好啦好啦，该走啦。叶鼎拉扯着严可如抱着的手，让她赶紧走。夫君，你怎么能这样？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娘子，你都腻歪2个时辰了，再不回圣女峰，今天就过去了。你师尊第一天教你功法，你就迟到，不怕打你屁股吗？哼，好啦好啦，我又不跑，等你闭关回来，为夫会好好奖励你的。好吧，夫君保重，照顾好自己。停，你都说了800回了，快走吧，你师尊都等急了，等会就气得杀过来了。亲一下就走。妈！严可如撅着小嘴，祭出飞剑，最终1步3回头，恋恋不舍飞走了。叶鼎望着离去的严可如，嘴里念叨：真是粘人的小妖精。修炼室内，叶鼎神识空间内对着系统喊道：打开强化界面，如顶点386加5474加4762加3293加5132加5968等于25015。强化先天纯阳之体升级至4级，纯阳之气提升8倍，魅魔之体2级，鸿蒙造化断体经升级至4级，肉身上品法器硬度，阴阳无极炉鼎神功升级至4级，全身属性提升8倍，炼丹术升级至3级，可炼制3品丹药，灵植术升级至3级，灵植速度提升3倍，炼气术升级到3级，可炼制上品法器，消耗25000炉鼎值。虽然很心疼，但升级后的瞬间，叶鼎觉得一切都值得，顿时感觉腰不酸，腿不疼了，肉身充满力量，还能大战2万回合。叶鼎握拳挥舞，虎虎生风，感觉自己一拳能打爆一座小山。随手拿出一把长刀，下品法器，狠狠砍在手臂上。当一声脆响，长刀直接断成2半。叶鼎嘴角微笑，信心满满。我要打10个筑基。叶鼎豪情万丈地喊道，沉浸在对自身强大实力的喜悦之中。咚咚咚！正当叶鼎沉浸于自己的征服美梦时，被外面的敲门声吵醒，顿时感觉非常不爽。谁啊？那么没礼貌，大吵大闹的。打开门洞府大门的叶鼎看见眼前1女2男，正直愣愣地看着自己。那年轻女子花容月貌，宛如一朵清新脱俗的莲花，散发着清纯玉女的气质。她身着一身淡蓝色纱衣，纱衣随风飘动，更添几分飘逸。手中拿着一把短鞭，眼神犀利看着叶鼎。左男满脸胡渣，浑身肌肉的大汉；右男是个白净瘦弱的文弱书生。只不过他们2人脖子上都戴着一个奇怪的黑色项圈。叶鼎皱眉问道：你们是谁？有什么事？那年轻女子看到如此俊俏的男子，心里顿时一紧，接着双手抱胸，柳眉微皱，看着叶鼎炼气4层修为，言语不屑道：这里不是侯师弟的洞府吗？我是刚来的，他肯定搬走了，你们去其他地方找他吧。叶鼎说完就要关上洞府大门。慢着！女子娇喝一声。怎么？你们还有什么事？既然侯师弟搬走了，那么正好，他跟我们的交易就由你来完成吧。女子理所当然地说道。叶鼎想都不用想，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他跟你们的交易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女子转头冷哼一声，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接着转头眼神示意一旁的大汉。旁边那位身材魁梧的大汉走到叶鼎面前，碰了碰拳头，威胁之意不言而喻。师弟，看你新来不懂规矩的份上，那我就告诉你，在灵药峰这一块是我们灵女团罩着的，凡是在灵药峰种植的灵药都要上交给我们2层，不3层。另外96洞府欠我们200粒灵芽米，正好现在你来还。叶鼎心中一阵恼火，没想到竟然会遇见这样欺负人的事。既然对方主动找事，
那正好拿他们练练手。哼，关我屁事，谁见你们的，你们去找谁，我们只认洞府，不认人。我劝你老实上交，不然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魁梧大汉撸起袖子，做事就要动手。慢着，蓝衣女子阻止道，她目光在叶鼎身上流转，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玩味。师弟，这是灵女团的规矩，你不想上交那200粒灵牙米也行，只要你当我的炉鼎，我不仅给你免了灵牙米，还把我的第一次给你，怎么样？那魁梧大汉一听就急了，银儿，你怎么能这样？你不是说让我当你的炉鼎吗？那文弱书生对魁梧大汉怒喝一声，银儿是你叫的吗？接着脸上满是悲痛说道，银儿，你当初说只要我当你的炉鼎，你就把你的第一次给我，如今你怎能变卦了呢？女子颐指气使地说道，吵什么吵？大黄、二黄，你们都给我跪下，你们谁听话，我就把我的第一次给谁。文弱书生扑通一声直接跪在女生面前，银儿，我最听话，你不能把第一次给他啊。扑通，魁梧大汉也不甘示弱，也跪下，大声喊道，银儿，我比他听话，你们3人可以竞争啊，谁让我满意我就给谁。那女子看着跪着的2人非常得意，又看了看叶鼎，嘴角冷哼。叶鼎心中暗自诧异，这个女人除了长得好看一点，究竟有什么手段，能让这2人甘愿放弃尊严当炉鼎？难道他们都不要前途了吗？一看就是2个色欲熏心的死舔狗。姓名咩代银，年龄22，身高164，体重57，三围80、55、86，境界炼气6层，灵根水灵根，宝体水柔之体，好感度38，美女评价容貌 S， 身材 A 级，智慧 B 级。叶鼎看着咩代银头上好感度38，嘴角冷笑。第一次见面就恶意满满的女子，他还第一次见到。叶鼎非常奇怪，咩代银既然想让他当炉鼎，为何还有如此大的恶意？咩代银玩味地继续说道，怎么样，你愿不愿意？边说边拿出一个项圈在手里晃了晃。叶鼎愣了一下，瞬间明白他的意思，怒极反笑道，哼，就你们这3瓜2枣能奈我何？咩代银气得浑身发抖，厉声喝道，哼，既然你不听话，大黄、二黄，给我上，教训教训他，然后把项圈给他戴上。叶鼎根本不等他们出手，直接上去就打。咩代银满眼怒火，如同2团燃烧的烈焰，死死地盯着叶鼎，这让他气得浑身杀意如汹涌的波涛般翻涌。从来都是自己打别人，没有人敢打自己，更何况是个男人。男人都是任他鞭笞，低贱的狗。咩代银怒极攻心，对着大黄和二黄歇斯底里地喊道，你们2个废物，还不出绝招打断他的腿，你们不想要我的第一次了吗？在叶鼎出手打咩代银时，魁梧大汉、文弱书生就已经动手了，只不过被叶鼎一拳一脚打飞了。此时魁梧大汉怒吼一声，浑身肌肉暴涨，全身冒出血红气息，举起双拳巨影，猛地朝叶鼎砸来。文弱书生掐诀，急忙欲巨剑攻击叶鼎。就这，叶鼎心中冷哼，伸手拍飞巨剑，自己的身体如同法器，区区刀剑奈我何？面对魁梧大汉的攻击，直接猛地一拳回应，咔嚓咔嚓，只是一瞬间，魁梧大汉双臂骨骼尽碎，身体更是如同炮弹一样倒飞出去，狠狠砸在文弱书生身上，2人当场倒地不起，不省人事。咩代银见状大吃一惊，怎么也没有想到2个废物如此不堪一击，他心中涌起一阵恐惧，深知自己绝非叶鼎的对手，转身拔腿就跑。叶鼎一个箭步冲刺，一脚狠狠踹在咩代银的后腰上，这一脚力量极大，咩代银整个人瞬间如形一般，不受控制的狠狠撞在灵田法阵上，法阵受到剧烈撞击，光芒闪烁，晃动不止，发出嗡嗡的声响。咩代银猛地喷出一口鲜血，整个人顿时如同烂泥，从阵法上滑落下来，趴在地上。叶鼎低头看着趴在地上如同烂泥般的咩代银，他那修长的双腿伸展着，露出一双嫩白玉足，在阳光下闪烁着柔和的光泽，的确非常好看。叶鼎可没有丝毫怜香惜玉的心思，一手直接抓住他的小腿，像拖死狗一样直接往后拖了10几米。这一动作使得他的纱裙倒立起来，2条细长光滑细腻的大腿毫无保留地暴露在空气中。不得不说，咩代银的皮肤手感真好，不愧是水柔之体，那叫一个水嫩光滑。叶鼎抓着他的小腿用力一拧，趴着的聂代银翻了个身。咩代银紧咬嘴唇，鲜血不止，眼神中充满对叶鼎的愤怒与仇恨。叶鼎惊愕瞪大双眼，真是服了这个女人了，这女人的反应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叶鼎一脚狠狠踩在咩代银高耸胸脯与嫩白脖颈之间，说：“你们灵女团是什么组织？”哼！
咩代银瞥了叶鼎一眼，傲过头去，一副誓死不从的模样。但是他不知为何被眼前男人踩在脚下，自己的内心竟然有一种本能的臣服感，就像见到自己的王一样。叶鼎见咩代银嘴硬不肯说，直接抬起手就要朝他的脸打去。咩代银眼看又要挨打，急忙喊道：我说你住手！灵女团是灵药峰一个保护性组织团体，专门收男修保护费。其他峰都有类似的团体，像玉女峰有玉女团，天剑峰有女剑团，丹药峰有丹女团等等，专收男修保护费。叶鼎用力踩了一下咩代银胸脯，示意他继续说。咩代银眼神狠厉，继续说道：和欢宗女子为尊，男人都是下等人，被压榨是理所应当的。叶鼎心中叹息一声，穿越前被女人压榨，穿越后还被女人压榨，女人真是榨汁机。对了，为什么他们都想要你的第一次？这让我有点好奇。哼！咩代银冷哼一声，又不回答了。叶鼎真是服了，你不打他，他就跟倔驴一样，就是给你犟。咩代银看见叶鼎又抬起手，急忙说道：我修炼的是嫁衣神功，我的第一次会消耗自己的修为，让对方提升境界。原来如此，你是一个女炉鼎，只是第一次有效吗？咩代银攥紧拳头，深吸一口气，努力抑制自己的情绪。哼，之后也有效，只不过效果比第一次差。叶鼎忽然想到，既然他有嫁衣神功，那么可以帮我提升境界，而我又可以帮他提升境界，这样看来他还挺适合我的。说灵女团领头的是谁？实力如何？咩代银眼一闭，把头一撇，摆出一副打死也不说的架势。你说不说？叶鼎正要动手，咩代银伸手求饶。叶鼎看到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瞬间大怒。我们在战斗，你却勾引我，真是太不尊重我了。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竟敢坏我道西！啪的一声，他一巴掌重重地抽在咩代银水嫩的俏脸上。接着叶鼎随手把掉在地上的项圈拿在手中，冷哼一声：既然你喜欢给别人戴上项圈，现在我就给你戴上。不要！咩代银此时看见项圈，眼中充满了惊恐，仿佛那是世间最可怕的东西。他慌忙抬手抵挡，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试图阻止叶鼎的动作，但是根本挡不住叶鼎的蛮横。只听咔嚓一声，项圈就戴在咩代银细长脖颈上。叶鼎看了，还别说，怪好看赖。咩代银听见这咔嚓声，仿佛一道晴天霹雳在脑海中炸响，又似五雷轰顶般，灵魂仿佛被上了一道沉重的枷锁。他双手死死抓住脖子上的项圈，指甲都深深嵌入了肉中，浑身不受控制的一阵剧烈抽搐，紧接着身体瞬间瘫软无力，一动不动地躺在了地上。他缓缓闭上眼睛，眼角默默流出2行清泪，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打湿了地面。咩代银被打、被羞辱、被欺负都没有流泪，唯独戴上项圈流泪了。此时咩代银内心非常绝望，给男人戴上项圈一直是他羞辱男人最快乐的方式，如今自己戴上项圈，只感觉是对他最大的羞辱。戴上项圈似乎一下子成了他一辈子不可磨灭的阴影。咩代银满心无奈与痛苦，一时之间根本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只能静静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就在这时，一道紫光如流星般飞速飞来，瞬间降落在叶鼎面前不远处。光芒消散，出现了一位身着紫色纱衣的女子，她戴着紫色面纱，一双丹凤眼微微上挑，眼角的那颗美人痣为她增添了几分妩媚与神秘。她背着一副造型古朴的古琴，整个人容貌秀丽，气质超凡脱俗，身材高挑，前凸后翘，曼妙的身姿在紫色纱衣的衬托下更显婀娜。脚踝上系着的小铃铛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晃动，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她看见叶鼎的第一眼，心中不自觉赞叹道：好俊的男子。然而当他的视线扫到躺在地上衣衫不整的咩代银时，脸色瞬间一沉，立即怒目瞪着叶鼎，大声喝道：淫贼，放开我师妹！叶鼎心中一紧，连忙解释道：师姐，谁是淫贼？你不要乱讲话，我告你诽谤！我诽谤你，证据都摆着，你如何抵赖？紫衣女子愤怒地指着叶鼎，眼中的怒火仿佛要将他吞噬。此时聂代银躺在地上，嘴里流着血，眼角流着泪，脖子上戴着项圈，衣衫凌乱不堪，头发凌乱，怎么看都像刚刚经历了一场惨无人道的折磨。而此刻叶鼎正蹲在旁边，原本只是想用手扯着咩代银的衣裙，想给他把腿盖上。叶鼎见此时此景，心中无比憋屈，尼玛，这下子真是黄泥巴掉裤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自己还真成了淫贼了，自己名声可不能臭了，以后谁还找自己当炉鼎？姓名：紫丽扰，年龄25，
身高178，体重62，三围90、58、88，境界炼气12层，灵根阴灵根，宝体阴运之体，好感度8，颅顶指数3颗星，美女评价容貌 S， 身材 SS 级，智慧 A 级。立即自恋。就在这时，咩代银的理智似乎又重新占领了身体的主动权，他忽然挣扎着坐起来，看向他师姐，脸上露出委屈至极的表情，哭喊道：子师姐，就是他打伤了2位师弟，还想非礼我，要不是你来，他就得手了。师姐，你可要为我做主啊！咩代银一边双手捂着脸假哭，一边狡黠地从手缝中偷看叶鼎，眼中闪过一丝得意。紫衣女子柳眉倒竖，厉声喝道：淫贼，人证物证俱在，还敢狡辩，还不束手就擒，放弃抵抗，饶你不死！叶鼎心中一阵无语，看着咩代银那副小人得志的模样，心中非常气愤。然而就在这一瞬间，咩代银忽然发现自己的意识竟然出现在神识空间内，对身体完全丧失了掌控权，这让他惊恐万分，竟然跑向叶鼎，主动拥抱他。忽然想到，这难道是嫁衣神功的问题？此时他的身体完全本能反应，神识中迷你的咩代银感同身受，疯狂呐喊：不要啊，不要，我不要抱他！叶鼎也愣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咩代银不是应该反抗挣扎吗？怎么还主动起来了？叶鼎把咩代银的头推开，对着那紫衣女子说道：师姐，你看，我们只是在友好切磋技艺而已，我可没有逼他，是他主动的，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也知道，我们和欢宗弟子都是相亲相爱一家人，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下三滥的事情呢？那紫衣女子也愣了，这个男子怎能满嘴胡言乱语，相亲相爱，当我3岁小孩啊？他是了解咩代银的，喜欢把男人当狗来对待，非常讨厌男人，根本不会对男人如此亲密。现在他的行为很不正常。想到这，紫衣女子怒不可遏：无耻淫贼，别以为如此就想糊弄我，你竟然对他下那种药，今日务必替何欢宗除害！说完，紫丽饶脸色愠怒，原本就清冷的面容此刻更是蒙上了一层寒霜。她缓缓伸出纤纤玉手，那双手白皙如玉，纤细修长，仿佛一件精美的艺术品。随着她的动作，背后的棕色古琴仿佛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牵引，缓缓悬浮至身前。古琴造型古朴典雅，琴身上刻着一些奇异的符文。随即，紫丽饶双手食指如灵动的蝴蝶般在古琴上不断拨动弹奏起来。刹那间，悦耳动听的琴音响起，那琴音宛如山间清泉，叮叮咚咚，却又带着一种无形的韵律和力量。阵阵音波从琴弦上扩散开来，就像滚滚海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带着气势磅礴的力量，如排山倒海般向叶鼎压去。叶鼎只感觉有一股无形的东西，如同无数细小的虫子，想要钻进自己的体内。他顿时感觉一阵羞怒，心中暗自骂道：这个看似清纯玉女的家伙，竟然如此下作，倒反天罡。还好自己经过强化后的身体坚硬无比，那些无形的东西在触碰到他表皮层的瞬间，就仿佛撞上了一堵坚不可摧的墙壁，根本无法突破。无形音波在涌向叶鼎的同时，也波及到了抱着他的咩代银。咩代银只感觉一股强大的力量冲击着自己的身体，让他不受控制的轻颤不止。神识空间里的咩代银惊恐万分，他瞪大了眼睛，拼命呐喊道：紫师姐，不要啊，我还在那淫贼怀里啊！叶鼎没有想到紫丽扰竟然不顾师妹的安全，悍然对他们两人出手。他一把将咩代银用力推走，咩代银的身体如同一颗炮弹般砸在不远处的地面上，扬起一片尘土。顿时咩代银感觉全身像散了架一样疼痛，不过也正因如此，他的意识重新夺回了身体的控制权。他顾不上身上的疼痛，连滚带爬的赶紧跑开，离开了这危险的战场。紫丽扰见咩代银安全后，毫无保留的直接祭出自己的杀招，炼气12层对战炼气4层，做不到一击必杀，那自己这么多年就白活了。琴弦声如同一道道丝线般缠住叶鼎全身，让他难以脱困。远处的聂代莹知道这是师姐的招牌技余音绕梁，他心中清楚，接下来等丝线绷紧，叶鼎就会像被切片一样瞬间碎尸万段。想到这里，咩代莹的心中忽然一阵绞痛，他知道自己的身心竟然在担心叶鼎那个混蛋。他冷哼一声，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大声喊道：紫师姐加油！此时紫衣女子紫丽扰眉头紧皱，心想为什么那淫贼还不死？自己的技能即使炼气10层的炼体修士也会被当场切片，可眼前这个炼气4层的小子却仿佛毫发无损。他咬了咬牙，继续加大灵力输出。此时被音波丝线缠绕的叶鼎也就感觉像穿了一件紧身衣一样，不过如此。叶鼎大喝一声，
浑身一用力，双臂齐震，砰砰砰，伴随着一阵密集的声响，无数道音波丝线如同脆弱的蛛丝一般，被叶鼎强大的力量震断。叶鼎猛地往紫丽扰冲去，速度之快，眨眼间就到了紫丽扰面前，挥拳朝他戴着面纱的脸打去。紫丽扰大惊失色，根本想不到叶鼎会这么拖，还如此急速到他面前，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能掀起古琴当盾牌抵挡。叶鼎一拳打在古琴上，受具大冲击力的古琴往后倒飞撞在紫丽扰娇躯上，噗！一口鲜血从紫丽扰口中喷出，这口鲜血直接把他脸上紫色面纱喷掉，露出了他的绝世容颜。只见他的嘴唇鲜艳欲滴，此刻却染上了鲜血，与白皙如雪的脸庞相互映衬，更增添了几分凄美而独特的美感。紫丽扰紧咬银牙，努力控制住身形，心中震惊不已。这个男人的肉身怎么会如此之强？嘣嘣嘣，3根琴弦断裂，紫丽扰难以置信，这可是上品法器，这个男人肉身强度恐怖如斯。慢着！紫丽扰看见那俊秀男人又要动手，急忙抬手喊道，声音中带着一丝慌乱：怎么想求饶？叶鼎停下手，冷冷地看着他，眼中带着一丝戏谑：师弟，既然你有如此实力，不如加入我们灵女团。紫丽扰强装镇定，脸上挤出一丝笑容说道。叶鼎哑然失笑，没想到他转变得如此之快，刚才还喊打喊杀，现在竟然想做好朋友。他心中暗自感叹，修仙界果然是一个只看实力的地方。师姐，你不是想替灭代营杀我吗？哼，一个女人而已，可欢宗最不缺的就是女人，我可是淫贼。师弟，如果你喜欢灭代营，我可以把她送给你。叶鼎心想，你不也是女人吗？不远处的灭代营听见紫丽扰的话，当场亚麻呆住了。紫师姐，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女人，你清高，你了不起，你拿我搞外交。叶鼎说道，师姐，灭代营只是一个垃圾货色，哪能跟你比，我更想得到你。哼，想得到我也不是不可能，只要你能拿出令我满意的东西，我也可以成为你的女人。不过现在的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紫丽扰继续问道，师弟怎么样，是否愿意加入灵女团？叶鼎没想到紫丽扰竟然如此看重利益，真不知道是他性格太过开放，还是他的道心真的已经修炼到了那种对男女之事看得很淡的境界，甚至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可交易的筹码。他心中暗自警惕，这样的女人只可与之进行利益上的深入交流，不可交心。师姐，想让我加入灵女团，我可不会当小弟。紫丽扰思索片刻后说道，师弟，你的实力我认可了，这样吧，我可以向大魁首举荐，给你一个4魁首的位置，如何？师姐，我想知道灵女团实力如何，加入灵女团有什么好处，需要我要做什么？还有，我能不能随时退出灵女团？灵女团在我们宗门各峰之间实力排名第3，魁首每月都会有一些分红，不需要做其他事，只需保护本团弟子不受其他弟子欺负即可。想退出灵女团可以，没有限制。如果是这样，我可以加入灵女团。叶鼎想着，加入灵女团自己有了名气，想来找他当炉鼎的女人会增加不少吧，最起码灵女团内部就会有不少炉鼎订单很好。师弟，我叫紫丽扰，灵女团第2魁首，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紫丽扰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仿佛已经将叶鼎收入囊中。叶鼎，不错，叶鼎，加入灵女团绝对是你做的最正确的决定。紫丽扰笑着说道，为了欢迎你加入灵女团，也为了我之前的鲁莽向你赔罪，我决定把灭代营送给你当礼物，希望你不要嫌弃。灭代营，你过来！紫丽扰对着灭代营喊道，声音清脆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叶鼎着实没有想到，这紫丽扰竟然说的是真的，说送就真送啊！他心中满是诧异，修仙界的行事风格有时候还真是让他大开眼界。灭代营懵了，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真的被当成礼物送人了。我可是和欢宗女弟子，地位尊崇，怎么能把我送给一个男人？灭代营非常愤怒，然而他的身体却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反应，竟隐隐有些兴奋，仿佛被当作礼物送人并非一件屈辱之事，反而是一件惊喜的事，这让他内心更加纠结和愤怒。灭代营直接飞到紫丽扰面前，大声质问道，表姐，我可是你表妹，你怎么能把我送人呢？他是低贱的男人。平常灭代营看不惯紫丽扰总是一副清高的模样，压根不想叫她表姐，但此刻为了让对方改变主意，不得不强调这层关系，我可是你表妹啊。住口！表妹，修仙界讲究强者为尊，实力低的人才是低贱之人，你一个炼气6层，在叶鼎面前你就是低贱之人。紫丽扰面色一冷，毫不留情地说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威严，以后你就是叶鼎的女人，你要是惹叶鼎生气，我可不会替你出气。
接着，紫丽扰转头看向叶鼎，说道：“叶鼎，我表妹就交给你了。她虽然性格跳脱，有点叛逆，但人还是不错的。她还是完璧之身，修炼的是嫁衣神功，对你有很大帮助。如果她不听话，你就狠狠修理她，只要不打死就行。放心，我一定好好教育她。”叶鼎听见她们竟然是表姐妹，真是服了这姐妹俩了。表姐竟然把表妹当礼物送人，既然是白送上门的女人，不要白不要。表姐，哪有你这样的？咩代银怒急攻心，转身就想离开这个让他倍感屈辱的地方。但是让他恼怒到极点的是，自己的身体又一次不受控制了，双脚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竟然直接走到叶鼎身边，然后主动抱住他的身子，踮起脚尖，仰起头，一副想要亲吻叶鼎的模样，就好像他的身体已经完全默认是叶鼎的女人了。让他又羞又气。紫丽扰看见表妹对叶鼎如此喜欢，脸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说道：“表妹，我就知道你喜欢他，真是口是心非的女人，喜欢就大大方方承认就好了。既然如此，叶鼎，我就不打扰你们的好事了。”说罢，紫丽扰便御剑飞走了。在飞走前，紫丽扰悄悄给咩代银传音道：“表妹，我也是为了你好，家族那些老顽固来信了，说是要把你当联姻工具，送给卢家老太爷当炉鼎，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早破身，断了家族念想。如今家族来人已经在路上了，用不了多久就到宗门。叶鼎人长得帅，实力强大，以后更是你的依靠，是个不错选择。如果我是你，我今天就拿下他。记住，女人的身体就是最强大的武器，你一定利用好它，把叶鼎牢牢套住，让他为你所用。该说的我已经说了，该做的也替你做了，你好自为之吧。”咩代银听到这个消息，心中震惊，他这才理解表姐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看似荒唐的决定。确实，这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吧。心中叹息一声，不再反抗自己身体的本能。叶鼎见咩代银如此热情，当然也不会客气，直接伸出有力的双臂，将他整个人轻松抱起来，然后大步朝着洞府走去。咩代银无意间瞥见地上的躺着的两人，心中暗骂：两个废物。精神一振，瞬间得到身体控制权，说道：“叶鼎，你等一下。”挣开叶鼎怀抱，朝地上躺着的两人飞去，随手祭出飞剑，扑哧扑哧，直接两剑砍死了魁梧大汉与文弱书生。叶鼎见到如此杀人不眨眼的咩代银，心中暗自给他贴了一个标签：女狠人。同时，他也为死去的这两只舔狗感到一阵悲哀，心中不禁感叹：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没用的废物。咩代银说完，收了他们的储物袋，丢了一个火球，然后直接飞扑进叶鼎怀里。既然身心都是他的了，那就从了他吧。此刻的聂代银彻底放开身心，不再压制身体的欲望。丁，恭喜宿主咩代银对你的好感度达到80，是否绑定修为反馈？绑定，恭喜宿主绑定成功。叶鼎怎么也没有想到，咩代银竟然是第二个好感度到达80的女人。本以为第二个人应该是董月武，此时叶鼎感觉体内一股灵力暴动，境界竟然连升2个小境界，不愧是嫁衣神功，炼气6层，实力更加强大了。在叶鼎身上躺着的咩代银原本沉浸在疲惫与满足之中，却被这股灵力暴动所吵醒，抬头看见帅气的叶鼎，心里莫名欢喜。感应他境界提升，心中非常失落，暗叹一声，守了22年的第一次终究没了，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便宜他了。咩代银自嘲一声，开始感应自己的境界。本以为自己的境界会掉落到炼气5层，让他震惊到是自己的境界已经是炼气7层了，修为没有降反而升了，这让他非常开心，知道肯定是叶鼎这个炉鼎的帮助，毕竟昨晚他可是下了很多功夫。第二天，阳光轻柔地洒落在灵药峰上，给整个山峰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96洞府内静谧而祥和。紫丽扰今日没有背负那把标志性的古琴，迈着轻盈的步伐再次来到了叶鼎的洞府。他此来有2个目的，第一个便是给叶鼎送灵女团象征魁首的令牌，第二个则是看看表妹咩代银是否被欺负了。毕竟他把表妹送给叶鼎，心中多少还是有些担忧的。表姐，你坐，我给你沏茶。咩代银脸上挂着乖巧的笑容，热情地招呼着紫丽扰。紫丽扰看着如此温顺乖巧的咩代银，心中满是难以置信。仅仅一夜之间，表妹竟然连性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实在好奇叶鼎究竟是如何调教的。叶鼎，我已经和大魁首说过了，他同意你加入灵女团当4魁首，这是灵女团魁首令牌，还有一些分红的资源给你。紫丽扰说着，从储物戒指中取出一块雕刻精美的令牌和一些散发着灵韵的资源，递给了叶鼎。多谢师姐，以后灵女团就是我的家。叶鼎双手接过令牌和资源，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本来
你加入灵女团，大魁首会亲自见你，但是现在他正在闭关，等出关后会见你。叶鼎，不久后就是10年一次的天葬秘境试炼，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参加？我也可以参加吗？叶鼎眼中闪过一丝惊喜，连忙问道。每个峰都有20个名额，只要是筑基以下都行。我们灵耀峰灵女团名额有10个，你的实力强大，想参加自然可以。他知道叶鼎实力不凡，若是能在天葬秘境中取得好成绩，对灵女团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既然如此，我肯定参加。叶鼎心想，筑基以下，那我不是嘎嘎乱杀吗？秘境之行，势在必得，只要能在秘境中获取足够的资源，自己的实力必将更上一层楼。好，等时间到了，我会通知你。紫丽瑶起身对咩代莹说道：“表妹，你过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紫丽瑶把咩代莹拉到洞府外，小声问道：“表妹，叶鼎有没有欺负你？你怎么一下子变化那么大？”咩代莹本想说叶鼎欺负她了，但是又想到昨天叶鼎说的话，咩代莹不禁打了一个冷战，连忙说道：“表姐，叶鼎没有欺负我，对我很好。”紫丽瑶狐疑地盯着咩代莹，总感觉她在撒谎。女孩变成女人，真的有那么大变化吗？我还是女孩子，不是女人，体会不到有什么不一样。她既然不说，我也不好追问了。算了，只要她觉得过得好就行了。灵耀峰96洞府内，叶鼎正盘膝打坐，苦修中。正在这时，叶鼎腰间的传信玉符突然闪烁起柔和的光芒，一个清脆甜美的声音从中传出：“叶鼎，我需要炉鼎服务，今晚你过来，给几块灵石。”叶鼎嘴角微微上扬，调侃地回应道：“100块。”那声音带着一丝俏皮。哟，2天不见，都成小富婆了啊！叶鼎忍不住笑道：“嘻嘻，是啊，我包养你。夫君，人家想你嘛。今晚圣女峰18号洞府来找我，不见不散。如儿，你师尊不是让你闭关了吗？可是我想你，一闭上眼就是你，不见你一次，我静不下心修炼。你师尊不会知道吧？”“不会，我师尊外出了，不然我也不敢叫你来。夫君，你有没有想我？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说呢？”“当然想你。”“嘻嘻，夫君今晚一定来啊。”“那好，今晚我就过去。娘子，你就等着跪地投降吧。”“哼，谁怕谁？谁输了谁跪下。”“行。夫君，我的圣女渡仙功已经练到第3层了，师尊都夸我了，我厉害吧？那是也不看看是谁家娘子。对了，夫君，你去找我姐姐了吗？”“还没有。你还在生我姐姐的气吗？”“没有。那你今晚来找我，我给你消消火，明天你去见我姐姐好吗？我有点担心我姐姐。”严可如撒娇地说道。“好，明天我一定去。见过姐姐给我发个消息哦。”“好的。夫君有没有吃好喝好睡好？”“夫君，我们种的灵芽米尝得怎么样？”“夫君，晚上睡觉冷不冷？”严可如像个贴心的小管家，一连串的问了许多问题。叶鼎耐心的一一回答，不知不觉40分钟过去了。“好，晚上见。”叶鼎终于挂断传信玉符，一直在旁边静静听着他们对话的咩代莹一脸认真的看着叶鼎。当得知与叶鼎对话的是他娘子，而且还是圣女峰内门弟子时，着实吓了咩代莹一跳。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之前看不起的这个男人，竟然还有一个如此优秀的内门弟子娘子，那可是圣女峰内门弟子啊，在合欢宗的身份何等尊贵，竟然能看上叶鼎。咩代莹难以置信的往叶鼎嘴里塞了一颗酸酸的紫葡萄，不满地问道：“他是谁啊？”“我娘子，你的主母。”“哼，什么主母？才不是！昨晚你不是叫我主人吗？那她就是你的主母。哼，只有咱们2人的时候，你才是我的主人，有其他人在，我就是你的女人。你可不要厚此薄彼。”咩代莹虽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臣服于叶鼎了，但面子上总是有些过不去。厚此薄彼这个词用得好，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厚；谁对我不好，那我也不会给他好脸色，对他薄。咩代莹白了叶鼎一眼，不满喊道：“走，进屋。”“干嘛？”咩代莹说着，拉着叶鼎进入卧室，心里暗暗吃醋，边走边嘟囔着：“亨父心汉。”合欢宗的上空，月色宛如轻纱般朦胧，如梦如幻，丝丝缕缕的仙气氤氲其中，仿佛给整个宗门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薄纱。叶鼎身姿矫健的御剑朝着圣女峰方向悠然飞去，嗡一声闷响，叶鼎直接撞在一堵墙上，差点掉下飞剑。控制飞剑靠近，用手摸了摸，竟然是一层透明防御阵法。叶鼎心中郁闷不已，暗自思忖：严可如怎么没有提前告诉我，圣女峰有如此严密的阵法守护啊？正当他准备拿出传信玉符向严可如询问之时，忽然
一束耀眼的白光如同流星般朝着叶鼎飞速射来。刹那间，那束白光便到了叶鼎面前。只见这位身着白色纱衣的女子，宛如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戴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在朦胧月色的映照下，她的身体散发着柔和的淡白亮光，恰似那夜空中闪耀的月亮，整个人美得如梦如幻，仿佛是从画中走出的仙子。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散发着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神秘魅力与端庄气质。叶鼎定睛一看，瞧见她高挽的发髻，瞬间就知道眼前之人是谁了。正是那端庄优雅，无论容颜还是身材皆为双 SS 级别的邵傲雪。她还拥有极为罕见的先天敏感圣体。邵傲雪向来拥有一颗乐于助人的心，见到英俊潇洒的叶鼎似乎遇到了困难，便带着亲切的微笑，好心上前帮助，嘴角微微上扬，轻声说道：“原来是叶鼎师弟，见过邵师姐。师弟，你是想进圣女峰吗？”“是啊，只是没想到竟然有一层如此厉害的阵法。”叶鼎无奈地笑了笑，眼神中透露出一丝苦恼。想要进圣女峰，要有阵牌才可以进入。那怎么办？我没有阵牌。你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让有阵牌的人带进去。不知道你进圣女峰想找谁？我想找严可如。哦，她是我小师妹。既然如此，我就带你进入吧。邵傲雪微微点头，心中暗自思忖：难道叶鼎是小师妹找的炉鼎？小师妹在师尊眼中可是天才少女，各种修炼资源都极为充足，按理来说应该不需要炉鼎吧？那就多谢邵师姐了。不用谢，那你到飞剑上站我身后。邵傲雪说着，往飞剑前端挪了挪位置。叶鼎随即飞到邵傲雪身后的剑上，稳稳站好。师弟，你靠我近些，抱着我。邵傲雪犹豫了一下，脸颊微微泛红，轻声说道：“抱着你。”要抱紧一些。邵傲雪的声音更小了，仿佛蚊子在嗡嗡叫。叶鼎也不客气，伸出有力的双臂，轻轻抱住邵傲雪。刹那间，一种奇妙的触感从双手传来。邵傲雪顿时脸颊绯红如霞，娇艳欲滴。她咬着嘴唇，娇嗔一声：“师弟，你抱哪啊？”丁，邵傲雪好感度+3。叶鼎这才发现自己双手放错了位置。叶鼎一阵尴尬，轻咳几声：“嗨，师姐，我是在助你修行，和欢宗女子不都是定力非凡吗？有一颗坚定的向道之心，我这是在考验你。对，就是这样，师姐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咱们赶紧进去吧。”叶鼎一本正经地说道，试图掩饰自己的尴尬。邵傲雪听了，觉得似乎有些道理，但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太对劲。此时他只感觉浑身燥热难耐。从远处看，此时的邵傲雪全身散发着淡淡红光。邵傲雪面色潮红，贝齿紧咬下唇，拼命运转清心咒，试图让自己镇定下来。他努力控制着微微颤抖的身躯，身体紧绷，强忍着身体的不适，结结巴巴地说道：“叶鼎，你把头放我肩膀上，紧紧抱着我，阵法就会认为我们是一个人，这样就能欺骗阵法进去了。”“哦，好。”叶鼎恍然大悟，竟然是这样，那就更不客气了，把头放在邵傲雪茉莉花香的肩膀上。丁，邵傲雪好感度+7。师姐，怎么了？没，可能是我定力不足，没有忍住。好了，我们进去吧。邵傲雪说完，深吸一口气，纤纤玉手颤抖地拿着阵牌，带着叶鼎进入阵法。叶鼎能感受到他全身发烫的温度，这种烫与董月武爆炎之体的热截然不同。董月武娇躯的烫就像熊熊燃烧的烈火，还伴随着火焰的爆裂，充满了炽热与激情。而邵傲雪娇躯的烫就像泡在滚烫的温泉里一样，虽烫但却有一种令人沉醉的舒服感。叶鼎心中不禁感叹，邵傲雪真不愧是炉鼎指数4颗星的极品。叶鼎抱着邵傲雪通过了薄薄的阵法。邵傲雪内心此时无比纠结，只见她嘟嘴、撇嘴、撅嘴、歪嘴，各种表情不断变换。本想让叶鼎赶紧松开她，但身体因紧张而绷紧，一时间竟不知如何说出口，嘴巴就像被封印一般，张不开嘴。最后他实在无奈，只能红着脸娇羞地给叶鼎传音道：“叶鼎师弟，你的手能不能放开了？别人会看见的。”叶鼎嘴角微微上扬，坏笑着回道：“傲雪师姐，是不是别人看不见，我的手就可以不用放开了？”“叶鼎师弟，都不行，我们圣女峰弟子和其他峰弟子不一样，我们不能有绯闻等负面影响。我的小师妹严可如一样，你们的事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否则对她会有影响。”“啊，还有这种说法，我怎么不知道？我们是作为圣女培养的，适合欢宗的牌面，其他弟子无所谓，但我们要保持纯洁无垢，是所有男人眼中的完美清纯玉女，所以师弟不要让师姐为难，好吗？”邵傲雪继续传音解释道，声音中带着一丝哀求。原来如此。叶鼎抽回手前，拿出一块传信玉符，微笑说道：“师姐，
如果需要炉鼎服务，可以叫我给你半价优惠。叶鼎的话瞬间让邵傲雪浑身一颤。师姐，你真美，我很喜欢。丁，邵傲雪，好感度加16。邵傲雪听了叶鼎如此直白的话，只感觉身体一僵，仿佛被施了定身咒一般，连飞剑都驾驭不住。两人直直地朝着地面坠去。师姐！叶鼎大喊一声，快速祭出飞剑，御剑急速向坠落的邵傲雪追去。邵傲雪看着向自己拼命飞来的叶鼎，那一刻，他的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拨动，里面似乎有一根琴弦发出了悦耳动听的声音。一种前所未有的心动感觉在他心中蔓延开来。之前的心动是一种害羞，现在的心动是另一种害羞。丁，邵傲雪，好感度加15。当前好感度41。叶鼎非常惊讶，怎么也没有想到，只不过是和邵傲雪一次短暂的接触就能长那么多好感。如果自己的再加把劲，再长一点好感度，那邵傲雪就愿意和我做修修道士了。师姐，你没事吧？是不是病了？要不要找个医师看一下？叶鼎公主抱着邵傲雪，担心地盯着她。邵傲雪身躯柔软的如同春日里的柳枝，娇羞无力地依偎在叶鼎怀中。她微微抬起头，双颊绯红如霞，腼腆地说道：师弟，谢谢你，我没事，只是身体有点不舒服，前方就是我的洞府，你把我送那就好了。叶鼎赶忙按照邵傲雪的指示，催动飞剑，片刻后就来到了一座清新淡雅的洞府门口。圣女峰11号洞府。好了，师弟，把我放下来吧，严师妹的洞府就在右下方不远处，你快去吧，别让师妹等急了。邵傲雪被叶鼎公主抱着，神情紧张的如同一只受惊的小鹿，她的心砰砰直跳，仿佛要跳出嗓子眼，只想赶紧让叶鼎离开。再这样下去，她觉得自己坚守多年的道心都要被叶鼎给搅得支离破碎了。叶鼎看着邵傲雪那美貌动人却又娇羞无限的模样，心中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他情不自禁地低下头，直接亲吻在邵傲雪那娇艳欲滴的红唇上。这一吻如同电流般瞬间传遍邵傲雪的全身，让她的身体微微一颤。丁，邵傲雪，好感度加5。师弟，你怎么能这样？邵傲雪又惊又羞，连忙捂着小嘴娇嗔了一句。她的心脏如同揣了一只小兔子般砰砰直跳，脸颊红得像熟透的苹果，慌乱地推开叶鼎，匆匆跳下他的怀抱，然后像一只受惊的小鸟般直接慌慌张张地跑进洞府。砰一声，洞府大门被他紧紧关上，仿佛要将所有的羞涩与慌乱都关在门内。叶鼎看着逃走的邵傲雪，心中暗叹一声，真可惜，差一点就成功了。不急，毕竟来日方长。接着叶鼎御剑向圣女峰18号洞府飞去。圣女峰峰顶一处修炼密室内，静谧而神秘，一位极品美女正端坐在蒲团之上，她浑身散发着深不可测的气息，仿佛与周围的空间融为一体。她双眸紧闭，却用神识清晰地看到了刚才叶鼎与邵傲雪的全过程，神色愠怒。哼，想不到你还真来了，真是淫贼大骗子，骗了我一个徒弟还不够，还想骗我另外一个徒弟。哼，难道你以后还要骗到我头上不成？他心中的怒火熊熊燃烧，恨不得立刻将叶鼎抓来狠狠教训一顿。此刻他手中拿着一枚玉简，用神识观看。叶鼎，叶家村人，凡人，武系杂灵根，年龄18，父母双亡，早年曾想拜入万剑门、玉寿宗、药王谷等，但因资质差拒收，最后来到合欢宗当一名炉鼎。用叶鼎当炉鼎突破境界的有严可清、严可如、董月武、咩代莹，成功率100%。其虽是炉鼎，但进步神速，肉身强大，与紫丽扰对战不败。看完有关叶鼎的详细信息后，极品美女陷入了沉思。当过炉鼎的都知道，每当一次炉鼎，自身精气神都会消耗很多，要养很久才能恢复，有时候还有可能境界下降。而叶鼎从一个凡人一直当炉鼎，到现在已经是一个炼气6层的修士，实力更加强大。不用说，他身上肯定有大秘密。此刻他在犹豫要不要把叶鼎抓起来拷问他有何秘密，但是他也想到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叶鼎有纯阳之体。之前在他在给他小徒弟严可如检查时，感应到他身体内有一丝纯阳之气，再加上叶鼎当完炉鼎还活蹦乱跳的。再有就是凡是找叶鼎当炉鼎的女人都有很大进步，从这几点就能猜出大概率是有纯阳之体。但是叶鼎也在宗门测试过，并没有检查出纯阳之体，那么就有这几种可能：一是测试有误，二是他体质特殊，三是他体内有纯阳之体但没有检测出来。测试有误的概率不大，特殊体质不会有纯阳之气。当你排除一切不可能的情况，剩下的不管多难以置信，那就是真相。叶鼎有纯阳之体，
是最佳炉鼎。想到这，极品美女既惊喜又无奈。难道真的要那样吗？可是不那样，我如何才能突破原因呢？可是他是一个卑贱的炉鼎，怎能让他玷污了我？哼！叶鼎来到圣女峰18号洞府，咚咚咚，门没关，夫君进来吧。进来，把门反锁了。严可如那清脆悦耳的声音从洞府内传来。叶鼎轻轻推开门，走进洞府，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目瞪口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里哪像是普通的洞府，分明就是在山的内部精心建造的一座豪华亭台楼阁，简直就是一套美轮美奂的皇家庄园。与这里相比，自己的洞府简直就像一个破旧的猪窝。叶鼎不禁感叹，内门弟子的福利果然好得让人啧舌。叶鼎飞进庄园，听见滋滋声、当当声，直接朝传来声音方向飞去，就看见白发披肩的严可如娇弱可爱，宛如一朵盛开的百合花。她背对着叶鼎，穿着一条白色小短裙，腰间围着粉色围裙，露出白皙如藕的手臂。她一手拿着铲子，一手拿着调味料，正小心翼翼地放入锅中，全神贯注地炒菜做饭。夫君，你先坐，我再炒2个菜。严可如的声音温柔而甜蜜，仿佛带着一丝撒娇。娘子，想不到你竟然还会做饭啊！听到叶鼎的夸奖，严可如开心的像个孩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当然，小时候我就会了。夫君，你先去大厅吧，这里油烟味大。叶鼎已经2天没见严可如了，心中对她思念如潮，此刻有种小别胜新婚的感觉。他情不自禁的直接走到严可如身后，双手轻轻抓住她那盈盈一握的小蛮腰。哎呀，夫君，你干嘛呀？还在做饭呢？娘子，我也要做饭。你做的你的，我做我的。怎么样，夫君，我做的菜好吃吧？严可如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一脸期待地看着叶鼎，乖巧地给叶鼎夹了一块鲜嫩多汁的鲍鱼，那鲍鱼在灯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好吃。娘子，我做的糖醋里脊也不错吧？叶鼎细细品尝着，嘴角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夹起一块自己做的糖醋里脊，金黄酥脆的外皮包裹着鲜嫩的里脊，酸甜的酱汁恰到好处，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是啊，夫君，我也没想到你能做出这样好吃的菜。严可如惊喜地说道，眼神中满是崇拜。嘿嘿，娘子，我还会做很多好吃的，日后都做给你吃。夫君，你真好。严可如开心地笑了起来，笑声如同银铃般清脆。对了，夫君，我师尊说这次天葬秘境试炼让我也去，这样我们2人都可以进天葬秘境试炼了，我们可以一起。也好，这样我也放心。不过我听说进入天葬秘境试炼，进去后随机出现不同地方，这样我们有可能会分开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你要注意安全，而且千万不要好心去救人，帮助别人对敌，自身安全为首要。我知道了，夫君。还有，这次试炼其他几个宗门也有参加的，他们宗门都对我们合欢宗有敌意，遇见他们不得不防。夫君，我一定会听从你的教诲。严可如重重点头，接着说道，这次去，师尊还给了我一项任务，是让我去一处密地取一件东西，有没有危险？师尊说有一点，不过他说给我准备好了阵盘，只要按要求就不会有危险。他这么能把危险的任务交给你，他还有不少徒弟，为什么让你去？真是个老妖婆。叶鼎忍不住抱怨道，心中对严可如的师尊充满了不满。夫君，我师尊对我很好的，而且她也不是老妖婆，她长得很漂亮的，再漂亮那也是年龄大了，没有我娘子漂亮。娘子，除了你姐姐和我，不要相信任何人，与人相处都要留一个心眼。你怎么知道你的师尊不是为了利用你呢？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严可如把叶鼎的话念了2遍。夫君，你说的太好了。他若有所思地说道，似乎在心中牢牢记住了叶鼎的话。圣女峰峰顶密室内，一位极品美女正全神贯注地看着眼前的一块阴阳镜，镜子里清晰地呈现出严可如与叶鼎2人对话的场面。极品美女听到叶鼎说她老太婆年纪大了，收徒还居心不良后，原本平静的脸庞瞬间变得扭曲，气得肺都快炸了。她的双眼瞪得如同铜铃一般，眼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竟敢说我是老妖婆！她怒吼道，声音在密室中回荡，震得周围的灵气都泛起了涟漪。真是岂有此理！愤怒地跳起来，直接把手中的茶杯摔得粉碎。啊，我的紫金杯！极品美女看着地上摔成碎末的紫金粉末，心痛的脸色发白。那紫金杯可是她极为珍视的宝贝，如今就因为叶鼎的一番话毁于一旦。该死的叶鼎，这笔账算你身上，迟早让你偿还。日后要是落我手里，我一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说完，他双手抱胸，下意识地撑住那对硕大的球体，胸口剧烈起伏着。当他再次看向阴阳镜，里面传来啊的画面时，气得忍不住跺脚大骂：除了那事，你们就不能做点别的吗？一天到晚的打来打去，有意思吗？小如徒儿，你可是为师认定的未来圣女，你怎能如此沉迷男色，坏了道心？哎，看来为师还要给你加强思想教育。正在这时，阴阳镜传来严可如惊喜的娇喊声：夫君，我又突破了炼气9层，真是辛苦夫君了。娘子，这都是为夫应该做的，为夫也要谢谢你，没有你，我也突破不了。啊，夫君，你已经炼气7层了，那么快啊！娘子，加油！今晚我助你突破炼气10层。夫君，我知道当炉鼎对你身体有害，夫君要不要缓一缓？我担心你的身体吃不消。娘子，你说的哪里话？我没事，夫君体质特殊，还能大战3万回合。夫君，你真厉害！如儿，有你真幸福，有你我也很幸福。夫君，我们去凉亭那边坐坐吧，正好运动运动，消化消化。好啊！极品美女听见严可如境界又提升了，不禁瞪大眼睛，震惊得合不拢嘴。她心中此刻已经非常确信叶鼎极有可能拥有纯阳之体，但最终是不是纯阳之体，那也只能等试过才知道。不行，叶鼎不管是不是纯阳之体，他的秘密都不能让别人知道，只能属于我一个人的秘密。他暗自思忖着，眉头紧锁，看来是要给小徒儿和叶鼎炼制一件遮掩境界的灵宝了，不然他们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别人盯上。在我没有成为元婴之前，叶鼎一定不能有事。极品美女低头看着阴阳镜，不禁骂了一句：真恶心，花样真多，要不是我想偷听你是不是纯阳之体，我才会看你们如此荒唐之事。叶鼎，你真是无耻淫贼！此时叶鼎突然感觉头上有一股寒意，仿佛有一双眼睛在暗中窥视着他们。这股寒意让他浑身一激灵，不禁打了个寒战。他下意识地抬头向空中看去，仔仔细细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然而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妥之处。而圣女峰顶的极品美女，当她与阴阳镜中的叶鼎对视时，心中猛地一惊，心脏砰砰直跳，仿佛被人抓了个现行。她慌乱地立马关掉了阴阳镜，双手捂着胸口，大口大口地喘息着，脸上露出做贼心虚的表情。不对，我是在看徒弟有没有好好练功，又不是看你的。她自我安慰道，试图平复自己紧张的心情。哼，淫贼感官还挺敏锐，看来以后我要偷偷的看了。夫君，你没事吧？没事，就感觉有什么人在偷窥我们似的，真是奇怪。啊，夫君，你说的真的假的？这里可是有专门的屏蔽法阵，外门根本看不到里面。那有可能是我感应错了。夫君，别疑神疑鬼的了，该换我了。好。翌日傍晚时分，天边被夕阳染成了橙红色，绚丽的晚霞如同一幅绝美的画卷铺展在天际。严可如这才依依不舍地把叶鼎送走。经过昨夜的一番修炼，此时严可如的境界已然稳固在了炼气10层，而叶鼎也顺利突破到了炼气8层。离开圣女峰后，叶鼎马不停蹄地朝着玉女峰赶去，径直来到了严可卿所在的69洞府。咚咚咚，叶鼎抬手敲响了洞府大门，声音在静谧的山间回荡。啊，是叶鼎啊，你等会，我收拾一下，马上就好。洞府里面传来严可卿那略显焦急慌乱的声音，紧接着便是一阵翻找东西的窸窣声，甚至还伴随着玻璃瓶倒地碎裂的清脆声响好。叶鼎回应后就开始在门口打坐，养精蓄锐起来。闭目养神间，叶鼎听见洞府里面传来哗啦哗啦的流水声。不用想，你就知道严可卿正在里面沐浴洗澡。叶鼎有点郁闷，有必要吗？还不如让我进去一起洗，我还能给你搓搓背。半个时辰后，叶鼎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再次敲响大门。咚咚咚，师姐，你好没好？师弟，叶鼎你再等会，马上就好了。严可卿的声音从洞府内传出，叶鼎忍不住皱了皱眉，心中暗自腹诽，马上就好，真是女人的万金有口头禅。又是半个时辰过去了，叶鼎实在按捺不住，加大了敲门的力度。咚咚咚，严可卿，你好没好啊？再没好，我走了啊。好啦，我这就来了。正当叶鼎等得快要失去耐心时，洞府中再次传来严可卿的声音：叶鼎，我要打开洞府大门了，你闭上眼睛好不好？严可卿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羞涩与期待。闭上眼睛。叶鼎心中满是疑惑，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叶鼎，快闭上眼睛，也别用神识偷看，好不好？严可卿急切地说道。叶鼎着实没有想到严可卿竟然想给他一个惊喜，心里也涌起了强烈的好奇。一个平日里高冷的女神究竟能送什么神秘惊喜呢？倒是有点期待。
好，我闭上眼睛了，不会偷看的。叶鼎嘴上虽然答应着，但心里却像有只小猫在挠痒痒，真想偷偷看一眼到底是什么惊喜。咔嚓一声，洞府大门缓缓打开，一股馥郁的兰花香扑鼻而来，瞬间让叶鼎的鼻腔内的味蕾都活跃起来。叶鼎情不自禁地大吸了一口，那香甜的气息仿佛能沁入心肺。接着他只感觉一只带着冰凉触感的手轻轻地抓住了他的手，而后往洞府里面拉。叶鼎闭着眼，顺从地跟着这股拉力的方向，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往洞府里面走去。一路上他感觉自己像是在走迷宫，右拐左拐，空气中的花香愈发浓郁，似乎进入了一间满是花香的房间。叶鼎，你等一下。严可卿说完松开叶鼎的手。师姐，我可以睁开眼了吗？可以睁开了。叶鼎缓缓睁开双眼，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瞪大了眼睛，整个人都愣住了。只见整个卧室内从上到下，地上、床上、天花板上都铺满了娇艳欲滴的红色鲜花，那一朵朵鲜花娇艳盛放，花瓣柔软而饱满，散发出迷人的芬芳。在这满是红色鲜花的床上，正仰躺着一位绝世美女。在无数红色鲜花的映衬下，一身白色的严可卿宛如最圣洁的仙女下凡，完美无瑕，出尘脱俗，堪称人间绝色。此刻的严可卿媚眼如丝，那秋水般的眼眸中荡漾着无尽的柔情与魅惑。他伸出戴着蕾丝手套的手，向叶鼎发出邀请，眼神中充满了渴望与激情，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爱意。严可卿看见呆愣愣的叶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迷人的微笑。叶鼎，送给你的礼物，你喜欢吗？眼前这如梦如幻的史诗级画面，瞬间让叶鼎鼻血奔流，一股难以抑制的欲火在他心中熊熊燃烧。喜欢，真是太喜欢了，师姐，你就是我最好的礼物。还叫师姐，叫我谦儿。鼎哥哥，快来吧。严可卿娇嗔道，声音如同春日里的微风，轻柔地撩拨着叶鼎的心弦。叶鼎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一把拉住严可卿伸来的手，情不自禁地扑倒在满是鲜花的严可卿身上。严可卿抚摸叶鼎的胸膛，温柔问道，鼎哥哥，上次我没留你过夜，你不生我气了吧？我没有生你气啊。哼，那你怎么不来找我？你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过的吗？严可卿佯装生气，轻轻扭了一下叶鼎的肌肉，粉唇微撅，显得娇俏可爱。这几天有事，忙不开，是不是又去找董月武了？没有，他在闭关。哼。叶鼎看着严可卿嘿嘿一笑，可卿，虽然我不生气，但我现在火很大，必须拿你出出气。严可卿脸色羞红，那你来吧。第二日，咔嚓咔嚓，清脆的破冰声在静谧的卧室内响起。一早醒来的严可卿就被眼前这一幕惊得瞪大了双眼，整个卧室仿佛变成了一个冰窖，所有的东西都被一层厚厚的冰块所覆盖，就连他和叶鼎也未能幸免，两人被巨大的冰块严严实实地包裹其中。此时冻成冰块的叶鼎整个身子都深深嵌入冰块之中，唯有头部紧紧贴着严可卿的香肩。严可卿瞬间就知道肯定是自己的冰霜肢体进阶了，看见被冻成冰块的叶鼎吓了一跳，惊慌失措地推了推叶鼎，生怕把叶鼎冻坏了。叶鼎，快醒醒！叶鼎迷迷糊糊喊了一句，青儿，你干嘛？我还能大战2万回合。哎呀，什么呀，快醒醒！严可卿又好气又好笑，但更多的是担心。他深知要是叶鼎真有个好歹，自己可怎么向妹妹交代啊。叶鼎悠悠转醒，只觉身体动弹不得，费力地睁开眼睛一看，着实被吓了一跳。青儿，这怎么回事？叶鼎一脸茫然，看着四周的冰块，心中充满疑惑。这是我的冰霜之体进阶引发的而已。叶鼎，你没事吧？被冻成冰块了，你怎么也不醒？哦，我睡着感觉浑身冰凉冰凉的，还以为你趴我身上呢，我就没在意。严可卿也是服了，叶鼎心真大，没想到他的肉身竟然连这种冰冻伤害都不害怕。丁，恭喜宿主，严可卿对你的好感度达到80，是否绑定修为反馈？绑定。叶鼎嘴角微笑，这下子严可卿终于跑不了我的手掌心了。哈哈。就在这时，严可卿忽然感觉体内灵力如汹涌的波涛般翻涌不息，一种即将突破炼气12层的强烈预感涌上心头。而与此同时，他的冰霜肢体仿佛也受到了突破的影响，再次变得狂暴起来。叶鼎，你先回去好吗？我突破要闭关一段时间，等我出关后就去找你。叶鼎敏锐地感应到严可卿身体周边灵气如沸水般鼓动，深知他此刻急需闭关，容不得丝毫打扰。他无奈的嘴角一歪，随后浑身微微一颤，竟如同破冰的蛟龙一般，从整个冰块中挣脱出来。好，青儿你好好闭关，不过闭关后你要那样才行。叶鼎眨了眨眼睛，比划了一个暧昧的手势。严可卿看见，脸颊瞬间变得绯红如霞，害羞的简直要滴出水来，小声说道：
好，我答应，你快出去吧。对了，炉鼎服务5块零食，别忘了。什么嘛，还要零食？去死！严可卿嗔怒一声，向叶鼎砸去一块冰枕头。此时叶鼎刚刚跟严可如汇报，他已经尽全力好好安抚他姐姐了，如今一切都好，让他不用担心，好好修炼。接着叶鼎朝合欢峰、合欢宗综合商铺飞去购买一些东西。此时叶鼎忽然感觉境界又突破了，非常开心。炼气9层，这修炼速度嘎嘎猛。合欢宗综合商铺矗立在合欢峰之上，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巨大楼阁，整整7749层，宛如一座巍峨的山峰，彰显着其不凡的地位。这座楼阁不仅售卖各类丹药、法器、符箓等等修仙必备之物，还兼做回收生意，是专门为合欢宗弟子搭建的综合性交易场所。此次叶鼎来此，就是为了买一些炼丹、炼器、制符等材料。不久后就要参加天葬秘境试炼，得做一些准备。进入合欢宗商铺阁楼，里面莺莺燕燕，美女众多，只不过这些女弟子都是去逛楼，上1015层楼、内衣区、化妆香料区等等，都是专门为女弟子服务的。当然也有不少男弟子，只不过他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的样子，不用说，肯定是纵欲过度。毕竟在这样一个充满魅惑的环境中，每天面对众多妖娆美女抛来的橄榄枝，又有几个男弟子能抵挡得住呢？此时第一层阁楼大厅中间的半圆形导购柜台的一角，几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漂亮导购服务员正围在一起叽叽喳喳的聊天。每当有客人踏入店门，他们就会上前热情引领顾客消费，从而赚取一些提成。看，那有个帅哥。一名戴着粉色围巾的导购员指了指叶鼎说道：切，帅哥有什么用？没零食，根本养不活我们。红色围巾导购员一脸嫌弃道：但看他气色不错，当炉鼎用用应该不错吧？当炉鼎？那还不如攒钱买聚气丹呢。之前我试过几个炉鼎，效果太差，只能让我突破一层小境界。那些男人最后好，还差点嗝屁，真是晦气。黄色围巾导购员扭了扭柳叶腰，鄙视道：你们谁去给他当导购服务一下？我不去。男的来这里基本上都是买大力丸的，连一枚零食都赚不到。我也不去。男人都是低贱之人，根本不配我等服务。都不去，男主是会批评我们的。师姐，那不是有一个吗？哦，也是，他来了几天了，还没服务过，就让他去吧。那红围巾美女看似领头的导购员，转身对着坐在导购台角落的高挑漂亮的纯情少女喊道：鲍西玉，看见那个男人没？你去服务他吧。你刚来没几天，正好给你一个历练的机会。好，我这就去。师姐。那高挑女生虽然身材高挑，但也只是刚满18岁而已，心理上还是一位羞涩的小女生。她怯懦地答应一声，下意识地捂着黑色小短裙，害羞地朝着叶鼎小跑过去。鲍西玉慌慌张张地跑到叶鼎面前，努力回忆着学到的礼仪，微微屈膝行了一个淑女礼，脸上露出标志性的微笑，声音略带颤抖地说道：师兄，我是来给你服务的，请问您需要买什么？对了，我叫鲍西玉，叫我鲍师妹就好了。鲍西玉说完，微微抬起头，偷偷看了俊俏的叶鼎一眼，又迅速低下头，双手紧张地绞着裙摆。叶鼎看着眼前说话有些胆怯，却长着令人瞩目的1.2米大长腿的女服务员。第一眼看到鲍西玉，叶鼎就觉得这个师妹的身高在他交往过的女生中绝对是最高的。如果她再穿上高跟鞋，那几乎就跟自己差不多一样高了。她身材曲线玲珑，前凸后翘，难怪会被招来当服务员。只是这个子虽高，胆子却如此之小，倒让叶鼎觉得有些反差萌。姓名鲍西玉，年龄18，身高180，体重66，三围82、54、87，境界炼气2层，灵根金灵根、水灵根，宝体剑灵之体，隐形未激活，好感度0，炉鼎指数2颗星。美女评价：容貌 S， 身材 SS 级，智慧 A 级。叶鼎看着这些信息，不禁暗自思忖，怪不得他在这里当服务员却不被重视，原来是宝体还处于未觉醒状态啊！要是这宝体觉醒了，那绝对会成为宗门重点培养的对象。师妹，我是来购买一些炼丹炼气制符材料的，请带我去吧。叶鼎微笑着说道，眼神中带着一丝温和。鲍西玉听到这话，一时愣住了，眼前这位师兄，难道竟然是一名集炼气、炼丹、制符于一身的全能修士？这在合欢宗可不多见啊，毕竟大多数弟子都只会专注于其中一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鲍西玉在心里默默否定，可能是当跑腿帮别人买的。但随即他又想到，不过要是他买的多，我应该能多拿一点提成吧。想到这里，鲍西玉顿时眉开眼笑，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神情。师兄，那咱们先去2楼吧，
2楼是专门负责丹药生意的。一进入2楼，一股浓郁的各种灵药混合的气息扑面而来。一排排整齐的柜台上摆放着各种展示的丹药，让人目不暇接。辟谷丹、解毒丹、聚气丹、淬体丹、疗伤丹。师兄，不知道您想买哪种丹药材料？如果买得多的话，会有优惠。鲍西玉小心翼翼地学着其他导购员的样子介绍，这可是他第一个服务对象，他心里既紧张又兴奋，可不想让师兄留下不好的印象。不知道聚气丹、解毒丹、淬体丹单方怎么卖？还有普通丹炉多少零食？单方，师兄，单方可能要贵一点，而且购买后不能外传。至于普通丹炉20块零食。3个单方各多少零食？另外每一份材料多少零食？成品回收丹药多少零食？聚气单方20块零食，材料5零食一份，回收10零食一份。解毒单方40，材料10零食一份，回收20零食一份。淬体单方20零食，材料10块零食一份，回收20零食。叶鼎心中叹息一声，真贵啊！但是一想到只要炼好丹药，利润是100%，就觉得还是炼丹赚钱。3个单方各一份，另外每种材料来10份，一个普通丹炉。这倒把一旁的穿着制服的鲍西玉震惊到了，怎么也没有想到眼前如此帅气逼人的师兄竟然是个大款。丁，鲍西玉好感度+1。要知道他当导购员1个月也就2块零食的提成，合欢宗每个月的月俸是3块零食，也就是说他1个月辛辛苦苦也就只能拿到5块零食，而一枚聚气丹就要30零食，他需要工作整整6个月才能买得起1枚。可这一次这位师兄直接消费350块零食，而他按照店里的规定有120的提成，一下子就能赚到17.5块零食，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笔巨款。鲍西玉激动的直接开心的跳了起来，胸前那傲人的双峰也随之不停上下颠簸，但随即他又有些担心的问道：师兄，你说的是真的吗？虽然叶鼎是他见过最帅的男人，可他还是有点不敢相信眼前这位师兄出手竟然如此阔绰。给你，这是350块零食，装好后带我去购买炼器、制服所需材料。鲍西玉激动万分，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接待顾客就碰上如此豪爽的师兄。他急忙向柜台跑去，但突然又像是想起了什么，折返回来，一脸认真的说道：师兄，我可以做主给你打98折，所以只需343块零食，这多的7块还给你。丁，鲍西玉好感度+3。叶鼎也没有想到这个师妹还真是有点可爱，竟然还想着给自己打折。没事，你拿着吧，就当赏给你的小费了。鲍西玉慌忙摆上。不行，师兄，我们店里有规定，不能收顾客小费，不然我会违反规定被辞退的。师兄，你就收下吧。叶鼎笑了笑，好吧，那你去准备吧。紧接着鲍西玉慌忙跑去柜台，让售卖员准备材料，片刻后拿来一个储物袋交给叶鼎，紧接着带着他去了3楼法宝交易区。他们刚走后，那女售卖员取出一枚玉符。1楼大厅导购台，几位导购服务员一脸震惊听到刚刚的对话，想不到那个帅男人竟然是个大款啊。围着红色围巾的导购员嘴角微微冷笑，眼神中带着一丝嫉妒的说道：什么大款，肯定是哪个前辈包养的小白脸，不然哪会如此有钱。也是，不过早知道我就去服务那个帅哥了。黄色围巾导购员呵呵一笑，切，你真是个小骚货，只不过是一个小提成而已，咱们姐妹哪个没有接过比这大的单？这都是小事，没必要大惊小怪，丢了我们女人的脸面。也对，就是便宜新来的小师妹了，真是好运气。哼，她的好运气还不是我们让给她的。既然如此，我们要不要？3楼法宝交易区一片琳琅满目的景象，各式各样的法器整齐地摆在柜台上，刀枪剑戟应有尽有，每一件都散发着独特的灵韵。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这些法器上，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芒，使得整个交易区宛如一个神秘的宝藏之地。叶鼎在来之前早就想好需要购买哪些法器，直接递给鲍西玉一个预检清单，问道：鲍师妹，你看我需要这里面法器图纸以及材料要多少零食？鲍西玉双手接过预检，小心翼翼地查看起来。预检中详细记录着：中品法器套装青莲玄灵甲、靴、剑、甲、图纸，材料3份；上品法器防御青光罩图纸。他一边看一边在心中快速计算着价格。师兄，法器图纸并不贵，但材料贵，总得算下来要750零食，98折后735块零食。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如此大的订单，心中的小心脏如同打鼓一般砰砰直跳。攥着玉简的手心里早已布满了汗水，看向叶鼎的眼神中除了紧张更多了几分倾慕。在他眼中，
叶鼎仿佛瞬间变得更加帅气了。丁，报喜玉好，感度加3。叶鼎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那么贵，这些几乎是自己全部家当了。但想到等自己炼丹后就能赚钱了，也就一咬牙说道：“给灵石，我买了。”报喜玉手轻轻颤抖，取过灵石，心中震惊不已，同时心里在想着，要是我有那么多灵石该多好啊！好的，师兄，我这就让人给你准备。不久后，报喜玉手依旧颤抖着把储物袋递给叶鼎，说道：“师兄，我们接下来去4楼福禄交易区嘛。”此时叶鼎身上没有多少灵石了，但觉得上去看看价格怎么样，等下次来再买。好。正在这时，3楼来了几位靓丽热情奔放的美女，向叶鼎急速走来，正是之前聊天的导购服务员，此刻一个个热情地围在叶鼎身边。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直接把叶鼎搞懵了，这是什么情况？那抱着叶鼎右臂的红色围巾导购员大声说道：“你们几个要去前台盯着，这里我一人足矣。”哎呀，姐姐，你是大唐导购领队，这种服务的事交给我们姐妹吧，你也好好休息一下。是啊，大姐，让我妹妹我们几人，我们会好好服务小帅哥的。你们真是骚狐狸精，这位小帅哥是我的，你们谁也别跟我抢。是啊，只要小哥哥喜欢，晚上我就愿意给小哥暖床。几位女导购员你一言我一语，争吵不休，场面一度十分混乱。本来他们还瞧不起叶鼎，可当得知他已经花了1000灵石后，态度瞬间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在他们眼中，能拿出1000灵石的叶鼎，只要自己服务的好，哪怕从他指甲缝里掉下的灵石也足够让他们吃香喝辣。更何况要是能把这个男人的心勾住，那以后得到的灵石还不是源源不断。而且叶鼎看起来身体健壮，还能用来当炉鼎，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诱惑。这一幕直接让不远处的鲍西玉看呆了，他平常在商铺里也没见过他们如此热情似火的模样。但是他忽然心里一惊，这是跟他抢灵石啊！瞬间心里火大起来，但是他毕竟是个新人，而且实力弱，没有自己的朋友，如果跟他们抢，自己肯定没有好下场。顿时让他心里感觉非常委屈，眼泪在眼眶中滚滚流动，只能围着叶鼎周圈打转，希望能有个空隙让自己插进去，好抱住叶鼎这个大腿。万一叶鼎被他们抢了去，那自己这一单会不会也被他们抢走？那可是足足30多块灵石啊，相当于一颗聚气丹。嗨嗨，各位师姐们，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你们不是有规定吗？谁先服务就跟谁。我觉得这位小师妹服务的不错，这次我已经买的差不多了，等下次好了。丁，报喜玉好，感度加10。哎呀，小哥哥，他只不过是个新人，那会有我们会服务，如果小哥哥喜欢，我可以给你特殊服务哦，你懂的。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就以为你有那2两肉似的，我们也有，而且比你的更好看。说着挺了挺胸脯。是啊，小哥哥，这是我的传信玉符，今晚记得撩我哦。这时鲍西玉的手终于从2位师姐身体夹缝中抓住叶鼎衣服的一角，委屈又娇羞说道：师兄，这是我的传信玉符，我也可以。那红围巾领头服务员一把推开鲍西玉，严厉说道：你这个骚蹄子，给我滚一边去，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鲍西玉一屁股坐在地上，鞋都掉了一只，顿时趴在地上委屈地哭了起来。吵什么吵，都给我闭嘴。就在这时，一声清脆却又冷冰冰的呵斥声在整个大殿回荡，声音如同洪钟般响亮，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瞬间让整个嘈杂的场面安静了下来。一位穿着华丽的年轻女子迈着优雅的步伐走了进来，恐怖威压降临，直接让几名女导购员心惊胆战，面色苍白。年轻女子的声音清冷而严厉，如同冰刀一般，刺得众人心中一寒。我们是商铺，不是淫窝。大庭广众之下污言秽语，成何体统。她穿着高领蓝色锦衣，上面绣着金丝纹理，腰间束着蓝色丝绦，挂着白色玉佩，五官精致的如同精心雕琢的艺术品，琼鼻秀挺，那樱桃小嘴不点珠，微微上扬的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既有着上位者的威严，又不失女性的柔美。手中抱着一只毛发雪白的狐狸灵兽，那灵兽浑身散发着淡淡的灵光，一看就绝非凡品，慵懒地趴在他的怀里，时不时用脑袋蹭蹭他的手臂。见过蓝主事。几名女服务员见到他，纷纷恭敬行礼，声音中带着一丝畏惧。你们都给我下去。那蓝衣女子轻声说道。那几名女服务员脸色瞬间一变，不敢再多说什么，匆匆离去。你留下。那蓝主事伸出修长的手指，指着刚刚从地上爬起来的鲍西玉。鲍西玉被蓝主事叫到，吓得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心中充满了恐惧，生怕自己会受到惩罚。他战战兢兢地回道：是，蓝主事。蓝主事转头对着叶鼎微笑说道，那笑容如同春日里的微风，带着几分亲和。师弟，
真是让你见笑了。我是合欢宗商铺主事蓝妙思。师弟看着面生，不知你是在哪个师叔门下？见过师姐，我是林耀峰门下。叶鼎这才突然想起来，自己加入林耀峰至今，竟然还没有见过自己的师尊。在合欢宗，外门弟子名义上都是峰主的弟子，但实际上根本不是峰主亲自授业，而是由传法执事在大堂统一讲课。只有亲传弟子才是峰主真正意义上的正式弟子。原来是谭师叔门下弟子。既如此，师弟继续吧，我就不打扰师弟购物了。蓝妙思微微点头，然后看向鲍西玉说道：你陪一下这位师兄。是，蓝主事。鲍西玉赶忙应道。来到符箓交易区，叶鼎的目光瞬间被手中的一支金色符文笔吸引，心中充满了好奇。他知道用这笔加上符文纸，再配上朱砂，就能绘制出拥有各种神奇能力的符文。他不禁暗自思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符文师岂不是最赚钱的行业？鲍师妹，我想问一下，这狼毫符文笔、黄纸、朱砂如此便宜，为什么符箓却那么贵？师兄，是这样的，咱们宗门炼制符箓的修士非常少，画符成功率非常低，利润极少。这里是符箓也是从其他宗门购买的，因此要贵上许多。叶鼎点了点头，随后花了50灵石购买了一套笔墨纸砚、20张黄纸，然后离开了合欢宗商铺。离开合欢宗商铺后，叶鼎直接返回自己的洞府，开始炼丹炼气制符。有了系统技能，很快炼制出聚气丹、解毒丹、淬体丹各10枚。中品青莲玄灵甲套装3套，中品防御青光罩，10张3品极行符，10张3品雷击符。正在叶鼎看着自己炼制一地的成品时，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成就感，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容。嗡嗡嗡嗡，传信玉符突然震动起来，一个妩媚的声音传来：小弟弟，来姐姐这一趟，姐姐需要服务如鼎。好的，师姐，马上就到。叶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自信的微笑。看来董月武师姐闭关结束了，正好可以趁此机会把她的好感度提升到80，这样自己的修为又可以进一步加快了。叶鼎连忙好好清洗了一下刚刚炼丹炼气弄脏的身体，换上一身崭新的衣服，整个人显得精神抖擞，直接御剑向玉女峰飞去。刚御剑没多久，就听到灵耀峰山下传来激烈的争吵声。叶鼎心中一动，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正看见穿着灵耀峰外门弟子服饰的鲍西玉被3位女导购服务员给围在中间。放开我，师姐，你们怎么能抢劫呢？鲍西玉奋力挣扎着，眼中满是愤怒和恐惧。哼，师妹，我们没有抢劫，只是拿走我们应得的一部分而已。其中一个女服务员冷笑着说道。就是，我们把机会让给你，你大赚一笔，竟然不好好孝敬一下我们姐妹。既如此，我们只好自己来取了。另一个女服务员也跟着附和。你们就不怕我上报宗门执法堂吗？鲍西玉愤怒挣扎。哈哈，执法堂？你以为执法堂要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吗？再说，执法堂我们不是没有人，你去了只会更惨。一个女服务员不屑地嘲笑道。师妹，执法堂有几位都是师姐的裙下之臣，你懂的。师妹，就凭你还想跟我们斗？你还是太嫩了。红围巾女导购得意洋洋地说道。哼，你长得是漂亮，有什么用？师姐今天就教教你，作为女人就要有自己的手段。你漂亮不会用，没有人喜欢又有什么用？一个女服务员轻蔑地看着鲍西玉。师妹，说那么多，你也该把零食拿出来分享一下了吧？红围巾女导购伸出手，恶狠狠地说道。不，这是我的零食。鲍西玉紧护着自己的储物袋，眼中满是坚定。姐妹们，抓住她，把她储物袋抢过来。红围巾女导购一声令下，说完就有2个女服务员，一人抓住鲍西玉的一只手臂，另外那红围巾女导购伸手一把扯下鲍西玉的储物袋。师姐，不要啊，师姐，求求你了。鲍西玉愤怒委屈，泪流不止，却根本无法挣脱，只能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想到自己辛苦赚来的一大笔财富就要被抢走，心中悲痛万分，怎么也想不到修仙界竟然如此毫无人性。住手！叶鼎大喝一声，声如雷霆，宛如洪钟般在山间回荡。一直等到鲍西玉绝望之际，他这才出手制止。鲍西玉看见从天而降的师兄，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激动之情，就像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叶鼎此刻在他心中就如同心目中的英雄一般，但随即他又担心起来，他毕竟是男人，在宗门地位低下，不知道能不能让几位师姐知难而退。那3名女导购看见来人正是那个有钱的帅哥，出来阻止，并没有放在心上。原来是你这个小男人，你想救这个小骚货吗？红围巾女导购挑衅地说道。这位师姐，如果他是其他峰的人，我肯定不会管，但他是我们灵耀峰的人，所以我不得不管了。叶鼎神色坚定地说道。
哦，你是看她长得漂亮就想救她吗？师弟，别看她长得漂亮，但在那方面根本没法跟姐姐相比。姐姐可是会很多绝活的，保准让你欲仙欲死。一个女服务员扭动着腰肢，媚笑着说道：嗨嗨，师姐，她是长得比你们好看，但不是那个理由。之所以要救她，那是因为我是林耀峰，林女团魁首，所以你们应该知道，魁首就是来保护本峰弟子的吧？叶鼎一脸严肃地说道。你是林女团魁首？那红围巾导购员皱起眉头，他知道凡是当魁首的那都是实力强大之人，基本上都是炼气12层修士。叶鼎不慌不忙地拿出魁首令牌，在他们面前亮了亮，令牌上刻着独特的符文，散发着淡淡的灵光，彰显着他的不凡。红围巾女导购员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不甘。哼，师弟，你能保护她一时，难道还能保护她一世吗？这位师姐，你们刚才欺负她的画面我已经用留影石记录下来了，你们也不想因为这件事让你们的魁首为难吧？叶鼎神色冷峻，目光如电般扫过眼前的3名女导购，留影石散发着淡淡的光芒，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刚刚发生的不公。你，哼，有种！黄围巾女导购元气地咬牙切齿，却又不敢轻举妄动。她深知，若是这件事闹到他们魁首那里，自己几人肯定没好果子吃。师弟，这都是误会，我们和师妹闹着玩的，何必搞得不愉快？既然如此，不如大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交个朋友，毕竟大家都是同门。红围巾女导购员眼珠一转，立刻换上一副笑脸，试图缓和气氛。想要化了此事交个朋友，可以，你们一人拿出10块灵石，我就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如何？叶鼎毫不退让，他深知这种人不能轻易放过，必须给他们一个教训。不可能，10块灵石，你怎么不去抢？我们1块也不会给你。那一位蓝色围巾导购员立马急眼了，双手叉腰，一副泼辣的模样。3位师姐，你们现在体会到不公平了吗？那你们刚才抢我们林耀峰的人，有没有这样想过呢？叶鼎义正言辞地说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愤怒。好了，师弟，这次我们认栽，但是10块灵石太多，我们只能一人赔2块灵石。红围巾女导购员咬了咬牙，无奈地说道。不行，太少，9块。叶鼎寸步不让，双方僵持不下，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3女每人丢下5块灵石，愤愤不平地瞪了叶鼎一眼，恶狠狠地飞走了。这时鲍西玉才小心翼翼地走上前，感激地说道：多谢师兄。不用谢，应该的，你不用担心，他们不会找你麻烦，如果找你麻烦，我会帮你的。师妹，给你一个忠告，只有变得强大，才不会被欺负。叶鼎语重心长地说完，便化作一道流光飞走了。鲍西玉张嘴想问师兄你的名字，但话到嘴边，他又顿时停下了动作，心中想到，自己总不能一直让师兄帮忙吧。他握紧了拳头，暗暗发誓，一定要努力修炼，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玉女峰38洞府，咚咚咚，叶鼎敲响了洞府的门。哥，弟弟来了，快点进来。洞府内传来董月舞那娇俏的声音，带着无尽的魅惑。叶鼎看见打扮国色天香的董月舞，红发披肩，那红发如同一团燃烧的火焰。她身着一身红色锦衣旗袍，旗袍的剪裁极为合身，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曼妙的身姿。高开叉的设计露出她修长笔直的玉腿，行走间若隐若现，透着撩人的性感。高挺的鼻梁下是一张娇艳的红唇，犹如盛开的玫瑰，微微上扬的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让人如沐春风，却又心惊荡漾。见到如此风情万种的董月舞，叶鼎只感觉一股热血直冲脑门，根本忍耐不住，直接上前一把紧紧抱住董月舞柔软娇躯，嘴唇如雨点般落下，亲吻着她，同时把她向卧室抱去。董月舞象征性的挣扎了一下，却根本拗不过叶鼎那有力的双臂，只能任由他抱着进入卧室。叶鼎刚把董月舞扑倒在床上，就传来一声惊呼声：啊，你们还有人呢！叶鼎顿时浑身一激灵，如同被一盆冷水从头浇下，他猛地抬头向卧室一角看去，正看见身着纯白纱衣的邵傲雪捂着脸，娇羞地转过身去。弟弟，你也真是的，还有人呢！董月舞娇嗔道。师姐，你怎么不早说？叶鼎一脸尴尬，心中暗暗叫苦。我想说，你堵着我的嘴，怎么说？再说，傲雪也不是外人，看见就看见呗，我不介意。董月舞满不在乎地说道。叶鼎见董月舞如此反应，顿时无语了。虽然他也很想表现得大方，但现在还没把邵傲雪拿下呢，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实在太尴尬了。叶鼎尴尬起身说道：嘿嘿，邵师姐，原来你也在啊。此时邵傲雪也感觉尴尬到了极点，自己不过是来找闺蜜聊个天，竟然撞见了这样的事。她心中埋怨道：月舞也真是的，你叫卢鼎来也不跟我说一下。月舞，我先回去了，你们继续，不打扰你们了。邵傲雪低着头，
声音小得如同文瑞。傲雪，留下一起呗，咱们好闺蜜，有好事肯定和你分享。哥，董月武却一脸坏笑，故意调侃道。邵雪听着董月武如此大胆露骨的话语，顿时浑身敏感神经如同被火焰点燃一样，瞬间红透了。她感觉自己的脸颊滚烫，仿佛能煎熟鸡蛋。月武，你说什么呢？不理你了。邵傲雪跺了跺脚，又羞又恼。哈，师姐，要不一起，我也不介意。叶鼎也跟着起哄，你们合伙欺负我。哼！邵傲雪脸颊绯红，脖子也通红一片，娇羞的冷哼一声，化作一道白光，直接飞着离开了。邵傲雪离开董月武洞府后，用手轻轻按抚自己砰砰直跳的心脏，她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冲动和刺激感，这种感觉让她有些不知所措，一时难以抑制体内如潮水般涌起的燥热。她能清晰地感应到董月武和叶鼎都是那个意思，只要自己点头，她就可以想到这。邵傲雪浑身更加燥热起来，就连身体也开始发红。感受到身体异样的邵傲雪如同一只受惊的小鹿，急速向自己的洞府飞去，她要马上洗个冰水澡降温，驱散心中那股难以言说的悸动。丁，恭喜宿主董月武对你的好感度达到80，是否绑定修为反馈？绑定。恭喜宿主绑定成功。听见系统声音的叶鼎心中满是欣慰，付出了那么多，终于把董月武搞定了。董月武洞府白色大床上，此刻刚刚运动过的董月武娇喘连连，如同一只慵懒的猫咪般趴在叶鼎怀里，轻声说道：弟弟，姐姐支持你把傲雪搞到手。这是为何？叶鼎有些诧异，微微低头看着怀中的董月武。她是我的好闺蜜，这种好事我肯定要想着她。傲雪那么漂亮，我知道你喜欢她，难道你就不想我和她一起吗？董月武抬起头，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嗨嗨，她可是圣女峰弟子，不是那么好搞的。叶鼎无奈的苦笑，没关系，我帮你。董月武拍了拍叶鼎的胸膛，自信满满的说道。月武，我有点好奇，你们是怎么成为闺蜜的？她那么冷淡清心寡欲，和你截然相反，按理说你们不会成为朋友。叶鼎心中一直有这个疑问，此刻终于问了出来。什么我和她截然相反？你是不是说我水性杨花不是？董月武佯装生气，撅起了嘴。没有，我可没有说，我意思是你妩媚柔情。叶鼎赶忙解释，生怕惹董月武不高兴。哼，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我。董月武轻轻哼了一声，眼神中闪过一丝落寞。我不了解你？可以说你的身体每一处我都了如指掌，怎么说不了解你？叶鼎有些疑惑。哼，你确实不懂我。董月武的声音变得低沉，神情黯然，他把脸轻轻放在叶鼎胸膛之上，仿佛在寻找一丝慰藉。叶鼎低头看着神情黯然的董月武，他就像忽然变了一个人一样，心中涌起一阵担心，焦急地问道：月武，你怎么了？没什么事。董月武轻声说道，声音中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疲惫。没事，如果有事要跟我说，我可是你的男人。叶鼎紧紧抱住董月武，仿佛要给他力量。董月武轻轻应了一声，沉默了片刻。月武，正好我这次来给你带了一些礼物，弟弟的礼物，要不要？小弟弟，我要你。翌日傍晚，金色的余晖渐渐被夜幕吞噬，天色变得愈发暗沉。嗡嗡嗡嗡，躺在董月武柔软大床上的叶鼎被传信玉符那急切的响动声从浅眠中唤醒。他迷迷糊糊地伸手拿起玉符，接通后就听见一个女子紧张兮兮的声音从玉符中传来，那声音仿佛带着一丝颤抖，似乎在极力压抑着内心的羞涩与不安。请问你有时间吗？女子的声音轻轻弱弱，像是怕惊扰到什么。有。叶鼎慵懒地应道，声音中还带着些许刚睡醒的沙哑。那个，我需要炉鼎服务，灵耀峰108洞府。女子鼓足勇气说道，说完后仿佛松了一口气，但又似乎更加紧张了。好，我马上就到。叶鼎一边说着，一边起身开始收拾衣物。哦，你也不用那么着急，可以晚一点来，让我准备一下。女子急忙说道，声音中透着一丝慌乱。好。叶鼎应了一声，便挂了传信玉符。他听着那声音，心中明白这个女顾客大概率是第一次叫炉鼎服务，这还是他来到合欢宗以来第一次通过挂单接到的炉鼎订单。他在心中暗自决定，一定要好好表现，争取让他给个好评，以后说不定还能成为优质的回头客呢。弟弟，有活了。董月武慵懒地翻了个身，用手撑起脑袋，看着叶鼎说道，是呢。弟弟，你身体瘦的了吗？瘦不瘦的了？你刚不是感受到了吗？哼，叶鼎，我是想说，当炉鼎会损失精气，如果是以前，我才不会管你，但现在你是姐姐的心头宝，很担心你，可不想你身体出了问题。董月武轻轻叹了口气，
眼中闪过一丝心疼。其实他心里根本不想叶鼎去，毕竟他对叶鼎已经动了真情，可他也清楚自己养不起叶鼎，心中着实是一番酸涩滋味。放心吧，岳武，我没问题。还有，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的修为提升那么快，但是提升那么快啊，根基肯定不稳。另外一个就是你境界提升那么快，肯定会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一定要去注意安全。最好最近不要提升境界了，你知道吗？知道了，我会注意的。叶鼎点了点头，心中也明白自己境界疯狂提升，确实可能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暗自想着，找个时间炼制一件遮掩境界的法器。那，你好好休息一下，别再动了，我怕累着你了。董月武轻轻抚摸叶鼎的脸庞，温柔说道：“没事，我不累。”叶鼎收拾妥当后，便御剑出发了。此时，天空中原本还月明星稀，可转眼间风云突变，轰隆轰隆，沉闷的雷声从遥远的天际滚滚而来，仿佛有千军万马在奔腾。紧接着，咔嚓咔嚓，一道道耀眼的闪电划破夜空，将黑暗瞬间撕裂。磅礴的大雨倾盆而下，豆大的雨点砸在地上，溅起高高的水花。叶鼎也没有想到，天气瞬息万变，刚才还是月明星稀，片刻后就下起了暴雨。还好撑起了灵气罩，隔绝雨水，否则定会淋成落汤鸡。叶鼎，你没事吧？外面下雨了，要不明天去吧？叶鼎手里拿着传信玉符，传来董月武担忧的声音。没事，不用担心，些许雨水罢了，离得不远，马上就到了，你好好休息吧。董月武看着外面下的雨如此大，心里非常难受。灵耀峰108洞府，还好洞府门口有遮雨的拱门，还有一块散发着柔和光芒的月石亮着，在这狂风暴雨的夜晚中，给人一丝温暖和安心。咚咚咚，叶鼎怕里面的人听不见，用力敲了敲门。叶鼎心中在想着，这个女客户是一个怎样的人？有谁他也在想，如果是一个相貌丑陋到女修找他当炉鼎，他愿不愿意呢？咔嚓，洞府大门缓缓打开，一位身材高挑、亭亭玉立，宛如仙子下凡般的美女出现在眼前。她一身制服诱惑的打扮，超短裙恰到好处地凸显出她那纤细的腰肢和修长的美腿，脖子上围着的白色丝巾更添了几分优雅与妩媚。上身的白色紧身锦衣紧紧地勒出她那高耸的双臂，将她的傲人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1.2米的大长腿，穿上黑色丝袜后更是诱惑十足，仿佛能勾走人的魂魄。她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此刻正诧异而又略带羞涩地看着叶鼎。此人正是合欢宗商铺导购员鲍西玉。师兄，有什么事吗？鲍西玉微微低下头，不敢直视叶鼎的眼睛，心里更是紧张万分，一颗心如同小鹿乱撞般砰砰直跳。他本就喜欢这个师兄，在他眼中，叶鼎人长得帅气，又出手阔绰，实力还强大，简直就是完美的伴侣人选。然而，他深知自己的资质条件根本配不上师兄，现在他最不想让眼前的师兄看到他找炉鼎修炼这一幕。他害怕自己在师兄眼中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浪荡女人，想着一定要赶紧让师兄离开。师妹，是你啊，这要巧，灵耀峰108洞府是你教的炉鼎服务吗？叶鼎看着鲍西玉，一脸惊讶地问道。鲍西玉顿时心脏砰砰直跳，就像做坏事被别人发现一样，紧张的慌忙摆手道：“师兄，不是我没有教过炉鼎。”鲍西玉震惊万分，心里疯狂呐喊：“师兄，知道了，怎么办？师兄会不会认为我是不知廉耻的女人啊？不行，我不能在师兄眼中成为那样的女人。不是你吗？我明明听见他说灵耀峰108洞府，还让我晚一点来。”鲍西玉听见眼前师兄的话，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整个人都呆住了。他的心中不断回想着一句话：我喜欢的师兄竟然是个炉鼎，我的师兄是炉鼎。这个认知让他震惊不已。叶鼎皱了皱眉，郁闷说道：“师妹，不是你啊，那我有可能记错了，打扰了，师妹，你好好休息吧。”叶鼎说完就要转身离开，咔嚓一声巨大的打雷声音，直接把鲍西玉吓得浑身一激灵，本能的直接扑进叶鼎怀里，寻求安全。扑进叶鼎怀里的鲍西玉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被打雷吓着了。叶鼎轻轻抚摸鲍西玉的背，缓解他的害怕情绪。鲍西玉闻着叶鼎怀里的男人气息，莫名的感受温暖与安全感。此时心里想着自己以后也会找炉鼎修炼，不知道以后的炉鼎长得怎么样，是不是自己的喜欢的？万一遇见自己不喜欢的怎么办？但是现在有个自己的喜欢的男人，自己的第一次，自己的身体，与其便宜别人，还不如交给自己的喜欢的师兄。又想到自己被别人欺负，师兄如神兵天将帮他解围时，那一刻从天而降的师兄在他眼中就像闪耀着光芒的心上人。
那一幕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底，心里那莫名的情愫如同破土而出的幼苗，在心底悄然滋生，而后疯狂地生长蔓延，占据了他整个心房。没想到师兄的强大与帅气，他心中的喜欢便如同潮水般愈发汹涌。好了，既然弄错了，我就走了。叶鼎看着还紧紧抱着自己的鲍西玉，无奈地说道：师兄，不要！鲍西玉惊呼一声，双手抱得更紧了，仿佛一松手叶鼎就会消失不见。丁，鲍西玉好感度+1。师妹，你还害怕吗？只不过是打雷而已。叶鼎微微低头看着鲍西玉问道，眼中带着一丝疑惑与关切。师兄，我最害怕打雷了，你能多陪我一会吗？鲍西玉心里既紧张又纠结，紧张的是不知该如何向叶鼎坦白自己找炉鼎修炼的事，纠结着要不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此刻他的心里仿佛有个小小的自己，正搓着手焦急地走来走去，嘴里嘟囔着：怎么办？怎么办？我该怎么说呢？怎样说才能让师兄留下来当我的炉鼎呢？你长得漂亮有什么用？女人要有自己的手段，要会用。鲍西玉突然想起之前那个女导购服务员说的话，心中豁然开朗，暗自思忖道：自己的身体就是手段，只要用得好，师兄说不定也会属于我。等那时我跟师兄有了关系，他们想要欺负我，就得好好掂量掂量了。对，我要拿下师兄。鲍西玉暗暗给自己打气，他用力攥着师兄的衣服，缓缓闭上眼睛，仿佛下了极大的决心，而后轻轻踮起脚尖，努力向上蹭，试图碰到师兄的嘴唇。在他单纯的认知里，这就是亲吻，是拉近彼此关系的一种方式。叶鼎看着抬头靠上来的鲍西玉那精致的脸庞，一时有些不明所以，疑惑地问道：师妹，你怎么了？叶鼎这突兀的一句话，瞬间让鲍西玉感觉仿佛被人当众扒光了衣服，那种强烈的社死感如潮水般袭来，他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实在是太丢脸了。鲍西玉的脸顿时红得像熟透的苹果，滚烫滚烫的。他又重新把头埋进叶鼎怀里，心脏跳得仿佛要冲破胸膛。丁，鲍西玉好感度+5。师兄，我身体瘫软无力，你把我抱进卧室好吗？鲍西玉鼓足了全身的力气才说出这句话，声音娇柔且带着一丝颤抖。好吧，是不是最近工作很辛苦，累坏了身子？叶鼎一边说着，一边轻松地将柔软滚烫的鲍西玉横抱起来，朝着洞府里面的卧室走去。鲍西玉轻轻嗯了一声，声音小得如同文瑞，埋在叶鼎怀里的他脸上满是羞涩。丁，鲍西玉好感度+3。鲍西玉的卧室布置得朴素简洁，干净整齐，就像叶鼎刚住进96洞府时一样，还没来得及好好装饰。叶鼎轻轻把鲍西玉放在白色的床上，然而鲍西玉却像八爪鱼一样，一直紧紧抱着他，不让他离开。师兄，我怕，你就再陪我一会好吗？鲍西玉可怜巴巴地看着叶鼎，眼中满是期待。好。叶鼎其实早就看出来这个小妮子心里在打什么主意，只是故意想逗逗他，毕竟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就是他找的炉鼎服务，还矢口否认。难道没人告诉他，他说谎的时候表现得太明显了吗？师兄，之前非常谢谢你，要不是你，我就被他们欺负了。鲍西玉看着叶鼎，眼中满是感激之情。你去工作，他们没有为难你吧？没有，现在我的岗位不是导购了，而是跟随蓝主事，帮他端茶倒水之类的。端茶倒水，这个月俸怎么样？叶鼎微微皱眉。还好，比以前高一点，没有提成，不过很轻松。如果蓝主事开心的话，还会给我几块零食。不错，不错。叶鼎嘴上应着，心里却暗自叹息，这可不就是妥妥的吓人吗？师兄，我叫鲍西玉，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能告诉我吗？叶鼎，好名字，一般吧。师兄，你真是灵耀峰魁首吗？我听说魁首都是女的，实力还得是炼气12层。鲍西玉一脸惊讶地看着叶鼎，眼中满是好奇与怀疑。我是刚当上的第4魁首。叶鼎微笑着解释。师兄，你真厉害。鲍西玉眼中闪烁着崇拜的光芒。还行吧。叶鼎谦逊地摆了摆手。师兄，你爱和欢宗多久了？鲍西玉像个好奇宝宝一样，开始不停地向叶鼎提问。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起来。丁，鲍西玉好感度+18。40分钟后，雨渐渐停了，夜色也愈发深沉。嗨嗨，鲍师妹，天晚了，雨也不下了，我该回去了。叶鼎想要放下抱着的鲍西玉。师兄，鲍西玉轻轻拉住叶鼎的衣角，眼中满是不舍。还有什么事？叶鼎看着鲍西玉，故意装作不解。鲍西玉经过与叶鼎聊了这么久，心里渐渐放开了许多，不再像之前那么忐忑不安。他鼓起勇气，脸涨得通红，小声说道：师兄，天那么晚了，你
你就不要走了，好吗？叶鼎心里偷笑，脸上却装作一脸茫然地问道：不走，我睡呢。鲍西玉扭扭捏捏地伸出一只手，轻轻拍了拍床铺，眼神羞涩却又带着一丝期待，意思已经很明显。睡这，睡这，你也睡这，晚上睡着后你不怕我？叶鼎用手比划了一下，眼中带着一丝挑逗。师兄，没事，我们合欢宗不在意这些细节。鲍西玉红着脸说道，声音虽然很小，但却透着一股坚定。好吧，既然师妹都这样说了，我今晚就睡在这了。鲍西玉听到叶鼎肯定的答复，心里开心的像只欢快的小鸟，急忙起身羞答答的说道：师兄，我先洗个澡，你先睡吧。说完便像个活力四射的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的跑开了，完全没有了之前身体瘫软无力的模样。叶鼎也不再客气，他手脚麻利的褪去身上衣物，动作洒脱而自然，随后惬意的躺进被窝，准备就此安睡。这床铺虽说比不上董月舞等师姐洞府里的那般奢华精致，却有着一种清新淡雅的韵味，空气中还隐隐弥漫着一股别样的处子馨香。那是鲍西玉身上独有的气息，淡雅而迷人，让人心神荡漾，却又不失宁静之感。一炷香的时间缓缓流逝，在热气氤氲的浴室内，鲍西玉已完成沐浴。他一手轻轻提着胸前裹着的白茸茸的浴巾，浴巾柔软而蓬松，恰到好处地包裹着他那曼妙的身躯，勾勒出诱人的曲线。另一只手则轻轻捋了捋乌黑顺滑垂落的秀发，那如瀑般的长发在他的指尖流淌，泛着绸缎般的光泽。他的脖颈上还挂着几颗未擦干的水滴，宛如晶莹的珍珠，顺着细腻白皙的香肩缓缓滑落，在灯光的映照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他那细长大腿光滑如玉，同样散发着诱人的光泽，仿佛羊脂玉般温润。鲍西玉就这样带着一身的水气与芬芳，蹑手蹑脚地走进卧室。他的动作轻柔而小心，生怕发出一丝声响打破这静谧的氛围。进入卧室后，他微微侧身，纤细的手指轻轻触碰灯盏，只听噗的一声，灯光悄然熄灭，整个房间瞬间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在黑暗里，鲍西玉凭借着对房间的熟悉和微弱的光线，小心翼翼地摸索着走向床铺。他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每一步都带着紧张与期待。终于，他来到床边，轻轻爬上床榻，随后像只小猫咪一样，动作轻盈而悄无声息地钻进了被窝。师妹，你怎么往我怀里钻？师兄，我怕黑。早晨，温暖的阳光透过洞府的窗户，轻柔地洒在床铺之上。师兄，我把早餐做好放桌子上了，你起来记得吃。鲍西玉早已精心打扮完毕，身着那套熟悉的制服，显得格外漂亮。她的小脸微微泛红，带着一丝羞涩与温柔，轻轻摇醒叶鼎。好。叶鼎睡眼惺忪地应道，声音中还带着些许未散尽的睡意。师兄，我去工作了。鲍西玉看着叶鼎，眼中满是眷恋。你去工作，你留我在你洞府里。没事，师兄，我洞府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鲍西玉笑着说道，笑容如同春日里的花朵般灿烂。嗨嗨，你身体不要紧吧？今天能上班吗？叶鼎关切地问道，想起昨夜的种种，心中难免有些担忧。鲍西玉听到叶鼎如此问，顿时感觉脸颊滚烫，害羞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没事的，我已经吃过丹药了，已经不疼了。鲍西玉低着头小声说道，声音轻得如同文瑞师兄，我上班去了。说完，他像一只受惊的小鹿，一溜烟就离开洞府，御剑朝着工作的地方飞走了。鲍西玉刚飞走没多久，忽然感受到体内灵力的剧烈涌动，他顿时大惊失色，忍不住惊呼出声：我突破炼气3层了，这怎么可能？我才刚突破炼气2层还没多久，难道用炉鼎修炼效果那么好吗？他们不是说效果不好吗？我怎么感觉非常好？肯定是师兄不是一般的男人，实力强大又帅，肯定不是那些体虚的炉鼎可比的。鲍西玉越想越觉得有理，脸上渐渐浮现出开心的笑容。既然效果那么好，我以后就认准师兄了。鲍西玉握紧拳头，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想到昨晚的疯狂，他的脸上再次泛起红晕，那种感觉现在想来仍让他回味无穷。师兄，我一定把你娶回家。鲍西玉在心中暗暗发誓，随后带着满心的欢喜和期待，加快了御剑的速度。嗡嗡嗡嗡，正在休息的叶鼎感觉传信玉符响动，他伸手一捞，将玉符拿在手中。叶鼎，我是紫丽扰，大魁首要见你，等会你来灵耀峰听风阁。传信玉符中传来紫丽扰清脆的声音。好。叶鼎简短的答应后便起床。他来到客厅，一眼就看到餐桌上摆放着简单却精致的早餐，旁边还压着一张纸条。师兄，早饭记得吃，桌上的零食给你的，你一定要收下，不然师妹以后不找你当炉鼎了。叶鼎看着桌子上那12块零食，
心中不禁感慨，这个师妹真是有点要强。明明他自己也很缺零食，自己之前报价10块零食，他竟然还多给2块，这多给的2块零食是什么意思呢？叶鼎思索片刻，终究还是没有想明白。叶鼎摇了摇头，随后吃起了早餐。吃完后，他取走了8块零食，想着给鲍西玉留个念想，也不想让他觉得自己贪财。接着他又给鲍西玉写了几句话，放在纸条旁边。做完这些，他关上洞府大门，施展身法，直接向灵耀峰的听风阁飞去。灵耀峰听风阁是灵耀峰高处一处颇具韵味的阁楼，这座阁楼共有9层，造型古朴典雅，每一层的飞檐都雕琢着精美的图案。最上层是一个只有4根柱子的亭子，亭子四周视野开阔，专门用来观赏风景。站在这里，整个灵耀峰的美景尽收眼底，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云雾缭绕，仿佛一幅绝美的画卷。叶鼎还没到听风阁，就听见一阵优美的古琴声，如潺潺流水般婉转悠扬地传来。叶鼎顺着琴声的方向施展身法，快速来到听风阁顶楼。降落在顶楼的他，看到眼前3位气质各异的美女。亭子中间是紫丽扰席地而坐，正在全神贯注地弹琴。此刻他身着一袭淡紫色的罗裙，他席地而坐，身前一架古朴的琴与他身上淡雅的气质相得益彰，宛如从画中走出的仙子。一位豪放的侠女依靠着亭柱，一边喝酒一边欣赏远处的风景。她的眼睛大而明亮，目光中满是豪爽与果敢，透着一股无所畏惧的英气。她的五官轮廓分明，剑眉斜飞入鬓，给人一种凌厉之感。高挺的鼻梁下，一张红唇犹如烈焰，带着热辣与奔放，让人一眼看上去就印象深刻。另一位美女有着一头柔顺的长发，如黑色的绸缎般光滑亮丽，简单的束成一个马尾垂在脑后。她瓜子脸线条柔美，小巧的琼鼻下，淡粉色的嘴唇紧闭，透着一股坚毅。她身着一袭白色的练功服，给人一种超凡脱俗之感。她席地而坐，手中拿着一柄长剑，剑身寒光闪烁。她专注地轻轻擦拭着长剑，神情认真而虔诚。叶鼎见他们一个个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出声打扰，而是静静地站在一旁，顺着他们的目光向远方眺望。一曲弹完，余音袅袅，紫丽扰这才轻轻收了古琴，抬起头，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对叶鼎说道：“叶鼎，你过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紫丽扰伸出纤细的手指，指着那侠女打扮的美女，说道：“这位就是我们灵女团大魁首傅姿婵，这位是3魁首燕雨璇，2位，这位就是我给你们说的4魁首叶鼎。”紫丽扰微笑着向另外2位介绍叶鼎。3魁首燕雨璇手中长剑随意地舞了一个剑花，他目光灼灼地看着叶鼎，说道：“炼气10层，境界低了一些，但是紫丽扰说你身体强大，很硬，我想试一试，不知师弟愿不愿意应战？试试我硬不硬？可以，正好我也想试一试自己的实力。师弟，请。”燕雨璇长剑一指，剑尖指向叶鼎，眼神中充满了战意。“师姐，请。”叶鼎摆开架势，神色沉稳，丝毫没有因为对方是师姐而有半分退缩。听风阁不远处，叶鼎与燕雨璇相对而战。听风阁内，侠女傅姿婵饶有兴趣地向紫丽扰问道：“你觉得他们谁会赢？”紫丽扰毫不犹豫地说道：“叶鼎会赢。”“哦，你竟然对他如此自信。”傅姿婵微微挑眉，眼中闪过一丝诧异。我与燕雨璇打过，虽然不是他的对手，但是打起来也能打得有来有往。而与叶鼎对战时，我竟毫无还手之力。紫丽扰认真解释，眼中流露出对叶鼎实力的认可。可是燕雨璇修的可是剑道，攻击性不是你的阴道可以比的。傅姿婵皱了皱眉，提出自己的疑问。叶鼎最强的不是境界，而是肉身，就看看燕雨璇能不能破开叶鼎的防。紫丽扰目光坚定地看着不远处对峙的2人，似乎对叶鼎充满了信心。此时紫丽扰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叶鼎竟然已经炼气10层了，回想起之前与他对战时，叶鼎不过才炼气4层而已。这才短短几天时间，他竟连跳数级达到了炼气10层的境界，这修炼速度简直堪称恐怖。但他深知这个秘密的重要性，并未将此事告知傅姿婵和燕雨璇。就在他暗自思忖之际，远处的燕雨璇已然开始凝聚攻势。只见他周身灵气疯狂涌动，一柄巨大的飞剑在他身前迅速成型，那飞剑宛如山岳般巍峨，散发着磅礴的气势，仿佛要将天地都斩破。叶鼎见状，神色镇定自若，运转体内功法，周身肌肉紧绷，力量在4肢百骸中汇聚，而后毫不犹豫地直接挥拳朝着那巨剑硬汉而去。轰！一声巨响如雷霆般炸响，震得众人耳骨生疼，那声音仿佛要将整个空间都震碎。声浪如汹涌的波涛滚滚向前，就连听风阁内傅姿婵和紫丽扰的衣裙
都被这股强大的气浪吹得烈烈作响。师弟，你的肉身确实强大的超乎想象，就连我的全力一击都未能破开你的防御，真不知怎么就出了你这个怪胎。燕雨璇收起飞剑，眼中满是惊讶与赞叹。师姐，我只是体质特殊罢了，不像师姐剑法超绝，挥洒自如，我这不过是莽夫行径，哪能与师姐相比？叶鼎笑着回应，神色谦逊。师弟就不要谦虚了，在这弱肉强食的修仙界，讲的就是强者为尊，过度谦虚可不是什么好事。是，多谢师姐赐教。好了，我们回去吧，正好商量一下进天葬秘境试炼之事。好。片刻后，三女一男围坐在听风阁内，桌子上摆满了各种色泽诱人的鲜果，还有精心烹制的美味佳肴，散发着阵阵香气。众人边品尝美食边热烈地交谈着。师弟，有你加入灵女团，我们灵女团的实力可谓是大增啊！就连一直排名第一的剑女团，恐怕也要忌惮我们3分了。以后灵女团可就全靠你了。傅姿婵笑着说道，眼神中充满了期待。靠我？师姐可不要说笑啊！有几位师姐坐镇，灵女团的实力才得以强大。我不过是初来乍到，还得多仰仗师姐们。叶鼎赶忙回应：不，师弟，等天葬秘境试炼之后，我们3人应该会成为内门弟子，到那时我们便不能再管理灵女团了，所以以后灵女团的担子就落在你肩上了，整个灵女团日后可都是你囊中之物。傅姿婵认真的解释。啊，师姐，这是为何？进了内门就不能当魁首了吗？叶鼎一脸疑惑地问道。是的，师弟，灵女团的设立主要是为了方便管理各峰的外门弟子，我们一旦成为内门弟子，身份和职责都会发生变化，自然就不能再继续管理灵女团了。紫丽扰耐心地解释道。师姐，仅我一人肯定无法担此重任，还得多找几个魁首帮我分担压力才行，而且我毕竟是男人，难免会有弟子不服。叶鼎皱眉说道。师弟，没关系，只要你实力足够强大，在灵女团中树立起绝对的威望，谁来当魁首还不是你说了算。说不定以后整个灵女团都会成为你的后宫，师弟你开不开心呀？燕雨璇调皮的眨眨眼，笑着调侃道。嗨嗨，师姐，咱们还是说说天葬秘境试炼的事吧。叶鼎尴尬的咳了2声，赶忙转移话题。也对，这次试炼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获取资源，像各种珍稀的灵药、天材地宝都是我们的目标。当然在秘境中与其他人的竞争在所难免，战斗也无法避免。如果要战斗，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安全。遇见本宗弟子还好，若是遇见其他宗门的人，可就得格外小心了。在秘境之中，为了争夺资源，争个你死我活是很常见的事。虽说我们要团结一心，共同对抗外敌，但也要时刻保持警惕。傅姿婵神色严肃地说道。是的，师弟，这次叫你来，就是希望你在遇见本宗弟子时，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能够多多照顾一下。紫丽扰看着叶鼎说道。这个好说，师姐放心便是。叶鼎点头应道。几人又围绕着天葬秘境试炼的各种细节聊了许久。之后傅姿婵与燕雨璇起身告辞，各自离去。紫丽扰却留了下来，她看着叶鼎，眼中充满了好奇，仿佛要将他看穿。师姐，你这样直勾勾地看着我干嘛？难道你想找我当炉鼎？叶鼎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半开玩笑地说道。想得美，如果我不是处女的话，我倒是愿意尝试一下，不过就你现在的本事，还不值得我付出那么多。紫丽扰白了叶鼎一眼。哦，师姐，第一次对你来说真有那么重要吗？叶鼎好奇地问道。重不重要，那得看什么时候。紫丽扰神秘兮兮地说道。什么时候？叶鼎追问道。就比如说，师弟，你要是把你境界提升那么快的秘密告诉我，我就愿意把我的第一次给你。紫丽扰目光灼灼地看着叶鼎，眼中闪过一丝期待。哦，师姐，你该不会是在骗师弟吧？叶鼎狐疑地看着他。没有，我说的是千真万确，只要你把你的秘密告诉我，我立即就把我的第一次给你，绝不食言。紫丽扰说着，缓缓把肩膀上的紫色纱衣轻轻推开，露出如羊脂玉般娇嫩的肩膀，就连那丰满的酥胸也不经意间露出了些许。他的眼神中带着一丝魅惑。师姐，如果我说了你不信，你岂不是要赖账？那就看看师弟说的是不是真的了。如果是真的，师姐自然一眼就能看出来。师姐，你这就不地道了。这样说来，是不是真的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我说了？你说我骗你，那我岂不是白说了？叶鼎无奈地摇摇头。看来我们都不相信彼此，那就算了。我如今马上就要突破筑基了，你的炼气修炼之法对我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紫丽扰故作遗憾地摇了摇头。那还真是可惜了。叶鼎耸耸肩。师弟，如果你有帮助突破筑基，或者可以快速提升筑基境界的修炼之法，
师姐也会愿意用我的第一次来换的。紫丽扰笑容满面地看着叶鼎，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师姐，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并没有那种修炼之法，如果有的话，我肯定第一时间找你来换。毕竟我对师姐的第一次很感兴趣。叶鼎摊开双手，无奈地说道：哥哥，既然如此，师弟，咱们就此别过，等天造秘境开启再见。紫丽扰见从叶鼎口中套不出有用的信息，便不再浪费时间，起身准备离开。好，师姐，秘境见。叶鼎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中暗暗想着如何拿下这个紫丽扰师姐的第一次。叶鼎，你是不是把你的女仆忘了？叶鼎刚接通传信玉简，就听见里面传来严厉声中充满委屈的抽泣声，那声音仿佛带着无尽的哀怨，如同被主人遗弃的小动物般可怜兮兮。听见咩大营的声音，叶鼎不禁一阵怜惜。最近这段时间，他实在是忙得不可开交，一直不断奔波，从这个师姐到那个师姐，连好好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抽出空去看望她了。还好现在有时间了。嗨嗨，我怎么会把你忘了呢？最近不是一直准备进入天葬秘境试炼之事吗？我实在是忙得晕头转向的。叶鼎赶忙解释，安抚咩大营的情绪。叶鼎，那你快来找我吧，我等你。咩大营的声音带着一丝娇嗔，又仿佛藏着某种难以言说的渴望。你在哪？叶鼎问道，心中已经打算尽快去见他。咩大营想了一下，眼神一亮。叶鼎，这次我们要不要来点好玩的？什么好玩的？咩大营眼中满是欣喜，脸上满是娇羞。叶鼎，要不我们去合欢宗西方向30里的火焰峰去泡温泉怎么样？那里没人哦。好啊，我先收拾一下，等会我们一起去。叶鼎，我不等你了，我先去泡，你要早点来啊。也行，我回个洞府就去。叶鼎回应道，心中当然乐意之至。在他的几位红颜知己中，也就咩大营最能给他带来别样刺激的乐趣。他似乎每一次都在挑战自己的极限一样，不到最后一刻绝不罢休。叶鼎回到洞府后，他迅速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仪容，恢复了精神，这才施展身法朝着火焰峰飞去。刚到半路，叶鼎就看到不远处聂代嬴正和几位炼气男修真吵得面红耳赤。咩代嬴侄女，跟我们回家，你父母都很想你。一位灰发蓝衫的中年人带着3位年轻男子正围着咩代嬴，脸上挂着看似温和的笑容，和颜悦色地说道。然而那笑容在叶鼎看来却透着几分虚伪。咩代嬴嗤笑一声，眼中满是不屑。想我？真是好笑，我是合欢宗弟子，一入宗门断红尘，我修仙求长生，早已断了这世俗的羁绊。那蓝衫中年人听到咩代嬴如此说，脸色瞬间变得阴沉下来，怒声说道：你生是咩家人，死是咩家鬼，没有我们咩家生你养你，支持你进入合欢宗，你能有今天？咩代嬴双手抱胸，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要不是他表姐偷偷告诉他，家族拿他当炉鼎送人，他还真可能被眼前之人的花言巧语所欺骗。你们还好意思说，加入宗门之前你们是怎么对我的？你们拿我当咩家人了吗？每天都对我打骂欺凌，还时不时不给我饭吃，后来更是可恶，竟然让我修炼所谓的嫁衣神功，把我当家族的牺牲品，如今更是厚颜无耻的来找我，你们可真是我的好家人啊。他越说越激动，眼中闪烁着愤怒的火花。侄女，你说的哪里话？你也知道以前家族那是对你的心性锻炼，要知道玉不琢不成器，我们也是为了你好啊。蓝衫中年人还在试图狡辩，脸上却闪过一丝不自然。老东西，真是不要脸，这样的话你也能说得出口，还把我当那个任人拳打脚踢的小丫头不成？你们都给我滚，不然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咩代嬴柳眉倒竖，眼中满是怒火，毫不留情地呵斥道：侄女，不要给脸不要脸，真让我们动手的话，你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不想撕破脸皮，你跟我们走，我们不会为难你的。蓝衫中年人见软的不行，便开始威胁起来，眼中闪过一丝凶光。这里是合欢宗势力范围，你们敢在这动手绑架合欢宗弟子，你们真是好大胆子。咩代嬴毫不畏惧，大声地警告着他们。侄女，这里又不是合欢宗内，况且我们已经布置屏蔽禁止，即使这里发生战斗，他们也发现不了。你以为我们没有准备？动手！蓝衫中年人冷笑一声，一挥手，带着3位年轻男子直接朝咩代嬴扑了过去，脸上露出势在必得的神情，仿佛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咩代嬴见他们动手，柳眉倒竖，毫不犹豫地直接祭出长剑，横在身前抵挡4人攻击，但心里却一直焦急万分。叶鼎，你怎么还不来啊？再不来，你的女仆都要被别人抓走当炉鼎了。咩代嬴眉头紧皱，一边奋力抵抗，一边在心中暗暗祈祷叶鼎能快点出现，救他脱离困境。难道你有事被缠住了？早知道我就跟你一起来了。
叶鼎听着他们的对话，算是彻底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咩代营所修炼的嫁衣神功，竟然是家族特意让他修炼的。如今家族正是想把他抓回去，当作炉鼎送给他人，以谋取家族利益。叶鼎皱着眉头，细细思索着这其中的缘由，总感觉诸多细节透着奇怪之处。就在这时，叶鼎眼神陡然一亮，像是突然捕捉到了关键线索，心中豁然开朗。难怪当时他表姐紫丽柔会说把他送给自己当礼物，那看似随意的一句话，实则暗藏玄机。难怪咩代营初次见到自己时那般热情似火，仿佛恨不得立刻与自己亲近，怎么赶都赶不走。难怪他当时那么急切的想要破身，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第一次送出去。叶鼎摸着下巴，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暗自思忖道：算了，毕竟她现在也是我的女人了，敢来抢我的女人，简直是找死！住手！叶鼎运足灵力，大声喝道，声音如洪钟般响彻四周，随后直接御剑飞了过去。本来已经心灰意冷，几乎要绝望的咩代营，突然听见叶鼎那熟悉的声音，瞬间感觉鼻子一酸，眼眶不由自主地红了起来，心中委屈之意如决堤的洪水般泛滥。他在心中冷哼一声，哼，你这个没良心的，总算是来了，再晚一步，我跟你没完。那蓝衫男子四人正全力围攻咩代营，冷不防被这声大喝吓了一跳。你们是什么人？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竟敢公然对合欢宗弟子下手，真是胆大包天。叶鼎神色冷峻，眼中透着毫不掩饰的愤怒，根本不含糊，直接祭出飞剑，剑身光芒大盛，朝着那四人杀去，大有雷霆万钧之势。那蓝衫男人见来了一位炼气10层的修士，心中虽有些意外，但并未太过放在心上。他转头对着一旁的年轻家族子弟说道，语气中带着几分不容置疑的命令：小青，你去拦住此人，我们趁机把他抓住，尽快离开这里。是，吕叔。被称作小青的年轻男子应了一声，硬着头皮举剑朝着叶鼎冲了过去。叶鼎见到此人不过是炼气8层的修为，嘴角泛起一丝冷笑，毫不犹豫地直接上前，手中飞剑化作一道寒光，朝着那年轻男子狠狠斩去。那年轻男子匆忙举剑抵挡，然而双方实力差距悬殊。当一声脆响过后，伴随着一声惨叫，那年轻男子的身体直接被叶鼎从头顶一剑砍到脚底，整个人一分为二，鲜血四溅，场面十分惨烈。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直接把剩下的3人吓得脸色煞白，惊恐万分。那蓝衫中年人见事情不妙，心中暗叫不好，深知自己绝非眼前之人的对手，当机立断，立马扑通一声跪下，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容，语气带着几分哀求说道：住手，我们不是敌人，我们和咩代营是一家，都是一家人啊，还请前辈高抬贵手，绕过我们这一次吧。他心里清楚，自己只不过是炼气9层的修为，在叶鼎面前根本毫无胜算。叶鼎看着地上跪着的3人，心中有些意外，没想到他们竟然如此胆小怯懦。他眼中闪过一丝不屑，抬手直接打出一道法印，精准地击中3人，瞬间封印了他们的灵力。咩代营，他们交给你处置。叶鼎转头看向咩代营，语气平淡，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决断。咩代营见到自己的危机在叶鼎出现后瞬间被化解，心中乐开了花，暗自庆幸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对的。有这样实力强大的男人护着自己，以后他再也不用担心会被家族欺负了。同时他心里暗自琢磨着，今天一定要在温泉里面好好表现，绝对要让叶鼎感受到自己的热情。师兄谢了。咩代营对着叶鼎甜甜的谢了一句，声音中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随后他转头看向地上被封印灵力的3人，眼神瞬间变得冰冷刺骨，充满了恨意。被封住灵力的蓝衫中年人此时彻底慌了神，他带着哭腔直接对着聂代营祈求道：侄女，我可是你吕叔啊，咱们都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你可不能伤害我啊。另外2名年轻人也吓得不轻，他们一边不停地磕头，额头磕在地上发出砰砰的闷响，一边哭着求饶道：莹姐，我们也是没办法，只不过是听从家族命令行事，请莹姐姐大发慈悲，放过我们吧。哼，一群猪狗不如的家伙，这些年来不知害死了多少家族子弟，你们这种人死不足惜。咩代营眼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他毫不留情地呵斥道。话音未落，他手中长剑一挥，寒光闪过，3人的头颅瞬间落地，鲜血喷涌而出，溅洒在地面上。顿时3人没了声息，身体缓缓倒下。接着咩代营熟练地处理了尸体，动作干净利落，仿佛做过多次一般。很快现场就恢复如初，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叶鼎，谢谢你。咩代营再次真心感谢道，眼中满是深情。如果当初没有把自己的第一次给了叶鼎，有了炼气7层实力，凭借他原来炼气5层的实力，根本无法反抗这4人的围攻。如果没有叶鼎及时出现帮他解围，
那么今天他肯定会被抓走，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他都要好好感谢叶鼎。说完，咩代银像一只欢快的小鸟般飞扑到叶鼎怀里，他双目满含爱意，眼神中透着丝丝魅惑，轻轻靠在叶鼎耳边，吹气如兰地说道：叶鼎，人家刚才心里真的非常害怕，现在需要你好好安慰安慰吗？叶鼎心中欢喜，一把搂着咩代银那柔软的娇躯，向火焰峰温泉方向飞去。一进入温泉，咩代银兴奋的脸颊绯红，眼神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扑入叶鼎怀里，大声喊道：叶鼎，我来帮你。对了，银儿，你之前说你哪里痒，让我帮你挠一挠。聂代银娇羞指了指自己的后背，是这里，我手够不到。叶鼎，怎么样，舒服吧？咩代银一脸期待地看着叶鼎，眼中闪烁着狡黠与渴望交织的光芒，仿佛在等待着主人对他表现的认可。不错，银儿，很舒服，就是你太重口味了一些。叶鼎微微眯着双眼，慵懒地说道，话语中带着一丝满足后的喟叹。重口味？啥是重口味？咩代银眨了眨眼睛，一脸茫然地问道，他那纯真无辜的模样与刚刚的热烈形成鲜明对比。嘿嘿，重口味就是厉害的意思。叶鼎被他的单纯弄得有些尴尬，赶忙随口解释道，试图掩饰心中那一丝别样的情绪。哦，难道你不喜欢重口味吗？咩代银微微嘟起嘴巴，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担忧，生怕自己的行为让叶鼎不满意。嗨嗨，喜欢。叶鼎赶忙应道，心中暗自庆幸他没有继续追问下去。咩代银抚摸着叶鼎的胸膛，手指在他的肌肤上轻轻滑动，嘴角勾起一抹坏笑，说道，对了，叶鼎，我也不知道其他姐妹是如何做的，只能尽力满足你，要不我以后找他们探讨一下。叶鼎一听，顿时尴尬的头皮发麻，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忙不迭地拒绝道，银儿，这种事怎么能和别人探讨？你不觉得羞愧？他们还害羞呢，你千万不要找他们探讨，你这样我就很喜欢，懂吗？叶鼎心里暗自想着，咩代银，你可千万不能找他们探讨啊，要是你把你这独特的一套说出来，他们还不羞愧的找个地缝钻进去，说不定还会认为我是个变态呢。每个女人都有各自独特的风格，要是都变得一样了，那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就像严可如的乖巧可爱，温柔体贴，如同春日里的微风，让人倍感舒适。严可卿表面高冷，拒人于千里之外，可内心却似火般炽热，一旦被点燃，那热情足以融化一切。董月舞表面热情奔放，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实际上却娇羞扭捏，有着不为人知的小女儿情态。鲍希玉则以制服诱惑和清纯玉女的形象示人，让人眼前一亮。至于咩代银，行事风格大胆奔放，简直就是一个女变态。咩代银看着叶鼎神情不自然，眉毛轻轻一挑，微微撇嘴说道，哦，那好吧。对了，听我表姐说你要进入天葬秘境，不知道能不能带上我。咩代银突然抬起头，眼中满是期待地看着叶鼎，带你去？你修为才炼气7层，还是不要冒险的好。叶鼎微微皱眉，一脸严肃地说道，眼神中透露出对他的担忧。叶鼎，这可是10年一度的试炼，我真的很想参加吗？咩代银摇晃着叶鼎的手臂，撒娇似的说道，声音中带着一丝哀求。你不知道有多危险吗？你表姐把你交给我，让我好好照顾你，你要是去了遇见危险，我如何向你表姐交代？叶鼎耐心地解释着。叶鼎，我想和你在一起。咩代银倔强地扬起下巴，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啪，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叶鼎随手轻轻拍了一下他的屁股，语气中带着一丝嗔怪。我只是想跟主人在一起，有错吗？咩代银感受到屁股上的轻微疼痛，眼中顿时蓄满了泪水，泪眼婆娑地看着叶鼎，那模样就像一只受伤的小动物，让人忍不住心生怜惜。天葬秘境凶险异常，处处都是危险，我不在你身边也保护不了你。你去问你表姐，她不让你去，你就不能去。叶鼎看着他这副模样，心中有些无奈，但态度依然坚决。好，等会我就去问我表姐去。咩代银吸了吸鼻子，强忍着泪水说道。嗡嗡嗡嗡，传信玉符突然震动起来，打破了洞府内暧昧的氛围。师兄，我今晚还想找你当炉鼎。传信玉符传来鲍希玉娇羞的声音，那声音轻柔的如同春日里的柳絮，却让叶鼎微微一愣，心中不禁有些诧异。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鲍希玉竟然如此急切地想要他过去，这份渴望着实出乎他的意料。好，我晚上过去。叶鼎略作思索后应道，好的，师兄，我等你。鲍希玉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欣喜，仿佛叶鼎的答应让他心中的期待瞬间有了着落。叶鼎，你今晚又不陪我啊？咩代银听到叶鼎的回答，眼神中透露出一丝醋意。嗨嗨，这次有事，下次一定陪你。叶鼎抱着咩代银亲了一口安慰。咩代银眼中满是不舍地说道，叶鼎，
这次宠幸还没有结束呢。灵药峰108号洞府，咚咚咚，叶鼎抬手轻轻敲响了洞府的门。鲍西玉听到敲门声，心中一阵欣喜，急忙快步走到门前，快速打开门。当他看到门外的叶鼎时，脸上顿时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眼中满是欢喜，赶忙说道：“师兄，你来了，快请进。”叶鼎刚踏入洞府，视线便瞬间被一抹朦胧的身影吸引。只见鲍西玉身着一袭青色半透明纱衣，那纱衣轻薄得如同青尘山间的薄雾，在烛光的映照下，隐隐约约勾勒出她那曼妙的身姿，仿佛一位梦幻中的仙子误入尘世。她那白皙的肌肤在纱衣下若隐若现，恰似被轻纱笼罩的美玉，散发着诱人的光泽，透着一种神秘而迷人的韵致，让人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进入洞府后，叶鼎看着鲍西玉那极致诱惑的背影，心中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他毫不犹豫地直接从后面抱住鲍西玉的小蛮腰，右手轻轻抚摸着鲍西玉的脸庞，微微低头想要亲吻她。鲍西玉被叶鼎这突如其来的一抱，浑身猛地一颤，脸上瞬间泛起一阵红晕，娇羞地轻轻转过头，与叶鼎深情地亲吻起来。只是片刻间，鲍西玉便感觉脸颊发烫，心跳如鼓。他转过身，紧紧抱住叶鼎，毫不吝啬地回应着叶鼎的热情，仿佛要将自己所有的情感都融入这一吻之中。叶鼎一边尽情享受着鲍西玉那充满深情的香吻。许久之后，他微微松开鲍西玉，气息有些紊乱地说道：“师妹，其实你不用如此着急找我当炉鼎，按照常理，每隔10天半月找我一次，这样对于修炼效果而言会更为理想一些。”“师兄，我心里明白这个道理，但我就是抑制不住地想你。今天在上班的时候，我一整天都心不在焉的，脑子里全是你的影子。蓝主事见我状态不佳，便让我早点回来休息。可回来之后，我发现脑子里更是被你填满了，所以我就忍不住找你了。”鲍西玉红着脸，声音轻柔如文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竟然能如此坦诚地说出这般羞耻的话语。以前的他性格内敛羞涩，这样大胆直白的想法连想都不敢想。此刻他心里隐隐有些担忧，害怕自己如此直白地表达对叶鼎的思念，会让叶鼎觉得她是个生性好色的女子。鲍西玉一想到我一个纯情玉女，如今竟然变得这样，顿时心里感觉怪怪的。有时候他自己也会纳闷，一直以来听闻都是男人比较好色，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在遇见喜欢的男人后，竟也会时常想入非非，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哦，师妹，那你都想师兄什么？叶鼎嘴角微微上扬，眼中闪过一丝促狭，故意逗弄着鲍西玉。我不知道。鲍西玉将脸埋在叶鼎胸前，怎么也不肯说出口，那害羞的模样仿佛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娇艳欲滴。师妹，你听不听师兄的话？叶鼎继续循循善诱，声音中带着一丝蛊惑。是不是想师兄来帮助师妹？是不是想让师兄照顾你？西域，叶鼎轻轻唤道。鲍西玉慵懒地应了一声，声音中带着一丝意犹未尽的娇嗔。你知道一些商品的价格，正好我这里有一些丹药、法器、符箓，你拿到合欢宗商铺，帮我把它们卖掉，然后再给我按照玉简里面清单，再买一些材料。叶鼎一边说着，一边温柔地抚摸着鲍西玉的秀发。好啊。鲍西玉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能为叶鼎做事，他心里满是欢喜。说着，叶鼎一只手轻轻一招，远处的储物袋便如同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牵引，缓缓飞了过来。接着他从中取出之前精心炼制的法器、丹药和符箓，小心翼翼地摆在床铺上。哇，师兄，这是聚气丹，这个是中品法器，这还有符箓。师兄，这竟然有这么多，这难道是你炼制的？鲍西玉的眼睛瞬间瞪得大大的，眼中满是惊讶与惊喜。他一一拿起这些宝物仔细端详，心中瞬间明白了过来，这些肯定就是叶鼎之前购买的材料所炼制而成的。想不到他竟然能如此迅速地炼制成功。一颗聚气丹，以他现在的收入，需要工作好几个月才能买得起一颗，更不用说法器和符箓了。对于他这样一个刚加入宗门不久的弟子来说，这些无疑都是奢侈品，这些对他而言简直就是难得的宝物。如果自己能够拥有这些，那他瞬间就能成为小富婆。鲍西玉笑容满面，一手紧紧抓着一瓶丹药，仿佛那是他最珍贵的宝贝，另一只手则爱不释手地把玩着一把法器，眼中满是陶醉。他在心中暗自想着，如果这些东西都是他的，那该有多好啊。但片刻之后，他还是忍不住轻轻叹息一声，心中明白，这些东西虽好，可终究是叶鼎师兄的，不属于他。师兄，这些都是你师尊炼制让你拿出来卖的吗？鲍西玉抬起头，眼中带着一丝疑惑地问道。西玉，难道你就不认为是我炼制的？叶鼎微微挑眉，眼中闪过一丝笑意。师兄，那不可能的吧？
我在合欢宗商铺虽然没待多久，但是也听闻了很多常识。学习炼丹、炼气都极为困难，制服更是难上加难。你如此年轻，根本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学习这些。鲍西玉认真地解释道，在他心中实在难以相信叶鼎小小年纪就能掌握这些高深的技艺。西玉，这确实是我炼制的，不过你千万不要给别人说。叶鼎一脸认真地看着鲍西玉，眼中透着一丝信任。鲍西玉瞬间惊喜地直接扑倒在叶鼎身上，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惊喜地说道：“师兄，真的是你炼的？”鲍西玉之所以如此开心，那是因为如果叶鼎真的会炼丹、炼气，那他以后就再也不用去合欢宗商铺花高价购买成品了。他只需购买原料，然后找叶鼎炼制，这样一来就可以省下一大半的灵石，1块灵石能当2块灵石用。想想就激动。区炼丹、炼气、制符而已，对我来说都不过是小事一桩。叶鼎微微仰头，装逼的贱笑一声，眼中透着自信与骄傲。鲍西玉直接伸出双臂，紧紧抱着叶鼎，兴奋地说道：“真的啊，师兄，我真是太开心了。”你那么开心干嘛？叶鼎故意逗他，眼中满是宠溺。师兄，那个，我以后找你炼丹炼气可以吗？鲍西玉眼中满是期待，小心翼翼地问道。哦，师妹啊，你也知道，炼丹炼气非常耗时，会浪费我大量修炼的时间，而且也会占用我当炉鼎赚灵石的时间。叶鼎故作无奈地说道。哎呀，师兄，你就帮我炼丹嘛，浪费不了你多长时间。鲍西玉摇晃着叶鼎的手臂，撒娇地说道。哎，师妹，这样好了，你以后要多多找我当炉鼎才行。叶鼎嘴角微微上扬，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师兄放心吧，以后我只会找你，每月最少2次。鲍西玉赶忙点头，生怕叶鼎会反悔。师妹，另外还有一点，你信守承诺的话，我还会免费帮你炼制炼丹炼气，怎么样？叶鼎坏笑着说道，眼神中带着一丝暧昧。鲍西玉闻言，娇羞中竟带着一丝温柔，点头答应道：叶鼎师兄，我肯定信守承诺。师兄，怎么样？满意了吧？鲍西玉微微仰头，口吐如桂花般芬芳的气息，俏脸如熟透的苹果般潮红，四肢软绵绵的，完全没了力气，像只慵懒的小猫般瘫软躺在叶鼎怀里，累得气喘吁吁，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顺着他精致的脸颊滑落，香汗淋漓。尽管身体疲惫不堪，但他那娇羞的眼神中却充满了自信与满足，仿佛完成了一件无比自豪的事情。丁，鲍西玉，好感度加15，当前好感度67。叶鼎自然是非常满意，照鲍西玉这个状态，只要他再努力几次，好感度突破80肯定不在话下。他满心欢喜，温柔地替鲍西玉轻轻捋了捋那几缕遮挡住他娇羞脸庞的秀发，声音轻柔地回道：西玉师妹，师兄很满意，但你以后还要加油哦。师兄，我已经很努力了。鲍西玉微微嘟起嘴，带着一丝娇嗔说道，声音绵软无力，却又透着一股别样的可爱。西玉，你很有潜力，只要你多努力，再加把劲，肯定能体会到更深更高的境界。叶鼎鼓励道，眼中满是期待。是，师兄。鲍西玉用力地点了点头，眼神中充满了坚定。啊！忽然，鲍西玉像是感受到了什么，满脸惊讶，兴奋地直接从叶鼎怀里跳了起来，大声惊讶喊了一声。这突如其来的大喊着实吓了叶鼎一跳，他赶忙问道：西玉师妹，你怎么了？师兄，我要突破了。鲍西玉感受着自己浑身澎湃躁动的灵力，一下子就明白这是突破的征兆。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体内灵力如汹涌的潮水般涌动，仿佛要冲破某种桎梏。感受到自己又要突破了，心中狂喜不已。自己才刚刚突破炼气3层没多久，现在竟然又要突破到炼气4层了，如此快速的境界提升，在他看来简直就是奇迹。阿鲍西玉再次看向叶鼎，眼神中仿佛冒出火焰，心中激动地呐喊着，果然自己努力越多，收获越多。师兄说的对，我以后一定拼命努力，只要辛勤付出，总会有回报。西玉，那你快坐下突破，师兄替你护法。叶鼎一脸严肃地说道，他深知突破时刻的重要性，绝不能有丝毫马虎。师兄不用护法，在自己洞府用不着护法。鲍西玉虽然心中感激叶鼎的关心，但觉得在自己洞府相对安全，没必要如此谨慎。怎么用不着？快坐下突破，师兄绝不允许别人打扰你突破境界。叶鼎态度坚决，他担心哪怕有一丝意外影响到鲍西玉突破。鲍西玉听到叶鼎如此关心他，心中一片温暖，仿佛有一股暖流流淌在心田。但是当看见叶鼎指示他如何坐下突破境界时，又满脸羞红，心中踌躇不决，实在是感到为难。但看着叶鼎那关切且坚定的眼神，最后他不得不扭扭捏捏地按照叶鼎的指示坐下，准备突破境界。多
多谢师兄为我护法。师妹感激不尽。鲍西玉成功突破后，缓缓睁开双眼，眼中满是感激地说道：丁，鲍西玉，好感度+5。西玉师妹，你真是太客气了，这都是师兄该做的，只要师妹需要，以后我都可以给师妹护法。叶鼎微笑着说道，眼神中满是宠溺。师兄，那我以后突破的话，会找师兄护法，希望师兄成全。鲍西玉有些羞涩地说道，他已经习惯了叶鼎在身边的安全感。好，乐意之至。叶鼎毫不犹豫地答应道。哎呀，不好啦！鲍西玉突然惊呼一声，怎么啦？一惊一乍的。叶鼎被他的举动弄得有些无奈。师兄，天都那么亮了，我要上班了，马上迟到了。鲍西玉说着，一个翻身，急忙跳下床。他顾不上许多，快速用法术凝聚出一个水球，将自己包裹起来，进行快速清洗，然后又调动灵气，让灵气快速蒸发水分，不一会儿就把自己弄干了。只不过是迟到而已，不用如此慌张。叶鼎看着他手忙脚乱的样子，忍不住说道：那不行，师兄，我做事非常认真，如果迟到，我心里会非常别扭，难受一整天。鲍西玉一边说着，一边对着长镜子，一边穿服务制服，一边用灵力帮自己挽起发髻，动作娴熟而又迅速。接着他背对着叶鼎，带着一丝歉意说道：师兄，不好意思，我没时间给你准备早餐了，你不要生气哦，下次我一定做早餐给你吃。西玉师妹，没事，不用那么客气，再说我已经吃饱了。叶鼎笑着说道。吃饱了？吃什么吃饱了？鲍西玉有些疑惑地问道。吃豆腐。叶鼎坏笑着说道，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哎呀，师兄你说什么呢？鲍西玉听到叶鼎如此说，脸色瞬间羞红，心里却流过一丝甜蜜。最后他穿好衣服，整理妥当，快速飞到叶鼎面前，轻轻亲吻了一下叶鼎，如同蜻蜓点水般轻柔，接着转身像一只轻盈的小鸟般飞走了。鲍西玉离开后，叶鼎大声喊了一句：师妹，东西别忘了买。好的，师兄。远处传来鲍西玉清脆的回应声，声音渐渐远去。叶鼎在床上躺了足足2个时辰，才总算恢复了一些精气神，慢悠悠的起身。下了床，他先是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双臂高高举起，发出一阵骨骼咔咔作响的声音。紧接着他伸手捂着后腰，轻轻转动身子，想要舒缓一下酸痛的肌肉，却忍不住倒抽了一口凉气。哎，真酸啊！西域这个小妖精，为了提升修为，真是奋不顾身，义无反顾，不辞辛苦。叶鼎无奈地嘟囔着，脑海中浮现出鲍西域那充满激情与渴望的模样。隔几天来一次最好，一直不停战斗，真是吃不消啊。他一边揉着腰，一边满足地点了点头。我真不想当战斗机啊。叶鼎随后在神识中打开系统那泛着蓝光的屏幕，颅顶值15加2336加2762加2112加3762加3521加3635加2763加2547加3156加2549加2287加2659加2617加2132加2611加2696等于44160。当看到那高达4万多的颅顶值时，叶鼎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不错不错，看来我最近很努力。他满意的点点头，不过随即又自嘲道，就是有点费腰。叶鼎大手一挥，豪情万丈地说道，升级。刹那间，系统提示音接连响起，先天纯阳之体升至5级，纯阳之气提升10倍，魅魔之体升级至3级，回头率提升300%，鸿蒙造化断体经升至5级，肉身达到极品法器硬度，阴阳无极颅顶神功升至5级，全身属性提升16倍，炼丹术3级，可炼制3品丹药，灵植术3级，灵植速度提升3倍，炼气术3级，可炼制上品法器，阵法升至3级，可布置或破解3品大阵。叶鼎一下子就花掉了33000颅顶值，虽然心里有些心疼，但他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从此以后再当颅顶，他就可以一直在上面了。叶鼎挺了挺自己的腰，神奇的是，酸痛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嘴角不自觉地浮现出一抹自信的微笑。这下子再和西域小妖精战斗，他肯定会跪地投降了吧。下午，叶鼎回到了自己位于96号的洞府，因为系统提示他种植的灵芽米已经成熟，可以收割了。此时，叶鼎静静地站在灵田的田埂上，抬眼望去，只见一颗颗金灿灿的灵芽米稻穗沉甸甸地低垂着，每一株稻穗上各结出4至5颗鹌鹑蛋大小的灵芽米，它们晶莹剔透，闪烁着迷人的光泽，仿佛是大自然馈赠的珍贵宝石。叶鼎的心中涌起一阵难以言喻的喜悦。等收了灵芽米，除了上交的留下的种子，其他的全部卖掉，肯定赚不少灵石。叶鼎想到这，嘴角露出了抱着满满灵石的笑容。叶鼎，你在这啊？
冷不丁的一声，犹如一道惊雷，吓得叶鼎浑身一激灵。叶鼎转头看去，正看见一身白色纱衣的高冷女神颜可卿，她手持一把青色雨伞，那雨伞上的丝带随风纷飞，仿佛是翩翩起舞的精灵。她莲步轻移，如同仙子下凡般向他走来。叶鼎看见颜可卿又恢复了那副高冷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心中莫名涌起一股强烈的征服欲望。原来是师姐啊，真是稀客。叶鼎嘿嘿一笑，试图掩饰内心那股蠢蠢欲动的冲动。什么稀客？是常客。咦，林雅米成熟了。颜可卿微微挑眉，目光落在那片金黄的林田上，惊讶不已。他以前也见过别人种植林雅米，不仅成活率低，而且一颗稻穗也就能结13粒林雅米，而叶鼎种植的不仅长得好，还结那么多林雅米，真是不可思议。是啊，可卿师姐，你来的真是时候。叶鼎笑着回应道，心中却在猜测颜可卿的来意。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对了，林雅米，给我50粒。颜可卿嘴角不自觉地挑起，露出一丝志在必得的神情。行。叶鼎刚应下，紧接着话锋一转，1粒1块0食。颜可卿嘴角瞬间没了笑意，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顿时心里非常不爽。咱们这关系，你怎么好意思跟我要零食？叶鼎，你怎么可以跟我要零食啊？颜可卿杏目圆睁，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叶鼎。这是我种的林雅米，你一点力气也没出，一张嘴就要50粒，即使你有2张嘴，也不能这么要吧？叶鼎振振有词地说道，眼神中透着坚定。颜可卿被叶鼎这一阵对，气得胸脯剧烈起伏，浑身冰寒气息如汹涌的潮水般向叶鼎扑面而去，周围的空气瞬间仿佛降到了冰点。但是想到这是叶鼎给自己妹妹的，自己还真不好意思强行索要了，可心里又实在想白嫖林雅米。他的目光在那片金灿灿的林田上扫了一圈，说道，这里差不多有4至500粒，上交100粒，给妹妹200，那你还能剩100多，怎么也要给我30-50粒林雅米吧？我凭什么给你啊？叶鼎对颜可卿说道。颜可卿看见叶鼎那副得意的样子，又想到他不仅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家伙，还是个十足的财迷，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但是他瞬间想到一个能让叶鼎俯首称臣，甘愿献上林雅米的方法。颜可卿神色冰冷，浑身寒气四溢，甩手收了青色雨伞，几步走到叶鼎身边，一把抓住叶鼎的手，就开始往洞府里面拉去。师姐，你这是干嘛？叶鼎一边假意反抗，一边装作被吓到的样子，心中却暗自期待着颜可卿接下来的举动。哼，叶鼎，你竟敢不给我林雅米，看我如何教训你，让你吃不了兜着走。颜可卿咬牙切齿地说道，手上的力气又加大了几分。颜可卿把叶鼎拖到洞府后，眼神瞬间变了，从冰寒刺骨的仙子瞬间变成热情奔放的女子。颜可卿冷笑一声，猛地把叶鼎推在墙壁上，死死压着叶鼎的胸膛，把他压在墙上，拉过叶鼎的双手，让他紧紧抱住自己的柔软小蛮腰，随后自己搂着叶鼎的脖子，微微踮起脚尖，朝着叶鼎的嘴唇亲吻上去。啊，师姐，你不要这样，我要叫了。你不要这样啊！叶鼎大声叫嚷着。师弟，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理你的。颜可卿用冰冷声音娇嗔道。那炽热的气息喷在叶鼎的脸上，叶鼎大声喊道：救命啊！救命啊！颜可卿气喘吁吁地躺在叶鼎怀里，精致的面庞上还残留着激情过后的红晕。他微微喘息着，用那结满寒冰的玉手轻轻搭在叶鼎的胸口，带着一丝娇嗔与威胁的意味说道：叶鼎，现在你给不给我50粒林雅米？林雅米由你妹妹当一份，你好意思要？叶鼎微微皱眉，一脸认真地看着他。40粒。颜可卿咬了咬嘴唇，似乎在做着某种挣扎。你一点都没付出，还要那么多？叶鼎故意板起脸，不依不饶。35粒，行了吧？颜可卿的声音里透着一丝无奈，他那双美目紧紧盯着叶鼎，眼神中既有期待，又有一丝愠怒。我还要留一些自己用，你也知道我资质差，需要很多资源。叶鼎叹了口气，眼中流露出些许无奈。你资质差？算了，30粒总可以了吧？颜可卿的语气软了下来，但仍带着一丝不甘。太多了，不行。你也知道，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天葬秘境试炼了，要提前准备一些丹药、法器等等，我得拿一些林雅米卖钱。叶鼎摆了摆手，态度坚决。哼，那你想给我多少林雅米？颜可卿气鼓鼓地说道，眼中满是委屈。最多10粒。叶鼎伸出一根手指，晃了晃。哼，小气鬼！颜可卿小嘴一撇，用冷冰冰的眼神瞪了叶鼎一眼，那眼神仿佛能将空气冻结。他猛地一翻身，双手抱胸，蜷曲起柔软娇躯，背对着叶鼎，不再看他。接着
整个嫩白娇躯散发阵阵寒气，仿佛要将周围的一切都冰封起来。听见叶鼎如此说，严可卿心里顿时委屈极了，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如同即将决堤的洪水。我在你心里就值10粒灵牙米吗？我对你那么好，刚才又那么努力配合你，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现在提上裤子就不认人了吗？即使你说的是假话，说给我50粒，我心里也会非常开心。叶鼎，在你心里真的不重视我吗？叶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知道严可卿这是生气了，他伸出手轻轻抚摸着严可卿布满冰霜的肩膀，温柔地说道：来，咱们再大战2万回合。严可卿抖了抖肩膀，伤心地说道：哼，别碰我。他的声音带着哭腔，显得格外委屈。叶鼎轻轻一笑，伸手从一旁拿过储物袋，在里面翻找了一番，拿出一颗丹药，然后放在严可卿面前，晃了晃。哼！严可卿看见是聚气丹，眼神瞬间一亮。这聚气丹在市面上可是价值30块0石一枚，相当于30粒灵牙米呢。他自己虽然有2颗，但平日里都宝贝得很，从来不舍得用。严可卿心里想着，还算你有良心，但是一颗聚气丹就想让我原谅你，那是不可能的。眼见叶鼎就要把丹药拿走，严可卿立马急了，快速伸手把丹药抢过来，紧紧抓在手里，然后一把将叶鼎碰自己的手推开。叶鼎见严可卿如此，心中暗笑，还说我是财迷，看我如何拿捏你。还好之前炼制的东西留了一套。接着叶鼎又从储物袋中取出2张符箓，再次在严可卿面前晃了晃。哼！这一次严可卿嘴角一撇，毫不犹豫地立马把符箓抢走。面对叶鼎再次用手抚摸他冰冷的娇躯，他并没有阻止，只是发出一声冷哼。此时严可卿心里其实已经乐开了花，1粒丹药加上2张符箓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50粒灵牙米的价值了。他心里想着，你给我这些宝贝，虽然我很满意，但是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丢丢不开心。叶鼎，你要是再给1粒丹药，我就彻底原谅你了。叶鼎抚摸着严可卿的娇躯，感受到她的身体依旧如此冰冷，就知道她还没消气。他微微一笑，直接又拿出一套中品法器青莲玄灵甲，轻轻放在严可卿面前。严可卿看见是中品法器，双眼瞬间放光，就像现代女人看见高档名牌包包一样。法器对于修士之间的战斗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同级别修士对战，谁拥有法器，谁的法器更厉害，那么谁赢得胜利的概率就大。但法器炼制难度极大，价格又极其昂贵，获取一件法器都难如登天，更不用说套装了。平常即便有法器，大家也都不舍得用，但是现在叶鼎竟然给了他一整套法器，这怎能不让他震惊？他立马转过身子，身体上的寒气瞬间消散，一双原本冰冷的明眸也变得柔和起来。他惊讶地问道：叶鼎，这套法器你真的送给我吗？是给你准备的。叶鼎微笑着看着他，心里想着，你想得美，这些宝贝的钱都给你记账上，以后等你有钱了，连本带息一并讨回来，从我这个铁公鸡这里白嫖白拿，没门。材料费50灵石，我收你100灵石，不过分吧？严可卿听了，心里顿时感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但是忽然他又想到了什么，神色立马冰冷起来。这是不是董月武那个贱女人给你的？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醋意和警惕。不是，这是我自己练的。叶鼎赶忙解释道。你练的？严可卿一脸难以置信，仿佛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是啊，这丹药、法器、符箓都是我炼制的。叶鼎认真地说道。这怎么可能？严可卿感觉脑子一时之间有些窒息，他怎么也不敢相信叶鼎竟然有这样的本事。叶鼎继续说道：可卿，之前我只想给你10粒灵牙米，你别怪我，我只是想把灵牙米卖掉，多换一些材料，炼制一些丹药、法器、符箓给你和可如。你们不是马上就要进入天葬秘境了吗？我想给你们姐妹准备一些装备，这样在秘境里面试炼会安全很多，我也能放心许多。严可卿听见叶鼎如此说，心里顿时感觉不是滋味，自己刚才那样对叶鼎，还给他耍小脾气，怎么也没有想到叶鼎竟然是如此真心实意的喜爱他们姐妹俩。严可卿想到自己刚才对待叶鼎的态度，真想狠狠地抽自己一巴掌。他眼眶泛红，趴在叶鼎怀里，泪水不受控制的滑落，用小粉拳轻轻捶在叶鼎胸口，温柔地说道：叶鼎，你怎么不早说，都怪你。接着严可卿坐直身子，擦了一下眼泪，双目充满爱意，撇着樱桃小嘴，双手把胸前的秀发捋到身后。叶鼎看见这熟悉的一幕，知道他接下来想干嘛，但还是忍不住问道：可卿，你这是干嘛？你说呢？严可卿娇嗔道，眼神中透着一丝妩媚。你刚才不是说不让碰你吗？
这是干嘛？叶鼎故意调侃道。哼，叶鼎，你真的会炼丹？早已浑身瘫软的严可清慵懒地依偎在叶鼎怀里，呢喃细语地问道。他那迷离的眼神中仍透露出一丝难以掩饰的怀疑。毕竟当叶鼎还是一介凡人的时候，两人就已经有了交集。这才过去多长时间啊？叶鼎不仅在境界提升上如同坐火箭般迅速，如今竟然还宣称自己会炼丹，这实在是让他难以相信。可清，怎么还不相信我？可惜现在身上没有材料，不然我当场给你开炉炼丹，让你亲眼见识见识。叶鼎无奈地笑了笑，眼中却透着自信。严可清从叶鼎的语气中听出，他似乎说的是真话，因为他深知叶鼎或许会对他有所隐瞒，但绝不会欺骗自己的妹妹。严可清忽然像是想到了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情，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他猛地坐直身子，一脸严肃地对着叶鼎说道：叶鼎，你会炼丹炼气制服的事，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严可清的脑海中飞速闪过各种念头。如果叶鼎仅仅只是一个长相帅气的炉鼎，也许并不会过多地吸引其他女弟子的注意。然而一个会炼丹的炉鼎，那可就截然不同了。更何况叶鼎还精通炼气和制服，如此出众的能力必定会成为众多女弟子竞相争抢的对象，甚至连内门的女弟子都可能会闻风而动。叶鼎可是她们姐妹两人认定的依靠，怎么能让其他女人轻易抢走？只要叶鼎在她们身边，姐妹俩日后的修炼之路便能少去许多麻烦。更何况她们还肩负着为父母报仇的重任，叶鼎绝对不能被他人抢走，这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想到这里，严可清眉头紧紧皱在一起，暗暗下定决心，等有空一定要跟妹妹好好商量商量，无论使用什么手段，她们姐妹俩都必须和叶鼎搞好关系。为什么？叶鼎一脸疑惑地看着严可清，实在不明白他为何如此紧张。为什么？你难道不知道你现在的处境有多危险吗？严可清焦急地说道，眼中满是担忧。危险？什么危险？叶鼎还是一脸茫然，完全摸不着头脑。以前我们和欢宗也出了一个会炼丹的炉鼎，你知道他最后的下场吗？严可清神色凝重地问道。这我哪知道，他到底什么下场？叶鼎被他的话勾起了好奇心。之前和欢宗有个炉鼎，在当了几次炉鼎之后精气大损，他自己买不起恢复精力的大力丸，便开始尝试自己学习炼丹，没想到最后还真让他学成了。之后他靠着炼丹卖丹赚了一些零食，然而他会炼丹的事情被其他女修知晓后，一名实力强悍的外门女弟子直接把他抓进了自己的洞府，将他囚禁起来。严可清缓缓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沉重。白天的时候，那女弟子就强迫他炼丹，到了晚上又让他充当炉鼎工自己修炼，日日夜夜皆是如此。没过几个月，那可怜的炉鼎就精尽人亡了。严可清的声音微微颤抖，似乎对那个炉鼎的遭遇感到无比同情，同时也在警告叶鼎。自从那以后，宗门里的炉鼎们便都不再敢学习炼丹了。严可清无奈地叹了口气。叶鼎听后不禁无语了，日日夜夜，白天炼丹，晚上当炉鼎，就这么折腾几个月，还真是残忍啊。但随即他又仔细想了想，总觉得这件事有些不对劲，心中不禁怀疑严可清是不是故意编故事吓唬他呢？所以叶鼎，你会炼丹的事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即使炼丹也要偷偷的炼，知道了吗？严可清一脸严肃地叮嘱道。我会注意的。叶鼎嘴上虽然答应着，但心里还是半信半疑。叶鼎，你没把你会炼丹的事告诉其他人吧？严可清看着叶鼎微微皱眉的样子，心中一紧，立刻猜到叶鼎肯定已经把这个秘密说出去了。叶鼎，这么危险的事你怎么能说出去呢？严可清焦急地说道，声音中带着一丝责备。我也不知道啊，也没人提前告诉我这其中的利害关系，这可怨不得我。叶鼎无奈地耸耸肩。那你都告诉谁了？严可清见叶鼎没有立刻回答，心里越发着急起来。叶鼎，你快点说啊，我也是为你着想啊。严可清焦急地催促道。叶鼎仔细回想了一下，当时自己告诉董月武自己会炼丹的事实，他并没有像严可清这般激烈的反应。至于鲍西玉，如今好感度已经突破70了，以他对鲍西玉的了解，他不会把这个秘密说出去。我会炼丹的事，除了你，还有2个人知道，不过我可以保证，他们都不会泄露我会炼丹的事。叶鼎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严可清轻轻抚摸着叶鼎的胸膛，眼神中闪过一丝灵动，忽然想到一个主意，说道：叶鼎，我想到了一个好方法，你听听看怎么样？什么方法？叶鼎好奇地问道。就是等过了今晚，找时间把知道你会炼丹的那2个人叫过来，我们一起开个会，商讨一下如何共同保护并分享你会炼丹这个秘密，然后组建一个小联盟，你觉得如何？
严可清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小联盟？叶鼎微微一愣，显然对这个提议有些意外。我想他们应该也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组建联盟的话，可以更好地保护你的秘密，同时大家也能共同受益。严可清耐心地解释道：“你说的是真的？”叶鼎还是有些不太相信。真的。严可清认真地点点头。叶鼎，我这可都是为你好，你居然还不相信我，真是太让我伤心了。严可清佯装伤心地说道，眼中却带着一丝狡黠。可清，我相信你。叶鼎赶忙安慰道。那你还不好好安慰我一下？严可清娇嗔道，眼神中满是期待。安慰你？你不是累了吗？叶鼎有些疑惑地问道。哼，我累了，你又不累。严可清闭上眼，撅着嘴说道，那模样就像一个撒娇的小女孩。叶鼎笑着说道，好吧，看我饿虎扑食。休沐日，整个合欢宗沉浸在一片难得的静谧与悠闲之中，弟子们纷纷享受着这放假一天的惬意时光。严可清慵懒地斜躺在床上，一层轻薄如雾的纱幔轻轻附在他的身上，那细腻白皙的大长腿若隐若现地露在外面，散发着一种不经意间的妩媚，仿佛一幅撩人的画卷，让人不禁浮想联翩。严可清嘴角噙着一抹轻笑，轻轻翻了个身，一手优雅地撑着头，饶有兴致地看着叶鼎坐在一旁的椅子上，在欠账本上认真记录着。天启2045年6月17日，严可清在灵耀峰96洞府享受炉鼎服务，欠零食5块，总欠125块零食。叶鼎一边念叨，一边认真地书写着。125块，怎么那么多？哦，加上上次那些法器、丹药的钱。叶鼎，你不是送给我的吗？我是说给你准备的，没说送。哼！严可清冷哼一声，接着用调侃的语气耍无赖般轻笑道：叶鼎，你记这有什么用？反正我不给钱，你要是想要钱，就跟我妹妹要，我没有。想起之前第一次见叶鼎记账的时候，他还满心生气，觉得这举动实在是太见外了。但如今见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反正债多不愁，虱子多了不怕咬。你爱记就记吧，我横竖就是不给钱，看你能奈我何。严可清，你真是个女流氓。哼，女流氓怎么了？你刚才不是很喜欢吗？严可清挑了挑眉，眼神中带着一丝狡黠与妩媚。你可是大家心目中的高冷女神，冰山美人，怎么私底下是这个样子的呢？叶鼎故作无奈地摇了摇头。严可清轻笑一声，那笑声如银铃般清脆。他身披青色薄纱，身姿轻盈地飞下床，从叶鼎身后温柔地环抱住他，在他耳边轻声呢喃道：高冷那是给别人看的，激情是留给你的。他微微停顿，呼吸温热地喷洒在叶鼎的耳畔。你不是说最喜欢征服高冷的女神吗？接着他微微歪头，眼神中带着一丝俏皮与期待。现在征服了，难道后悔了？后悔了。叶鼎嘴上虽然这样说，但嘴角不自觉上扬的弧度却出卖了他的真实想法。他心里其实非常喜欢这个表面高冷，私下却如此率性的女流氓。她带给他的感觉独特而美妙，贼好，贼刺激，贼冰爽。他甚至忍不住遐想，如果严可清能与董月武一同相伴，那滋味真如同传说中的冰火九重天，想想就让人心神荡漾。哥，后悔也没用了，反正我是女流氓，赖上你了。严可清欢快的一个转身，轻盈地坐在叶鼎怀里，用充满挑逗的眼神直视着他，一根纤细如玉的手指轻轻抵在叶鼎下巴，似笑非笑地说道：说我是女流氓，我就流氓给你看。不多时，两道耀眼的玉剑红光如流星般划破长空，向着玉女峰疾驰而去。叶鼎，你怎么能把你会炼丹的事告诉董月武那个贱女人呢？本来还温柔热情的严可清，一听见董月武的名字，瞬间像被点燃的爆竹，一下子炸毛了，眼中闪过一丝明显的不悦与醋意。董师姐给的零食多，我炼制所需材料大部分都是从他那赚来的。叶鼎解释道。严可清听了，张了张嘴，本想反驳几句，却又一时语塞，只感觉一口气堵在胸口，如鲠在喉，难受极了。说实话，他找叶鼎当炉鼎，一直都是看在妹妹的关系上，心安理得的白嫖，确实从未给过叶鼎零食。如今自己拿了叶鼎给的丹药、法器和符箓，仔细想来，这些资源追根溯源，说不定大多都来自董月武提供的零食。更何况他还打算给妹妹也准备一些，如此一来，顿时有一种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的感觉。总不能一边享用着人家的资源，一边又去砸人家的场子吧？那你怎么选在他洞府开会，而不是在我洞府开会？严可清依旧不依不饶，气鼓鼓地问道。他说不想去你洞府。叶鼎如实回答。那你就不考虑我的感受？我也不想去他洞府。严可清的声音不自觉提高了几分，带着明显的不满。他说去他洞府开会，给20块零食，你给吗？叶鼎一句话
直接对着严可清哑口无言。一听到零食，严可清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蔫了下来，小声嘟囔一句：“哼，有零食有什么了不起？”片刻后，叶鼎与严可清的身影如飞鸟般降落在玉女峰38栋门口。咯，欢迎欢迎，严师姐大驾光临，真是让我这洞府蓬荜生辉啊！两人刚一降落，洞府内便传来董月武那热情洋溢的欢迎声音。然而在严可清听来，这声音却无比刺耳，仿佛是一种刻意的炫耀。董月武一头红发如火焰般披肩而下，身着一身鲜艳的红色纱衣，整个人光鲜夺目，恰似一朵盛开到极致的玫瑰，散发着浓烈而迷人的气息。严可清神色瞬间变得冰冷，如同千年不化的寒冰，不苟言笑，身体周围自然而然地散发着丝丝冰寒气息，努力维持着他那高冷的人设，冷淡地说道：“师妹，别来无恙。师姐，请进。”董月武笑意盈盈地说道，眼中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挑衅。严可清微微点了点头，便径直向洞府走去。然而他的余光却瞥见董月武如同一团热情的火焰般向叶鼎扑去，直接紧紧抱住叶鼎，还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看见这一幕，严可清感觉自己的醋坛子轰的一下彻底打翻了，心中的怒火噌的往上冒。哼！严可清冷哼一声，一甩衣袖，浑身寒气四溢，气呼呼的大步走进洞府。刚进入洞府，严可清便瞧见一位气质超凡脱俗的绝世美女，身穿一袭白色纱衣，如月光般皎洁。她高挽发髻，姿态优雅的端坐在客厅椅子上，正淡定自若的独自品茶。那举手投足间散发的气质，宛如空谷幽兰，清新淡雅，却又让人不容忽视。严可清心中猛地一惊，难道她就是叶鼎说的另外一个知道秘密的女人？叶鼎怎么能认识如此漂亮的人？这容貌竟跟我妹妹不相上下。这个女人以后肯定会成为妹妹在叶鼎心中地位的有力竞争对手。一向高冷的严可清见那女人没有主动打招呼的意思，心中不悦，也没有给她好脸色，径直走到对面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洞府门口，董月武几日没见叶鼎，心中思念如潮涌，紧紧抱着叶鼎，在门口与他不断耳鬓厮磨，仿佛要将这几日的思念都倾诉出来。正在这时，一道耀眼的白色红光如同一道流星般从远方急速降临在叶鼎两人不远处，正是受邀而来的鲍西玉。鲍西玉一眼便看见叶鼎与这位红发艳丽的美女相拥在一起，心中顿时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酸涩滋味，仿佛吃了一颗未成熟的果子，又酸又涩。但他生性乖巧懂事，还是恭敬地上前，对着董月武行了一个标准的淑女礼，轻声说道：“见过师姐。”接着他看向叶鼎，说道：“见过师兄。师兄，这是你让我买的东西。”说着便将购买的东西递给了叶鼎。董月武见到如此高挑秀丽且懂事的师妹，嘴角不自觉上扬，露出一抹亲切的微笑。他热情地上前拉起鲍西玉的手，亲昵地说道：“你就是鲍西玉，鲍师妹吧？真是一个漂亮的美人儿。”师姐说笑了，师姐才是一等一的仙子。鲍西玉谦虚地回应道，脸上泛起一抹淡淡的红晕。好啦，既然人齐了，我们进去吧。董月武拉着鲍西玉的手，就像多年的好姐妹一样，一同走进洞府。刚进入洞府，鲍西玉乖巧地走上前，向着严可清和那位端庄的女子行礼，轻声说道：“见过两位师姐。”严可清微微点了点头，那端庄女子正是邵傲雪，亦是轻轻颔首回应。邵傲雪看见叶鼎的第一眼，心中顿时咯噔一下，一阵慌乱涌上心头。一想到那晚叶鼎大胆而露骨的表白，以及两人相拥时那心跳加速的画面，他的脸颊不禁微微泛红，神色也变得有些惊慌失措，下意识地低下头，试图掩饰自己内心的慌乱。严可清见到董月武又带进来一位高挑女子，不禁出声问道：“叶鼎，不是说总共3人知道吗？怎么现在有4人？”叶鼎也皱起眉头，看见端庄优雅的邵傲雪师姐也在，心中满是疑惑，不惊不解地看向一旁的董月武。董月武却笑着说道：“严师姐，不急，大家先坐，我再给你们介绍。”等叶鼎和鲍西玉纷纷就坐后，董月武贴心地给每人上了一份刚沏好的苓茶，茶香袅袅在空气中弥漫开来。邵傲雪此时满心纳闷，自己本只是来找董月武这个闺蜜聊聊天，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她心中隐隐有种预感，他们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谈。董师妹，既然你有客人，那我先回去了。邵傲雪起身准备告辞，董月武却一把将邵傲雪按在椅子上，笑着说道：“傲雪师姐，既然你来了，那就说明此事与你有缘。”邵傲雪一脸疑惑地看着董月武，心中愈发好奇，到底是什么事跟自己又有怎样的缘分呢？与我有缘。傲雪师姐，你先坐下。董月武笑意盈盈地说道，眼神中透着神秘。邵傲雪带着一脸莫名其妙的表情缓缓坐下后，董月武先迈着轻盈的步伐走到严可清身边，故意提高音量说道：“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高冷仙子严可卿，乃是外门三花之一，是第一个找叶鼎当炉鼎的兵女。严可卿听到董月武如此直白的介绍，眉头瞬间紧紧皱起，心中犹如万马奔腾，不断腹诽着董月武。这种事怎么能就这样说出来呢？早知道就该我自己来介绍，真是的。董月武却像没察觉到严可卿的不满，接着走到邵傲雪身边，继续介绍道：这位漂亮的美女是圣女峰的内门弟子邵傲雪，严师姐，她可是你妹妹的师姐哦。严可卿听闻，不禁诧异万分地看向邵傲雪，怎么也没想到圣女峰的内门弟子竟然会出现在这里，而且还是自己妹妹的师姐。她当即礼貌地站起身，微微欠身说道：见过傲雪师姐，舍妹平日里还请多多关照。邵傲雪赶忙也站起身，微笑着回道：师妹客气了，可如是我师妹，我自然会多照顾她的，多谢。严可卿点头致谢。董月武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其实呢，傲雪师姐并不知道叶鼎会炼丹的事。严可卿一脸错愕，忍不住问道：董师妹，她不知道你为什么请她来此？哼，很简单，因为邵傲雪师姐早晚都会成为叶鼎的女人，既然大家将来都是一家人，我自然觉得让她一起加入咱们的小联盟再好不过了。董月武一脸自信地说道。此言一出，瞬间让在场所有人心里都泛起了层层涟漪，各自展开了无尽的遐想。严可卿心中暗自思忖：啥？她不是叶鼎的女人？那她来干嘛？难道真如董月武所说，以后会成为叶鼎的女人？这可不行，得盯着点。董月武则在心里想着：师弟啊，为了让傲雪成为你的女人，师姐我可是煞费苦心，尽力了。叶鼎心中一阵惊喜，默默想着：师姐，你真给力，如果我真能追到邵傲雪，一定好好感谢你，让你知道我的厉害。鲍西玉则微微低头，小脸微红，心中不知在想些什么。邵傲雪脸颊瞬间绯红如霞，她又羞又急地瞥了一眼叶鼎，抬头对董月武惊慌羞赧地说道：董师妹，你说什么呢？傲雪师姐，我都是为了你好，有什么话等开完会再说。董月武安抚道。董月武接着走到鲍西玉面前，笑着说道：这位是鲍西玉，鲍师妹，懂事乖巧，我可喜欢她了。至于叶鼎，你们都那么熟了，就不用介绍了。董月武俏皮地眨了眨眼，今天把大家召集来已经说过了，就是想咱们几位组成一个小联盟，共同保护叶鼎的秘密。董月武神色变得认真起来。严可卿神色冷淡，缓缓说道：董师妹，接下来是咱们几位女人之间的事，所以叶鼎就不用在这里开会了。关于我的会，不让我参加。叶鼎满脸不解地问道：叶鼎，我们女人之间有些私密的话要说，你在这确实不方便，还是回避一下的好。严可卿耐心解释道。这时严可卿悄悄传音给叶鼎，语气中带着一丝哀求：叶鼎，你就先离开好不好？我求求你了。为什么？叶鼎心中疑惑，传音问道：我不想董月武一直占主动权，他太强势了，在你面前我也想有更多话语权。严可卿焦急地解释着。当然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告诉另外三女，叶鼎听我的，彰显自己的地位。那我也没必要离开啊，我在这儿也不影响你们说话吧。叶鼎还是不太理解。不行，接下来的话你在，我们真的放不开，有些话讲不出来，求求你了。鼎哥哥严可卿继续哀求着，声音愈发娇柔。叶鼎说了自己的要求。哼，鼎哥哥你好话啊，我好喜欢啊。好，我答应了。严可卿脸颊羞红，传音娇嗔道。叶鼎嘴角露出满意的微笑，起身清了清嗓子说道：嘿嘿，那个既然如此，那你们聊吧，我先回去了。叶鼎依次向众人打过招呼后便转身离开了。叶鼎回到自己洞府后，立刻拿出鲍西玉买回来的材料，大干一场，一下午的时间悄然流逝。叶鼎终于将所有材料炼制完毕，看着眼前的成果，他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此次收获颇丰，共炼制出聚气丹15颗，颗颗圆润饱满，散发着诱人的丹香。淬体丹15颗，丹药表面流转着神秘的符文。青莲玄灵甲10套，甲胄散发着清冷的光泽，一看便知非凡品。还有疾风符。叶鼎心里美滋滋地想着，等回去把这些东西每个红颜知己都送一套，剩下的就拿去卖掉，又能赚一笔钱了。接着叶鼎来到灵田，细心地在里面又种上了灵芽米。他看着灵田，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丰收的景象。没过多久，严可卿结束了会议，迫不及待地来到叶鼎洞府。刚一进入洞府，原本高冷的严可卿瞬间像变了个人似的，迅速褪去外衫，也褪去了那层高冷的伪装，变得羞答答的。他像一只欢快的小鸟般飞扑进叶鼎怀里。叶鼎和严可卿走进卧室，轻声问询：你们的会开完了？都聊的什么内容？内容有不少，
我给你说说，第一就是你的炼丹炼气质服要严格保密，绝对不能透露给任何人，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严可卿一脸严肃地说道。第二就是如果别人问起这些丹药法器符箓是谁炼制的，就说是内门弟子邵傲雪炼制的，这样你就会很安全了。以后我们有炼丹需要，都可以来找你炼丹等等。第三，我们组建了一个联盟，联盟名字就叫五姐妹联盟。五姐妹联盟？对啊，就是我和我妹妹董月武、邵傲雪还有鲍西玉，我们5个人。那我呢？我就被排除在外了。你又不是女人，这个联盟主要是我们女人来保护你，同时也监督你哦。对了，我们5女一致决定，你当盟主，我当副盟主。严可卿调皮地眨了眨眼。我是盟主？叶鼎诧异。第四，就是我们组建了联盟资金，用来找你当炉鼎的钱。我和妹妹各出100灵石，董月武出200灵石，邵傲雪出了1000灵石，只是鲍西玉刚入合欢宗没多少灵石，就出了10块灵石。鲍西玉刚入合欢宗没灵石很正常，倒是邵傲雪师姐竟然出那么多灵石。叶鼎感慨道。是啊，我也没想到，真羡慕她那么富有。严可卿微微叹了口气。还有什么内容？没有了。严可卿想了想说道。其实还有一项他没说，那就是他们一致决定，只要有空闲时间就找叶鼎当炉鼎，不能让叶鼎去找其他女人，毕竟肥水不流外人田。对了，这1410块灵石给你，这可是我们找你当炉鼎的钱，还有我欠你的灵石，从这里面扣掉。以后我们找你当炉鼎都从这里面扣就行了，别每次事后就和我们要钱，伤感情。嗡嗡嗡嗡。静谧的夜晚，叶鼎整了一桌子酒菜，正和严可卿一起吃饭。谁啊？大晚上的，真扫兴。严可卿忍不住抱怨起来，正吃饭呢。是你，妹妹。叶鼎起身拿出传信玉符放酒桌上。严可卿一听是他妹妹，眉头一皱，放下筷子，正好听一听他们谈什么。夫君，那么晚了，没打扰，你睡觉吧。严可如那温柔甜美的声音从传信玉符中传来。没有，娘子，那么晚了还没休息啊？叶鼎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一些。我师尊刚教我完功法，等会再睡。那么晚了还修炼，娘子辛苦了。还好，只要能变强保护夫君，我就觉得不辛苦。夫君，明天来我洞府一趟好吗？我想你了。你师尊在的话，会不会说你啊？没事，我师尊说了，明天他外出购买一些东西。好，那我明天见你。对了，夫君，我师尊说3天后我们就出发去试炼了。我师尊给了我300灵石，明天你陪我去给你买一些装备，你有了装备会安全些，我也放心。叶鼎听到严可如如此贴心的话语，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感觉无比幸福与温暖。他不禁想起在蓝星交女朋友时的种种经历，那时不管是吃饭还是各种消费，从来都是他付钱。一年里过10几个节日都要送礼物，要是不送，对方就说他不爱他，对他不上心。可买了礼物又嫌弃不值钱，说是垃圾，没诚意。而且他自己从来没有收到过女朋友的礼物，即便把自己的心掏出来，对方也嗤之以鼻。自从觉醒后，再遇见那样的女人，他直接一句滚犊子。而如今好感度达到100的严可如，是真心实意对他好，这样全心全意疼他的女人，才是他梦寐以求的。他也曾试过一些方法，想把严可卿、董月武、咩代莹的好感度从80提升到100，但不知为何始终无法做到。娘子，不用买，我已经有装备了，而且还给你准备了一份，正好明天送给你。夫君，你真好，不过你赚点零食不容易，可不要累坏了身子，我心疼。严可如关切的话语让叶鼎心里愈发甜蜜。此时坐在凳子上的严可卿一边吃菜一边听着妹妹与叶鼎的对话，心中不禁泛起一阵复杂的情绪。妹妹毫不掩饰对叶鼎的喜爱，这让他心里甚至对叶鼎有了一丝嫉妒。自己对妹妹那么好，从小到大呵护备至，可妹妹此刻首先想到的竟然是叶鼎，他不禁在心里暗暗想着，真的白疼这个亲妹妹了。没事，累不坏的。叶鼎看着躺着的严可卿，嘴角不自觉地浮现出一抹坏笑。对了，娘子，明天我什么时候过去？晚上吧。你没有阵牌，这次我去接你。好。夫君，最近你去见我姐姐了吗？叶鼎看了严可卿一眼，见他端起一杯酒正在喝，说道：见了。那个，夫君，我也给姐姐准备了一些东西，我不知道如何送给她。严可如有些苦恼地说道：你直接送给她不就完了吗？夫君，我想送，但之前我跟姐姐吵架，她肯定生我气了，那么久也不联系我。严可如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委屈。那你怎么不联系你姐姐呢？她或许以为你在闭关，就没打扰你。哎呀，夫君，我不好意思嘛，当时我和她吵得那么凶，
肯定让他伤心了。我觉得过意不去，我也想联系我姐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敢，没有勇气。夫君，你说我该怎么办吗？那你给你姐姐道个歉，不就行了吗？我，怎么？道歉的话，我不知道怎么说。那你现在给姐姐道个歉，我看看行不行？姐姐，对不起，是我错了，我不该惹你生气，请你原谅妹妹好吗？这样行吗？严可如小心翼翼地说道。这样就可以。那我问问你姐姐，她有没有原谅你？叶鼎看着严可卿，用眼神示意。严可卿点了点头。好吧，你姐原谅你了。夫君，你怎么知道？你又没问。哦，我是想说，如果你姐原谅你了，你会不会联系你姐？我，怎么？你不愿意？是不是想你姐姐先联系你，然后你再道歉？我懂了，你是想找一个台阶下。我是妹妹吗？姐姐怎么也要让一下妹妹是不？嘿嘿，好吧，我问问你姐，她愿不愿意先联系你？叶鼎给了严可卿一个眼神。坐在凳子上的严可卿点了点头。夫君，这怎么好意思问啊？你千万不要直接问，委婉一点好不好？好，放心，我会委婉的。可如，夫君想跟你说一些心里话。其实，我觉得你主动给你姐姐联系，道个歉是最好的。叶鼎赶忙转移话题，同时语气变得格外温柔且语重心长。你姐妹俩从小相依为命，感情深厚。你生病后，你姐姐一边给你想尽办法给你治病，一边拼命撑起一个家。小年纪就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只有你姐姐自己知道。我想你也清楚，这些年你姐姐都是怎么熬过来的。如今你病好了，生活也好了一点，你姐姐本来满心欣慰，现在却闹起了矛盾。叶鼎缓缓说着，脑海中仿佛浮现出严可卿曾经艰难的画面。此时，另一边的严可如静静地坐在柔软的床上，听着叶鼎的话，心中五味杂陈。他微微撇着嘴，泪水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很快便泪流满面。呜呜，夫君，我知道，我一直知道姐姐很辛苦，为了我更是操碎了心，惹姐姐生气是我不好。呜呜，严可如泣不成声，满心的愧疚如潮水般涌来。严可卿在一旁听见妹妹的哭声，心里既难过又欣慰。难过的是妹妹如此伤心，欣慰的是妹妹终于学会体谅姐姐了。她眼中也不禁充满了泪水，咬着嘴唇。好了，娘子不哭了，你姐姐肯定也不想看你哭。叶鼎轻声安慰着。娘子，你已经长大了，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了，要学会关心照顾保护对你重要的人。夫君我知道了。严可如抽泣着回应，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情绪。要不你现在给你姐姐联系一下，把事情说开。叶鼎继续劝说道。夫君，我不敢。严可如的声音中带着明显的歉意。可如啊，你晚联系一会，你姐姐就多难过一会，也许现在正伤心难过，痛苦的睡不着觉。难道你还忍心让你的姐姐继续深受折磨吗？叶鼎语重心长地说道。她是你亲姐姐，不管你怎么惹她生气，她都是你最亲的人，她又不会吃了你，有什么不敢的？你现在就给你姐姐联系，听夫君的。好吧，夫君，我先挂断了。好，加油，娘子。叶鼎，谢谢你。严可卿缓缓起身，轻轻抱住叶鼎，眼中满是真情实意。他凝视着叶鼎，发自内心的感谢他。丁，严可卿好感度+5，当前好感度92，都是一家人，不用谢。叶鼎微笑着回应。哼。严可卿轻哼一声，扭过头去，但嘴角却忍不住微微上扬。片刻后，严可卿手中一直紧紧握着传信玉符，极地等着妹妹传信联系。我妹妹怎么还没有联系我啊？严可卿忍不住抱怨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焦虑。这才过去几分钟，你就等不及了？叶鼎，你给妹妹联系一下，问一问。好吧。叶鼎无奈地笑了笑，拿起传信玉符说道。娘子，你联系你姐了吗？没有。怎么还没有联系？我拿着传信玉符，就是不敢联系我姐姐。她是你姐，又不会吃了你，有什么好怕的？现在就联系。听夫君的准没错，如果不敢联系，就闭上眼，一狠心就可以了。可如，你可以的，你是夫君心中最棒的女人，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前进的脚步，只要你想做，就一定能做到。可如，加油！叶鼎再次鼓励道，语气坚定而充满力量。好，夫君，我听你的。严可如似乎被叶鼎的话鼓舞，声音中多了几分勇气。片刻后，嗡嗡嗡嗡，传信玉符清脆的声响打破了短暂的沉默。我妹妹来消息了。严可卿紧张地说道。妹妹，那么晚了还没睡啊？姐姐。严可如带着哭腔的声音传来，紧接着便是一阵低低的啜泣声。呜。妹妹，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给姐姐说，姐姐弄死他，
是不是叶鼎欺负你了？叶鼎一脸无语，心里暗自想着，怎么还赖自己身上了？哼，让你赖我。姐姐，不是叶鼎。严可如赶忙解释道。那怎么了？姐姐，对不起，之前不应该和你生气。哎，妹妹别哭了，吓我一跳，还以为什么事呢。咱们是亲姐妹，有点小矛盾而已，别在意，姐姐没放在心上。严可清紧咬着嘴唇，强忍着泪水，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感夹杂着怪异的感觉一起涌上心头。呜呜，姐姐，都是妹妹不好。严可如哭得更厉害了，似乎要把心中所有的委屈和愧疚都哭出来。好啦好啦，妹妹别哭了，乖。严可清赶紧给了叶鼎一个你懂的犀利眼神。姐姐，你怎么了？没事，姐姐就是开心，心中畅快，忍不住发泄了一下。哦，姐姐，我后天想去你那，可以吗？妹妹，你跟姐姐那么客气干嘛？想来就来，姐姐这里就是你的家。姐姐，你真好。严可如破涕为笑，声音中充满了喜悦。姐姐，不对你好对谁好？正好，你来了，姐姐做你最喜欢的菜给你吃。严可清笑着说道，仿佛已经看到了姐妹俩相聚的温馨画面。好，姐姐，那个……严可如犹豫着说道。那个什么？姐姐，那个我不可以带叶鼎一起去？不行。为什么？姐姐，你在生叶鼎的气吗？没有，妹妹，我想跟你说说心里话，谈谈心，叶鼎再不方便。哦，那好吧。姐姐，天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好，妹妹，你也早点休息。严可清挂断传信玉符后，撇着嘴，斜着眼看着叶鼎。他此刻的心情无比复杂。嗡嗡嗡嗡，夫君，你睡了吗？严可如温柔的声音传来。没有，你联系你姐了吗？联系了，谢谢你，夫君。咱们是夫妻，不用那么客气，都是夫君应该做的。那我也要谢谢夫君。嘿嘿，要谢的话，明天你就好好犒劳夫君就行了。好，夫君，我等你。严可如轻声说道，声音中带着一丝羞涩与期待。晚安啦，夫君。晚安，夫君，我爱你。说完，严可如挂断了传信玉符。娘子，我也爱你。叶鼎对着传信玉符说道，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严可清看着叶鼎他们小两口如此恩爱，心中真是羡慕嫉妒恨，同时又为妹妹感到欣慰。毕竟妹妹找到了一个真心对她好的人。柔和的灯光在房间内晕染开，营造出一片朦胧而温馨的氛围。此时，严可清身着一袭轻薄的轻纱，身姿曼妙，宛如一位温婉贤惠的妻子。叶鼎，去见我妹妹，别忘了把她加入五姐妹联盟的事告诉她。严可清一边轻柔地抚平叶鼎衣服上的褶皱，一边用温柔且带着叮嘱意味的语气说道。好，我会给她讲的。叶鼎看着严可清，点头应道。严可清上下打量着叶鼎，像一位细心的母亲在检查孩子出门的装扮，确认无误后继续说道。其实在合欢宗有很多类似的女子小团体，她们也都是为了互帮互助。毕竟在这偌大的宗门里，一个人很容易被其他女弟子霸凌。在合欢宗，有时候你得罪了一个女人，就相当于得罪一大群女人，而女人又是最记仇的。所以你这个帅炉鼎，以后出门在外要注意一点。随后他轻轻拥抱着叶鼎，拉着叶鼎的手，嘴角带着一抹温柔的微笑道。好啦，快去吧，别让妹妹等急了。等叶鼎回亲他后，这才缓缓放开叶鼎的手，目光一直注视着他离开，眼神中满是不舍。月上柳梢头，皎洁的月光如水般洒下，为大地披上一层银纱。在这浪漫的氛围中，叶鼎御剑朝着圣女峰的方向疾驰而去，不多时便来到了与严可如约定的地方。夫君，这边。透明阵法不远处的严可如，她那如雪般的白发在月光下闪烁着熠熠光辉，宛如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她伸出白皙娇嫩的手臂在空中轻轻挥舞，同时小心翼翼地呼喊着，声音如同夜莺般婉转。叶鼎毫不犹豫地直接飞了过去，只见严可如正目光不断左右张望，似乎在警惕着什么。叶鼎不禁问道：可如，你怎么有点鬼鬼祟祟的？难道你师尊在？严可如一见到叶鼎，原本略带紧张的神情瞬间眉开眼笑，他像一只欢快的小鸟般直接一跃，轻盈地飞到叶鼎怀里，紧紧抱着他，然后快速地在叶鼎脸颊上亲了一口，接着站在飞剑上，主动让叶鼎搂着他那盈盈一握的小蛮腰，小声说道：师尊没在，我怕遇见几位师姐，那我们赶紧进洞府吧。叶鼎感受到严可如的紧张，轻声说道：好。叶鼎紧紧抱住身材娇弱的严可如，催动飞剑向着洞府飞去。两人的身影在月光下逐渐远去，只留下一道淡淡的光影。一进入圣女峰那静谧的18洞府，严可如仿佛一只久未进食的小兽，嘟着嘴，
眼中满是炽热的火焰。几日不见，两人心中的思念如潮水般汹涌，早已饥渴难耐，此刻尽情地释放着彼此的情感。此时，在圣女峰顶端一处隐秘的密室内，气氛却显得格外压抑。一位极品美女正双手捧着阴阳镜，镜中清晰地映照着严可如与叶鼎在洞府内亲昵的画面。她看着镜中的场景，脸上的表情由震惊逐渐转为悲愤，一阵阵叹息声不断从她口中传出。可如徒儿，昨天晚上为师刚给你讲过合欢十宗罪，你今天怎么全忘了？你可是未来的合欢宗圣女，怎能如此？哎，这一定都是可恶叶鼎的错。如果不是他，可如徒儿肯定不会沉沦。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狠厉，仿佛要将叶鼎千刀万剐。哼，叶鼎，你等着！他咬牙切齿地说道：“我定会把你给阉了。”严可如慵懒地依偎在叶鼎怀里，玉手在叶鼎胸口轻轻画着圈圈，眼神中透着一丝羞涩与甜蜜。夫君，昨天我师尊来教我功法，跟我聊了很多，我听他的意思，好像想让我当圣女。让你当圣女，那是好事啊。可是，他说当圣女就不能和男人做羞的事。啊，这是为什么？这里可是合欢宗，那种事不是很正常的吗？我也是这样说的。师尊说合欢只会让人沉沦，对修行无益。他试过吗？就说对修行没有益处。夫君，告诉你一个我师尊的秘密，千万不要给别人说。严可如神秘兮兮的起身，趴在叶鼎耳边，小声说道：“我师尊还是个处女。”叶鼎听后，惊讶地看着严可如，眼睛瞪得老大，难以置信地问道：“怎么可能？听说你师尊是金丹修士，在合欢宗那么多年，怎么可能没有碰过男人？他多少岁了？”不知道。严可如摇了摇头。金丹修士起码有100-200岁了吧？夫君，他自己跟我说的，还说保持处女之身对修行有益。娘子，你觉得保持处女之身与合欢，哪一种对修行有益？夫君，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和夫君一起修炼对修行有益。严可如一脸幸福地说道。为什么？因为夫君是纯阳之体，最佳炉鼎，对滋养我的玄阴之体非常有用。严可如红着脸解释道。娘子，这都被你发现了，我确实是纯阳之体，不过为什么宗门检测没有检测出来呢？夫君，你的纯阳之体是隐性的，如果我不是玄阴之体，我也发现不了。夫君，你的纯阳之体一定要保密，不能让别人知道，否则会被别的女修抓走，把你日夜蹂躏。严可如一脸担忧地看着叶鼎。放心，这种事绝对不会让第3个人知道，是绝不能被第4个人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姐姐也知道。好，那就绝不能被第4人知道。第4个知道的人，日日夜夜被人折磨，体无完肤，生不如死。叶鼎一本正经地说道。哥哥，夫君说的对。严可如被叶鼎的话逗得咯咯直笑。对了，娘子，有个事差点忘了跟你说了。叶鼎突然想起什么。什么事？接着叶鼎把5姐妹联盟的事，从联盟成立的初衷到成员的组成以及未来的规划，都详细地告诉了严可如。严可如听后一脸惊讶地问道：夫君，你竟然会炼丹炼气，还会制服，而且还是盟主？他的眼中满是崇拜与惊喜。天哪，夫君真是太厉害了，如儿爱死你了。严可如越看叶鼎，心里越欢喜，不由自主地爬到叶鼎身上。娘子，你干嘛？叶鼎看着严可如，眼中带着一丝笑意。严可如捋了一下自己如瀑般的白色秀发，害羞地说道：你说呢？娘子不是刚来过吗？嘻嘻，谁让夫君那么优秀呢？对了，夫君，在那之前，我还有个私密的事想问你。严可如满脸羞红，调皮可爱地趴在叶鼎耳边，呢喃细语，一个字一个字地问道：夫君，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和我姐姐？夫君，你真是太厉害了，我又突破了炼气11层，马上就赶上姐姐了。嘿嘿，还是娘子厉害，为夫也突破到炼气11层了，娘子还要多努力啊。夫君，我会努力的。此时圣女峰顶那间幽静的密室里，一位身穿如雪般洁白纱衣的极品美女正安静地盘坐在柔软的蒲团之上。她双手捧着阴阳镜，耳朵紧紧贴近镜面，全神贯注地偷听着严可如与叶鼎在洞府内的床头悄悄话。当听到说她100-200岁时，顿时心里不是滋味。那个女生都不想被别人知道她的年龄。清晰地传入她耳中时，原本还保持着优雅姿态的她急忙取出琉璃镜，对着镜子仔细端详起自己的容貌。镜中的她闭月羞花，秀色可餐，肌肤娇嫩的如同刚剥壳的鸡蛋，吹弹可破。她轻轻抚摸着自己的俏脸，努了努那樱桃般小巧的嘴巴，自信满满的说道：真美，我可是合欢宗第1美女，我年龄大一点怎么了？我如此年轻漂亮可爱，等哪天你见了我，一定惊掉你的下巴。
极品美女不甘心地放下镜子，强忍着这口恶气，最终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继续偷听下去。当听到叶鼎是纯阳肢体时，他原本还带着愤怒的眼神瞬间一亮，惊喜之色溢于言表。终于听到有用的了，叶鼎，你还真是纯阳肢体啊！此时他心中就像一块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不禁松了一口气。然而惊喜之余，愤怒又再次涌上心头。啪的一声，他猛地将阴阳镜重重地放在一旁，豁然起身，双手叉腰，对着空气大声怒道：该死的叶鼎，我就是第4个知道的人，你竟然用如此说我！哼，你才是那个被日夜折磨、体无完肤之人，真是气死我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后，极品美女本打算不再偷听，可当她的目光落在阴阳镜上时，心里就像被无数只小爪子挠着，奇痒难耐。如果不继续偷听，那种感觉就仿佛有千万只蚂蚁在心头爬过，让她坐立不安，非常不痛快。当她再次拿起阴阳镜的那一刻，心中竟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刺激感，兴奋与窃喜交织在一起，让她的心跳陡然加快。就在这一瞬间，她突然意识到，我竟然喜欢上了偷窥。咦，淫贼叶鼎竟然还会炼丹，该死的淫贼，竟然连纯情玉女傲雪徒儿也不放过。不行，我也要在傲雪洞府加个窥探镜。我可不是喜欢偷窥，而是为了关注徒儿们的修行状况。对，就是这样。他一边为自己的行为找着借口，一边继续目不转睛地盯着阴阳镜。1日后，清晨的阳光温柔地洒在大地上，给世界披上一层金色的光辉。严可如与叶鼎在洞府内享受着这温馨而宁静的时刻。严可如温柔体贴地看着叶鼎，眼中满是关切。夫君，早餐吃饱了吗？吃饱了。叶鼎微笑着回答，眼神中透着满足。严可如轻轻起身，细心地帮叶鼎整理了一下衣衫，动作轻柔而娴熟。他微微皱眉，眼中闪过一丝担忧。等会我去见姐姐，下一次见面可能是在秘境之中了。夫君，进入秘境一定注意安全。放心吧，娘子，你也要注意安全。叶鼎抱着严可如亲吻一下，给予她坚定的回应。严可如轻轻点头，眼中满是不舍。旋即两人缓缓出了阵法，严可如朝着玉女峰的方向飞去，那飘逸的身姿在阳光的照耀下宛如仙子下凡。叶鼎则转身朝灵药峰飞去，他的身影逐渐消失在天际。叶鼎并没有回到自己的洞府，而是径直飞往灵药峰91洞府。很快他便来到洞府门前。咚咚咚，叶鼎轻轻敲响了洞府门。叶鼎，你终于来了。洞府门刚一打开，叶鼎就看见一脸幽怨的咩代莹正嘟着嘴，那模样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他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叶鼎，眼神中满是委屈巴巴的神情。咩代莹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如瀑布般披肩而下，身上穿着一身精心剪裁的黑丝女仆装，那包裹着修长美腿的黑丝散发着一种神秘而诱人的气息，让人不禁浮想联翩。嫩白的脖颈上一条黑色皮质项圈恰到好处地佩戴着，为她增添了几分独特的女仆韵味，更显娇俏迷人。紧接着，咩代莹如一只渴望主人安抚的小猫般直接扑入叶鼎怀里，双手紧紧搂着叶鼎的脖子，仿佛生怕他再次消失。叶鼎宠溺地将咩代莹抱进洞府，轻轻放在柔软的床铺上，温柔地说道：我这不是来了吗？咩代莹抬起头，目光灼灼地看着叶鼎，眼中满是期待与渴望。叶鼎，你这几天不在，我心里空落落的，你要好好安慰我才行。叶鼎有些惊讶，几天没见，咩代莹竟变得如此乖巧，与之前那个桀骜不驯的他简直判若两人。他忍不住问道：莹儿，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变得如此乖巧？我还是喜欢你以前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如果你喜欢，我都可以。叶鼎，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咩代莹眼中闪过一丝担忧，小心翼翼地问道。我喜欢啊。怎么如此问？叶鼎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头发。那我给你发传信玉符，你怎么不回呢？咩代莹一边可怜巴巴地用小手擦着眼泪，一边拉着叶鼎的手，那模样活脱脱就是一个被欺负、受委屈的小女生，让人忍不住心生怜惜。叶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笑意，原来是这个事啊。他一把将咩代莹拉进怀里，轻轻抚摸着她柔软的娇躯，温柔地说道：嘿嘿，我之前有事忙，没有及时回复，我这不是亲自来好好安慰你吗？明明只是回个消息的事，现在我亲自上门，不正说明对你的重视吗？叶鼎说着，直接亲吻在咩代莹樱桃小嘴上，根本不给她喘息的机会。没过多久，咩代莹看向叶鼎的眼神变得越来越炽热无比，就像一只饥饿的野兽看见了自己的猎物。他毫不犹豫地直接向叶鼎倒在床上，将他压在身下。叶鼎见那个熟悉的桀骜不驯的咩代莹又回来了，嘴角不禁露出难以言表的窃喜。
咩代莹低着头，秀发垂落，看着叶鼎，脸色娇羞得如同熟透的苹果。他轻声说道：“叶鼎，你的银儿太想你了，请让银儿尽心尽力服侍你。”此刻，咩代莹身上气息涌动，成功突破至炼气8层。而这一番修为提升所反馈给叶鼎的，只让叶鼎炼气11层的修为提升了1/3。叶鼎心中暗自思索，看来确实如自己所料，对方境界低了，通过双修所获得的修为反馈也会随之降低。正在叶鼎沉浸在思考之中时，咩代莹已经换上了一身洁白如雪的白丝女仆装，搭配着黑色的小巧围裙，显得格外俏皮可爱。她轻轻拉着叶鼎的手，如同一只温顺的小猫般撒娇道：“叶鼎，我有个要求，可不可以提一下？看在你尽心尽力的份上，你可以提。”叶鼎看着咩代莹，眼中满是宠溺。好爱，那你能不能送我一件有纪念意义的礼物？咩代莹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继续说着：“这样以后我一个人时，只要看到你的礼物，就感觉你陪伴我身边，我心里就会很踏实。”叶鼎看着如此乖巧听话的咩代莹，心中满是感动，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随即掏出一枚小剑送给咩代莹。“怎么样，喜欢吗？”咩代莹皱了皱眉，撇了撇嘴：“我喜欢，喜欢就好，这可是我亲自炼制的。”咩代莹听了点了点头，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她感觉自己的心被一种甜蜜而温暖的情绪填满，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丁，聂代莹好感度+8，当前好感度96。叶鼎，你真好。咩代莹迫不及待地说道，眼中满是甜蜜。我家银儿有你，我才觉得好。得到叶鼎的夸奖，咩代莹心里乐开了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翌日傍晚的余晖如一层金色的薄纱，轻柔地洒在灵药峰上。叶鼎与恋恋不舍的咩代莹又亲密厮磨了几个时辰后，终于起身离开洞府，径直来到了灵药峰108洞府。师兄，你来了。刚下班的鲍西玉还没来得及换下制服，她妆容精致，一身标准的职业装，黑色的包臀裙完美的勾勒出她圆润挺翘的臀部线条，包裹着修长美腿的黑丝散发着迷人的魅力，白色露肩锦衣则恰到好处地展现出她白皙的肌肤和优雅的锁骨。她一看到叶鼎，眼中立刻绽放出惊喜的光芒，迈着那双1.2米的大长腿，如一只欢快的小鹿般跳进叶鼎怀里。自从上次开完五姐妹联盟会以后，鲍西玉的心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面对叶鼎，她总觉得自己各方面比不上其他人，心底不自觉地透着一丝自卑。然而现在有了4位姐姐的认可与信赖，她内心已经完全把叶鼎当作自己的道侣来对待。之前她也是因为囊中羞涩，没有足够的零食，所以不敢频繁地请叶鼎当炉鼎。但如今有了五姐妹联盟资金后，她再也不用担心零食的问题了。最让她感激的就是邵傲雪师姐一下子拿出1000零食，这可真让她惊呆了。不过最让她好奇的是，邵傲雪师姐还不是叶鼎的女人，为什么会拿出那么多零食呢？这个疑问一直在她心中萦绕。叶鼎紧紧抱着高挑漂亮的鲍西玉，然后在她脸颊上亲了一口，眼中满是欢喜。西玉师妹，今天你怎么那么热情？鲍西玉红着脸神秘兮兮地说道。师兄，这是几位姐姐教给我的。叶鼎没想到这个五姐妹联盟竟然还教这种东西对付她，真是煞费苦心啊。叶鼎看着鲍西玉，眼神中带着一丝期待。西玉师妹，今晚我要在你这过夜了。鲍西玉开心不已，眼中闪烁着幸福的光芒。紧接着她好奇地问道，几位姐姐今天没空吗？嗨嗨，她们都有事，明天我们就去秘境试炼了，你修为低去不了，就好好在宗门修炼，注意安全。知道了师兄。鲍西玉乖巧地答应一声，接着心情有些低落，轻声说道，师兄，我好想和你们一起去，把我一个人丢在宗门，感觉很孤独，真羡慕几位姐姐。叶鼎轻轻抚摸着鲍西玉的头发，以后有的是机会，先提升境界，增强实力。鲍西玉坚定地点点头，师兄，我会的。接着他抬起头，脸色羞红地问道，师兄，我以后可不可以多找你修炼？叶鼎嘴角微笑，毫不犹豫地点头，可以啊，只要我有空都可以。师兄，现在你有空吗？鲍西玉的眼神中闪过一丝羞涩与急切。当然有空。鲍西玉脸色羞红，扭扭捏捏的样子。师兄，把我抱进卧室吧。叶鼎微微一笑，轻轻将鲍西玉公主抱起来，朝着卧室走去。鲍西玉目光中充满坚定，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道，师兄，我知道我各方面都比不上4位姐姐，所以我要加倍努力才行。一阵浑厚绵长的号角声，如同一头远古巨兽的咆哮，在整个合欢宗的上空轰然响起。那声音仿佛带着某种神秘的力量，瞬间传遍了宗门的每一个角落。凌乱的床铺上，相拥而眠的叶鼎和鲍西玉两人
被这突如其来的号角声猛地从甜美的梦乡中惊醒。叶鼎悠悠转醒，听到外面那熟悉的号角声，瞬间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师兄，这号角声是干嘛的？鲍西玉也赶忙起身，神色中带着警惕与疑惑。这是召集弟子前往天葬秘境试炼的号角声。师兄，你要走了啊？鲍西玉听闻此言，瞬间感觉心头一紧，鼻子一酸，泪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他像是害怕失去最珍贵的东西一般，转身紧紧抱住叶鼎的脖子，仿佛只要抱得足够紧，叶鼎就不会离开。丁，鲍西玉好感度达到80，是否绑定修为反馈？绑定。叶鼎在心中默念，脸上不禁浮现出欣慰的笑容。鲍西玉终于深深爱上了他，感受着怀里温暖柔软的娇躯，闻着他那独特而迷人的体香。叶鼎轻轻抚摸着他乌黑亮丽的秀发，温柔地安慰道：好啦，别哭了，只不过是1-2个月的事，很快就回来了。叶鼎是真的比较喜欢这个小师妹，在相处的过程中，他能真切地感受到鲍西玉对他那纯粹而炽热的喜欢。鲍西玉虽然外表看着柔弱胆小，给人一种需要人保护的感觉，但其实他的内心十分好强，骨子里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喜欢和别人争一争，即使自己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也绝不轻言放弃。鲍西玉听到要2个月见不到叶鼎，心中的不舍愈发浓烈，伤心的情绪如决堤的洪水般泛滥开来。师兄，我刚深深喜欢上你，你就走了，我心里好难过。鲍西玉哭得稀里哗啦，那模样就像刚结婚洞房完的小媳妇，第2天丈夫就要出远门一样，满心都是委屈与不舍。好了，师兄也舍不得你这个小师妹，师兄也非常喜欢你，只不过这次为了筑基丹秘境试炼，我不得不去。叶鼎轻声安慰着，眼神中满是疼爱。片刻后，鲍西玉强忍着哽咽，带着浓浓的关切问道：师兄，我之前听说秘境试炼很危险，我担心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做好各种准备，而且我已经炼气11层了，基本上没有什么危险。叶鼎自信地说道，试图让鲍西玉安心。师兄鲍西玉眼角挂着晶莹的泪珠，撅着小嘴，那模样楚楚可怜。他仔细地盯着叶鼎，眼神中满是眷恋。怎么如此盯着我看？叶鼎温柔地问道。我想把师兄的容颜刻进脑海里，永远忘不了师兄。鲍西玉轻声说道，声音中带着一丝坚定。叶鼎心中一动，忍不住轻轻捏了捏鲍西玉的俏鼻，又细心地擦去他眼角下的眼泪，深情地说道：我家西玉怎么那么让师兄喜欢啊？师兄叶鼎的这句话就像一抹温暖的阳光，瞬间驱散了鲍西玉心中的阴霾。他不禁眉开眼笑起来。师兄，那么多天见不到你，我想你怎么办？鲍西玉抬起头，眼中满是迷茫与无助。想我就好好修炼。对了，这是师兄洞府的药牌，我走后你就帮我收拾一下房间，打理一下林雅敏，辛苦师妹了。叶鼎说着，从储物袋中取出药牌，递给鲍西玉。鲍西玉拿到药牌后，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别样的喜悦，就感觉自己仿佛已经成为了叶鼎的女人一样，能够为他操持家务，做一个贤妻良母。他紧紧地将药牌攥在手心，像小鸡啄米一样不断点头，呵呵地傻笑起来。好，不辛苦，我最喜欢干活了。好啦，我要起床了。叶鼎说着，准备起身。师兄，等一下。鲍西玉急忙说道。怎么啦？叶鼎疑惑地看着他。鲍西玉鼓起勇气，神色娇羞地趴在叶鼎耳边，第一次大胆露骨地悄悄说道：师兄，等你回来后，我要和你在一起10天10夜。鲍西玉之所以提出这个大胆的要求，就是想和叶鼎定一个约定。有了这个约定，叶鼎师兄不管走到哪里，他心里都会记得这个约定，记得在合欢宗有个鲍师妹在等他回来。叶鼎微微挑眉，看着娇羞的鲍西玉，心中既震惊又佩服，不禁说道：师妹，你还真敢想。师兄，你就答应我嘛，我只是想把失去的补回来而已。鲍西玉娇嗔道，眼神中满是期待。叶鼎看着眼前撒娇的鲍西玉，心中一软，点头回道：既然你如此要求，我就答应你，到时候可不要求饶。太好了，师兄，请让我服侍你穿衣服。鲍西玉开心地说道，随后乖巧地伸手射来叶鼎的衣服，认真细致地给叶鼎穿衣服，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爱意。洞府门口，鲍西玉依依不舍地抱着叶鼎，抬头望去，只见合欢宗的天空中赫然漂浮着2艘巨型飞船，一大一小，犹如2座漂浮在云端的岛屿。巨型飞船的旗杆之上高高挂着2幅巨大的经文锦旗，在微风中猎猎作响。锦旗上面合欢宗3个神韵十足的秀气大字，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显得格外醒目。师兄，那就是去秘境试炼的飞船吗？好大啊！鲍西玉惊讶地说道。为什么有2艘呢？叶鼎耐心地解释道，大的是女修乘坐的，小的是男修乘坐的。叶鼎抬眼望去，
只见不断有修士御剑飞上天空，女修们纷纷朝着大飞船飞去，而男修们则飞向小飞船。然而有些男修似乎不甘心乘坐较小的飞船，试图飞向大飞船，结果被飞船上的女修毫不留情地赶了下来，甚至有的女修直接动手将那些男修轰下飞船。叶鼎见状忍不住冷哼一声，内心不断吐槽，合欢宗不愧是一个性别歧视的宗门。厚重悠长的号角声再次响起，那声音仿佛带着一种无形的魔力，就像战争前的前奏一样，听了让人心中涌起一股豪情壮志，仿佛即将迎战一场保家卫国的生死战争，令人热血沸腾。叶鼎低头看向早已泪流满面、无语凝噎的鲍西玉，心中感慨万千。前一刻两人还在欢声笑语，爱意浓浓，转眼间却要面临着揪心、撕心裂肺的分别。鲍西玉紧咬嘴唇，一直努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不想让叶鼎看见自己软弱的一面，可眼泪却像是不受控制一般不停地流淌。叶鼎心疼地捧着鲍西玉的小脸，轻轻替她擦干眼泪，接着给了她一个长长的深吻。分别之时最忌讳优柔寡断，他目光坚定地注视鲍西玉的眼睛，说道：师妹，我走了，照顾好自己。说完，叶鼎毫不犹豫地祭出飞剑，脚踏飞剑，如同一道流光般朝着飞船的方向疾驰而去。鲍西玉见状踉跄着跑了几步，追着叶鼎的身影带着哭腔大声喊道：师兄珍重。那声音在风中飘荡，充满了无尽的眷恋与不舍。风和日丽，明媚的阳光洒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之上，山川河流在这温暖的照耀下焕发出勃勃生机。郁郁葱葱的山脉连绵起伏，犹如一条蜿蜒的巨龙盘踞大地。就在这山脉的上空，两艘飞船一前一后，如离弦之箭般急速向前飞行，划破长空，留下两道长长的气流轨迹。叶鼎迎风伫立在第二艘飞船的甲板之上，烈烈风声吹得他衣衫猎猎作响。他目光远眺，紧紧盯着前方那艘气势恢宏的巨大飞船。那飞船足有10层楼阁，宛如一座漂浮在空中的巍峨宫殿，散发着令人瞩目的威严气息。叶鼎眼神深邃，不知在思考着什么。这位师弟，你在看什么呢？一个温润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叶鼎闻声转身看去，只见一位风流倜傥的年轻男子正站在不远处。此人长得俊秀非凡，一袭白色丝锦如雅长衫随风轻摆，仿佛自带一股超凡脱俗的气质。他头戴冠巾，手持一把纸扇，轻轻摇晃间，尽显悠然自得之态。此刻正饶有兴致地看向前方那艘巨大飞船。还没等叶鼎回话，那年轻男子便面带微笑，转头对着叶鼎拱手说道：在下天剑锋匡浩气，态度谦逊而不失风度。灵耀峰叶鼎。叶鼎赶忙回礼：叶师弟，前面飞船内确实有许多美女。匡浩气微微摇头，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感慨：但你要知道，他们皆是红粉骷髅，须知色字头上一把刀，可千万不要犯糊涂啊！在修仙之道上，女人都是绊脚石。师兄说的对，女人都是所求无度的吸血鬼。叶鼎顺着他的话说道，心中却在暗自锁：绊脚石，我倒想被多绊几次。师弟你这个说法倒是新颖。匡浩气眼中闪过一丝赞许：师弟，既然咱们观点如此契合，既为同道之人，不知道愿不愿意与我们畅谈一番？何为同道之人？师弟，看你气血充盈，面色红润，身体强壮，在咱们合欢宗肯定不是那任人压榨的炉鼎。匡浩气上下打量着叶鼎，眼中满是欣赏。正好我们绝不做炉鼎团有个聚会，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参加一下，大家一同交流心得，共探修仙之路。绝不做炉鼎团，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叶鼎心中更加好奇，在合欢宗这么久，还从未听闻过这样一个团体。嗨，只因我们团体人数太少，一直低调行事，故而不出名而已。匡浩气略带尴尬地解释道。叶鼎心想，自己加入合欢宗后，还真没怎么和其他男修打过交道，这或许是一个结交朋友、拓展人脉的好机会。于是他欣然答道：好，既如此，那就打扰师兄了。师弟请。匡浩气微笑着做了个请的手势，两人一同朝着飞船顶楼走去。飞船顶楼的第7楼是一处别具一格的观景楼，踏入其中，仿佛进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仙境。四周视野开阔，无论从哪个角度望去，都能看到远处如诗如画的风景。时而云雾缭绕，时而飞船跨越山巅，运气好的时候还可以领略到落日晚霞的壮丽景色，绚烂多彩，美不胜收。匡师兄，这边！刚进入观景楼，就有一人大声朝他们喊道：叶师弟，这边！只见桌子旁有2人正坐在蒲团上悠闲地品着茶，其中一人身材肥胖，身宽体胖，脸上始终带着笑呵呵的表情，给人一种十分亲和的感觉，腰间还挂着一个酒葫芦，隐隐散发着醇厚的酒香。
另一人身材极为瘦弱，脸上不苟言笑，但眼神中透着一股锐利，精气神十足，身边放着一把利剑，剑身寒光闪烁。两位师弟好，给你们介绍一下，又遇见一位新道友，叶鼎。匡浩期热情地向两人介绍道，这两位，胖子是雍容子，瘦子是廖树。匡浩期又分别指着两人向叶鼎介绍，见过两位师兄。叶鼎礼貌地拱手行礼。雍容子抬手示意，热情洋溢地说道，师弟客气，都是朋友，请坐。有了叶道友加入，我们不做炉鼎团，终于又突破4人了，可喜可贺，当庆祝一番。哈哈。雍容子一边笑着说道，一边从储物袋中拿出4坛美酒，稳稳地放在桌上，酒香瞬间弥漫开来。来，一人一坛，喝个痛快。雍容子豪爽地说道。叶鼎心中不禁有些惊讶，原来这团竟然只有3人。不过他也没有表露出来，而是大方地拿起一坛酒，与众人一同畅饮起来。几人也不客气，边喝边畅快地聊天。匡师兄，你见识多，给我聊聊，谁是最漂亮的仙子吧？那精瘦男子廖树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期待，迫不及待地问道。要说最漂亮的仙女，那肯定是咱们合欢宗圣女峰峰主戴仙子。匡浩气微微眯起眼睛，仿佛在回忆着戴仙子的绝世容颜，脸上露出一丝向往。师兄，戴仙子那的确是第一美女，我是想问问其他宗门有哪些美女，就比如这次参加试炼之人。廖树追问道，眼中满是好奇。叶鼎听闻不禁诧异，看向那精瘦男子，心中暗自疑惑，不是说绝不做炉鼎吗？怎么对美女如此感兴趣？嗨嗨，师弟勿怪，我早年受过伤，不能行人事，所以对于美女只是精神方面追求罢了。廖树似乎看出了叶鼎的疑惑，坦然地解释道。叶鼎心中一惊，这种极为私密的事情他竟然如此直接地说了出来，着实让人意外。精瘦男子廖树似乎能读懂叶鼎的心思一样，继续说道，叶师弟不必在意，我已经习惯了，他们都知道的，说出来也省得让你误会，这也是我加入绝不做炉鼎团的原因。叶鼎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对廖树的坦诚表示理解。既然廖师弟问了，那我就说说，要说咱们同一辈的仙女，首先就得说说跟咱们宗门关系最差的缥缈宫。有一位绝世美女，名叫上官彩蝶，被誉为缥缈宫最漂亮仙女。匡浩气缓缓说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欣赏。听说上官彩蝶有道侣了，真是可惜了。廖树略带惋惜地说道。廖师弟，这你就不懂了，缥缈宫在道侣方面与我们合欢宗理念相反。匡浩气耐心解释道，咱们合欢宗道侣可以合欢，但是不能有感情，而缥缈宫道侣是只做精神道侣，不准合欢，即使是道侣也不能有肌肤之亲。啥师兄，你的意思是缥缈宫女修都是处女了？廖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对，也可以这么说。匡浩气肯定地点了点头。叶师弟，你对精神伴侣有什么看法？匡浩气突然转头看向叶鼎，饶有兴趣地问道。在我看来，精神道侣是一种精神上的合欢，是建立在肉体合欢之上，没有肉体合欢就没有精神合欢。所以说，没有肉体合欢的精神道侣，只不过是空中楼阁，镜中水月罢了。叶鼎思索片刻后，认真地说道。叶师弟，真是语出惊人，不知道肉体合欢与精神合欢，你更想要哪一种？匡浩气追问道，眼神中带着一丝探究。我只要肉体合欢。叶鼎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在他看来，合欢能增加炉鼎值，对自己的修仙之路有着实实在在的帮助，自然是更为重要。叶师弟，你还年轻，千万要把持住。以前我们团有很多道友，最后都不如肉欲之欢，下场都很惨。师弟，听哥一句劝，女人的水很深，不知深浅，千万不要猛地往前冲。匡浩气语重心长地劝说道，眼神中满是关切。谢师兄提点，我会注意的。叶鼎感激地说道，心中对匡浩气的善意提醒表示感谢。听匡师兄这么一说，我觉得缥缈宫倒适合我。精瘦男子廖树呵呵一笑，眼中闪过一丝向往。匡浩气无奈地摇了摇头。师弟，此言差矣，缥缈宫收徒很严格的，不是天资卓越之人根本不收。廖树不死心地问道，那真是太可惜了，其他美女呢？第二位美女，那就是药王谷苗文季，人是长得极美，可惜是个灾星，听说她的双眼一只是蓝色，一只是粉色，走哪就会有厄运降临。匡浩气继续说道，将自己所知道的其他宗门美女的情况一一道来。叶鼎心中充满了好奇，忍不住问了一句，匡师兄，你怎么对其他宗门美女那么了解？匡浩气脸色瞬间露出一抹尴尬神色，眼神有些躲闪，举起酒坛，仰头猛灌了一大口酒，试图掩饰自己的尴尬。嗨，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谈也罢，喝酒喝酒。叶鼎参加的这次聚会收获颇丰，从匡浩气那里
他不仅知晓了许多闻所未闻的奇闻异事，还学到了不少在合欢宗乃至修仙界都颇为实用的东西。对于其他各宗门，叶鼎原本只是略有耳闻，经过此次交流，已然有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认知。嗡嗡嗡嗡，传信玉符突兀的响起，打破了叶鼎沉浸在思索中的宁静。夫君，你干嘛呢？接通传信玉符后，严可如那甜美可爱的声音如同山间清泉，潺潺流入叶鼎耳中。由于2艘飞船相距不远，传信玉符的信号稳定，使得他们能够顺畅交流。我在想你啊。叶鼎嘴角微微上扬，温柔地说道，语气中满是浓浓的思念兮兮。我也想你。严可如娇笑着回应，那欢快的笑声仿佛带着魔力，让叶鼎的心也跟着愉悦起来。今天都干嘛了？严可如好奇地问道，对叶鼎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兴趣。刚参加了一个聚会。聚会？什么聚会？严可如的好奇心瞬间被勾了起来，追问道。接着叶鼎将绝不做炉鼎团聚会的前因后果，包括与匡浩气的相遇、聚会的地点、成员以及他们谈论的各种话题，都详细的给严可如讲了一遍。哥哥喽，还有这样的团体，真是有趣。严可如听完后忍不住捂嘴轻笑，觉得这个团体的存在十分新奇。夫君，我听师尊说，过几天就会到天葬城，在那里会休息几天，然后再去秘境。休息的时候，你带我出去玩好不好？严可如语气中带着一丝撒娇，满是期待地问道。你师尊同意你出去玩？叶鼎有些诧异，毕竟在宗门的集体行动中，弟子的外出通常会受到诸多限制。师尊同意，不过不能出天葬城，天黑了我就得回去。可以，我也想带你出去玩一玩。叶鼎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他也期待着能与严可如在天葬城共度一段美好时光。夫君，你真好。夫君，那你好好休息吧。好。叶鼎应道，结束了与严可如温馨的通话。嗡嗡嗡嗡，叶鼎刚收起严可如的传信玉符，另一枚传信玉符又急促地响了起来。叶鼎在干嘛呢？传来的是严可清那冷冰冰的声音。叶鼎太熟悉他这种伪装了，深知在那高冷的表象之下，实则是如野马般充满激情的灵魂。叶鼎无奈地笑了笑，心想又是这个问题，刚和你妹妹聊天呢。叶鼎如实回答。哦，我妹妹给你聊什么呢？她说等到了天葬城，让我陪她逛逛。叶鼎也不隐瞒，坦诚相告。哦，叶鼎，等到了天葬城你也要陪我逛逛，如果有时间的话就陪你逛，带你们姐妹俩一起逛街也可以。不行，你必须带我一个人，你懂的。严可清加重了语气，叶鼎当然听出了他话中的深意，嘴角不自觉地上扬。我也想，只是时间可能不充裕。叶鼎心中暗自犯愁，心想你还是得和你妹妹商量着来吧。哼，放心，有时间。就这样说好了。挂了。严可清霸道地说完，便挂断了传信玉符。叶鼎放下传信玉符，刚松了一口气。嗡嗡嗡嗡，又有一枚传信玉符响了。小弟弟，忙不忙啊？那带着魅惑的声音让叶鼎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寒战。不忙，正休息呢。董师姐，有事吗？没事，就不能找弟弟聊天吗？董月武娇嗔道。有没有时间都能找弟弟聊天。那就好，最近没时间找你当炉鼎了。董月武略带遗憾地说道。没关系，师姐，等有时间你一定找我当炉鼎啊。哦，既然师弟如此说，那就等飞船到了天葬城后，我就找你当炉鼎。师姐，叶鼎刚想说话，却被董月武打断。就这样说定了，不能放师姐鸽子。弟弟你忙吧。说完，董月武就干脆利落地挂了传信玉符。叶鼎生无可恋，一脸无语地看着传信玉符，只感觉头都大了，心里暗自嘀咕：3个美女让我怎么安排？手心手背都是肉，这可太难选了。哎，女人缘太好，有时候也是一种甜蜜的烦恼啊。嗡嗡，叶鼎正因为这棘手的选择而烦恼的时候，又有一枚传信玉符响了。他一看，嘴角不禁微微一喜。傲雪师姐，你终于愿意找我当炉鼎了吗？叶鼎半开玩笑地说道。不是那个，师弟。邵傲雪的声音传来，听起来有些羞涩。师姐，那什么事？叶鼎好奇地问道。师弟，等到了天葬城，你带我去买东西，我比较害羞，买东西不会讲价。师弟，你一定要带我去买东西。邵傲雪语气中带着一丝央求。董师姐不陪你吗？叶鼎问道，心中有些疑惑，毕竟董月武和邵傲雪关系亲密。邵傲雪语气有点懊恼地说道，他有事不陪我，所以我只能找你了。行啊，傲雪师姐，我有空一定带你去购物。叶鼎欣然答应，他心里其实最想带着出去逛的，除了严可如，那就是邵傲雪师姐了。毕竟对于尚未完全得到的邵傲雪，叶鼎总觉得她有着一种别样的吸引力，就像吃不到的葡萄总觉得格外甜一样。
谢谢师弟了。师姐，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叶鼎趁机问道。什么事？五姐妹联盟资金，你怎么出资1000灵石？那么多？这个啊，等你带我出去逛街购物的时候，我再告诉你。好啦，不跟你聊了。邵雪娇羞的说完，就挂断了传信玉符。叶鼎无奈的叹息一声，心中愈发纠结起来，就好像眼前真的出现了一个选择题。你最想陪哪位美女逛街购物呢？严可如，那个温柔可爱、对自己满心依赖的她。B. 严可清，外表高冷，内心炽热，与自己有着深厚情感纠葛的她。C. 董月舞，充满魅惑，总能让自己心跳加速，却又有些捉摸不透的她。D. 邵雪，羞涩内敛，宛如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散发着独特魅力的她。这道选择题着实让叶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几日后，在众人的翘首以盼中，合欢宗的飞船终于缓缓抵达了天葬城。这座闻名遐迩的巨大城池，宛如一头沉睡的巨兽，静静地盘踞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那坚固无比的城墙，犹如一条蜿蜒的巨龙，绵延数百里，气势恢宏。城墙之上，一个个身姿挺拔、身穿厚重铠甲的士兵，手持长枪，目光如炬，正一丝不苟地认真站岗。进入天葬城之后，飞船如一只展翅的雄鹰，向着最繁华的城中心飞去。只见城中心的上空，早已有来自各个宗门的巨型飞船如繁星般在空中漂浮。一艘艘宏伟壮观的飞船上，各自竖着代表宗门的旗帜，在微风中猎猎作响。那迎风招展的旗帜上，清晰地写着缥缈宫、药王谷、魔幻门、冰皇殿、天道圣宗等字样，彰显着各大宗门的赫赫威名。等合欢宗飞船在空中稳稳停住后，只见空中瞬间涌现出数百名弟子，男男女女皆有。他们一个个身着华丽的合欢宗白色弟子服饰，宛如一群下凡的仙子与仙君，从飞船上御剑而下。这些弟子自然都是怀揣着兴奋与期待，想到城中心游玩一番的。叶鼎也夹杂在人群之中，随着人流一同向下面飞去。片刻后，叶鼎腰间的传信玉符轻轻震动，紧接着便收到了严可如那甜美的传音：夫君，你在哪呢？我怎么没看见你？叶鼎赶忙传音回应：红色屋顶最高的酒楼上面。看到了。没过多久，一位白发飘飘的美貌秀丽女子，如同一只轻盈的小鸟，灵动而优雅地朝着叶鼎所在的方向飞来，最后稳稳地降落在叶鼎怀里。她满含深情地说道：夫君，几天没见，好想你。娘子，我也想你。走，咱们去下面逛逛。叶鼎温柔地看着严可如，牵着她的手说道：好。严可如乖巧地点点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两人携手来到了麒麟大道，这里犹如一条繁华的步行街，街道两边店铺林立，鳞次栉比。各宗门的年轻男女弟子们三三两两结伴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叶鼎带着严可如漫步在这条繁华的街道上，先后逛了女装店、法器店、丹药阁、饰品店、胭脂店。每走进一家店铺，严可如都会兴致勃勃地挑选一番。最后他们走进了一家男装店，严可如在店内仔细地挑选，经过一番精挑细选，严可如为叶鼎买下了许多好看的衣服。他看着叶鼎，眼中满是爱意与欣赏，开心地说道：这些衣服夫君穿上真帅气。对他来说，给自己心爱的人挑选衣服比给自己买还开心。叶鼎牵着严可如的小手，两人手中还拿着刚买的零食，在街道上甜甜蜜蜜地闲逛着。然而叶鼎忽然感觉手中小手开始不断颤抖，他心中一惊，连忙转头看去，只见严可如浑身轻微颤抖，原本洋溢着幸福的脸庞此刻变得苍白如雪，眼中更是满是惊恐之色。可如，你怎么了？叶鼎焦急地传音问道，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严可如声音颤抖，带着无尽的恐惧与仇恨传音道：夫君，前面那个被剑男子就是因为一件秘宝，杀害我们全族的柯家长子柯长渊。叶鼎顺着严可如的目光抬头望去，正看见一对男女正朝着他们两人缓缓走来。那年轻男子身着一身山川水墨青衣，上衣中间一排古风盘扣，精致而典雅，身后背着一把大剑。他相貌堂堂，风度翩翩，乍一看确实是一位俊朗非凡的公子哥。然而从他嘴里吐出的却是污言秽语，瞬间破坏了他那原本良好的形象。叶鼎不经意间朝那女子看了一眼，顿时惊为天人。只见他款步而来，每一步都仿佛踏在众人的心弦上。他周身仿若萦绕着一层柔和光晕，宛如仙子下凡，美得如梦如幻。手中拿着一把玉箫，那玉箫在他手中仿佛也沾染了他的灵气，增添了几分独特的美感。他身着的那身白色长礼服，宛如冬日初雪，纯净而圣洁。礼服之上绣着金丝白云图案，白云上一只栩栩如生的白色凤凰刺绣，那高昂的凤首，舒展的双翅，似要振翅高飞，展现出一种傲然的尊贵之气。
她身姿高挑而曼妙，那礼服的裙摆拖地，她的脖颈间戴着一条简约却不失华丽的珍珠项链，与她白皙的肌肤相互映衬。耳垂上的钻石耳坠如星辰般闪烁，为她增添了一抹恰到好处的璀璨。她面容端庄秀丽，精致的柳叶眉微微上扬，双眸清澈而明亮，尽显优雅与从容。高挺的鼻梁下是一张线条柔美的嘴唇，唇角微微上扬，带着淡淡的笑意。她的发髻高高挽起，几缕碎发自然地垂落在脸颊两侧，修饰出她那完美的脸型。发间点缀着一枚精致的白玉发簪，更显她的高雅与庄重。举手投足间尽显大家闺秀的风范，每一个动作都仿佛经过精心编排，优雅的无可挑剔，宛如从画中走出的古典美人，令人心生敬意与倾慕，给叶鼎的感觉此女极美。与此同时，叶鼎的脑海中浮现出关于她的详细信息：姓名上官彩蝶，年龄19，身高175，体重59，三围90、56、88，境界炼气11层，灵根极品风灵根，宝体风灵宝体，好感度0，颅顶指数4颗星，美女评价容貌 SS 级，身材 SS 级，智慧 S 级，最爱守规矩。智慧既然是 S 级，叶鼎有点惊讶，原来他就是缥缈宫那位声名远扬的上官彩蝶，而那被剑的男子柯长渊，想来就是匡浩气师兄之前所说的上官彩蝶的精神道侣。叶鼎其实早已知道严可如姐妹俩的严家被灭族的悲惨遭遇，但他们一直将这份仇恨默默埋在心底，从未轻易向人诉说。有好多个夜晚，叶鼎都曾见到严可清、严可如抱着他在睡梦中抽泣，那痛苦的样子让他心疼不已。以前他有心想要帮忙，却苦于没有头绪，只能尽力在他们身边安慰他们，给予他们温暖与支持。如今既然知道了仇人是谁，那就好办了。叶鼎紧紧握住拳头，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咬牙切齿地传音道：既然是你的仇人，那也是我的仇人，我必杀他替你报仇。夫君，天葬城禁止打斗，等进入秘境动手也不迟。严可如强忍着内心的恐惧与仇恨，理智的传音提醒道：好，娘子，他进秘境，我必杀他。叶鼎的声音坚定而决绝。夫君，如果没有绝对的把握，千万不要贸然出手，你的安全更重要，以后报仇也不晚。放心吧，娘子，我有分寸。叶鼎轻声安慰着严可如，同时心中冷哼一声，在他眼中，柯长渊已然是一个死人了。叶鼎转头看向还是处女的美女上官彩蝶，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柯长渊，等我杀了你。汝妻无养之。被剑的柯长渊见到叶鼎和严可如身着合欢宗弟子服饰，脸上顿时浮现出一抹毫不掩饰的厌恶之色。两宗之间向来积怨已久，彼此仇视，合欢宗之人都是些肮脏不堪的家伙，居然还敢大摇大摆地在街上晃悠，简直不知廉耻。那语气中充满了鄙夷与不屑。他身旁的上官彩蝶神色平静温和，声音清脆而清晰地说道：柯师兄，宗门规矩，出门在外切不可惹是生非。师妹，你说的是，我错了。张狂的柯长渊听到上官彩蝶这般言语，神色瞬间一凛，宛如一只被驯服的猎犬，立刻变得乖巧听话，恭敬地抱拳回道。那模样就好似上官彩蝶的话对他而言如同至高无上的圣旨，不容有丝毫违抗。咦，白发妖女。柯长渊的目光落到严可如身上，不禁冷哼一声：找死。叶鼎顿时怒发冲冠，柯长渊不仅公然侮辱合欢宗，如今竟然还这般欺辱他视作心肝宝贝的严可如，这如何能忍？是可忍，孰不可忍？叶鼎气血上冲，不假思索的便要冲上前去，狠狠教训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然而他刚迈出一步，便被严可如伸出的小手紧紧拉住。严可如轻轻摇着头，焦急地对叶鼎说道：师兄，不要！天葬城严禁打斗，一旦违反，后果不堪设想。柯长渊听闻此言，嗤之以鼻，嚣张地说道：要不是上官师妹阻拦，我早就把你们的腿给打折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满脸嚣张地盯着叶鼎二人，眼中的鄙夷与得意几乎要溢出来，仿佛笃定叶鼎不敢在这城中动手。叶鼎强忍着心头怒火，冷哼一声，转头看向一脸平静的上官彩蝶。只见她身姿婀娜，气质高雅，宛如一朵盛开在尘世中的白莲，美得让人移不开视线。叶鼎嘴角忽然勾起一抹不怀好意的笑容，故意用轻佻的语气说道：哟，这位小娘子长得可真是标致，让大爷我摸一摸，陪大爷好好玩一玩。说罢便佯装着直接向上官彩蝶冲去。柯长渊见状，顿时神色大变。上官彩蝶可是他心中的逆鳞，任何人胆敢冒犯，都只有死路一条。
眼见叶鼎的手如饿狼扑食般向上官彩蝶的胸部抓去，他心急如焚，不假思索的急忙出拳，带着呼呼风声狠狠打向叶鼎。砰！一声闷响，叶鼎的手臂结结实实的挨了柯长渊一拳。叶鼎装作吃痛的样子，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同时大声向周围的人呼喊起来：打人啦！打人啦！大家都看到了，是他先动的手，想要置我于死地。那声音响亮而急切，瞬间吸引了周围众人的目光。你卑鄙无耻！柯长渊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叶鼎摆了一道，心中的怒火如同被浇了一桶油，熊熊燃烧，气得脸色变得如同猪肝一般紫红。当即他双眼通红，就要拔剑，誓要将眼前这个可恶的家伙碎尸万段。就在这时，上官彩蝶那清冷的声音适时响起：师兄，天葬成规矩，不得出手。好，我不出手。柯长渊硬生生地将那口恶气咽下，猛地把剑重新插入剑鞘，发出一声清脆的枪啷声。他怒目圆睁，死死瞪着叶鼎。叶鼎可不会就此罢休，他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趁着柯长渊被上官彩蝶阻拦的间隙，直接冲到柯长渊面前。啪！一声脆响，叶鼎用尽全身力气，狠狠一巴掌抽在柯长渊脸上。这一巴掌力道极大，直接打得柯长渊2颗牙齿崩出。紧接着，叶鼎一把抓着柯长渊的衣领，如同拎着一只小鸡，手臂高高扬起，又狠狠落下，一下又一下的抽打在柯长渊脸上，每一下都带着叶鼎心中的愤怒与对颜可如的心疼。柯长渊万万没想到叶鼎竟敢如此大胆，在他被上官彩蝶阻拦的瞬间发动攻击，想要躲闪却已然来不及。他刚要祭出飞剑，不顾一切的杀了眼前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就在这时，他忽然听见上官彩蝶那清冷的传音在脑海中响起：师兄，你万万不能还手，否则就中了他的圈套。圈套！柯长渊心中一怔，不明白上官彩蝶所言何意。你本就先出手伤人，如今若是再动手，那便是罪上加罪。上官彩蝶耐心解释道，声音虽轻，却透着一种让人信服的力量。那我就让他这么打吗？柯长渊心中满是不甘，咬牙切齿的传音问道：师兄，他打你越狠，等会儿他受罚便会越重，而你受罚则会相对较轻。好。柯长渊心中虽有万般不愿，但权衡利弊之下，也只能无奈答应。他嘴角流着血，脸上已经布满了红红的巴掌印，却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像是发了疯一般，根本不再反抗，任由叶鼎的巴掌如雨点般在他脸上胡乱抽打，还一边挨打一边狰狞地狂笑道：哈哈，你这杂碎，有种你就打死我！你是不是没吃饭啊？打人一点力气都没有。来啊，有种把我往死里打！哈哈！那疯狂的笑声中充满了不甘与愤怒，在街道上空回荡。叶鼎着实没想到这柯长渊竟如此嚣张，被打得这般凄惨，居然还能这般张狂，一时之间竟愣住了。仅仅一息之后，叶鼎心中的怒火再次被点燃，只见他猛地一用力，将柯长渊狠狠摔在地上，紧接着抬起脚，毫不留情地狠狠踹向柯长渊。颜可如看着自己的仇人被叶鼎这般痛打，心中别提有多痛快了，多年来积压在心底的仇恨仿佛在这一刻得到了些许释放。然而他心中更多的却是对叶鼎的担心与紧张，忍不住大声喊道：师兄，不要打了，不要再打了！说罢便心急如焚的要上前阻止叶鼎。就在这时，上官彩蝶忽然身形一闪，如同一道白色的幻影，瞬间挡在颜可如面前。他神色平静，声音依旧温和的说道：这位师妹，按照男人之间的规矩，男人之间的纷争就应由男人自己解决，我们女人最好不要掺和其中，这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尊重。此时周围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看到眼前这一幕，无不瞠目结舌，难以置信。被打的柯长渊躺在地上，疯狂地喊着求叶鼎打死他。打人的叶鼎的女友颜可如焦急地想要制止男友，而被打人柯长渊的女友上官彩蝶却反而阻拦颜可如。这诡异的场景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禁纷纷猜测，难道上官彩蝶是想让自己的男友被打死不成？住手！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一声如洪钟般的怒喝传来，人群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分开，一队身穿厚重铠甲的士兵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走了过来。带头的将领眼神犀利如鹰，满脸胡渣，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腰间还挂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仿佛在诉说着他的不凡经历。是巡逻执法者。人群中有人低声说道。叶鼎见执法者来了，心中虽然有些紧张，但并未慌乱。他趁着最后一刻，猛地一脚踹向柯长渊的命根子。只听柯长渊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整个人蜷缩成一团，在地上痛苦地挣扎着。那胡渣将领目光如电，扫了一眼现场，
见是宗门修士闹事，眉头瞬间紧紧锁在一起，形成一个深深的川字。他对着叶鼎怒声喝道：“你为何动手打人？难道不知道天葬城严禁打斗的规矩吗？”叶鼎镇定自若地回道：“将军，是他先动的手，一上来就要取我性命，我出于自卫，难道就不能还手吗？您不妨问问在场的各位，他们都可以证明。”那将军听闻，转头看向宛如仙子般的上官彩蝶，严肃地问道：“他说的是否属实？”叶鼎着实没有想到，这将军竟然会去询问上官彩蝶。上官彩蝶神色平静，如实回道：“是的，将军，确实是他先动手打人。”躺在地上的柯长渊满脸血污，听到上官彩蝶的回答，瞪大了双眼，一脸的震惊与难以置信。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道侣竟然会这般回答。上官彩蝶平静地对着柯长渊说道：“柯师兄，宗门规矩，我不能说假话。哼，既然如此，来人，把他的一只手一只脚打断，罚1000灵石，以儆效尤。”那胡渣将领面色冷峻，大声下令道：“胆敢反抗，立刻抓入大牢，生死勿论。”随后他又转头对着叶鼎说道：“至于你，虽是被迫还手，但终究也是动手打人了，罚灵石100，你可有异议？”“没有异议。”叶鼎心中虽有些心疼灵石，但也明白这是最好的结果了。随即他毫不犹豫地从储物袋中拿出100灵石，交给那胡渣将领。“不不！”柯长渊发出绝望的呼喊。咔嚓咔嚓，2声清脆的骨折声响起，伴随着柯长渊痛苦的哀嚎声在街道上空回荡。上官彩蝶走到柯长渊身边，拿出一颗丹药递给他。“上官师妹，怎么他受罚如此之轻？”柯长渊满脸痛苦，心中满是不甘地问道。上官彩蝶平静地解释道：“师兄，是你先动手打的人，破坏了天葬城的规矩，受罚是理所当然的。他没有破坏规矩也受罚，这难道还不算重罚吗？”上官彩蝶转身后，嘴角露出一抹若有若无的微笑。柯长渊、严可如经历了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早已没了逛街的兴致。此时严可如和叶鼎2人来到了天上人间客栈，进入天子1号房歇息。刚一进入房间，严可如便迫不及待地将双手挂在叶鼎脖颈上，整个人紧紧贴着叶鼎，眼神中满是宠溺与可爱，轻声说道：“夫君，真是太感谢你了，报狠狠教训了那个仇人，那都是夫君该做的，只是可惜不能当场杀了他，一看到他那副贱样，我就气得不行。”叶鼎紧紧搂着严可如，眼中依旧闪烁着愤怒的火花。严可如说着，脸上泛起一抹红晕，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羞涩与温柔。“夫君别气了，还有2个时辰，我来给你消消气。”第2日，晨曦初照，柔和的阳光洒落在天葬城的大街小巷。高冷的严可清眼神如冰寒的利刃，浑身散发着一股轻微却不容忽视的寒气。他那长长的及腰马尾辫随着微风轻轻摆动，身着白色的合欢宗弟子服饰，恰到好处的束腰完美的勾勒出他纤细的小柳腰，手持一把青剑，剑身上寒光闪烁，一股冷冽的侠女风范扑面而来，别有一番动人心魄的风味。他早早便寻到了叶鼎，还精心为叶鼎打扮成一副剑侠模样，2人身着情侣装。高冷英气的严可清与帅气逼人的叶鼎并肩而立，十指相扣，漫步在路上，仿佛是从画中走出的神仙眷侣，引得路人纷纷侧目，无不流露出羡慕的目光。严可清心里喜滋滋的，紧紧挽着叶鼎的手臂，2人一家接着一家的逛着店铺，享受着这难得的悠闲时光。当叶鼎亲昵地搂着严可清柳腰，从一家胭脂店走出时，他们发现许多修士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匆匆飞去。叶鼎心中好奇，遂上前拉住一位路过的修士询问，这才得知10年一度的天骄登天塔，又名通天塔，已然开启。此塔高达99层，气势非凡，直插云霄，仿佛要将天地相连。凡是能够登上50层以上的修士，每登上1层，都可以在该层留下一幅书写着豪情壮语的条幅，以此来彰显自己卓越的天资。只要是筑基境界以下的修士，叶鼎一听，心中暗自乐开了花，这不就是小说中常见的那种打脸装逼的经典剧情场景吗？以往在那些故事里，每当出现这样的情节，必定会有一个起初被众人嘲笑、羞辱的气运之子，而后凭借惊人的天赋和机遇，一步登天，最终狠狠打脸那些曾经羞辱过他的人。叶鼎不禁心想，难道这个所谓的打脸装逼塔是专门为我准备的？不过我可不想像那些故事主角一样，先遭受一番羞辱。严可清见此情景，心中同样涌起一丝好奇，也想凑个热闹，便对叶鼎说道：“叶鼎，咱们也去看看吧。”“好啊！”叶鼎欣然应允。随后他一把抱起侠女装扮的严可清，脚踏飞剑，如同一道流光般朝着登天塔的方向疾驰而去。不多时，他们便来到了天骄登天塔前。这座塔果然名不虚传，高达99层，
巍峨耸立，气势磅礴，塔身散发着一股神秘而强大的气息。50层塔身以上，每一层都环绕着一条横幅，如同当今商铺前的电子屏幕一般，不停地循环转动播放着。仔细看去，50-80层悬挂的是铜条幅，80层以上则是银条幅，但银条幅数量寥寥无几。叶鼎抬头望去，83层的银条幅上写着“无神剑宗，秦海必将成为大修士”。87层缥缈宫，秦雅望师门昌盛。91层，冰皇殿，冰师师，9天10地，唯我独尊。叶鼎看着最高处那条银色横幅，心中暗自思忖，这冰师师还真是霸气十足，颇有逼王风范啊。此时登天塔前早已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塔内已经有不少修士迫不及待地开始登塔。每当有人成功登上一层塔，该塔层便会亮起一道亮光，引得周围众人一阵惊叹与欢呼。正当叶鼎搂着严可卿全神贯注地观看时，背后突然传来一道冰冷且尖锐的女子声音：“冰皇殿驾到，通通散开！”叶鼎和严可卿连忙转头看去，只见前方2位神色冰冷的美女高高举着冰皇殿的旗帜，旗帜上那醒目的标志在风中猎猎作响。后面跟着4位身着嬷嬷服饰的兵女，她们步伐整齐，所过之处冰寒水雾弥漫开来，仿佛将周围的空气都冻结了几分。在这6位兵女的中央，簇拥着一位宛如从童话中走出的扎着黑直顺双马尾的大小姐装扮的极品小萝莉。她身高看上去大约158，双手抱胸，站在一副悬浮的冰封王座上，神态高傲，宛如女皇降临人间。她的双马尾又黑又直，恰似黑色的绸缎般顺滑，垂落在肩膀两侧，发梢微微向内卷曲，显得俏皮可爱至极。她身着一袭定制的暗黑系风格洛丽塔连衣裙，裙摆层层叠叠，如同盛开的黑色花朵，裙下露出细长白皙且包裹着蕾丝的小腿，裙身点缀着精致的蕾丝花边，蕾丝上绣着繁复而逼真的蔷薇花纹。领口处一圈白色的绒毛柔软蓬松，宛如冬日的初雪，轻轻环绕着她那白皙纤细的脖颈，更衬出她肌肤的娇嫩欲滴，仿佛吹弹可破。萝莉脚穿着一双鞋底高10厘米，黑色羊皮高筒靴，靴面上装饰着小巧的金色搭扣。她双手抱胸，胸脯高高隆起，微微扬起下巴，眼神中透着与生俱来的高傲与不屑，仿佛世间万物都难以入她法眼。那张小脸上五官精致的如同被精心雕琢的瓷娃娃，白皙的肌肤仿若羊脂玉般温润，粉色的嘴唇微微嘟起，带着一丝人性与娇蛮，活脱脱一位高高在上，让人又爱又敬的大小姐形象。姓名冰思思，年龄18，身高148，体重45，三围68、45、65，境界炼气9层，灵根极品冰灵根，宝体玄冰宝体，好感度8，颅顶指数4颗星，美女评价容貌 SSS， 身材 A 级，智慧 A 级，傲娇自卑。叶鼎看向这位暗黑萝莉，心中不禁感叹，长得确实是极品，那胸脯看上去也不算小，怎么3维数据里胸围仅有68呢？哼！那傲娇的黑色洛丽塔萝莉冷哼一声，浑身瞬间爆发出一股冰冷彻骨的气息，如汹涌的潮水般向四周汹涌而去。周围的众人只感觉一股寒意扑面而来，仿佛置身于冰窖之中，纷纷惊慌失措地散开，竟然是冰皇殿的大小姐。我们快散开，惹不起，惹不起！就是谁让她有个化神母亲？人群中传来一阵低声的议论。严可卿神色微微一愣，敏锐地察觉到一股强烈的寒意袭来，她柳眉微蹙，抬手一挥，一道寒气瞬间涌出，稳稳地抵住了那股冰冷的气息。咦？那傲娇萝莉听到动静，转头看向严可卿，眼中闪过一丝诧异，嘴角微微一翘，露出一抹略带好奇的笑容，说道：“这位姐姐，你竟然是冰灵根，而且冰霜之体竟然进阶到了第2阶段。姐姐，我邀请你加入我们冰皇殿。”严可卿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位傲娇的萝莉竟然会主动跟他搭话，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这位师妹，严可卿刚要回应，叫少店主。那萝莉身后一位年长的嬷嬷适时出声提醒道。严可卿眉毛微微皱起，心中有些不悦，但还是礼貌地说道：“少店主，我已经有宗门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姐姐，你直接加入我们冰皇殿，谁敢说个不字？”冰思思大小姐一脸霸气地说道：“少店主，背叛师门可是重罪。哦，没关系，到时候让他找我母亲就可以了。少店主，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我加入冰皇殿呢？”严可卿实在不明白这位大小姐的想法。姐姐，我们冰皇殿只收冰灵根女修，冰皇殿人少，多收些弟子，大家一起玩才热闹好玩啊。严可卿婉言相拒，她可不想去冰皇殿，不想离开叶鼎。双马尾大小姐皱眉不语。
叶鼎在一旁看着这位极品萝莉大小姐，心中暗自思忖，不知道在盘算着什么。就在众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冰思思与严可卿的交谈时，有一男一女缓缓走了过来，瞬间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哼，合欢宗弟子都是废物，连前50层都进不了，还来此丢人现眼。一个充满不屑与嘲讽的声音响起。叶鼎转头看去，正看见卑贱的柯长渊，他走路一瘸一拐的，显然是昨天被叶鼎教训的不轻，此时正满脸恶毒的跟在一脸平静的上官彩蝶后面，对着叶鼎阴阳怪气说道。叶鼎见状不禁嗤笑一声，在他看来，这种无能之人才最爱通过咆哮来掩饰自己的怯懦，根本没把柯长渊放在眼里。此刻他的心里正琢磨着如何才能撬动平静的上官彩蝶。哟，我当是谁呢？腿还没好利索就出来蹦跶了，也不怕另一条腿也瘸了。叶鼎毫不客气地回怼道，语气中充满了戏谑与轻蔑。柯长渊一听，顿时神色恼怒，一张脸涨得通红。他转头看向叶鼎身旁的严可卿，试图从他身上找到攻击叶鼎的突破口，于是恶狠狠地说道，昨天不是带了一个白发妖女吗？今天怎么又换一个？真是浪荡之人。哼，我可是合欢宗炉鼎，每天换几个师姐师妹，不是很正常的吗？叶鼎心中冷笑，还想让严可卿吃醋，他会吃妹妹的醋吗？说完，叶鼎顺势搂过严可卿的小蛮腰，在她脸上轻轻亲了一下。高冷的严可卿女侠顿时脸色娇羞，神色惊慌，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叶鼎会如此大胆，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这样亲昵的举动。她急忙拿出面纱，匆匆戴了起来，试图掩饰自己此刻的慌乱与羞涩。哼，真是不知道羞耻。柯长渊看到这一幕，内心羡慕的快要发狂，他偷偷瞥了一眼身旁绝美的上官彩蝶，心中满是感慨。彩蝶长得那么漂亮，还是我的道侣，可竟然从来不让我碰，一天到晚就知道说什么规矩规矩，真是烦死了。叶鼎呵呵一声，见柯长渊吃瘪，心中暗爽，转头对着上官彩蝶说道，这位美女，我是合欢宗专业炉鼎，用炉鼎修炼，那好处可多了去了，可以提升修为，突破境界，疏通经脉，陶冶情操，丰胸提臀，还可以治疗便秘。美女如需炉鼎服务，请联系我。柯长渊见叶鼎竟然在他的精神道侣面前如此胡说八道，公然勾引他的女人，顿时怒不可遏，但又忌惮天葬城的规矩，不敢动手，只能像一头发怒的公牛般挡在叶鼎面前，大声呵斥道，什么炉鼎，我们缥缈宫根本不屑用炉鼎修炼。叶鼎蔑视地看了柯长渊一眼，那眼神仿佛在说，你不过是个跳梁小丑。让他郁闷的是，那上官彩蝶依旧是一脸平静，仿佛叶鼎的话就像一阵风，吹过却没能在他心中掀起任何波澜，似乎任何事都不能引起他内心的震动。叶鼎不禁在心中暗道，这个女人不简单。就在这时，那身穿黑色洛丽塔的大小姐冰思思在听到叶鼎说的其中一条功效后，眼神陡然一亮，仿佛发现了什么新奇的事物。她转身对着身后的冰女好奇地问道，嬷嬷，什么是用炉鼎修炼？用炉鼎修炼是吸收他人体内的精气，提升修为，一种损人利己的邪恶修炼方式。一位年长的嬷嬷赶忙解释道，神色间透着一丝担忧，生怕自家小姐被这种邪门的修炼方式所迷惑。有用吗？冰思思眨了眨她那灵动的大眼睛，继续追问道，有用，那就好。前面的那位长得很帅的师兄，我要炉鼎服务，请问你要怎么服务？冰思思清脆的声音响起，直接朝着叶鼎喊道。叶鼎听到有人呼叫炉鼎服务，心中先是一喜，下意识地转头看去，当发现竟然是那冰皇殿大小姐时，心中顿时咯噔一声。他身后的嬷嬷们大惊失色，其中一位急忙喊道，大小姐，使不得，使不得。另一位也焦急地补充道，用炉鼎修炼乃是邪修，不能用。接着那位嬷嬷转过头对着叶鼎神色严肃的嬷嬷说道，你千万不要招惹我家小姐，她母亲可是冰皇冰师师南域唯一一位化神修士，你要是招惹了她，即使你们合欢老祖也救不了你，甚至合欢宗也会因此覆灭。叶鼎听闻此言不禁哑然，冰师师不就是那个在天骄登天塔91层留下霸气条幅的女子吗？难怪名字都是 CC， 没想到她母亲竟然如此厉害。叶鼎心中暗自感慨，自己如今的实力还是太低微了，如果自己实力足够强大，即使是冰皇那也得臣服在他的脚下。嗨嗨，少店主，您身份尊贵，确实不宜用炉鼎修炼。叶鼎赶忙试图劝阻，他可不想因为图一时之快给自己和合欢宗招来大祸。哼，那傲娇大小姐冷哼一声，显然非常不满意叶鼎的回答。冰思思心中已然打定了主意，眼神中闪过一丝坚定与倔强。她心里暗自想着，你们又不是我，根本不知道我的痛苦，只要能解决我的痛苦，我用又怎么了？哼，
等你进入秘境，我就找你这个炉鼎，帮我解决我的痛苦。师弟，要不我们也登塔试试？严可卿目光中闪烁着兴奋与期待，饶有兴致地对叶鼎鼓励说道。在他看来，这样的机会一生或许只有一次，错过实在可惜。好，正好我也想登顶99层，看看上面究竟有什么。叶鼎眼中闪过一丝决然，毫不犹豫地回应道。柯长渊听闻，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哼，讥讽道：真是大言不惭，你连50都进不了，还妄想99层。那语气中满是轻蔑，仿佛叶鼎的话是天方夜谭。我说，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病？我招你惹你了？你如果再敢胡说八道，你信不信我把你弄死，把你道侣抢走玩几天？叶鼎被柯长渊的挑衅彻底激怒，毫不客气地回怼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狠厉。你要不是天葬城禁止打斗，我非得弄死你。秘境试炼，走着瞧。走！柯长渊见叶鼎又在言语上冒犯他，还公然觊觎他的道侣，又气又慌，脸涨得通红，只能放了一句狠话，随后便跟随上官彩蝶朝登天塔走去。他心中暗自恼怒，暗暗发誓进入秘境一定要把叶鼎大卸8块。丁，上官彩蝶好感度+1。叶鼎愣住了，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如此一番言语竟然提升了上官彩蝶的好感度。他不禁摸着下巴，心中暗自揣测，难道他想被我抢走，还是说想被我玩几天？叶鼎意味深长的一笑，看来再矜持的女人也有漏洞可以钻。叶鼎拉着严可卿的手向登天塔走去。姐姐，等等我也去。那身着黑色洛丽塔的冰丝丝大小姐忽然脆生生地喊了一声，说罢便要飞过去。大小姐，她身后一位管家模样的嬷嬷焦急地喊道，你们不要跟来，我自己去。冰丝丝语气坚决，不容置疑。是，大小姐，请您量力而行，不要伤了身子。嬷嬷无奈，只能叮嘱道。知道了。严可卿眉毛微微皱起，这本该是他和叶鼎两人的快乐时光，却忽然来了个大灯泡。而且冰丝丝身份特殊，万一在登塔过程中出了事，他可担待不起。于是严可卿劝说道，少店主，我们实力低微，不能保护你，还请你带着你的侍女一同保护自己。哼，我可是少店主，跟着你是你的荣幸，不用担心，我能自己保护自己。冰丝丝傲娇地撅着小嘴，说罢便朝着登天塔飞去。严可卿看了叶鼎一眼，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委屈。叶鼎，等我们下来后，我们就去客栈休息好不好？严可卿轻声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撒娇。好。叶鼎毫不犹豫地答应道。严可卿顿时嘴角微微上扬，原本如冰霜般寒冷的脸也柔和了起来，宛如春日里初融的冰雪。两人刚进入登天塔，一股无形的压力便如潮水般向他们袭来，压在身上，让人有些喘不过气。塔中间有一条通往2层的玉石阶梯，泛着柔和的光芒。他们并未看见冰丝丝的身影，想来他是直接往上走了。叶鼎与严可卿手牵着手，沿着玉石阶梯缓缓朝2层走去。每上一层，那股压力便增加几分。如此一直到42层后，严可卿明显感觉身体承受的压力愈发沉重，每迈出一步，身体都微微颤抖，额头也布满了细密的汗珠。可卿，我抱着你上去吧。叶鼎看着严可卿艰难的模样，心疼地说道。严可卿眼中满是幸福，虽然心中感动，但一想到自己被抱着登塔，难免会被别人笑话，于是婉拒道，不要，再往上几层也只是图号凌厉，我到这就行了。接着他左右看了看，见周围没人，便依偎在叶鼎怀里，小声说道，我在客栈等你，你别太累了，晚上的美人宴还要你这个威猛大英雄来，行侠仗义，拔刀相助呢。说完还俏皮地眨了眨眼睛。好，我单刀赴会，义不容辞。叶鼎会意一笑。严可卿脸色微微娇羞，轻轻取下面纱，快速偷偷地在叶鼎脸上亲了一口，随后便被传送走了。叶鼎看着严可卿消失的方向，心中满是动力，快步朝楼上走去。一想到严可卿还在客栈等着自己，他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几分。没过多久，叶鼎就已经到了57层，身上的压力骤然增大，但以他的实力还能接受。在这一层，他依旧没有看到冰丝丝的身影，看来他确实有些本事，已经先行离开了。叶鼎抬头一看，正看见柯长渊在通往58层的阶梯上，只见他满头大汗，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双腿止不住地打颤，正一步一步奋力往上挪，每一步都显得极为费力，仿佛身上背负着1000斤重担哟。作为男人，你行不行啊？媳妇在上面看着，就你这德行，媳妇的床你都上不去吧？叶鼎忍不住调侃道。他也看出来了，上官彩蝶根本看不上柯长渊，不然也不至于对他如此冷淡。按前世的说法，这简直就是冷暴力。自己的道侣被羞辱被打，他却根本无动于衷，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叶鼎心中暗忖，
那么漂亮的美人，一天不滚床单，岂不是白白浪费了大好时光？柯长渊转头看向叶鼎，刚要张嘴反驳，却感觉胸口仿佛被重锤击中，一股气血上冲，只能闭上嘴。他心中怒极，抬头看向上官彩蝶，只见他正平静地看着自己，眼神中没有丝毫波澜。顿时，柯长渊心中一股怒火熊熊燃烧，为了不在上官彩蝶面前丢脸，他一咬牙，燃烧起自己的精血。这一举动可谓是拼上了全力。噔噔噔，柯长渊一连几步，直接登上了58层，随后大口大口地喘息着，脸色苍白如纸。叶鼎则轻松自如地走上阶梯，继续调侃道：“不行，就别撑着了，干脆放弃得了，在美人面前丢脸也不可耻。”柯长渊以前总是挖苦别人，如今自己被别人这般挤兑，才深刻体会到这种滋味有多么难受。只是现在他全身力气虚脱，想要与叶鼎互对也是有心无力。快上来，再不上来，你道侣就是我的了！哈哈哈！叶鼎故意刺激着柯长渊。丁，上官彩蝶好，感度+1。柯长渊看见上官彩蝶继续朝着59层登去，又看见叶鼎轻松地登上59层，与上官彩蝶并排站着，两人站在一起，仿佛他们才是一对情侣。叶鼎居高临下看着他，那眼神就像在看一个小丑。柯长渊心中的怒火燃烧得更加猛烈，猛地踉跄几步，踏上阶梯。砰！一股巨力从阶梯上传来，直接把他掀翻在地。柯长渊口吐鲜血，抬手看向上官彩蝶，眼中满是不甘。随后他的身影便消失不见，显然是被传送出了登天塔。上官彩蝶一脸平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继续朝着60层走去。叶鼎心中暗自思索，如果说严可清的冷是一种高冷，拒人于千里之外，却又透着一丝别样的魅力，那么上官彩蝶的冷就是彻彻底底的冷漠，仿佛世间万物都无法引起他内心的波澜。叶鼎继续向上攀登，一直登上72层。这时他才见到一脸傲娇的双马尾冰丝丝，他周身环绕着一圈淡蓝色的护罩，正坐在王座上打坐休息。见到叶鼎上来，冰丝丝头微微上扬，皱眉轻挑，露出一丝诧异：“咦，那位姐姐没上来吗？”“没。”叶鼎简短地回答道，说完便继续朝楼上登去。哼！冰丝丝冷哼一声，收起王座，几步快跑，冲到叶鼎前面，登上了阶梯。叶鼎无奈地摇头，嘴角泛起一丝轻笑。冰丝丝就像个小孩子一样，总喜欢跑到大人前面来显示自己的厉害。两人继续向上攀登，一直到80层后，冰丝丝已经气喘吁吁，额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她撅着小屁股，双手撑在膝盖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身上那层淡蓝色的护罩也被压缩得厉害，光芒闪烁不定。不行了，我要休息一会。冰丝丝说着便祭出王座，坐在上面开始休息。只见王座上散发出柔和的光芒，正快速帮助冰丝丝恢复灵力。少店主，不要硬撑着，你能到这里已经很厉害了，可谓天骄中的天骄了。叶鼎看着冰丝丝，真诚地夸赞道。此时就连叶鼎也感觉到压力倍增，不得不停下来休息片刻。坐在王座上恢复的冰丝丝听到叶鼎如此夸赞他，心里非常开心，虽然依旧撅着小嘴，一副不服气的样子，但眼神中却透露出一丝喜悦。不行，我一定要登上92层。冰丝丝坚定地说道。丁，冰丝丝对你的好感度+5。叶鼎嘴角微微上扬，心中了然，原来如此，只要夸赞他就能提升好感度，看来他喜欢被人拍马屁。在接下来休息的时间里，叶鼎与冰丝丝闲聊起来。叶鼎旁敲侧击，从冰丝丝口中问出了不少信息。原来他是第一次离开冰皇殿出来历练，对很多事情都不太了解，更不知道人间的险恶。在冰皇殿里，众人都对他恭恭敬敬，敬而远之，他也没有可以交心的朋友。如今和叶鼎聊了这么多，他对叶鼎的好感度大大提升。没过多时，上官彩蝶也来到了这里，只不过她原本平静的俏脸上此时已经微微泛红，额头上汗珠密布，呼吸也略显急促。想来这里就是她的极限了。上官彩蝶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呼吸，轻移连步走向窗台下的桌台，拿起笔在铜条幅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几个字：缥缈宫上官彩蝶。字迹清秀，却又透着一股坚韧，仿佛在诉说着她的骄傲与执着。上官彩蝶写完字后便继续向阶梯走去，只是他刚踏上阶梯，阶梯上传来的巨大压力像重锤一样锤在他胸口。噗！一口鲜血忍不住从口中喷出，整个人重重地倒了下去。叶鼎眼疾手快，身影一闪便来到他身边，稳稳地将上官彩蝶那妖娆娇躯抱在怀里。不得不说，不愧是美女，即使是吐血了，那模样竟也是如此的凄美，柔弱中带着一种令人怜惜的韵味。你没事吧？叶鼎关切地问道。本想着上官彩蝶会立马挣开他的怀抱，毕竟他一直以来都表现得极为清冷。然而
让他没想到的是，上官彩蝶依然一脸平静，仿佛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没事，多谢。声音轻柔，却如同羽毛般轻轻撩拨着叶鼎的心弦。丁，上官彩蝶好，敢度加2。哼！不远处的傲娇双马尾冰丝丝见状，忍不住冷哼一声，那精致的小脸上满是复杂的神色，也不知道他这一声冷哼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上官彩蝶缓了缓神，从储物袋中拿出一粒丹药服下，随着一道柔和的光芒闪过，他便直接被传送走了。冰丝丝见上官彩蝶离开，收起王座，经过一番恢复，他的灵力已然恢复了不少，便决定继续登塔。刚要踏上阶梯，他像是发现了什么，不禁轻呼一声：咦，这里有个字。叶鼎好奇地顺着他的目光看了一眼，只见地上是由鲜血组成的一个残字，菊花残。什么是菊花残？小孩子别问。哼！叶鼎不禁纳闷起来，这里也就上官彩蝶喷出一口血，难道是他写的？可写一个残字又是什么意思呢？一时间，这个神秘的字在叶鼎心中蒙上了一层迷雾。冰丝丝并没有理会这字背后的深意，只是刚一踏上阶梯，一股巨大的压力便如泰山压顶般重重地压在他那淡蓝色的护罩上。这突如其来的压力直接让冰丝丝身形趔趄，娇躯忍不住闷哼一声。但他毕竟是冰皇殿的少殿主，骨子里有着一股倔强与坚韧。只见他浑身冰寒气息陡然展现，那股冰冷的力量仿佛要将周围的空气都冻结。凭借着这股力量，他很快又稳住身形，轻松地走上了阶梯。叶鼎紧随其后踏上阶梯，这才深刻体会到80层与81层之间的压力竟然相差如此甚远。仿佛前一层还是和风细雨，这一层便是狂风暴雨。两人继续向上攀登，一直走到84层的阶梯上。冰丝丝那娇小柔弱的萝莉身板，在这巨大的压力下开始不停地颤抖，似乎已经快要撑不住了。她那原本白皙的小脸，此时也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红，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叶鼎见此情形，一步一步稳稳地超过了她，顺利登上了85层。傲娇萝莉冰丝丝穿着黑色长筒靴，白色蕾丝包裹着的粉嫩双腿跨在阶梯上，一手放在膝盖上支撑着身体，撅着小嘴，咬着银牙，攥着粉拳。尽管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愣是一个字也没有吭。那倔强的模样让人既心疼又佩服。此时距离85层还有5个阶梯，每登上一个阶梯，对他娇弱的身躯来说都如同翻越一座大山，是一场巨大的挑战。哼！冰丝丝抬头看向叶鼎，只见他正饶有兴致地看着自己，心里顿时有一种被小看的感觉，好胜心瞬间被激发。他咬了咬牙，加大灵力输出，身上的淡蓝色护罩光芒大盛，噔噔噔，冰丝丝猛地发力，冲上了85层。叶鼎不得不佩服这个小萝莉，仅凭自己的本事踏上85层，不愧是冰皇殿的女儿。虽然其中大多都借助了宝物的功劳，但她这份坚韧与倔强确实令人刮目相看。冰丝丝登上85层后，脸色苍白如纸，纤细的手掐着细瘦的腰，大口大口地喘息着，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少殿主，这已经是你的极限了，不要再登塔了。叶鼎劝说道，他担心冰丝丝会因为逞强而受伤。我不。冰丝丝倔强地回应道，那坚定的眼神仿佛在宣告他绝不轻易放弃。然而刚说完，叶鼎就看见他胸前有什么东西掉落下去，原本隆起的胸部瞬间平了下去。叶鼎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一时没忍住，轻咳了几声。冰丝丝本来苍白的精致小脸蛋瞬间变得红扑扑的，宛如熟透的苹果。他又惊又羞，慌忙转身将掉落的东西收起，然后跺了一下脚，一手指着叶鼎，撅着小嘴生气道，不准笑，不笑，不笑，没笑。叶鼎立马恢复了严肃的表情，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你不准说出去！冰丝丝一脸紧张地说道，生怕叶鼎会将这件事宣扬出去。叶鼎故意皱眉看着生气的冰丝丝，伸出一只手搓了搓。干嘛？当然是封口费啊！哼，多少？冰丝丝为了自己的面子咬了咬牙问道。叶鼎伸出一根手指，哼，1万就1万，要是你说出去，我就不客气了。冰丝丝以为叶鼎要1万灵石，虽然心疼，但为了保住面子，还是咬着牙答应了。什么？刚才发生了什么？叶鼎装作一脸茫然的样子，心中却高兴的疯狂呐喊，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本想着要100灵石，没想到冰丝丝竟然直接给1万，不愧是冰皇殿的大小姐，出手就是阔绰。叶鼎美滋滋的收了灵石，心里想着，这一下子有钱了，晚上一定找严可卿嗨一夜。冰丝丝气呼呼的，浑身冰寒灵气因为愤怒而暴动起来，就连双马尾也被灵气鼓动的飞舞起来。他直接转身向着86层的阶梯走去，他心中憋着一股气，想一鼓作气直接登上92层，证明自己的实力。
只是刚登上阶梯的一大半，他刚抬起脚，想要踏上另一个阶梯。啊！冰丝丝突然一声惊叫，后脚一个没站稳，长筒靴一下歪了，整个人直直的后仰下去。叶鼎听到叫声，抬头一看，就看到一个瘦小的身躯向他砸来。出于条件反射，他伸手一下子把冰丝丝公主抱在怀里。本来受到惊吓的冰丝丝一下子被强壮帅气的叶鼎给抱在怀里，他撅着小嘴看向叶鼎那帅气的容颜，又被这样亲密的抱着，顿时心里像揣了只小鹿，砰砰乱撞，一股奇怪的感觉在心底蔓延开来。被如此高大帅气的男人抱着，哪个少女不怀春呢？一时间，冰丝丝害羞的不敢看叶鼎，双手局促的扣着指甲，任由叶鼎把她抱上86层。叮，冰丝丝好感度加12。叮，冰丝丝好感度加1加1加1。叶鼎听见系统提示声，看向怀里乖巧可爱的极品小美女，顿时心中想到，虽然他目前还惹不起冰皇殿，但先和双马尾冰丝丝谈个恋爱，亲亲抱抱，似乎也不是不可以。即使忍不住和他发生些什么，只要他能瞒1年，等自己的实力到达元婴，加上自己独特的功法和强大的肉身，即使面对化神强者，也有一战之力。到那时，即使冰皇来了，他也无需惧怕。想到这，叶鼎对着双马尾、精致小脸蛋、身着黑色洛丽塔、撅着小嘴的极品小美女冰丝丝，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冰丝丝，快到歌碗里来。叶鼎把冰丝丝轻轻放下。冰丝丝站定后，双手抱胸，少了一丝傲娇，多了一丝娇嗔，埋怨道：你怎么不抱着我，抱着我登台阶？他发现被叶鼎抱着竟然可以如此轻松地登上台阶，要是早知道还能这样登塔，他早就让叶鼎带着他登塔了。很累的，双重压力，你知道你有多重吗？叶鼎故意装作很累的样子说道。哼，我那么瘦，你还说我重？冰丝丝气鼓鼓地说道。叶鼎又伸出一只手，冰丝丝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问道：多少？1层10万灵石。叶鼎狮子大开口。冰丝丝掰了掰手指数了数，无奈地说道：60万。我没有那么多。那你有多少？我有35万。那这样，你把35万灵石给我，剩下的给我打借条。啊，还要打借条啊？你能不能少要一点？你可是少店主，这些灵石对你来说就是小茶一碟。你也知道登上92层有多难，那么多年也就你母亲到了91层，你要是登上92层，那可真是天下震惊，举世瞩目，比你母亲还要厉害，你想想，绝对不亏。叶鼎开始给冰丝丝洗脑。也是。冰丝丝被叶鼎说的心动了，最终打了一份带利息的借条。叶鼎笑着说道：抱着我的脖子。冰丝丝撅了撅嘴，扭扭捏捏地抱着叶鼎的脖子。叶鼎一个公主抱，直接把她抱了起来，浑身气息大放，向着87层的阶梯走去。每登一个台阶，叶鼎都装作艰难的样子，甚至逼出一头汗，让冰丝丝给他擦汗。他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冰丝丝知道他的辛苦，觉得这灵石花的值。特别是登上91层后，叶鼎表现得更为夸张，甚至一度逼出一口鲜血，这可把冰丝丝心疼坏了，忍不住流了几滴眼泪。冰丝丝没有理由不相信，因为即使是他也感觉到巨大的压力。如果没有母亲给他的护身宝物，即使他登上91层，他的体魄也受不了。在登上92层时，叶鼎更是一连喷出3口血，直接让冰丝丝哭得泪流满面，甚至一度要停止登塔。叮，冰丝丝好感度加15。这操作就连叶鼎自己都不禁有些不好意思了，毕竟为了营造出艰难的假象，他可是费了不少心思，甚至还不惜假装吐血。但转念一想，还好冰丝丝遇见的是自己，起码自己是真心实意想要对他好的。要是他不慎遇上那些心怀不轨的邪修，或是狡诈的诈骗之徒，以他单纯的性子，肯定会被骗得很惨，甚至可能遭遇不测。这么想来，成为我的女人，她应该感谢我才对，毕竟我可是大家公认的好男人。叶鼎暗暗想着，等两人关系更加稳定后，一定要好好给冰丝丝普及一下防骗指南。这么水灵灵、单纯可爱的大白菜，要是被别人拐走，那可真是亏大了。终于到了，叶鼎佯装精疲力竭，放下冰丝丝后，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冰丝丝见状，心急如焚，小手慌乱地拿着蚕丝手帕，轻柔地给叶鼎擦拭嘴角的血迹。随后，他急忙从储物袋中取出一粒丹药，一脸关切地说道：叶鼎哥哥，你没事吧？这是我母亲亲自炼制的青莲圣丹，可是6品疗伤圣药呢，你快吃吧。6品圣药。叶鼎听闻不禁心中一惊，暗暗啧舌，这冰丝丝还真是个败家子啊。不过他虽然平日里傲娇任性，但心地倒是善良。叶鼎摆了摆手说道：不用不用，你留着吧，
我吃普通丹药就好了。说罢，他自己从储物袋中拿出一粒丹药，放入口中吃下。冰丝丝见叶鼎吃下丹药后，气息逐渐平稳，这才放下心来。此时，冰丝丝走到银条符前，手中拿着毛笔，嘴角瞥来瞥去，有些犯难，不知道该在这银条符上写什么好。怎么了？叶鼎察觉到冰丝丝的异样，开口问道。他抬头看向冰丝丝的好感度已经涨到了32，嘴角微微上扬。叶鼎轻轻走到双马尾，身着黑色洛丽塔，拥有精致小脸蛋的冰丝丝身后，毫不犹豫地从身后环抱住她纤细的柳腰，将冰丝丝紧紧拥在怀里。真瘦！叶鼎心中暗自感叹一声，他微微低下头，将头靠在冰丝丝瘦弱的肩膀上，一股淡淡的蔷薇花香萦绕在鼻尖，那是一种清新而又迷人的味道。冰丝丝被叶鼎这突如其来的一抱，浑身猛地一激灵。起初他心中涌起一股怒气，毕竟他平日里傲娇惯了，很少与男子这般亲近，但随即心底却涌起一股莫名的奇异感觉，仿佛有一只小手在轻轻撩拨着他的心弦。冰丝丝一直对自己的身材颇为不满意，甚至有些自卑。在冰皇殿时，他多次隐藏身份，偷偷跑出去逛街。然而那些男生看到他那上下没有凸起的身板，总是露出嘲笑与鄙夷的神色，这让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为此他苦恼不已。本以为世间没有男人会喜欢他这种没胸没屁股还身材矮小的女人，可没想到叶鼎哥哥竟然毫不介意，甚至似乎还很喜欢，这让他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终于有一个识货的男人了。冰丝丝本想出于女生的矜持挣扎一下，但一想到刚才叶鼎为了帮他登上92层那般拼命的模样，又想到叶鼎是喜欢自己的，心中不禁娇哼一声，暗自想着就算是奖励他一丢丢吧。于是在书桌案前，任由叶鼎抱着的冰丝丝手中拿着毛笔，调皮可爱的踌躇着说道：我不知道写什么好。先知颠，傲世间有我冰丝丝便有天，手握日月摘星辰，世间无我这般人，我以冰为剑，斩尽日月星辰。叶鼎一连串说出了几个霸气十足的句子，每一句都仿佛蕴含着无尽的豪情壮志。冰丝丝惊讶地转过头看向叶鼎，眼中瞬间亮起崇拜的小星星，他不禁赞叹道：叶鼎哥哥，你好厉害啊！丁，冰丝丝好感度+1。冰丝丝随即在银条符上写下几个清秀的字。冰丝丝心愿已了，内心满是愉悦，他抬头看向叶鼎，问道：叶鼎哥哥，你还要继续登塔吗？我要去上面看看。叶鼎哥哥，我就不陪你上去了，我已经感觉到极限了，我的护照快撑不住了。冰丝丝有些无奈地说道。其次他心中暗自盘算，自己也没零食了，再上去的话恐怕又要欠下叶鼎更多的零食。那你还是早点离开吧，身体要紧。叶鼎关切地说道。冰丝丝轻轻挣脱叶鼎的怀抱，脸色微红，说道：叶鼎哥哥，你转过身去，不许看。等叶鼎一眼转过身后，冰丝丝开始一阵捣鼓，她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裙摆，又重新调整了一下身上的装饰，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完美，这才让叶鼎转过身来。此时撅着小嘴，一脸傲娇，胸前那隆起又回来了的冰丝丝，仿佛自信与傲娇也一同回归了。就在叶鼎目光中满是惊讶时，冰丝丝突然飞了起来，轻轻漂浮在空中，在叶鼎脸颊上轻轻啄了一口。接着他双手抱胸，撅着小嘴，头微微上扬，对着叶鼎傲娇地说道：看你帮我的份上，这是本小姐赏你的，记住不要乱说。但在传送离开前的一刻，他伸出右臂，握着小粉拳，调皮地给叶鼎做了一个加油的手势，傲娇地说道：叶鼎哥哥加油。叶鼎看着冰丝丝离开的方向，嘴角露出淡淡的笑容，心想：傲娇只是你的伪装罢了，其实内心一直渴望被别人认可。此时登天塔外的广场上早已经炸开了锅，当看见80层出现缥缈宫上官彩蝶的条幅后，瞬间引起了广场上人群的一阵骚动，众人纷纷交头接耳，对这位来自缥缈宫的天骄赞叹不已。之后81层传出亮光，这一亮光如同导火索，让人群兴奋的无比狂热。从81层开始，83层、85层一直到91层，每一层亮起光芒后，整个天葬城都彻底惊动了。无论是地面上奔跑的凡人，还是空中飞行的修士，无数人纷纷朝着登天塔的方向涌来，他们都渴望见证这新历史的诞生。毕竟上一次有人登上91层塔，还是200年前冰皇创造的壮举。等92层灯光亮起后，整个广场上的人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兴奋地吼出了声。他们此刻心中最迫切想要知道的，便是那个打破记录的人到底是谁，究竟是哪一位惊世天骄，能够在这登天塔上创造如此辉煌的成绩。登天塔仿佛也感受到了众人的热情，轻轻晃动起来，
顿时，一股巨大的能量波动如同汹涌的海浪一般，朝着远处奔腾而去。92塔层，耀眼的荧光光芒万丈，刺得人眼睛都有些睁不开。紧接着，一道刺眼的银色条幅缓缓出现，几个耀眼的大字在光芒中逐渐显现出来。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努力想要看清上面写的是什么字。冰皇殿，冰思思，我为女帝，当镇压世间一切敌。冰皇殿，冰思思，竟然是她！不愧是冰皇的女儿，有其母必有其女，她真霸气！众人的惊叹声此起彼伏，顿时在每一个人心中都浮现出一个镇压寰宇的霸气女帝形象。哼！一声冷哼突兀地出现在登天塔门口，所有人闻声看去，就看见那身穿暗黑风洛丽塔的傲娇双马尾大小姐冰思思，正双手抱胸，头微微上扬。尽管她努力压抑着，但那压不住的嘴角还是微微上扬着。这种被万人敬仰的感觉，让她内心无比享受。她心里兴奋的想要疯狂大喊大叫，来尽情发泄内心的激动，但她忍住了，因为她可是要成为女帝的人，怎能轻易毁了自己女帝的完美形象？冰思思浑身散发着阵阵寒气，带着一副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磅礴气势，缓缓飞到冰封王座上。6位冰女整齐划一的齐声躬身喊道：“恭迎少殿主！”这牌面十足的迎接仪式，让冰思思在内心不断点头，感到非常满意。她觉得这是她离开冰皇殿后最快乐的一天。冰思思眼神中透露出坚定与自信，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未来称霸天下的场景。对，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正当所有人都还沉浸在冰思思登上92层的震惊之中时，一个人忽然像是见了鬼一般，惊讶的大声喊道：“天哪！”那声音尖锐而响亮，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看，还有人在登塔！这人一边喊着，一边激动地指着登天塔，已经登上93层了。这一嗓子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入了一颗巨石，一旦激起1000层浪。众人纷纷下意识地抬头望去，脸上写满了震惊与不可思议。要知道，天资卓越的冰皇女儿冰思思才刚从塔中出来，如今竟然还有人能继续向上攀登，那上面的究竟是谁呢？冰思思听到这喊声，小嘴忍不住冷哼了一声。虽然自己好不容易出一次风头，却突然被这人抢了去，心里多少有点不爽，但他还是忍不住抬起头观看，心中默默地给叶鼎加油打气。他满心期待，也想看看他心中与众不同的叶鼎哥哥究竟能不能登上最高层。一想到叶鼎之前紧紧抱住他时那种异样的感觉，冰思思那精致白皙的小脸蛋瞬间微微泛红，一抹羞涩悄然爬上脸颊。97。人群中有人激动地报出数字，声音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98。随着这个数字被喊出，众人心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揪到了嗓子眼上，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登天塔，紧张地等着那个人登上99层。此刻，这里的一举一动早就被无数双眼睛盯住，不仅是普通的修士和凡人，就连几大势力那些高高在上的强者也都在密切注视着这里。嗡！一声沉闷而悠长的声音响起，仿佛是来自登天塔深处的怒吼。登天塔开始剧烈震动不已，所有人都清晰地感觉到一股强大而神秘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不禁心生敬畏。接着，一道耀眼的银色光芒亮起，一条闪耀着神秘光辉的银条幅缓缓出现。众人的目光瞬间被吸引过来，一个个都紧紧盯着那银条幅，眼睛里充满了渴望，都想第一时间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同时，有些人的心里也不禁泛起一丝叹息，暗自思忖：难道只能到98层了吗？看，出来了！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瞬间点燃了所有人的热情。无数人激动澎湃，眼睛死死地紧盯着那银条幅，仿佛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字。天不生我夜逼王，顶到万古如长夜。众人看着条幅上的字，不禁面面相觑。怎么没有署名啊？难道你的名字就叫夜逼王？夜逼王？顶道？什么道？宗门呢？名字呢？你到底是谁啊？众人心中充满了疑惑，就像有10000只蚂蚁在心里爬，瘙痒难耐，急切地想要知道这个神秘人的身份。双马尾冰思思看着那条幅上霸气的话语，忍不住又冷哼一声，脸上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抹骄傲的笑容。哼，顶哥哥真霸气！这时又有人兴奋地大喊：亮了，亮了！他登上99层了！今天注定是载入历史的一天。妈妈，我亲眼见证了历史！众人的呼喊声此起彼伏，整个广场都沸腾了起来。嗡嗡嗡！登天塔像是在回应众人的热情，震动得愈发剧烈。那巨大的震动声振聋发聩，喷薄而出的力量如汹涌的潮水一般席卷四面八方，仿佛在向整个世界宣告着什么。金色条幅出来了，
有人眼尖，率先喊道。顿时金光大盛，那耀眼的金光如同太阳一般，映照了整个天葬城。所有人只要抬头，就能清晰地看见那巨大的金色条幅。合欢宗叶鼎，天下第一炉鼎，需要炉鼎服务请联系。注：非处不接。金色条幅的内容一出，整个天葬城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像是被施了定身咒一般，懵逼在原地，久久无言。啥？合欢宗炉鼎服务？尼玛的，这是来打广告的？叶鼎他脑子有病吧？登天塔最高一层，对于无数人来说，那是一辈子梦寐以求、祈求不来的至高荣誉。可如今，这个叫叶鼎的家伙，竟然用来打广告。这就好比在所有人心中最圣洁、最不容亵渎的地方，公然开了一家妓院，简直是对这份荣誉的公然践踏。本来众人还对登上99层的这个人满怀崇敬，可看到这条幅内容的瞬间，就像吃了一只苍蝇一样，难受至极。这简直就是羞辱，赤裸裸的羞辱。更何况这个叶鼎还是来自名声本就不佳的合欢宗。一瞬间，所有人都感觉自己的脸火辣辣的疼，仿佛被人狠狠地扇了一巴掌。众人纷纷叫嚣着：叶鼎，你下来，我保证不打死你。叶鼎哥哥，你真不是一般人。此时登天塔内的叶鼎浑然不知自己的这番举动已经在塔外给自己惹下了多大的麻烦。等他写完金条符后，眼前突然光芒一闪，整个人便出现在一个神秘而寂静的房间内。房间的四处墙壁漆黑如墨，仿佛能吞噬一切光线。在房间中间亮光处摆放着一张古朴的桌子，桌子上静静地放置着几口箱子。叶鼎心中一动，直觉告诉他，这肯定就是登天塔给予登上99层之人的奖励。他毫不犹豫地直接走过去，伸手打开了箱子。只见箱子里一把黑色巨剑，一本秘籍，一张地图，还有5把钥匙。叶鼎仔细一看，心中大喜，这竟然是战天诀、噬天剑、通天宝藏藏宝图以及通天宝藏对应的金木水火土5把钥匙。丁，发现天阶功法战天诀，是否修炼？修炼。叶鼎毫不犹豫地说道。丁，消耗1万炉鼎值，修炼成功。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叶鼎顿时感觉一股强大而磅礴的力量涌入体内，他已然学会了战天诀。感受到这强大功法带来的力量，叶鼎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想要找人大战一场。等叶鼎满心欢喜地收了宝物后，忽然眼前又是一闪。等他再次看清周围环境时，发现自己已经被传送到天葬城的一角。此时登天塔下，此时所有人都还紧紧盯着登天塔出口处，眼睛都快瞪出来了，一心想要看看这个叫叶鼎的家伙到底长什么样。然而叶鼎却早已趁着众人不注意，来到了与严可卿约定的客栈天上人间，走进了天字1号房。刚一进入房间，叶鼎就看见身着侠女装扮的严可卿，在卧室床铺前早已精心准备好4张桌子的丰盛酒菜，房间内弥漫着酒菜的香气，温馨而惬意。严可卿一看见叶鼎，原本高冷的容颜瞬间变得娇羞无比，眼中满是甜蜜与期待。他像一只欢快的小鸟一般，直接扑进叶鼎怀里，紧紧抱着叶鼎，声音软糯地说道：我的大英雄师弟，你终于来了，我可等你好久了，再不来美人宴的花都谢了。美人儿，我这不是来赴宴了吗？叶鼎微笑着宠溺地看着严可卿，美人，都给我介绍一下有什么美食吧。叶鼎一边抱着严可卿柳腰腰肢，一边来到床铺前问道。严可卿脸色绯红，英雄师弟，美人宴当然有美人了。叶鼎欣喜不已，直接把严可卿抱了起来。严可卿慵懒地躺在叶鼎怀里，脸色透着醉人的红润，眉眼间满是满足之色，呼吸略显急促地说道：师弟，真没想到你竟然真的登顶了登天塔。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娇嗔，又夹杂着难以掩饰的欣喜与骄傲。区区登天塔而已。叶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语气中带着几分轻松与不屑，仿佛登顶登天塔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严可卿缓缓抬起头，目光认真而又坚定地看着叶鼎，眼中闪过一丝痛苦与仇恨，说道：师弟，那个柯长渊是柯家人，柯家就是灭我全族的仇人。我一心想着靠自己报仇，却深知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我想求你，等你以后有足够实力后，帮我灭掉柯家。只要你答应我，严可卿以后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说到最后，他的声音微微颤抖，那是多年仇恨积压在心底的宣泄。啪！叶鼎用力在严可卿挺翘的臀上猛地拍了一下，这突如其来的一下让严可卿吃痛的轻呼出声，疼痛顿时让他满脸委屈，像只受伤的小鹿般可怜巴巴地看着叶鼎。小傻瓜，你我本就一体，你的仇人自然就是我的仇人，你到现在
竟然还把我当外人，跟我如此见外，你说你该不该打？叶鼎看着他，眼神中满是宠溺，轻轻刮了刮他的鼻子。严可卿紧咬嘴唇，他以前一直固执的想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复仇，从未想过依靠叶鼎。此时听到叶鼎这般深情的话语，心中五味杂陈。如果这我都不帮你，我还算什么男人？叶鼎将严可卿搂得更紧，郑重地说道：记住，我是你的男人，是你永远的依靠。严可卿深情地看着叶鼎，重重地点了一下头，晶莹的泪花在眼眶中打转。有个男人可以依靠真好。这一刻，他感觉自己心里那块压了10几年的巨石终于缓缓放下，身上背负的沉重担子瞬间轻了许多。丁，严可卿好感度加8，当前好感度99。叶鼎心中明白，严可卿好感度未能满值，想来肯定是因为柯家未灭，他心有挂碍。叶鼎轻轻捋了捋严可卿如绸缎般的秀发，嘴角勾起一抹坏笑，说道：可卿，我现在又饿了，怎么办？严可卿微微一愣，随即将秀发优雅的挽起，娇嗔地趴在叶鼎身上，眼神中满是宠溺与温柔，轻声问道：刚吃过，怎么还饿？那你想吃啥？我想把刚吃过的再吃一份。叶鼎说着，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狡黠。行，都依你。客厅里，严可卿与叶鼎正在吃饭。嗡嗡嗡嗡，嘘，是你妹妹。叶鼎轻声说道。严可卿点了点头，俏脸瞬间变得绯红。叶鼎对着传信玉符说道：娘子，什么事啊？夫君，当然是恭喜你登上99层登天塔了。严可如那清脆可爱的声音从传信玉符中传来。低调，低调。叶鼎嘴角上扬，故意摆出一副谦逊的样子。夫君，你确实要低调一点，现在外面可是有很多男人想找你拼命。严可如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担忧。这是为啥？叶鼎一脸疑惑。你登顶登天塔，一下子成了名人，而且还打了那样的宣传，现在有很多女人想要找你当炉鼎。嘿嘿，这不是好事吗？什么好事啊？你要知道，有很多女人都是有道理的，如今要找你当炉鼎，所以他们的夫君肯定对你痛恨至极啊。严可如着急地说道。我不是说了，非处不接吗？你不接，他们不会来应的吗？严可如没好气地说道。啊，这也行？叶鼎瞪大了眼睛，显然没想到会有这种情况。夫君，你现在可是名人了，前途不可限量，未来有可能成为下一位化神修士。找你当炉鼎，不仅能提升修为，以后说出去脸上也有光，出去都可以炫耀说，曾经我也是征服过天下第一炉鼎的女人，所以夫君，你现在简直就是全难公敌。严可如无奈地叹了口气，再加上我们合欢宗本来名声就不怎么好，另外那些没有夫君的女人也找你当炉鼎，那岂不是让其他男修只能收二手货？可想而知，夫君，现在你的处境危险，外面男人都把你当作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叶鼎心中暗自叹息，自己当时一时兴起，真没想到会引发如此大的麻烦。操！我只不过是装了一个男人都想装的逼，竟然得罪了这么多人，真是亏大了。夫君，我姐姐在你那吗？严可如突然问道。叶鼎看了看身旁吃菜的严可卿，直摇头，回道：你姐没在我这。哼，夫君，你竟然骗我！姐姐，你说句话，我知道你在夫君那。严可如笑嘻嘻地说道。严可卿顿时脸色羞得通红，像煮熟的虾子一般，手中的筷子放下也不是，拿着也不是。紧接着传信玉符传来严可如可爱调皮的笑声。嘻嘻，姐姐，都是一家人，有什么好害羞的？我有话给你说。叶鼎想着反正这层窗户纸早晚都要捅破，嘿嘿一笑，对严可卿说道：可卿，你妹妹想跟你说话，你接不接？严可卿放下筷子，一脸幽怨地看着叶鼎，仿佛在责怪他为何不帮自己隐瞒。叶鼎则无奈地耸了耸肩，露出一个无辜的笑容。严可卿极不情愿地接过传信玉符，尴尬地说道：妹妹，你想说什么？嘻嘻，姐姐，你可要看好叶鼎，别让他瞎跑，外面不安全。严可如叮嘱道：就这事，你直接给我发个消息不就完了吗？严可卿没好气地说道：嘻嘻，姐姐，你们的事我早就知道了，与其偷偷摸摸，还不如正大光明。严可卿听了，顿时面红耳赤，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妹妹，我知道了，可明天是董月舞，我不想和他说话。不用，姐姐，我已经和他说过了。哦，那好吧，今晚我会好好看着叶鼎的，妹妹你就放心吧。好吧，我就不打扰姐姐好事了，拜拜。严可如笑着挂断了传信玉符。严可卿挂了传信玉符，立马站了起来，假装生气的样子，居高临下的瞪着叶鼎。
那眼神仿佛要喷出火来，一副想要将叶鼎生吞活剥的表情，但嘴角上扬，压不住他内心的欢喜。叶鼎一看严可卿这架势，心中一紧，拉着被子盖上，假装害怕的样子。你想干嘛？严可卿看见叶鼎如此配合，更加满意。这一次他非要来一个霸王硬上弓，一手抬起叶鼎的下巴，一脚踩在凳子上，嘴角再也抑制不住的笑意，笑道：来，小弟弟，给姐姐笑一个。第3日，阳光洒落在天葬城的每一个角落。然而昨日叶鼎登顶登天塔之事却如同一场风暴，在整个天葬城传得沸沸扬扬，大街小巷都在谈论着这个话题。尤其是叶鼎在塔顶留下的广告，更是成为了众人热议的焦点。无数男人听闻此事后，气得彻夜难眠。他们提着刀，满脸怒容地在大街上穿梭闲逛，仿佛只要叶鼎一出现，他们就会立刻冲上去将其碎尸万段。此时在合欢宗那艘巨型飞船上，带队的戴仙子正慵懒地躺在粉色床铺上，她戴着面纱，手中拿着一枚玉简，上面记录着叶鼎在登天塔的种种事迹。戴仙子看着玉简，脸上露出一抹幽怨的神情，轻声的喃道：这个叶鼎可真能搞事啊，这才来几天就弄出这么大的阵仗。不过他的确也是一个天才，想让我把他交出去，那是万万不可能的。这样的天才怎么可能拱手让人？更何况他还是纯阳之体。罢了，等其他宗门的人来了，我就说他是我的亲传弟子，这样也能保护一下叶鼎。哎，算了，以后就正式收他为徒吧。只是万一我突破元婴，需要他体内纯阳之气，那我该怎么办？难道让我做出冲突逆施？不行，不行。严可卿走后没过多久，董月武就来了。叶鼎昨晚便得知他们几个早就商量好了，难怪会一个一个的来。这样也好，省得一起来让他不知如何应对。有这么懂事的红颜知己们，叶鼎心中暗喜，觉得自己真是享其人之福啊。此时董月武迈着轻盈的步伐走进房间，他红发披肩，如同一团燃烧的火焰，身上穿着一袭红色连衣裙，艳丽至极。笑容满面的董月武刚进入卧室，便如一只轻盈的蝴蝶般扑倒在叶鼎怀里，娇嗔地说道：叶鼎，我好想你。叶鼎感受着怀里的柔软，仿佛冬日里抱着一个温暖的小火炉，心中满是惬意。叶鼎，快陪我去逛街吧。董月武的声音娇柔婉转，如同黄莺出谷。好啊。叶鼎毫不犹豫地答应道，能与如此佳人一同逛街，他自然乐意至极。对了，叶鼎，不要穿合欢宗弟子服饰了。董月武突然说道。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你，现在合欢宗弟子人人喊打。董月武无奈地叹了口气。啊。叶鼎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眉毛紧紧皱在一起。本来你登顶对合欢宗本是一件好事，谁知道你搞那么一出，惹出那么大的事，昨天很多合欢宗弟子都被打了。董月武解释道。不是说天葬城内禁止打斗吗？叶鼎还是有些不解。哎，规矩是规矩，那也得看对谁有些人背景深厚，执法者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来出来混还是要讲背景的啊。叶鼎无奈的苦笑一声，只能乖乖的换了一身衣服。董月武挽着叶鼎的手臂，两人漫步在繁华的街道上，逛完一家又一家店铺，最后他们在一家秘密的维多利亚女士内衣店门口停了下来。董月武悄悄在叶鼎耳边轻声问道，那声音如同文瑞，带着一丝羞涩。叶鼎，你喜欢哪种款式的内衣？你以前不是不在意这些吗？叶鼎有些诧异。董月武紧紧贴在叶鼎身前，脸色羞红，如同熟透的苹果，害羞地说道，那是以前，我之前听某人说你喜欢，所以我也想试一试。叶鼎一听就知道某人是谁了，不禁嘿嘿一笑，我喜欢那种带绳的、镂空的、蕾丝的，越少越好。董月武娇羞地给了叶鼎一个眼神，小手轻轻捶了叶鼎胸口一下，小声说道，知道了，我进去看看，你先在外面等一会，好吧？我等你。叶鼎微笑着点头。叶鼎刚看着董月武进入内衣店，就听到一声怒喝声从远处传来，别跑，站住。叶鼎转身看去，正看见3名穿着合欢宗弟子服饰的人被一群手持长刀的男人疯狂追赶。那3名合欢宗弟子，一个面容英俊帅气，一个身形肥胖，另一个则较为消瘦。此时3人正拼了命的急速奔逃，慌不择路间，正好与叶鼎擦肩而过，4人的目光瞬间交汇。叶鼎定睛一瞧，立即认出他们3人正是绝不做炉鼎团的匡浩气、廖树与雍容子。他们3人也同样认出了叶鼎，四目相对，皆是大眼瞪小眼，面面相觑，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夸张表情，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没等叶鼎反应过来，3人便嗖一下跑过去了。
叶鼎不禁哑然，想不到自己一时冲动的行为竟然害了同门，心中顿时涌起一阵惭愧。此时雍容子跑得满头大汗，一身肥肉随着他的奔跑剧烈乱颤。他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地问道，声音因为急促的呼吸而显得断断续续。邝师兄，刚才那是叶鼎吗？我看是。他奶奶的，他这个罪魁祸首过得逍遥自在，我们这些无辜之人却深受其害，真是不当人子啊。雍兄，快跑吧，他们追上来了。没过多久，一脸娇羞的董月武就从内衣店出来了。他低着头，似乎有些不好意思，轻轻地抱着叶鼎的手臂，声音如同文瑞般说道，咱们走吧。叶鼎惊讶地问道，买好了？董月武只是轻轻嗯了一声，便拉着叶鼎左拐右拐，七扭八拐地走进一个无人的小胡同。胡同里静谧无声，只有两人的脚步声在墙壁间回荡。月武，你带我来这干嘛？叶鼎有些疑惑地问道。董月武没有说话，他认真而仔细地看着叶鼎，目光中带着一丝羞涩与坚定。片刻后，他脸色愈发羞红，猛地将叶鼎压在石墙上，接着伸出双臂紧紧抱着叶鼎的脖子，主动亲吻起来。叶鼎下意识地伸手抱住眼前尤物董月武的娇躯，开始热切回应。然而只是片刻，叶鼎就感觉有些不对劲。眼前的董月武虽然容貌与他所熟悉的董月武一模一样，但他身上散发的体香却与董月武完全不同。另外，他的吻技很差，完全就是一个新手。小巷内静谧的只能听到两人逐渐急促的呼吸声。叶鼎悄然打开他的信息面板，随着面板信息的浮现，他不禁微微皱眉。姓名董月姿，年龄19，身高173，体重59，三围90、58、86，境界炼气12层，灵根幻灵根，宝体千幻宝体，好感度20，颅顶指数3颗星，美女评价容貌 S 级，身材 SS 级，智慧 A 级。嫉妒。叶鼎看到名字，心中陡然一惊，他暗自思忖，他难道是董月武的双胞胎妹妹？刚一见面就有20的好感度，看来这种可能性极大。但叶鼎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此刻他心中暗自窃喜，这般想着，叶鼎随即一手用力紧紧搂住董月姿的柳腰。此时在内衣店里，董月武正是穿着黑丝网状的性感内衣，那内衣贴合着他的身体曲线，将他的身材衬托得更加迷人。然而就在他沉浸在试衣的愉悦中时，忽然感觉到一阵熟悉感觉，他心中一凛，眉头瞬间紧皱，凝思片刻后，敏锐地察觉到情况不对，一种强烈的不安涌上心头，他立即毫不犹豫地买下身上穿着的内衣，便急匆匆地向店外奔去。董月武来到店外，却发现叶鼎并不在原地，他心急如焚，连忙集中精神，用神识朝着自己感觉的方向探查过去。片刻后，他果真找到了叶鼎所在的位置。董月武急忙朝着那个方向飞奔而去。叶鼎，董月武见此情形，心中顿时涌起一股酸涩的感觉，仿佛吃了一大把未成熟的青梅。他懊恼不已，本就向姐妹们保证过，一定要看好叶鼎，没想到自己仅仅离开片刻，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没想到还是自己疏忽了。叶鼎其实早就察觉到董月武的到来，但他假装没有听见，直到董月武连续喊了3声后，他才装作如梦初醒的样子。看到董月武的那一刻，叶鼎故意露出大吃一惊的表情，一把将董月姿推开，一脸震惊地看着这两位一模一样的女子。叶鼎一边朝着董月武走去，一边转头朝董月姿问道，脸上满是震惊之色。你是谁？董月姿满脸笑容，一脸意犹未尽的样子，目光灼灼地盯着叶鼎，眼中闪烁着兴奋与惊讶的光芒，迫不及待地问道，你就是叶鼎，登上99层的叶鼎。虽然在天葬城所有人都知晓叶鼎的大名，但真正知道叶鼎究竟是谁的人却极少。董月姿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眼前这个与自己亲密接触的男人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叶鼎。这意外的发现让他瞬间对叶鼎更加喜欢了。丁，董月姿好感度+5。董月姿此次来看姐姐，原本是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想好好埋汰一下她。毕竟在她的认知里，姐姐失去了家族的支持，肯定过得穷困潦倒，狼狈不堪。但现实却给了她重重一击，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姐姐不仅同样修炼到了炼气12层，而且还找了一个如此帅气的男友，竟然还是如日中天的叶鼎。这一事实直接让她那颗原本就充满嫉妒的心，如同被浇上了一桶汽油，熊熊燃烧起来，心痛的仿佛在滴血。在她心中，姐姐依然是那个让她无比羡慕、嫉妒的存在。她的内心在疯狂怒吼：姐姐，既然你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给我？此时尽管她心里难受的如同刀绞，但表面上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只见他笑意盈盈，扭动着纤细的腰肢，像一只妖娆的狐狸般朝着叶鼎走去。随着他的走动，那一头红色的头发如同被施了魔法一般，慢慢变成了粉红色。身上的红色连衣裙布料仿佛拥有了生命，自行贴合他的身体曲线，幻化成了魔幻门独有的黑色弟子服饰。领口与袖口处精致的云纹若隐若现，仿佛在诉说着神秘的故事。束腰的设计巧妙地勾勒出她纤细的腰肢，腰间系着一条黑色的丝带，为她增添了几分灵动与俏皮。整个人从热情似火的明艳少女瞬间转变为清新淡雅、带着神秘气质的魔幻门弟子，这奇妙的变化让人不禁为之惊叹。董月姿见叶鼎没有回话，便伸手拿出一把粉色绒毛小扇子，轻轻扇了几下，扇面上的绒毛随着微风轻轻颤动，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气。他对着姐姐笑道：“哥姐姐，见到我这个妹妹是不是很惊喜？”叶鼎恍然大悟，原来这对双胞胎姐妹只是毛发颜色有所不同，一个是红发，一个是粉发，其他诸如妖娆的身材、体型都相差无几。叶鼎敏锐地察觉到，董月武见到自己的双胞胎妹妹，脸上非但没有开心的神情，反而布满了怒容。他瞬间意识到，这姐妹俩之间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两人的关系看起来并不好，但究竟是为什么呢？叶鼎心中充满了疑惑。惊喜？哼，妹妹，没什么事，就不要打扰我的生活。董月武冷冷地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坚决。叶鼎，咱们走。说完，他便伸手拉住叶鼎的手，转身往回走。然而，一道残影如鬼魅般瞬间拦住了两人的去路。董月姿站在他们面前，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决绝与贪婪。姐姐，你走可以，把叶鼎留下。怎么？难道你又想跟我抢？董月武怒视着董月姿，眼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姐姐，我不是抢，叶鼎又不是你的道侣，我有什么不可以抢的？所以从现在开始，叶鼎就是我的人了，跟你没关系了。董月姿理直气壮地说道，仿佛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叶鼎愣住了，他实在没想到这个董月姿的思维如此奇葩。他立马大声说道：“哎，等等，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是你的道侣？你这什么逻辑？我是独立的自由人，不是你们抢来抢去的货物。”董月姿听到叶鼎的话，立马换了一副表情，对着叶鼎露出一个魅惑的笑容，声音娇柔地说道：“叶鼎，我和姐姐一模一样，你喜欢她，肯定也喜欢我。这是我和姐姐之间的事，你就不要插手了。月姿，以前我只是看在你是我妹妹的份上，才把我的东西让给你，但如今我早已离开董家，你还想要抢我的道侣，我是绝不会让给你的。”董月武毫不示弱地回应道，眼神坚定，仿佛在宣告自己的底线。董月姿恶狠狠地盯着董月武，就好像姐姐抢了她男人一样，咬牙切齿地说道：“姐姐，你不给，我就不会抢吗？只要是你喜欢的东西，我就想得到，不管付出任何代价，我都要得到。”说罢，他身上的气息陡然变得阴冷起来，周围的空气仿佛都为之凝固。你！董月武气的胸脯剧烈起伏，眼中满是愤怒与痛恨。对于这个双胞胎妹妹，他一时间痛恨到了极点。叶鼎听着董月姿的话，心中不禁泛起一阵寒意，觉得这个小姨子的心理似乎有些扭曲，甚至称得上变态。毕竟董月武可是她的亲姐姐，而自己也算是她的准姐夫吧。姐妹俩何至于为了一个男人争得如此激烈，搞得这般水火不容？在叶鼎看来，大家一起相处不也挺好的吗？自己又不是应付不来。董月姿却像是浑然未觉两人的反应，轻笑一声，那笑声如同银铃，却让叶鼎和董月武感觉无比刺耳。接着他对着叶鼎诱惑道：“叶鼎，你想不想拥有全天下的美女？”什么意思啊？叶鼎微微皱眉，心中疑惑丛生。只见董月姿轻转了个圈，身姿曼妙，如同翩翩起舞的蝴蝶，瞬间就变成了另外一个美女。那容貌倾国倾城，气质超凡脱俗，竟是魔幻门圣女的模样。还未等叶鼎反应过来，他再次转身，又幻化成了另一位美女，赫然是天道圣宗圣女的面容。怎么样，叶鼎，我可以变成任何女子，只要你娶了我，就等于娶了全天下最美的女人。董月姿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一脸期待地看着叶鼎，仿佛这真的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叶鼎着实没有想到，小姨子竟然拥有如此奇特的能力，这对任何男人来说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住口！董月武怒喝一声，眼中怒火熊熊燃烧。勾引我的男人，月姿你真是够了。姐姐，你们有没有结婚，也没有正式结成道侣，我为什么不能抢？难道只准你喜欢他，就不准我喜欢他？你也太霸道了吧！姐姐，我有千幻宝体，我在魔幻门可谓众星捧月，深受无数男人爱慕。你是不是觉得在我面前没有自信啊？董月姿毫不理会姐姐的愤怒，反而一脸得意地炫耀着。随后
他又深情地看向叶鼎，眼中闪烁着痴迷的光芒。但我知道，天下间只有姐姐的男人才是最好的，才是最能让我感觉到满足与充实。哼！董月武觉得妹妹简直无可理喻，怒极之下，猛地一把推开董月姿，拉着叶鼎就往前走，脚步匆匆，仿佛多停留1秒都会让他窒息。姐姐，你就等着吧，秘境试炼结束之前，叶鼎必会成为我的道侣。董月姿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大声喊道，那声音中充满了自信与挑衅。回到天下人间客栈，董月武一踏入房间，便再也支撑不住内心的委屈，直接扑进叶鼎怀里，无声地哽咽起来。他一边流泪，泪水如同断了线的珠子打湿了叶鼎的衣衫，一边疯狂地撕扯着自己的红色连衣裙，仿佛要把多年来积压的痛苦都随着这衣衫一同撕裂。紧接着，他疯狂地亲吻叶鼎，那炽热的吻中饱含着无尽的委屈与渴望。叶鼎心疼的一把将董月武抱进卧室，扑倒在床上，尽力安慰着他。许久之后，董月武的情绪才渐渐平复下来，他缓缓讲起了自己的过去。叶鼎这时候才知道，为什么本是阳光妩媚的董月武，很多时候却会独自忧伤。姐姐从小就心地善良，同情并照顾妹妹，经常送各种东西给妹妹。久而久之，妹妹习以为常，反而觉得姐姐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姐姐性格木讷，不爱说话，但乖巧懂事，总是默默承受着一切。而妹妹从小就能说会道，擅长撒娇，深受大家喜爱，是众人心中的宝贝疙瘩。之所以两人闹矛盾，是因为本来是姐姐该加入魔幻门，但最后妹妹讨得家人欢心，夺了姐姐加入魔幻门的机会。自那以后，两姐妹的关系彻底破裂。董月武为了修炼，心灰意冷地离开了董家。可想而知，在董家时，董月武承受了多大的委屈，却没有人同情他，大家反而觉得他作为姐姐让出这些是应该的。如今妹妹更是变本加厉，跑来抢夺姐姐的道侣，简直就是十足的白眼狼。董月武用整个柔软娇躯紧紧压住叶鼎，双手紧紧搂着他的脖子，仿佛生怕叶鼎会突然消失一般。他心中无限委屈，带着哭腔，无助的颤颤巍巍祈求道，叶鼎，我可以失去任何东西，绝不能失去你，求你不要离开我。叶鼎一边温柔地抚摸着董月武洁白如雪的背，感受着他身体的微微颤抖，一边轻声安慰道，放心，我绝不会离开你的。既然他敢欺负你，那就是欺负我，我一定会给你出这口恶气，狠狠教训他，让他给你跪着道歉。叶鼎目光坚定，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霸气。董月武盯着叶鼎，听着他那维护自己的霸道话语，就感觉身体里某一处一直被堵塞的非常难受的地方，如今终于被叶鼎给疏通了，心中顿时畅快无比。这让他不禁想起自己在董家时，经常一个人躲在黑漆漆的角落里默默哭泣。那时候的他多么希望能有一个人出现，安慰他，保护他。如今他终于有了叶鼎，有了这个愿意不顾一切保护他，为他撑腰的男人，心里满是无尽的甜美与安全感。丁，董月武好感度加10，当前好感度96。董月武把头埋在叶鼎怀里，嘴角露出甜蜜的微笑，轻声说道，叶鼎，我都听你的，有你真好，我爱你，叶鼎。月武，我替你出气，你怎么感谢我啊？叶鼎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丝调侃。董月武脸色娇羞的如同熟透的苹果，在叶鼎耳边轻轻说道，那我就把今天买的所有内衣都穿上给你试一遍。天上人间客栈地字1号房内，粉色头发的董月姿脸色绯红，衣衫凌乱的躺在床上，气息娇喘，倾吐香气。原来和男人在一起竟然是这样的。她眼神中透露不甘与嫉妒，不满地嘟囔着，姐姐，你真是废物，有那么帅的男人，你怎么就撑3个时辰？要是我的话，差不多大概也许可能也要撑6个时辰吧。哼，即使我是第一次，我也会比你强。第4日，清晨的阳光如同细碎的金粉，温柔地洒落在大地上，妩媚而动人。微风轻轻拂过，带着丝丝缕缕的清新气息，撩动着窗前的纱幔，正是适合出去野游的绝佳天气。天字1号房间内布置得温馨而雅致，叶鼎慵懒地抱着红发略显凌乱的御姐尤物董月武，两人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董月武悠悠转醒，明媚的阳光映照在他那洋溢着幸福微笑的脸上，他微微侧头，用充满宠溺的眼神凝视着叶鼎那完美帅气的脸庞，眼中爱意流转，而后调皮地偷偷在叶鼎脸颊上亲吻了一下，这才轻轻推开叶鼎搭在他腰间的手臂，缓缓坐立起来。他先是捋了捋那如瀑般的红发，接着他披上一件轻薄的红色纱衣，那纱衣如同一朵盛开的娇艳玫瑰，将他衬托得愈发风情万种。他轻轻下了床，动作轻柔的，生怕惊扰到仍在熟睡的叶鼎，细心的为他盖上蚕丝被。随后董月武一步到梳妆台前，开始精心梳妆打扮，铜镜中倒映出他精致的面容。他拿起梳子轻轻梳理着头发，
每一个动作都透着优雅与从容。他的目光专注，仔细地整理着每一缕发丝，仿佛在雕琢一件绝世艺术品。咚咚咚，董师妹，董师妹。这时，董月武听见外面传来温柔清脆且熟悉的声音，他嘴角微微上扬，立刻就知道是谁来了。他起身，踮着脚步，轻轻走到房门前，动作轻盈的如同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他打开房门，用一根手指放在嘴唇边。嘘，示意门外的邵傲雪小点声，轻声说道：“叶鼎，昨天太累了，还在睡觉，小点声。”邵傲雪脸色瞬间泛起娇羞的红晕，如同春日里绽放的桃花，娇艳欲滴。她轻轻点了点头，动作轻柔而含蓄，宛如微风中轻轻摇曳的花朵。傲雪师姐，你今天好漂亮啊，快进来坐。董月武满脸笑容，那笑容如同阳光般灿烂。他双手热情地拉着邵傲雪的手，将她迎进房间。月武，你才漂亮。邵傲雪脸色羞红，声音如同文瑞般轻柔，透着少女的羞涩与腼腆。今日为了与叶鼎的约会，她着实花费了一番心思，精心打扮。邵傲雪戴着白色面纱，那薄如蝉翼的面纱，面纱下脸色透着娇羞的红晕，恰似春日里含苞待放的桃花，娇艳欲滴，散发着诱人的芬芳。头上戴着镂空刺绣冰雪头纱，那头纱宛如冬日的霜雪，纯净洁白。她身着齐胸白色襦裙，胸脯高挺，襦裙的材质细腻光滑，裙身贴合着她的身形，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的婀娜身姿。手臂处白色丝带纷飞，如舞动的精灵，随着她的一举一动轻轻飘扬。外衫是一件镂空白色纱衣，薄如烟雾，如梦似幻。纱衣上的镂空花纹精美繁复，宛如盛开的花朵。这件纱衣轻柔地披在她的身上，随着她的步伐微微起伏，仿佛她不是行走在人间，而是踏云而来的仙子，带着超凡脱俗的气质，让人不禁为之倾心。月武，叶鼎师弟真的登上99层登天塔了吗？邵傲雪眼中闪烁着好奇与崇拜的光芒，轻声问道。真的。董月武微笑着回答，眼中满是自豪。叶鼎真厉害，我也去试了，只登上62层。邵傲雪微微低下头，语气中带着一丝羡慕与失落。那是当然，叶鼎最厉害了。董月武的声音中充满了骄傲。叶鼎，醒了，师姐你先坐，我去帮他洗漱一下。董月武听到卧室内传来动静，转头对邵傲雪说道。好的，月武。邵傲雪乖巧地点点头，轻轻坐在一旁的椅子上，双手交叠放在膝上，眼神中透着一丝期待与紧张。卧室内，叶鼎缓缓拉开被子，慵懒地伸了一个懒腰，阳光洒在他健硕的身躯上，勾勒出完美的线条。董月武一下就扑了过来，像一只灵动的小猫般撞在叶鼎怀里，小声说道：傲雪师姐来了，我帮你洗漱，等会带她出去好好逛逛。傲雪师姐来了，你怎么不叫醒我？叶鼎微微皱眉，眼中带着一丝惺忪。没事，她是我闺蜜，我了解她，性子温和，不会在意这些的。对了，傲雪很敏感，你要注意分寸，不要操之过急。董月武轻轻戳了戳叶鼎的胸口，眼神中透着关切。我知道了。还有，她和我们不一样，你一口吞了也就吞了，你要细细的品。董月武凑近叶鼎耳边，轻声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调侃。叶鼎轻轻捏了捏董月武小鼻子，问道：月武，你为了让傲雪入局，真是煞费苦心。说，你有什么不良企图？我哪有？我全心全意对你，你竟然怀疑我？哼！董月武假装生气的样子，小嘴微微嘟起，脸颊绯红，真像一个可爱的娃娃，让人忍不住想要疼爱。叶鼎亲了董月武一口，好了，赏你的，我帮你洗漱。董月武立刻眉开眼笑，起身去准备洗漱用品。好。叶鼎看着董月武忙碌的身影，心中满是温暖。傲雪师姐，我走了，你们聊吧。董月武笑容满面，欢快地离开房间，那背影仿佛带着愉悦的音符。傲雪师姐，你今天真漂亮，这一身打扮真可谓是倾国倾城，哪怕是9天之上的仙子见了，也要自愧不如啊。叶鼎看着邵傲雪，眼中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欣赏与爱慕之情。邵傲雪捂嘴轻笑，脸颊绯红的如同熟透的苹果。她的敏感圣体瞬间感觉到叶鼎对她那如海啸般汹涌的欲望，那股炽热的情感如同潮水般将她淹没。她娇羞扭捏不安，轻声回道：哪有？声音轻柔的如同微风拂过花瓣。叶鼎见如此美人，心中早已难耐，如同干柴遇见烈火，瞬间被点燃。他直接上前，双手轻轻搂住邵傲雪的小蛮腰，那腰肢纤细柔软，仿佛不堪一握。接着他又温柔地替她拿下了面纱。此刻邵傲雪那精致脸庞毫无保留地展现在叶鼎面前，那是一张无与伦比的美丽容颜，娇艳欲滴，秀色可餐，如同刚熟透的水蜜桃一样，散发着诱人的气息，让人忍不住想要品尝。叶鼎激动不已，
眼神中燃烧着炽热的火焰，直接向邵雪那软糯 Q 弹的粉色香唇吻去。邵雪瞬间浑身一颤，仿佛触电一般，1000倍的敏感神经如同1000颗燃烧弹在体内炸开，一股滚烫的热流瞬间席卷全身，顿时整个郊区燃烧起来，她的身体变得滚烫、娇软、红彤彤的，仿佛被夕阳染成了绚丽的色彩。邵雪浑身无力，如同一只柔弱的小鸟，直接躺倒在叶鼎怀里。就在叶鼎想要进一步时，邵雪双眼迷离，眼神中透着一丝慌乱与羞涩，她鼓足全身力气，轻轻挣开，有气无力的娇羞说道：“叶鼎师弟，我早晚都是你的女人，能不能不要那么急？咱们先去逛街，好不好？”叶鼎看着如此娇羞的邵雪，心底的一根弦忽然被触动一番，不禁让他想起大学时的初恋女友，一样的娇羞，一样的可爱。那曾经的美好回忆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让他心中泛起阵阵温柔。叶鼎轻轻抚摸了一下邵雪细腻红扑扑的小脸蛋，那触感如同丝绸般光滑，轻声说道：“好。”丁，邵雪好感度+8，当前好感度57。叶鼎心中欣喜，知道邵雪内心终于愿意与他做羞羞的事了，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展。邵雪足足用了半个时辰，才压制住体内那异样的感觉，努力让自己恢复平静。接着，叶鼎如同带着自己的初恋女友一般，牵着邵雪的手，两人手牵手漫步在繁华的街道上。他们逛完一家又一家店铺，邵雪的眼神中透着好奇与欣喜，她精心挑选着每一件商品，时不时拿起一件在叶鼎面前比划，询问他的意见。邵雪买了不少东西，不仅为自己挑选了一些心仪的小物件，还细心地为叶鼎买了不少东西。丁，邵雪好感度+3。叶鼎看着挽着自己手臂的邵雪，心中不断感慨，当一个女人爱上你的时候，心里的枷锁打开，她对你的喜欢会急剧上升。此刻他感受到了邵雪对他日益增长的感情，心中满是甜蜜。此时叶鼎抱着邵雪柳腰，遇见飞向城内的天葬山。天葬山高耸入云，山上绿树成荫，繁花似锦，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山上高处有一凉亭，那凉亭古朴典雅，飞檐斗拱，仿佛是历史的见证者。不远处就是一道飞流直下3000尺的瀑布，瀑布如银河倒挂，水花飞溅，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气势磅礴。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宛如一处人间仙境，堪称5A 级景点。凉亭内，叶鼎抱着邵雪，两人静静地欣赏着远处的美景。阳光洒在他们身上，为他们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叶鼎时不时偷偷亲吻一下邵雪，那轻柔的吻如同羽毛般落在她的脸颊、额头，惹得邵雪娇羞连连，俏脸一会儿红得像熟透的番茄，一会儿白得像冬日的初雪，一会儿又白里透红，如同天边的晚霞，美得动人心魄。正当叶鼎又要亲邵雪时，邵雪就像受到惊吓的小鹿一样，一阵惊慌失措，脸颊发烫。她轻轻推搡着叶鼎，祈求般的悄悄说道：“叶鼎，有人来了，先放开我，等他们走了再亲，好不好？”叶鼎也感应到有人靠近，但他并没有在意，依然紧紧抱着邵雪说道：“没事的，傲雪，他们都不认识我们，被看见也没关系，只要我们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他们。”邵雪见挣脱不开，又羞又急，直接羞红着脸，将头深深埋在叶鼎怀里，不敢见人。她的心跳如同小鹿乱撞，砰砰直响，仿佛要冲破胸膛。叶鼎抱着如此娇羞的邵雪，心中的喜爱愈发浓烈，仿佛要将她融入自己的生命之中。正当叶鼎沉浸在自己的欢喜之时，身后忽然传来一道清脆喊声，如同晴天霹雳，吓了他一跳，连紧绷的肌肉瞬间软了3分。叶鼎哥哥，你们在干嘛啊？叶鼎转头望去，就看见一个身穿白色华丽锦衣的年轻俊俏小公子。那锦衣质地精良，绣工细腻，金线勾勒出的云纹图案栩栩如生，在阳光下闪烁着柔和的光芒。小公子身材娇小，手中摇着一把纸扇，扇面上绘着淡雅的山水画卷，扇骨乃是用上好的檀香木制成，随着他的动作散发着阵阵清幽的香气。此刻他正饶有兴致地看着叶鼎和邵雪，眼神中透着几分好奇与玩味。在小公子的身后跟着2位同样俊俏的保镖，两人眼神锐利，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仿佛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嗨嗨，你是？叶鼎尴尬地干咳2声，有些不好意思地松开了邵雪，疑惑地向那小公子问道：“叶鼎哥哥，2天不见，你就认不出我了啊？”那俊俏小公子微微嘟起嘴，佯装生气地说道。他上下扫视过邵雪后，双手抱胸，心中顿时有一股自卑、酸涩的感觉，气鼓鼓地继续说道：“哼，叶鼎哥哥，你也真是的，怎么又换了一位漂亮的姐姐？”说着，他身上泛起一阵柔和的灵力波动，光芒闪烁间，叶鼎眼前的小公子瞬间变成了双马尾造型，身着一身精致的白色洛丽塔裙，
那裙子的裙摆层层叠叠，如同盛开的白色花朵，上面点缀着细腻的蕾丝花边，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她脚蹬白色长筒鞋，鞋面上镶嵌着几颗晶莹剔透的宝石，反射出璀璨的光芒，正是冰皇殿傲娇大小姐冰丝丝。此时她鼓起腮帮，撅着小嘴，正气鼓鼓地看向叶鼎，那模样就像一只生气的小兽，可爱中又带着几分傲娇。原来是少店主，真是惭愧，你刚才的装扮真是太逼真了，我完全没有认出来。叶鼎有些窘迫地挠挠头，连忙解释道：不能怪我，只怪你的变化之术太厉害。哼！冰丝丝冷哼一声，听到叶鼎的夸奖，他心里的气瞬间消了个七七八八，但他依然故作傲娇，接着对叶鼎说道：叶鼎哥哥，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冰丝丝带着叶鼎飞到不远处的一处悬崖峭壁上，此处地势险要，山风呼啸而过，吹得两人的衣衫猎猎作响。冰丝丝站在悬崖边，望着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脸上浮现出委屈与自卑的神情。他微微咬着嘴唇，犹豫了片刻后，鼓起勇气问道：叶鼎哥哥，你是不是喜欢胸大屁股大的姐姐？嗨！叶鼎着实没有想到，一向傲娇的冰丝丝竟然问得如此直接。冰丝丝对自己的身材很自卑，他肯定不能打击她那脆弱幼小的心灵。短暂的思索后，他认真地说道：我喜欢的是一个人的灵魂，正所谓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他目光真挚地看着冰丝丝，继续说道：正如大小姐您就是那万里挑一，我就非常喜欢。冰丝丝听到叶鼎的回答，眼中闪过一丝惊喜，他把叶鼎的话在心里仔细读了2遍，仿佛要将每一个字都刻在心底。在这一瞬间，他似乎找到了久违的自信，惊喜地问道：真的？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就像一个渴望得到认可的孩子。叶鼎坚定地点点头，给予他肯定的答复。叮！冰丝丝好感度+5。冰丝丝瞬间撅着小嘴，努力压制嘴角不受控制的上扬。他跺了一下脚，转过身去，吐了一下舌头，佯装不在意的冷哼道：哼，谁让你喜欢本小姐的人多了去了，不差你一个。是，大小姐天生丽质，人间绝色，是万人迷。你也知道喜欢你的人那么多，我根本没机会，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了。叶鼎故意装作无奈地叹了口气。冰丝丝一听，顿时感觉心慌慌的，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即将溜走。他立即转过身，眼神中满是焦急，耐心劝诫鼓励道：叶鼎哥哥，那怎么行呢？喜欢一个人就要自始至终，不能半途而废，这样才是真爱啊。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叶鼎哥哥，你要加油，我看好你，你千万不要放弃。好，我继续加油。叶鼎看着冰丝丝那认真且略带紧张的模样，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暖流。冰丝丝听到叶鼎认真的回应，像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轻拍自己的胸脯，那动作犹如一只骄傲的小孔雀，仿佛放下了心中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接着又兴致勃勃地继续说道：叶鼎哥哥，昨天有几个宗门的人找我们冰皇殿，你知道他们想做什么吗？这不知道，他们想要拉我们冰皇殿给你们和欢宗施压，好像是想和欢宗把你交出去。冰丝丝皱着眉头，一脸忧虑地说道，他的柳眉紧紧蹙在一起，透露出一丝担忧与困惑。叶鼎瞬间心中一惊，脑海中如闪电般迅速闪过登天塔99层奖励通天宝藏的秘密。他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问道：把我交出去？这是为什么？难道就因为我登上99层登天塔？他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分。冰丝丝无奈地摇了摇头，眼中透着深深的疑惑。这我也不知道，他们说加入他们才告诉我，我没加入。叶鼎虽然不确定真正原因，但心中已然猜到10有8九是通天宝藏的事。毕竟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即便他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这个秘密，但只要那些势力心存怀疑，即便他实际上没有拿到通天宝藏，他们也绝不可能轻易相信。这一猜想如同冰冷的寒风，让叶鼎瞬间浑身汗毛凌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他在心中暗自思忖，如果情况真的不对，那就把宝藏的秘密交给合欢宗。这宝藏对别人来说或许很重要，但对他来说可有可无。宝藏？切，女人才是我的宝藏，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如今合欢宗还没有联系他，这暂时表明他现在还是安全的。叶鼎哥哥，你要注意安全，如果他们找你麻烦，你也可以联系我。这是我的传信玉符，叶鼎哥哥，你收好。冰丝丝说着，急忙从怀中取出一枚精致的传信玉符，上面雕刻着精美的冰花图案，正是冰家独有的印记。他小心翼翼地递给叶鼎，眼神中满是关切。少店主，谢谢你。叶鼎感激地接过传信玉符，
心中对冰思思的感激又多了几分。哼，叫我思思。冰思思傲娇的扬起下巴，那模样可爱至极。思思，谢谢你。叶鼎微微一笑，眼中满是感激与温柔。哼，我要走了。说完，冰思思就站在原地，直愣愣地看着叶鼎，眼神中似乎藏着一丝期待。叶鼎皱眉看着冰思思没有动，冰思思也静静地看着他，两人就这样对视着，气氛有些微妙。思思，还有什么事吗？叶鼎率先打破沉默，疑惑地问道。只见冰思思双手掐着腰，精致的小脸微微上扬，撅了撅那樱桃般的小嘴，一副娇俏又傲娇的模样。叶鼎看着他的样子，心中满是疑惑。冰思思见到叶鼎没有理解自己的意思，有些着急，用自己的小手轻轻指了指自己的小嘴，那动作羞涩又可爱。叶鼎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既然是大小姐如此明显的邀请，那他也不再客气。他嘴角微微上扬，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过去，一把把双马尾的大小姐冰思思抱了起来，足足半米多高，然后紧紧地将她抱在怀里，低头亲吻她那水嫩鲜甜的小嘴。丁，冰思思好感度+1。片刻后，冰思思害羞地低着头，她的小脸如熟透的苹果般绯红，手指无意识地逗弄着衣角，娇羞小声说道：叶鼎哥哥，你以后能不能主动一点？你不主动，我都感觉不到你喜欢我。叶鼎瞬间明白了，傲娇的冰思思不仅有着少女的虚荣心，还喜欢那种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浪漫感觉。嗨嗨，思思，你身份尊贵，再说还有人看着，时机不对。叶鼎有些尴尬地解释道，眼神中带着一丝宠溺。冰思思抬起头，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哦，那就以后没人的时候你要主动一点。叶鼎笑着承诺道。好，只要是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见你一次亲你一次。那还差不多。丁，冰思思好感度+3。得到满意答复的冰思思内心犹如盛开的花朵般喜悦，但精致的小脸上依然挂着那副傲娇的表情，仿佛在努力维持着自己的傲娇形象。叶鼎哥哥，我走了。冰思思轻声说道，眼中满是不舍。好。叶鼎温柔地看着他，目送他离开。冰思思展开身形，向着远方飞去。她的身影在阳光的照耀下，宛如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美丽而灵动。她的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嘴角不自觉上扬，心中欣喜想着：叶鼎哥哥，我就是那万里挑一有趣的灵魂。你说的真是太好了，我现在变得有点自信了。你是唯一喜欢我的男人，你可千万不要放弃哦。大不了我把你追我的难度调到最低。此时叶鼎带着邵傲雪来到瀑布下方不远处的一处池塘，这里四周被茂密的树林环绕，静谧而清幽，人迹罕至，仿佛是世外桃源一般。叶鼎心想，这里如此隐蔽，应该不会再有人来打扰他们的好事了吧。此处环境优美，微风轻轻拂过，带来阵阵清新的气息，让人感到心旷神怡。池塘边上有一棵古老的大柳树，它的枝干粗壮而蜿蜒，垂下的柳条如同绿色的丝绦，随风摇曳。水面上还有几对鸳鸯悠闲地戏水，它们相互依偎，亲密无间，为这片宁静的池塘增添了几分浪漫的气息。这里简直就是最佳约会的秘密基地。如果叶鼎带其他红颜知己来，他肯定会在这棵大柳树下与他们来一场野战。此时在大柳树下，叶鼎从背后轻轻地抱着邵傲雪柔软娇躯，他的双手轻轻抚摸着她的柔蹄，那触感如丝绸般光滑细腻。邵傲雪则是满脸羞红，如同天边的晚霞，浑身燥热，轻微颤抖的娇躯散发着阵阵迷人的香气，那香气仿佛是春日里盛开的花朵，让人陶醉。他努力抑制着自己内心的羞涩与激动，指着水面上几只鸳鸯，开始诉说着他以前见到的鸳鸯的趣事，试图以此来缓解内心的紧张。对了，傲雪，五姐妹联盟资金，我还没问你为什么拿那么多零食呢？叶鼎轻声问道，他的声音在邵傲雪耳边响起，如同春风拂面。邵傲雪莞尔一笑，那笑容如同春日里绽放的花朵般灿烂。他轻声说道，那是岳武让我拿那么多的。他为什么让你拿那么多零食？你不怕他骗你吗？我说了，那你不要告诉其他人。邵傲雪有些羞涩地看了叶鼎一眼，眼中满是信任。不会，他说我当时还不是你的女人，而且我性子弱，怕他们欺负我，而其他几位姐妹过得都很拮据，我拿出1000零食，他们自然不会反对，反而对我很热情，把我视为上宾。即使我做不了大房，他们以后也不会欺负我。邵傲雪缓缓说道，眼神中透露出对董月武的感激。而我又不缺零食，所以拿那么多零食我一点也不亏，还让几个姐妹对我客客气气的。我和月武师姐那么好，她肯定不会骗我的。邵傲雪坚定地说道，对董月武的信任溢于言表。那她一直想让你做我的女人，你为什么同意呢？叶鼎好奇问道。因为我能感觉到你对我浓浓的爱意。
邵雪的声音如同文瑞般轻柔，脸上的红晕愈发明显。另外，我经常听岳武说你有多好，跟了你肯定会过得很幸福。他微微低下头，羞涩地说道。而我本来就有点喜欢你。丁，邵傲雪好感度加5。邵傲雪说完这些话，脸色如熟透的红苹果般羞红。她微微低着头，手指不停地揉搓着手臂上的白色丝带，那丝带在她指尖缠绕，仿佛她内心的羞涩与紧张也随之交织。叶鼎听了她的表白，心中对邵傲雪的喜爱如同决堤的洪水般泛滥。他轻轻地将邵傲雪的身子转过来，眼中满是深情与爱意。邵傲雪一脸娇羞，眼中满是迷离与挣扎。她微微扭动着身躯，轻轻推开叶鼎，与他拉着手，支支吾吾地说道：叶鼎，有人来了，不要。声音轻柔且带着一丝慌乱，如同受惊的小鹿。叶鼎也感应到有人靠近，心里不禁一阵郁闷，暗自想着，我都特意选了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还会有人来？但他还是信心十足地给邵傲雪打包票道：放心吧，这次他肯定不认识我们，没关系的。邵傲雪在叶鼎的安慰下，心里稍微放松了一些，让他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傲雪公主，傲雪姐姐。一道清脆的女子声音带着惊喜的大喊打破了这暧昧的氛围。片刻间，一个戴着黑纱珠帘帷帽、戴帘子的斗笠的女子遮住了样貌，身着黑色纱衣，显露她那玲珑娇躯，向两人飞来。邵傲雪听到有人叫她，顿时浑身像被电击了一般，猛地一激灵。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来人竟然认识她。尴尬、害羞与无地自容的情绪，在她敏感神经下，瞬间如火山爆发般放大了1000倍，如同三魂丢了7魄，紧张到无法呼吸，身躯就像烧红的钢铁，突然被浇了一桶凉水，滋滋冒烟。此时，邵傲雪浑身发红发烫，娇躯变得柔弱无骨，双腿发软，难以站立，直接瘫软倒在叶鼎怀里，眼神变得愈发迷离，仿佛失去了意识。傲雪，傲雪，你怎么了？叶鼎抱着状态不对的邵傲雪，大惊失色，他的眼中充满了担忧与焦急，一边大声地呼喊着邵傲雪的名字，试图唤醒她，一边赶紧将自身的灵气小心翼翼地打入邵傲雪体内，想要帮她恢复身体的异样，额头上也因为紧张冒出了细密的汗珠。那戴帷帽的女子见邵傲雪突然陷入危急状态，神色骤变，急忙施展身法，如同一道黑色的蝴蝶般迅速飞到两人身边。紧接着，她娇声喝道：让我来。你。叶鼎满脸疑惑地看向她，眼神中透露出一丝警惕。我是药王谷的药师，是邵傲雪的远房表妹。那女子一边说着，一边迅速从怀中掏出一枚药王谷的令牌，递到叶鼎眼前。她继续说道：傲雪的情况我比较了解，我以前也帮她治过。叶鼎紧紧皱着眉头，满脸担忧地看着怀里的邵傲雪。此刻的邵傲雪面色潮红，气息急促，娇躯微微颤抖，情况看起来确实不容乐观。叶鼎心急如焚，声音中带着明显的焦虑说道：好，那你试试。只见那黑纱女子神色镇定，不慌不忙地抬起白皙如玉的左手，她的手纤细修长，宛如春日里新生的嫩柳，指尖流转着柔和的木属性灵气，那灵气散发着勃勃生机，形成一道蕴含生机的绿光，如同一层轻柔的纱幔，缓缓包裹住叶鼎怀里的邵傲雪。紧接着，他右手中凭空悬浮起数十枚细小银针，单手掐诀施法，将银针打入邵傲雪头部、身躯、四肢等穴位。片刻之后，邵傲雪的状态有了明显的好转，她呼吸逐渐平稳，潮红的面色也褪去了几分，眼神中的迷离也消散了些许，恢复了几分清明。叶鼎一直高悬着的心这才稍稍落了地，长舒了一口气。他将目光投向眼前这位遮住容颜的黑纱女子，姓名苗文季，年龄18，身高163，体重55，三围82、56、83，境界炼气11层，灵根极品木灵根，极品水灵根，宝体先天生命宝体，毁灭之眼，未激活，生命之眼，未激活，好感度0，颅顶指数5颗星，美女评价容貌 SS 级，身材 S 级，智慧 A 级，天宠恶毒。叶鼎看到这些信息，心中惊讶，原来她就是匡浩气之前所说的那位第2位极品美女，颅顶指数竟然高达5颗星。只不过这个天宠恶毒是什么意思？正当叶鼎陷入沉思，满心疑惑之时，耳边骤然传来苗文季话语：我表姐体质敏感特殊，你以后要注意一点分寸才是。那声音清脆响亮，带着几分嗔怒。叶鼎眼中满是担忧，他只是看过邵傲雪面板上有敏感体质，但具体是什么情况他也不知道。我知道他体质特殊，容易脸红害羞，也就比其他人敏感一些，只是没想到竟然会发生这种事。要是我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肯定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
叶鼎轻轻叹了口气，眼神中满是懊悔，接着说道：“以后我肯定会万分注意，只是眼下实在不清楚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还望姑娘能详细告知。”苗文季冷哼一声，没好气地解释道：“我表姐的身体向来比较敏感，这是因为刺激实在太大，她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所以才会导致出现这种状况。”叶鼎听了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叶鼎满心懊悔与担忧，怎么也没有想到邵傲雪竟会因为刺激过大，直接如同死鸡一般宕机了。他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万一在修炼合欢秘法的过程中再次出现这种宕机状况，那究竟该如何是好？是进是退？总不能停吧？不行，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学会治疗邵傲雪的医术，绝对要避免那种危险情况再次发生。叶鼎当机立断，直接开口问道：“这位仙子，不知我可否学习你治疗傲雪的医术？日后他若再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也好自行解决，不至于手足无措。”苗文季微微皱眉，心中暗自思忖，虽说眼前这人看起来与傲雪姐姐关系匪浅，但药王谷的功法向来有着严格的传承规矩，绝不可轻易外传。他面露难色，缓缓说道：“这恐怕不行，我们药王谷的功法不得外传，这是谷中历代相传的规矩，我不能轻易破例。”叶鼎灵机一动，心中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急忙说道：“这还不简单，我直接拜你为师就行了，如此一来就不用担心功法外传的问题了吧？”叶鼎心里暗自想着，要是他真成了自己的师尊，那自己就来个冲师逆徒，光是想想就觉得刺激无比。啊！那绿衣女子苗文季惊讶地叫了一声，她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眼前这位帅气逼人的男子竟然会提出要拜自己为师，一时之间心中慌乱不已，结结巴巴地说道：“这怎么能行？能行，现在我就拜师，只是我还不知道师尊名讳呢。”叶鼎一脸诚恳，仿佛真的铁了心要拜师学艺。“师弟，别闹！”就在这时，邵傲雪有气无力地说道，她的声音轻柔虚弱，如同微风中的细雨。叶鼎赶忙低头看向怀里的傲雪，眼神中满是关切，焦急地问道：“傲雪，你感觉怎么样了？”“好多了，多谢文姬妹妹。”邵傲雪微微露出一丝虚弱的笑容，向苗文季表达着感激之情。苗文季见邵傲雪已经没有大碍，便轻轻挥手，那些刺入邵傲雪体内的银针如同受到召唤一般，纷纷飞回他的手中。他结束了治疗，从怀中掏出一颗丹药，递给邵傲雪，一边说着，一边满脸自责：“没事，傲雪姐姐，其实说起来，这一切都怪我，是我带来的厄运导致的。如果我没有突然出现，傲雪姐姐肯定不会有事，都怪我吓到了傲雪姐姐。文姬妹妹，不怪你，厄运只不过是巧合而已，不必把这事放在心上。”邵傲雪温柔地安慰着苗文季，眼神中满是关切与疼爱。她顿了顿，又笑着说道：“妹妹，怎么还戴着帷帽呀？咱们都那么久没见了，难道是生分了？”苗文季转头看向叶鼎，眼中闪过一丝担忧，轻声说道：“傲雪姐姐，这不好吧？你也知道我的情况。”“没关系，都是自己人。”邵傲雪说完这句话，脸上又是一阵娇羞。被叶鼎这般温柔地抱在怀里，她感觉无比的安全与幸福，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温暖而美好。叶鼎心中也充满了好奇，很想见见这位被称为极品美女的苗文季究竟长什么样。只见苗文季缓缓伸出手，轻轻拿下帷帽，那绝世容颜终于在众人面前展露无遗。在那灿烂的阳光下，一位少女宛如仙女下凡。她身着一袭黑色纱衣，纱衣轻薄如烟，仿佛是用叶的帷幕织就，恰到好处地显露着她完美苗条的身材。少女留着齐刘海，恰到好处地落在光洁的额头前，显得俏皮又可爱。她那一头如瀑般的黑色直长发，宛如流淌的墨河，从她的双肩与后背垂落而下。最为独特的是她那双眼睛，一颗淡蓝色，宛如深邃的海洋；一颗淡粉色，恰似春日盛开的桃花。这双异色双眸镶嵌在她那精致的脸庞上，宛如两颗璀璨夺目的宝石，却又带着浑然天成的天真无邪，纯真烂漫之感如春风拂面般扑面而来。她的容颜仿若被大自然用尽全部巧思精心雕琢而成，白皙的肌肤如羊脂玉般细腻光滑，小巧的琼鼻挺翘精致，宛如山峰的顶端，为她的面容增添了几分立体感。下面是一张粉嘟嘟的樱桃小嘴，嘴角总是微微上扬，带着一抹如阳光般灿烂的笑容。少女身材苗条，身姿轻盈的如同林间跳跃的小鹿。她拥有令人称羡的柳叶腰，纤细柔软，而那傲人的胸部为她的身材增添了几分成熟与性感，使她既有少女的纯真，又不失成熟女性的魅力。叶鼎看到这一幕，不禁为之心动。齐飞长直，天真烂漫，纯真无邪，一直都是他钟爱的美女类型。再加上她那双独特的异瞳，宛如从动漫中走出来的二次元美少女，简直就是他心中完美的形象。完美，
叶鼎不自觉地在心中给他打了一个高分。邵雪敏锐地感受到叶鼎对苗文季那强烈的近乎疯狂的占有欲，又不禁想起自己的好闺蜜董月舞师姐以前说过的话，真正的好姐妹就该把好东西一起分享。于是她对着叶鼎温柔地问道：师弟，喜欢吗？喜欢。叶鼎下意识地回答道，眼神依然停留在苗文季身上，仿佛被他深深吸引，无法自拔。喜欢，要不你就把它收了吧。邵雪的声音轻柔，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叶鼎怎么也想不到傲雪竟然会这样问，心中顿时一惊，暗自思忖，难道这是在试探我啊？傲雪，你说什么呢？邵雪微笑着解释道，眼神中带着一丝期待与调侃说道，我说真的啊，文姬以前可是说过要和我做共侍一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好姐妹呢。苗文姬听了邵雪的话，神情瞬间一滞，那原本天真无邪的一双异瞳瞪得大大的，扑棱扑棱地闪烁着明亮的光芒，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其实她早就注意到傲雪身旁的男友长相极为帅气，心中也曾闪过一丝羡慕。她急忙慌乱地摇着双手，声音带着一丝焦急与羞涩，啊，傲雪姐姐，不要啊，我已经有喜欢的心上人了。但在她心底深处，再帅的人也无法与她心中的那个他相媲美，那个惊天动地的男人，天下第一炉鼎叶鼎。叶鼎听闻自己心仪的齐黑长直二次元美少女竟然已有喜欢的人，顿时感觉心中像是抢走了自己的喜欢的女人。不行，其他美女也就罢了，这个如从动漫中走出的美少女，她势在必得。至于他所谓的心上人，叶鼎忍不住冷哼一声，在心中暗暗发下毒誓，敢跟我抢女人，找到她，弄死她，大卸8块茅房埋了她，到时候这女人照样是我的。叶鼎强压住心中翻涌的怒意，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温和，开口问道，不知道你的心上人是哪位幸运儿？他。苗文姬心里顿时一阵慌乱，一时之间竟不知该如何回答。总不能实话实说自己仅仅知道他的名字，却从未真正见过他吧。他既然能做出如此举世瞩目的事，肯定是一个英雄人物，只是万一见面后发现并非自己想象中那般喜欢，那又该如何是好？思及此，他决定等真正见到那个人再做定论。于是他略带犹豫，眼睛不敢看叶鼎。我们才刚认识，等以后他成为我的道侣后，我再带他来见你们吧。邵雪轻挑眉毛，眼中闪过一丝怀疑，追问道，哦，你们才刚认识，他喜欢你吗？苗文姬脸上立刻浮现出带着纯真的甜美笑容，仿佛在掩饰内心的慌乱，微笑着说，喜欢啊，我们彼此喜欢。邵雪微微皱眉，她明显感觉到苗文姬在撒谎，恐怕实际情况是她单方面喜欢那个男人，而对方并不喜欢她吧。不过她也不好再多追问，只是无奈地撇了一下嘴。那好吧，文姬，既然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那以前的誓言就此作罢。邵雪心中暗自想着，本想给你一场粗大且长的机缘，你自己不珍惜，那可就怨不得我了。师弟，你把我抱到大柳树下，我想坐那里靠着歇一会。邵雪一直被叶鼎抱着，总感觉身后硌得慌，而且身体时不时传来的刺激感不断，不利于身体恢复。好，叶鼎应了一声，便抱着邵傲雪朝着大柳树走去。从储物戒指中取出一条白色毛毯，轻轻铺在绿油油的草地上。毛毯质地柔软，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柔和的光泽。随后他把邵傲雪轻轻放在毛毯上，此时的邵傲雪完美无瑕，如仙子下凡，却又带着一丝娇弱的病容，那模样真是惹人怜爱，让人忍不住心生呵护之意，却又仿佛充满了诱惑，好似在诱人犯罪。叶鼎看到他那修长笔直的一双美腿，顿时心中有了一个美滋滋的想法。傲雪，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哦，那你就在这睡会吧，我正好和文姬妹妹聊会天。可是我缺一个枕头。叶鼎一边说着，一边目光灼灼地盯着邵傲雪的那双美腿，眼神中满是期待。邵傲雪瞬间明白了叶鼎想要什么，她的脸颊微微泛红，轻声细语道，知道了。紧接着她轻轻整理了一下自己白色轻薄的纱裙，缓缓脱下鞋子，露出白皙娇嫩仿若羊脂玉般的玉足。然后她双腿并拢，轻拍着自己的大腿，带着娇羞与甜蜜看着叶鼎，来，睡这，给你当枕头。叶鼎毫不犹豫，直接躺了下去，枕在邵傲雪那双唯美的腿上。瞬间一股淡淡的茉莉花香萦绕在鼻尖，让他沉醉不已。真软，真舒服，这又香又软的吸枕，也许是每个男生都最想拥有的吧。叶鼎在心中暗自感叹，不错不错，我以后也要试一试胸枕、腹枕是什么感觉。邵傲雪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温柔的微笑，她轻轻抚摸着叶鼎的脸庞，动作轻柔的仿佛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她心中满是宠溺，
眼中满是真情，手上满是温柔。苗文季身着一身黑色纱衣，也轻轻脱了鞋子，露出洁白如雪的双足，坐在毛毯上。他双腿微曲，静静地看着邵傲雪和叶鼎甜蜜的样子，眼中不禁流露出羡慕的神色。同时他的心中也开始幻想，若是自己的心上人能和叶鼎这般枕着他的双腿，那该是多么浪漫的画面啊！英雄惜佳人，豪杰怜娇娥。傲雪姐姐，他是？苗文季忍不住开口问道。他是我的道侣。邵傲雪微笑着回答，眼中满是幸福。傲雪姐姐，你可是大炎帝国的公主，就这样确定自己的驸马，是不是要给大炎帝国父皇母皇说一下？毕竟你可是他们最疼爱的长公主。苗文季一脸担忧。哎，算了，我已经离开帝国，不喜争斗。邵傲雪轻轻叹了口气，眼中闪过一丝落寞。叶鼎听着他们的对话，心中诧异不已，怎么也没想到，平日里温柔可人的傲雪，竟然是大炎帝国高高在上的公主。又听了一会儿，叶鼎感觉躺着的姿势有点累，便轻轻翻了个身。这一翻，他的脸一下子靠近了邵傲雪柔软的小肚子。叶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惬意的微笑。瞬间，一股青草的芳香混杂奇异香气扑鼻而来，让他沉迷陶醉其中。邵傲雪顿时脸颊绯红，如同熟透的苹果，一股难以言喻的感觉涌上心头。他嘴角轻笑，用手轻轻捏了一下叶鼎的耳朵，同时通过传音之术娇嗔地说道：真调皮。苗文季一脸好奇地问道：傲雪姐姐，你当初离开帝国京都后，为什么没有去药王谷啊？反而加入了合欢宗？我真是不懂。也没什么，当初我离开帝都后，在路上遇见了打劫的山贼，差点就被抓走了，还好被合欢宗的乐舞师姐给救了。她把我带回合欢宗治伤，一来二去，我们就成了好姐妹，我也就留在了合欢宗。邵傲雪缓缓讲述着自己的经历，语气平淡，却又仿佛带着一丝感慨。叶鼎闻着那独特的青草清香，听着邵傲雪轻柔的声音，不知不觉间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红日西斜，落日的余晖如同金色的纱幔，轻柔地洒在大地上。天边的云朵被染成了橙红色，仿佛一幅绚丽的画卷。师弟，师弟，醒醒！叶鼎，叶鼎，我们该回去了。邵傲雪轻声呼唤着叶鼎，声音温柔的如同春风拂面。苗文季听到邵傲雪对叶鼎的称呼，心中猛地一震，像是听到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事情，震惊问道：叶鼎？什么？他叫叶鼎？那个登上99层登天塔的叶鼎？苗文季瞪大了眼睛，眼中满是难以置信。是啊。邵傲雪微笑着点头，苗文季直接愣住了，大脑像是突然宕机一般，整个人呆立在原地。足足过了3秒，他像是被什么刺激到了，猛地跳了起来，直勾勾地盯着叶鼎，眼睛中分别闪烁着委屈的蓝光和粉光，那光芒仿佛带着他内心深处复杂的情绪。叮，苗文季好，感度加66。苗文季内心翻江倒海，疯狂呐喊：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明明我心心念念喜欢的人就在眼前，傲雪姐姐都已经答应促成我们，却被我刚才一口拒绝了，这真是造化弄人啊！不，我一定要成为天下第一炉鼎的女人。刚被叫醒的叶鼎迷迷糊糊地站起来，刚伸了个大大的懒腰，就听到了这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音。哈！叶鼎心中满是难以置信，这真的假的？自己不过就睡了一觉，醒来就发现这位齐刘海直发的苗文季好感度一下子飙升那么多，这岂不是意味着现在的他已经愿意和自己做那些羞羞的事了？这怎么可能呢？叶鼎感觉这一切就像做梦一样不真实。叶鼎转头看向一脸激动的苗文季，只见他双眼放光，正死死地盯着自己。还没等他从震惊中完全反应过来，苗文季就如同一道黑影般，嗖的一下直接冲入叶鼎的怀里，紧紧地抱着他，脸上的激动之情难以抑制。就连正在揉腿的邵傲雪也是一愣，他敏锐地感受到苗文季对叶鼎确实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深厚感情。随即他饶有兴致地扬起眉毛，嘴角带着一抹狡黠的笑容，问道：文季妹妹，你喜欢的心上人该不会就是叶鼎吧？啊！苗文季听见邵傲雪如此问，瞬间浑身一颤，犹如触电一般。他心中暗叫不好，想到刚才自己可是言辞坚决地拒绝了与叶鼎可能发展的关系，如果现在反悔，那得多没面子啊！更何况还是在叶鼎和邵傲雪两人面前，这面子绝对不能丢。于是他神色惊慌，立即坚决否定道：不是，不是，我的心上人，你们都没见过，我只是对叶鼎登上99登天塔这件事比较崇拜敬佩，所以见到叶鼎本人就难免有点激动。此刻在他的脑海中有个疯癫的小人正躺在地上不停地打滚，嚎嚎大哭，哭得那叫一个撕心裂肺。不，叶鼎就是我的心上人，我不要，叶鼎就是我的心上人，我反悔行不行啊？然而现实中的苗文季却努力让自己表现得非常淡定。
脸上丝毫没有流露出反悔的意思，仿佛刚才内心的挣扎从未发生过。邵雪都有点怀疑自己敏感圣体所带来的感知能力了。她再次眯起眼睛，审视着苗文季，追问道：“真不是吗？你要是给姐姐认个错，姐姐就同意叶鼎收了你。”哎呀，傲雪姐姐，真不是，我还能骗你不成？我真的只是单纯崇拜叶鼎，你可千万不要乱想。苗文季一边急切地解释着，一边在心中继续哀嚎：“呜，姐姐，我错了，我给你跪下道歉，你就让叶鼎收了我吧。姐姐，你再问一遍，我绝对给你道歉。”邵雪微微皱眉，心中已然感觉到苗文季有后悔的感觉，但怎么都不承认。她暗自思忖：人可以死，面子不能丢是吧？真是死鸭子嘴硬。算了，既然他都这样说了，那肯定有自己的苦衷吧，就随他去吧。叶鼎感受着怀里苗文季那柔软娇躯传来的触感，心中不禁暗爽，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说道：“哦，原来如此，你是我的小迷妹啊。”小迷妹。苗文季一脸懵懂地抬起头，看着叶鼎，眼中满是疑惑：“就是崇拜我的小妹妹？对，我就是你的小迷妹。”苗文季连忙点头，那纯真的模样让人忍不住心生喜爱。小妹妹，不要崇拜哥，哥只是一个传说。叶鼎一边说着，一边故意仰头45脚看向天空，摆了一个自认为超帅的 pose。叶鼎师兄，你好帅啊！苗文季被叶鼎这突如其来的帅气举动迷得晕头转向，忍不住发出赞叹：“当你的偶像，当然姿势要帅。”对付小迷妹，叶鼎虽然没有太多实际经验，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这些在蓝星上已经土得掉渣的套路，在这个世界却如同新奇的潮流。就好比总统爱上保洁阿姨这种情节入侵了好莱坞一样。偶像是什么？苗文季好奇地歪着头，像个求知欲旺盛的小女孩。就是你崇拜的对象。哦，叶鼎师兄，那你就是我的唯一偶像。叶鼎师兄，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登上99层高塔的？上面压力大不大？99层有什么？叶鼎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在小迷妹面前展现自己的机会，该回答的回答，还顺便添油加醋地吹了一波牛。这一番吹嘘，直接让苗文季更加崇拜叶鼎，完全沉浸于偶像叶鼎那耀眼的光环之下，眼神中除了崇拜还是崇拜。此时，如果叶鼎现在让苗文季褪去衣物躺下，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叮，苗文季好感度+5。叶鼎震惊了，看着不断上升的好感度，心中暗暗思索：这一同其刘海的苗文季，难道还没当他炉鼎就能把好感度提升到80，绑定修为反馈？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另外，叶鼎非常好奇，苗文季确定以及肯定地说有自己的心上人，却又愿意和自己做那些羞羞的事，他这到底是什么心理？难道是脚踏两只船的渣女？这可不行，我一定要把他的心上人弄死。这不得不让叶鼎想起前世在蓝星上那些疯狂的追星族女孩，她们对明星的喜爱有时候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男友或老公的感情。苗文季现在的表现可不就是典型的追星女孩吗？文季师妹，不知道，那就智傲雪的医术，你愿不愿意教给我？我真的很想学。叶鼎一边说着，一边伸手轻轻捏了捏苗文季那天真无邪的 Q 弹小脸蛋。那脸蛋摸起来软软的滑滑的，保养的真好，不愧是学医的。一想到还是其刘海一同的可爱苗文季帮他大保健，叶鼎心中那股愉悦之感就如同火箭般直线飙升，仿佛整个人都要飘起来了。苗文季翘着粉色的嘟嘟小嘴，模样可爱至极。他歪着头想了片刻后轻声说道：叶鼎师兄，如果是其他人，我肯定不会教这医术的，但你不一样，我可以教你，不过你可千万不要外传，只能给傲雪姐姐用哦。我们药王谷的门规极其严格，要是被发现功法外传了，那后果可就严重了。放心吧，文季，我向你保证，绝对不会外传，这医术就只给你傲雪姐姐用。叶鼎一脸认真地说道，眼中满是诚恳。苗文季这才恋恋不舍地缓缓离开叶鼎的怀抱，像是与心爱的宝贝分离一般。他从储物戒指中小心翼翼地拿出2枚玉简，递向叶鼎，说道：叶鼎师兄，这2门功法就给你修炼了。不过即便我把玉简给你了，如果没有师尊在一旁教导，这功法修炼起来可是非常困难的。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倒是可以教你，可明天我们就要进入秘境了，时间这么紧，即使现在教你，你也学不了多少呀。没关系，我先看看。叶鼎说着，伸手接过2枚玉简，随即将神识探入其中。叮，发现地阶功法青木诀，药王33针，是否消耗4000炉鼎值升级天阶功法？升级。叶鼎毫不犹豫地在心中默念。叮，恭喜宿主升级成功，获得功法青木化灵术9转回春度恶针，是否消耗16000炉鼎值修炼功法？修炼。叮，
恭喜宿主修炼成功。刹那间，叶鼎只感觉无数关于功法的知识如汹涌的潮水般涌入脑海，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诀窍都清晰无比，仿佛这些知识本就属于他，已然熟记于心，运用起来更是得心应手。文纪，把你的银针借我用用。叶鼎自信满满的说道。哦，给你。苗文纪也只是以为叶鼎想看看针法的器具而已，并没有太在意，顺手就将银针递了过去。傲雪，腿还麻吗？叶鼎转头关切地问邵傲雪。麻。邵傲雪轻轻点头，虽然心里对叶鼎突然要给自己治疗有些忐忑，但他对叶鼎有着无条件的信任。站好，我给你治一治。叶鼎说道。邵傲雪一言站好，眼神中带着一丝期待。苗文纪看着叶鼎学他之前的样子，左手凝聚出一道木灵气，那灵气中蕴含着浓郁的生机，竟比他自己施展时还要浓郁几分，心中不禁惊讶不已。紧接着，叶鼎右手抬起，二指并拢，预示着13枚飞针就要射向邵傲雪。苗文纪见状，急忙伸手拦住，焦急地说道：叶鼎师兄，飞针刺穴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没有练个几年，可不能轻易施展，稍有失误就会对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不用担心，区区飞针罢了，我看了一眼就会了。叶鼎一脸自信，仿佛这飞针绝技对他来说易如反掌。苗文纪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有些自大的叶鼎，心中对自己一直崇拜的偶像有了一丝怀疑。毕竟他自己学习飞针绝技可是花费了整整3年时间，这其中的艰难困苦只有他自己清楚，就连他的师尊都夸赞他天赋异禀，是个难得的天才。如今自己的偶像竟然说看一眼就学会了，这岂不是变相说自己蠢笨如猪？苗文纪心中有些不服气，双手抱胸，嘟嘟嘴，气鼓鼓地看着叶鼎施法，心想：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真有这么厉害。只见叶鼎神色专注，手中的飞针在他的操控下准确无误地朝着邵傲雪身上的穴位射去。他的动作行云流水，每一枚飞针都恰到好处地落在穴位之上，仿佛与他心意相通。苗文纪看着叶鼎那游刃有余的模样，震惊的小嘴张成了 O 型，足以吞下一个鸡蛋。片刻后，邵傲雪一脸惊喜地说道：叶鼎你真厉害，我腿不麻了，而且之前那种虚弱的感觉也完全没有了，现在神清气爽，精力充沛呢。苗文纪赶忙上前给邵傲雪仔细检查身体，检查完后他一脸震惊，这治疗效果竟然比他自己施展时还要好。他呆愣地站在原地，结结巴巴地喊道：这怎么可能？这有什么不可能？我可是登上99层登天塔的绝世天骄。苗文纪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缓缓摇了摇头。他也不知道自己此刻是在赞叹叶鼎的厉害，还是在无奈地承认自己在叶鼎面前显得有些愚笨。丁，苗文纪好感度+5，当前好感度76。接着，苗文纪眼中瞬间满是小星星，再次像指欢快的小鸟般扑入叶鼎怀里。小鸟依人般依偎在叶鼎怀里，抬起头，那一双异瞳闪烁着明亮的光芒，满是崇拜地说道：叶鼎师兄，你真厉害，都是正常操作而已，不值一提。叶鼎故作谦虚地说道，脸上却难掩得意之色。走过来的邵傲雪看见两人这般腻歪的模样，心里一阵无语，忍不住摇了摇头，轻咳2声，示意道：文姬妹妹，你够了，放开叶鼎。苗文姬不情愿地离开叶鼎的怀抱，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般不敢看邵傲雪的眼睛，只能低着头，试图以此来缓解此刻的尴尬。文姬，你还有多余的银针吗？如果有的话，这几根银针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送给我？叶鼎看着苗文姬问道。可以啊，叶鼎师兄，不过呢，你也要送给我一样东西当礼物才行。苗文姬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叶鼎一听送礼物得有意义，心里不禁皱了皱眉，思索片刻后说道：文姬，这样吧，我送给你一个签名，怎么样？签名？苗文姬一脸疑惑，显然不明白这是什么。对，就是你拿一件你喜欢的东西，我在上面写上你想让我写的话，然后我再签上我的名字，作为送给你的礼物，如何？苗文姬听到这话，顿时眼前一亮，心中一阵欢喜。他本就一直想得到一件叶鼎的专属礼物，如果上面还有署名，那不就更能证明他与叶鼎的特殊关系了吗？简直再好不过。他激动地拍拍手，笑着说道：好啊，好啊。苗文姬嘟着小嘴，眨巴着一蓝一粉的大眼睛，努力在脑海中思索什么东西上签名最好，最有意义。想了好一会儿，最后他眼神一亮，小手一锤定音，像是想到了绝妙的主意。他脸上露出娇羞惊喜的表情，快速转身过去，然后在身上一阵摸索。片刻后，他转过身来，低着头，齐刘海遮住了眼睛，脸颊羞得通红，如同熟透的苹果。他缓缓抬起一只嫩白小手，递给叶鼎。叶鼎接过一看，
竟然是4条细绳的纯白顺滑蚕丝小肚兜，上面绣着栩栩如生的金丝鸳鸯，丝线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柔和的光芒，小肚都还带着一股温热，显然是苗文季刚从身上解下来的。叶鼎忍不住放鼻尖闻了闻，一股浓郁的处子馨香扑面而来。叶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微笑，说道：“芍药花的味道，我喜欢。文季，你想让我在你肚兜上写什么？”叶鼎面带笑意，目光温柔地向害羞的苗文季看去。只见他因极度害羞而垂着脑袋，白皙的小手背在身后娇躯轻轻左右转动着，那黑色的纱衣裙摆随着他身躯的转动，如同一朵盛开又闭合的神秘花朵，漾开又收拢，仿佛在诉说着少女心中的羞涩与悸动。在那羞红的小脸蛋下，她高耸的胸脯在轻薄的黑纱下若隐若现，宛如云雾中若隐若现的山峦，更添几分朦胧的诱惑。苗文季声如蚊呐，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勇气，才低声细语道：“叶鼎师兄，你就写叶鼎专属炉鼎就好了。”叶鼎心中暗自嘿嘿一笑，看着眼前如此可爱的女孩子，不禁遐想在合欢过程中必定会充满无尽欢乐。他故意逗她说道：“文季，你大点声，我没听见。”苗文季嘴角微微一撇，脸色瞬间变得更红，如同熟透的番茄。他实在羞于再大声重复，于是直接传音给叶鼎又说了一遍：“好。”叶鼎应了一声，接着从储物戒指中取出符文笔。身为3阶符文师的他，手法娴熟的在那纯白肚兜上开始纂刻符文。随着他手腕的转动，一道道复杂而神秘的纹路在肚兜上逐渐成型，最终成功刻画了一道防御符文。紧接着他又在一旁认真的写上那句话：“好了，文寄给你。”哇，谢谢叶鼎师兄，你竟然还会篆刻符文，叶鼎师兄你真厉害，我喜欢。苗文季惊喜地接过肚兜，眼中满是崇拜与欢喜。丁，苗文季好感度加3，当前好感度79。叶鼎心中暗自叹息一声，看来想要突破80好感度，还是必须要先突破那里，再突破那里，最终才能突破那里。苗文季天真无邪的脸上露出欣喜，他转过身去，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肚兜欣赏。齐刘海下，他白皙娇嫩纤长的手指轻轻掩住唇瓣，嘴角缓缓上扬，露出如同天使般纯净甜美的笑容，那清澈明亮的眼睛更是弯成了月牙形状。在这甜美的笑容下，透出一句阴冷的话语：“叶鼎师兄，你是我的，你的一切都是我的。”文姬妹妹，你刚说什么？邵雪微微皱眉问道。就在刚刚的一瞬间，她竟在苗文季身上感受到一股危险的气息，这让她心中不禁一紧。啊，傲雪姐姐，我什么也没说啊，我只是太开心了。苗文季一边说着，一边开心的悄悄把肚兜穿上。邵雪再次仔细感应，却并没有发现任何不妥之处。她轻轻挽着叶鼎的手臂，眼神温柔如水，说道：“师弟，天快黑了，我们该回去了。”“嗯，好。”“傲雪姐姐，叶鼎师兄，我也跟你们一起回去。”“行。”叶鼎说着，祭出飞舟，3人踏上飞舟，乘舟而去。飞舟上，苗文季脸上露出天真烂漫的笑容，如同春日绽放的花朵般灿烂。他亲昵地抱着叶鼎另外一只手臂，朝着邵雪调皮地吐了吐舌头，模样可爱至极。邵雪见状，只是撇了撇嘴，白了苗文季一眼，并没有说什么。其实在他心里，是愿意叶鼎收了苗文季的。他深知苗文季身份不一般，若她成为叶鼎的女人，肯定会成为叶鼎的一大助力。毕竟叶鼎想要成为强大的修士，在这充满竞争与危险的修仙界，需要大量的资源，免不了与人争斗，从而树立诸多仇敌。若没有强大的背景关系，很容易被人欺负、针对，甚至有性命之忧。既然她成了叶鼎的女人，自然要为她谋划一个好的未来。轰隆轰隆，天空中突然传来沉闷的雷声，仿佛有千军万马在云端奔腾。咔嚓咔嚓，一道道闪电如利刃般划破天际。刚才还是一片绚丽火烧云的天空，瞬间变得阴云密布，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叶鼎迅速撑起灵力罩，将3人笼罩其中，隔绝了外界的风雨。忽然，叶鼎心中涌起一阵强烈的危机感，让他瞬间感觉浑身汗毛凌厉，一种本能的警觉驱使他猛地左右手同时发力，用力把邵傲雪和苗文季用力推开。与此同时，他在心中焦急地默念：系统升级。丁，消耗24000炉鼎值升级。鸿蒙造化断体经升至6级，肉身达到下品灵气硬度。阴阳无极炉鼎神功升至6级，全身属性提升32倍。战斗持续时间从16个时辰升级至32时辰。咔嚓，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道巨大的闪电如同神龙般从天而降，瞬间击中叶鼎。刹那间，他只感觉浑身一阵强烈的麻痹感，仿佛无数细小的电流在身体里横冲直撞，噼里啪啦的电流声不断炸响，如同密集的鞭炮声。
还好凭借着升级后的肉身和功法，他并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损伤，只是身体微微一热，呼吸瞬间一滞，身上的衣服也被闪电烧焦，变得一片焦黑，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味道。不！一道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如同利刃般划破雨幕传来。叶鼎转头看去，正看见一身黑纱的齐刘海一同苗文季对着他大喊了一声，眼中满是惊恐。接着他毫不犹豫地御剑急速飞走了，那身影在风雨中显得如此单薄与无助。叶鼎，你没事吧？担忧不已的邵傲雪急忙来到叶鼎身边，一脸关切地给他检查身体。叶鼎一边运转灵力清理身体上残留的电流，一边说道：我没事。文姬怎么了？哎，他肯定觉得是自己给你带来了厄运，心里自责才离开了。叶鼎，你快去追吧，好好安慰他一下。邵傲雪焦急地说道。那你呢？我先回客栈等你。邵傲雪看着叶鼎，眼神中透着认真与郑重说道。对了，你今晚一定要回来，我等你。我有极其重要的事要给你说。好。叶鼎说完，深情地给了邵傲雪一个深吻后，毫不犹豫地转身，直接向苗文季离开的方向急速追去。邵傲雪看着叶鼎渐渐消失在雨幕中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既担心叶鼎的安危，又为苗文季的离开而忧虑，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他的心情变得格外沉重。叶鼎遇见迎着如注的暴雨，如同一只黑色的雄鹰般急速冲刺，没用多久，他就看见一身黑纱的苗文季连灵气罩也没撑起，就那样直接淋着暴雨飞行。雨水打湿了他的头发，一缕缕发丝贴在他的脸颊上，显得狼狈而又无助。他一边踉踉跄跄地飞着，一边哽咽着，泪水和雨水混杂在一起，顺着他的脸颊不断滑落，心中满是痛苦与难过。为什么我是一个不幸的人？为什么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灾难？苗文季在心中不断质问着自己，满心的自责与痛苦几乎将他淹没。淋成落汤鸡的苗文季感应到叶鼎追来，心中的情绪如同决堤的洪水般爆发，哭得更加伤心了。他一边拼命加速飞行，一边放声大哭，仿佛要把心中所有的委屈与自责都随着这哭声宣泄出来。叶鼎见状，心急如焚，不顾一切地冲向前，伸出有力的双臂，一把苗文季紧紧抱在怀里。不要！苗文季一边伤心地哭着，一边用力挣扎，想要挣脱叶鼎的怀抱。他觉得自己是个不祥之人，不想再给叶鼎带来任何伤害。叶鼎紧紧抱着苗文季的柳叶腰，直接狠狠亲吻在苗文季的粉色翘唇上。女人没有一个吻解决不了的事儿，解决不了那就一直亲着，直到解决。叶鼎抱着苗文季，带着她朝着之前的亭子飞去。那亭子在风雨中静静伫立，仿佛是他们此刻情感的避风港。进入亭子后，他的抚摸带着无尽的温柔与怜惜，似乎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告诉苗文季，他无需自责，无需害怕。许久之后，苗文季脸色羞红如熟透的樱桃，气息娇喘，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他终于安静下来，微微低着头，声音小得如同蚊呐，小声说道：叶鼎师兄，对不起，都是我害了你。哦，既然是你害了我，对不起我，那你就应该赔偿我。叶鼎故意逗他，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赔偿你？那你想要我赔什么？苗文季微微抬起头，用那水汪汪的眼睛看着叶鼎，眼神中带着一丝疑惑与好奇。把你赔给我，做我的女人。叶鼎直截了当地说道，目光灼灼地盯着苗文季，眼神中满是不容置疑的坚定。啊！苗文季震惊地看着叶鼎的眼睛，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叶鼎竟然如此直白露骨。然而震惊过后，他的心中却涌起无限甜蜜，仿佛有一股暖流在心底缓缓流淌。丁，苗文季好感度加3。丁，恭喜宿主苗文季好感度达到80以上，是否绑定修为反馈？绑定。苗文季想了好一会，脸上的表情逐渐变得认真起来。他轻轻咬了咬嘴唇，拒绝道：不，我不要。哦，既然你不愿意，那你就把你的心上人告诉我，他是谁？你想干嘛？我把他杀了，这样你就是我的女人了。苗文季听到叶鼎如此霸气且杀气凛然的话，心中忽然涌出一股悸动，对眼前这个男人的喜欢又多了几分。但他还是摇了摇头，说道：我不要。怎么，他对你如此重要？叶鼎心中有些郁闷，忍不住问道：苗文季看着叶鼎的眼睛，重重地点了一下头。此刻在他内心深处，有一个孤独的小女孩正跪在地上，真挚地祈祷着：叶鼎师兄，我只想默默地喜欢你，做你永远的小迷妹就好了。你不喜欢我也没关系，我不想因为我的厄运给你带来伤害。哎，这也许就是我的命吧。叶鼎看着苗文季那认真的神情，心中一阵郁闷与气愤。好感度都已经那么高了，苗文季竟然还惦记着那个所谓的心上人，这让他实在有些难以接受。
叶鼎不管3721，直接再次紧紧抱着苗文季，低头亲吻起来，同时嘴里说道：“我先得到你的人再说。”苗文季他一蓝一粉的眼睛中闪烁着娇羞的光芒，脸上露出释怀与幸福的笑容。苗文季直接抱着叶鼎的脖子亲吻回应起来。他在心中默默想着：叶鼎师兄，我的一切都可以给你，但我却不能陪在你身边。我喜欢你，请原谅我的任性。丁，苗文季好感度+5。2个时辰后，苗文季脸色红润，非常满足，紧紧贴着叶鼎怀里，娇羞道：“叶鼎，天太晚了，咱们回去吧。”叶鼎亲吻了一下怀里漂亮的齐黑长直苗文季，问道：“文季，现在还想不想你那个心上人了？”“不想了，我心里只有你。”叶鼎直接又给苗文季来了一下，这才满意说道：“这还差不多，走，咱们回去。”天上人间，天字1号房。郁闷的叶鼎轻轻推开房门，门轴转动，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叶鼎看见在那摇曳的灯光下，邵傲雪宛如一朵悄然绽放的白莲，美得惊心动魄，让人移不开视线。她身着一袭白色朦胧纱衣，那纱衣轻薄得如同清晨的薄雾，纱衣随着她的呼吸微微起伏，使得她那白皙玲珑娇躯若隐若现，双肩圆润如玉，在朦胧的纱衣下更显柔美。纤细的腰肢不盈一握，与那高高隆起的胸部和挺翘的臀部共同勾勒出完美的 S 型曲线，既有着少女的青涩与娇羞，又不失成熟女性的妩媚与风情。一头如瀑般的乌发随意地披散在双肩，发梢微微卷曲，为她增添了几分慵懒的韵味。邵傲雪就这样静静地站在灯光下，宛如一幅绝美的画卷，让叶鼎的目光瞬间被牢牢吸引，仿佛时间都在这一刻静止。邵傲雪看到沉迷的叶鼎，体会到了他此刻的感觉，心中非常甜蜜道：“叶鼎，文季呢？我把他安排到隔壁了，他心情不好，就没来见你。”叶鼎这才回过神来，问道：“没事，先给你洗澡再说吧，热水我给你准备好了。”邵傲雪说着，眼神中带着一丝羞涩与温柔。“你给我洗？”叶鼎微微挑眉，嘴角露出一抹坏笑。“哎呀，快去洗！”邵傲雪娇羞地推着叶鼎进入浴室，那模样宛如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洗过澡的叶鼎浑身散发着清爽的气息，他大步走到邵傲雪身边，一把将她柔软玲珑的娇躯公主抱着走进卧室，然后轻轻地放在柔软的床铺上。只是刚刚触碰邵傲雪的柔软娇躯，她就已经浑身轻颤发软，仿佛触电一般。此时的邵傲雪身体异常敏感，浑身发红发烫，宛如熟透的水蜜桃，似乎只要再受到一点刺激，她又会像之前那样宕机了。由于担心邵傲雪再次宕机，叶鼎只是轻轻搂着邵傲雪，并排躺在她身边。他温柔地看着邵傲雪，问道：“傲雪，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跟我说？”“叶鼎，我想成为你的女人。”邵傲雪微微抬起头，眼神中充满了坚定与渴望。“你本来就是我的女人。”叶鼎轻声说道，轻轻抚摸着她的秀发。“不，我想成为你真正的女人。”邵傲雪微微咬了咬嘴唇，脸上泛起一抹红晕。“傲雪，我也想，只是你今天身体异常敏感，等以后再说吧。”叶鼎一脸担忧地说道。“不，我不想等了，每等一天，我都觉得是我巨大的损失。”邵傲雪紧紧抓住叶鼎的手臂，语气中带着一丝焦急。“可是，叶鼎，我不想再后悔了。”邵傲雪看着叶鼎的眼睛，眼中满是柔情。此时，万籁俱寂，整个世界仿佛都沉浸在一片静谧之中。邵傲雪闭着眼，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如同蝴蝶的翅膀在轻轻扇动，嘴角上扬，勾勒出一抹幸福的弧度。娇躯软糯，仿佛没有了骨头一般，脸颊潮红。此刻，她感到无比的幸福。叶鼎从储物袋中拿出3枚传信玉符，平放在胸口，发出传信。片刻后，3枚玉简同时传回消息：“夫君，我想你。”严可如那温柔甜美的声音从玉符中传出，仿佛带着无尽的思念，让人听了心生怜惜。“弟弟，找我当炉鼎吗？”董月武的声音依旧开朗活泼，带着一丝调侃与俏皮，仿佛在与叶鼎开着亲密的玩笑。“叶鼎，是不是想我了？”严可清那清冷的声音中，竟也隐隐透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仿佛在等待着叶鼎的回应。霎时，3枚传信玉符另一端的3女，一个个面红耳赤。董月武率先开口，娇笑道：“叶鼎，你怎么一起通话也不提前说一声？你是不是想来一起修炼啊？”“咯咯咯。”他的笑声清脆悦耳，如同银铃般在空气中回荡。几位美女中，也就董月武如此开朗活泼。毕竟严可如娇羞内敛，严可清要维持高冷的形象，邵傲雪比较含蓄。叶鼎一听，正好问问他们愿不愿意在一起修炼。毕竟在一起修炼的效果远比单独修炼好得多。“嘿嘿，你不说我倒没想起来，嘿嘿，以后你们会一起修炼，
先给你们打个招呼，做好心理准备。叶鼎坏笑着说道，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对了，我先问一下，你们谁不愿意一起修炼？不愿意的说出来，我比较遵守你们的意愿。叶鼎补充道。放心，不愿意的我绝不会给他穿小鞋。叶鼎的话一出，4位美女同时翻了一个白眼，心中暗自想着，你还能说得再明显吗？可如，你愿意吗？我愿意。叶鼎，你要是想要的话，提前给我说就行。还是可如好。叶鼎心里感慨，还是亲老婆好，什么事都依自己，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岳武，你不反对吧？我不反对，但我不愿意和严可卿一起。董岳武撅着嘴说道，他与严可卿性格迥异，平日里就像冰火不容。叶鼎心想，你们两人的问题先不着急，以后有的是机会让他们和好。叶鼎搂了搂怀里的邵傲雪问道，傲雪，你呢？我。邵傲雪犹豫不决，他心里其实是不想的，但是叶鼎刚刚都说了，要是不同意，那他有可能会在叶鼎心里地位下降很多。这时董月武很兴奋地说道，傲雪师姐，要不我们闺蜜组个队，就叫学舞女团怎么样？咯咯咯。最终邵傲雪红着脸小声说道，我只愿意和月舞师妹一起。她的声音小得如同蚊呐，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勇气才说出这句话。叶鼎低头在邵傲雪耳边悄悄说道，不用担心，我只是说说而已，即使不愿意，我一样也会爱你们的。邵傲雪感应到叶鼎情绪是真诚的，这才放下心来，撅着小嘴轻轻扭了一下叶鼎，以示娇嗔。可卿，就你没表态了，你是反对还是赞成？我反对。严可卿坚决反对道，她的声音清冷而坚定，如同冰块般不容置疑。她可是高冷的冰女，怎么能让他们发现她闷骚的性子？那她的人设不全完了，以后还怎么在姐妹面前抬起头来？我坚决反对。严可卿下定决心再次说道，语气更加坚决。严可卿的反对虽然在大家意料之中，但没想到严可卿竟然那么刚，就不怕叶鼎不喜欢她吗？严可如听到姐姐如此说，焦急说道，姐姐，我可以和你一起。叶鼎，你要是想知道为什么，可以来找我。严可卿声音中带着一丝倔强与挑衅。好。叶鼎也能猜到严可卿为什么反对，想了想确实有点为难他，但他也想看看严可卿是怎么说服他的。好了，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会议，这也是五姐妹联盟第一次会议，当然鲍西玉缺席。明天不是就要进秘境了吗？作为盟主，我想给大家开一个联盟动员大会。叶鼎清了清嗓子，一脸严肃地说道，第一，重要的是说3遍，安全，安全，还是安全。我不管你们想要做什么，一定要注意安全。4位红颜听了，心里感觉很温暖，嘴角微笑上扬，心中涌起一股暖流。第二，给你们说一下秘境探险注意事项，务必牢记。第一，宝物都有守护兽，一定要先杀守护兽。第二，看见宝物后出手，能抢则抢，不能抢果断放弃。第三，听见结笑声，不要犹豫，立即施展秘法逃走。第四，组队探险，绝不能相信任何人，永远不要把背后交给别人。第五，组队探险，永远走在最后面，情况不对立马撤退。第六，一定要留有底牌。第七，远离最后。叶鼎神情凝重，再次郑重其事地说道，再说一遍，秘境探险，安全第一。叶鼎你真好，真替我们着想。严可如感激地说道，那是，你们都是我的红颜知己，对你们好是理所当然的。好啦，今天的会议就到这了。会议结束后，叶鼎一脸坏笑地盯着绝世容颜的邵傲雪。邵傲雪那精致的面容宛如被精心雕琢的美玉，在烛光的映照下泛着柔和的光泽，双眸犹如夜空中闪烁的星辰，透着灵动与娇羞。邵傲雪被叶鼎盯得满脸娇羞，白皙的脸颊瞬间泛起如晚霞般的红晕。她微微低下头，轻声问道，叶鼎，你看什么呢？那声音轻柔的如同春日里的微风，带着一丝嗔怪与羞涩。当然是看我最漂亮的傲雪了，来，你躺好。叶鼎说着，眼中满是爱意，轻轻地将邵傲雪放在柔软的床铺上，动作温柔的仿佛在对待世间最珍贵的宝物。邵傲雪心中微微一颤，明亮的眼眸中闪烁着波光，既有羞涩又带着一丝期待，宛如含苞待放的花朵。叶鼎，你想做什么？傲雪，明天就见不到你了，下次见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我想送给你一个回礼，毕竟礼尚往来嘛。叶鼎凑近邵傲雪，在他耳边轻声说道，温热的气息喷洒在他的脖颈，让他不禁浑身一颤。回礼？什么回礼？邵傲雪娇嗔道，声音中带着一丝娇喘，仿佛春日里婉转的莺啼，既羞涩又带着难以言喻的情愫。第一次你来，第二次我来。
晨曦的微光悄然透过窗户的缝隙洒落在房间的角落。嗡嗡嗡，一阵巨大的震动轰鸣声音如滚滚闷雷般从登天塔方向传来，瞬间传遍整个天葬城。这一刻，城中的所有人心中都明白，天葬秘境试炼开始了。所有参加秘境试炼的修士一个个都兴奋无比，眼神中闪烁着激动与期待的光芒。他们成群结队，如同归巢的候鸟，御剑朝着登天塔的方向飞去。那场面仿佛是一场盛大的迁徙，无数道流光在天空中穿梭，照亮了整个天际。天字1号房内，邵傲雪紧紧抱着叶鼎，仿佛一松手叶鼎就会消失一般。一想到马上就要与叶鼎分别，他的心中满是不舍，根本不想起床，毕竟自己刚刚成为叶鼎的女人，连一整天还不到。这份甜蜜的时光是如此短暂，让他倍感珍惜。叶鼎轻轻抚摸邵傲雪的秀发，那如瀑般的青丝在他指尖划过，他温柔地说道：傲雪，该起床了。叶鼎，我刚刚成为你的女人，就马上要分别了，我好后悔没有早点成为你的女人。邵傲雪抬起头，眼中闪烁着泪花，声音带着一丝哽咽。叶鼎听到邵傲雪如此说，心里忽然想起来那个爱哭鼻子的小师妹鲍西玉，不知道此刻她在做什么，有没有像自己一样在思念着彼此。叶鼎帮邵傲雪捋了捋遮挡容貌的秀发，那缕发丝被轻轻拨开，露出她更加娇艳的面容。叶鼎微笑着说道：傲雪，你应该这样想，还好我早一点成为叶鼎的女人，不然又要等好久了，所以我是幸运的女人。他的话语如同温暖的阳光，试图驱散邵傲雪心中的阴霾。这样一想，心里确实好了许多。邵傲雪微微点头，脸上露出一抹羞红的微笑，那微笑如同春日里绽放的花朵，虽带着一丝羞涩，却又充满了甜蜜。好吧，叶鼎，我服侍你穿衣。说完，邵傲雪眼中满是宠溺的给了叶鼎一个深吻，这才起床。起床后，邵傲雪先去叫了苗文季，只看见桌上留下的字条：傲雪姐姐，我先进秘境了，不用担心我了，代我向叶鼎说一下，秘境试炼注意安全。文季。邵傲雪拿着纸条，嘴角露出一抹微笑。此时，叶鼎与邵傲雪手牵手御剑朝登天塔方向飞去，他们穿梭在人群之中，却仿佛自成一个世界，彼此的眼神交汇间满是深情。抬头望去，就看见高耸入云的登天塔宛如一根擎天之柱，直插云霄。在登天塔的顶端出现一个巨大的蓝色漩涡，那漩涡如同一头巨兽张开的大口，散发着神秘而强大的气息，想来那就是进入天葬秘境的入口。叶鼎怎么也没有想到，天葬秘境竟然在如此之高的地方。望着那高耸的登天塔和神秘的漩涡，他心中不禁泛起一阵疑惑。登天塔、天葬，这两者之间难道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天葬秘境试炼开始，所有参加试炼之人请马上进入秘境。此时空中传来一句威严霸气的话，带着滚滚音波，瞬间传进所有人耳中。那声音仿佛来自9天之上，带着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力量。叶鼎抬头望去，在蓝色漩涡前，10几名身着华丽服饰的修士凌空站立，他们身姿挺拔，气息沉稳，仿佛是这片天地的主宰。御空飞行，金丹修士。叶鼎心中一凛，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金丹修士齐聚一堂。金丹修士在修仙界已是一方强者。忽然，叶鼎感觉有一股犀利的目光向他看来，他迎着方向看去，是蓝色漩涡前一位身材完美的女子，她的身姿婀娜，仿佛是从画中走出的仙子。叶鼎本想看清她的脸，奈何她的脸被一层迷雾遮住一样，看不清她的面容。那层迷雾仿佛是一道无形的屏障，给她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邵傲雪牵着叶鼎的手，眼神中透露出坚定与期待，说道：叶鼎，我们一起进秘境吧。他很想进入秘境后能尽快找到叶鼎，这样他们就可以一边恩恩爱爱，一边探险了。好。叶鼎紧紧握住邵傲雪的手，仿佛在向她传递着力量与安全感。随后，他们牵着彼此的手，跟随数不清的修士大军，浩浩荡荡地朝着那神秘的蓝色漩涡走去，踏入了天葬秘境。天葬秘境内，一处静谧而幽深的密林之中，叶鼎独自伫立。果真还是分开了。叶鼎喃喃自语，左右顾盼，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无奈与失落。就在方才，他还与邵傲雪手牵着手，可此刻邵傲雪却不知去向何方。他赶忙将神识如涟一般扩散开去，扫向方圆10里之地。然而那一片区域空荡荡的，不见任何人影。叶鼎心中不禁泛起一丝遐想，如果能和邵傲雪或者其他一位红颜知己一同在这秘境之中，一边悠闲的野餐打野，一边漫步闲逛，欣赏着沿途的奇妙风景，那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美事啊！叶鼎轻轻呼吸，感受着这秘境独有的气息。不愧是秘境，此处灵气浓郁的仿佛化作实质，每吸上一口，
都让他感觉神清气爽。叶鼎也不清楚自己究竟身处何地，稍作思索后，他随意选了一个方向，御空飞去。半日后，叶鼎路过一座奇特的山谷，这座山谷四面环山，山体连绵起伏，将中间围成了一处盆底形状。山谷之中灵气浓郁到竟然化而为雾，那雾气如同一群奔腾的骏马，在谷中随风飘荡，气势磅礴。在叶鼎敏锐的感知中，这谷中必定藏有宝贝。他当即运转神识，试图探寻谷中的情况，可没想到神识竟如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被阻隔在外，根本看不到山谷中的具体情形。无奈之下，叶鼎只能决定亲自进谷一探究竟。叶鼎缓缓踏入山谷，谷内雾气弥漫，浓稠的伸手不见五指。他小心翼翼地凭着直觉缓慢飞行，眼神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突然，砰的一声闷响，叶鼎只感觉额头一阵剧痛，整个人像是撞上了什么坚硬的东西。叶鼎定睛一看，竟然是一座散发着淡淡光芒的四阶防御阵法。阵法壁犹如浴室的水磨砂玻璃一般，呈现出半透明的状态，隐隐约约能看到里面的些许轮廓，却又实在看不清具体的情形。系统升级四阶阵法师，叶鼎在心中果断下令。叮，恭喜宿主消耗8000炉鼎值，升级四阶阵法师。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叶鼎瞬间感觉脑海中涌入大量关于阵法的知识，对于眼前这座阵法，他已然了如指掌。这是一座四象玄武阵，以其防御力极强而闻名。此阵以玄武之香为基，融合了天地间的四象之力，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防御空间。叶鼎心中断定，这阵法里面必定藏有稀世珍宝。叶鼎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从储物戒指中祭出几杆阵旗。没过多久，在阵法上便缓缓打开了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小门。叶鼎深吸一口气，抬脚迈入了阵法之内。阵法内竟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奇妙光景。原本谷中的雾气在此处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草木旺盛、生机勃勃的景象。这里景色宜人，仿佛是世外桃源一般，各种奇花异草争奇斗艳，散发出阵阵沁人心脾的芬芳。而此地的灵气更是浓郁至极，甚至达到了灵气化液的程度。阵法覆盖的范围并不大，大约只有一个足球场大小。叶鼎一眼望去，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异常的地方，除了对面阵法边缘有一处灵气尤为浓郁的小池塘。叶鼎心中笃定，如果这谷中有宝贝，那必定就在这小池塘内。当然，根据以往的经验，有宝物的地方往往也伴随着危险，极有可能存在妖魔守护。叶鼎怀着警惕之心，小心翼翼地来到池塘边。当他看到眼前的景象时，顿时瞪大了眼睛，心中充满了惊讶。只见在那满是灵液的池塘中间，正赤果果地端坐着一位绝世美女。她双手合十，神情专注，浑身灵气如汹涌的波涛般翻涌。清澈透明的淡蓝色灵液如同一块巨大的水晶，将她的身姿衬托得愈发曼妙。她那精致的锁骨若隐若现，香腮似雪，肌肤如冰雕玉琢般细腻。修长的脖颈下，肌肤娇嫩欲滴，泛着柔和的光泽。她的腰肢纤细的盈盈一握，与微微翘起的臀部形成了一道美妙的弧度，仿佛是大自然最完美的杰作。修长笔直的双腿交叠盘坐，尽显身体的柔韧性，宛如一只优雅的天鹅。周围的灵气形成一道道淡蓝色的光晕，将她笼罩其中，如梦似幻。她就如同9天之上的仙子，不食人间烟火。此极品美女，叶鼎认识，正是缥缈宫上官彩蝶，同时也是他仇人柯长渊的精神道侣。叶鼎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在此处遇见他。上官彩蝶似乎感应到了有人窥视，缓缓睁开双眸，那眼眸犹如深邃的夜空，清澈而神秘。他与叶鼎对视了片刻，微微皱了皱眉，眼中却依旧满是平静，没有一丝波澜，仿佛眼前的一切都无法引起他内心的波动。接着他轻轻闭上眼睛，以空灵之态继续沉浸在神秘功法的修炼之中，似乎对叶鼎看见他的完美娇躯并不在意。叶鼎不禁在心中暗自佩服此女，这定力果然非同凡响，绝非一般女子能够相比。若是其他女子遇见这种情况，恐怕要么张口就骂，要么直接提剑与之拼命了。正在这时，池塘不远处的阵法边缘传来一阵声响，咚咚咚。彩蝶，还好咱们离得近，终于找到你了。你说你发现一个灵池，快打开阵法，让我进去，我也要泡灵液淬炼肉身。一个略显急切的声音传来。柯师兄，我不能打开阵法。上官彩蝶的声音清冷而坚定，仿佛从遥远的天际传来。为什么？柯长渊的声音中充满了疑惑与不解。我没有穿衣服。缥缈宫规矩，道侣不能看，不能触碰，不能意淫对方身体。上官彩蝶平静地解释道。彩蝶，那还不简单，只要我闭上眼就行了，这样不会坏了规矩。不行，柯师兄，你我有精神契约，不得欺骗对方。
你能感知我的想法，我也能感知你的心思，所以你就不要自欺欺人了吧。上官彩蝶的语气依旧平淡，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决。彩蝶，我们好歹也是道侣，更何况这里只有我们2人，我们不说，没人知道。柯师兄，你错了，这里还有一个人。上官彩蝶依旧闭着眼睛，缓缓说道。什么？柯长渊的声音瞬间提高了几个8度，充满了震惊与愤怒。叶鼎轻咳2声，故意大声说道：嗨，还有我在。柯兄，不得不说，你的女人真漂亮啊。你是谁？柯长渊一想到自己视作痉挛的上官彩蝶竟然和别的男人在一起，还被看光了身子，顿时气得七窍生烟，声音中充满了愤怒与杀意。哦，柯兄，看来你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就是那个抽你脸的男人，不记得了吗？叶鼎故意调侃道，眼神中满是戏谑。是你，该死！柯长渊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道，双手紧握成拳，骨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上官彩蝶，他看了你身子，赶紧杀死他！柯长渊对着上官彩蝶怒声吼道。柯师兄，宗门规矩，不得随意杀人闯祸。上官彩蝶依旧不紧不慢地说道，仿佛外界的一切都无法打破他内心的平静。他看了你的身子，你不杀他吗？柯长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声音中满是难以置信。柯师兄，他可以看我的身子。上官彩蝶缓缓睁开眼睛，平静地说道。啊，什么？为什么？柯长渊瞪大了眼睛，一脸的不可置信。上官彩蝶淡淡的解释道，因为他不是缥缈宫弟子，不用遵守规矩。噗！柯长渊怒急攻心，一口鲜血不受控制的从口中喷出，重重的喷在阵法壁上，留下一道道触目惊心的血痕。柯长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是这样的原因。这宗门规矩在他此刻看来，简直就是专门为他量身定制的耻辱枷锁，紧紧地束缚着他，让他痛苦不堪。自己堂堂一个大男人，道侣却只能被别人看，自己却连看一眼都不行，这还有天理吗？还有公道吗？他心中的怒火如同汹涌的岩浆，几乎要将他整个人都吞噬。他暗暗发誓，等自己进入阵法，一定要将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子碎尸万段，方能解他心头之恨。此时这样的场景换做任何一个男人，恐怕都知道该怎么做了。只见扑通一声，叶鼎毫不犹豫地脱光衣服，像一条灵活的鱼儿般直接跳进灵池，溅起巨大的浪花，灵液如雨点般洒落四周。彩蝶，什么声音？柯长渊在阵法外焦急地大喊，声音中充满了愤怒与不安。他脱光了衣服，跳进了灵池。上官彩蝶那清冷的声音传来，依旧是那般平静，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他找死！彩蝶，快打开阵法，我要进去杀了他！柯长渊疯狂地咆哮着，手中的巨剑被他握得紧紧的，仿佛下一秒就要将阵法劈成碎片。不行！上官彩蝶的回答简短而坚决。为什么？难道又是所谓的破规矩？柯长渊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吼道。不是。上官彩蝶依旧不紧不慢地说道。那是什么？快说！柯长渊已经快要失去理智，疯狂嘶吼着。那是因为我修炼秘法已经到了紧要关头，现在动不了了。上官彩蝶的声音依旧平静，却如同一道惊雷在柯长渊耳边炸响。啊！柯长渊整个人瞬间愣住，仿佛被抽去了灵魂，随后发狂般仰天大喊，那声音中充满了绝望与愤怒，在山谷中久久回荡。叶鼎一听，心中大喜，没想到竟然还有这等好事。上官彩蝶竟然因为修炼而动弹不得，这简直就是上天赐予他的绝佳机缘。叶鼎脸上露出一抹坏笑，毫不犹豫地直接向正在修炼宛如冰雕玉琢般的上官彩蝶游了过去。上官彩蝶见到叶鼎朝他游过来，神色依旧平静如水，淡淡的说道：柯师兄，他朝我游过来了吧？那冷漠的表情就好像在陈述一件最平常不过的事，仿佛被侵犯的不是他自己一样。快停止修炼，先逃走，打开阵法！柯长渊心急如焚地喊道，声音中带着一丝哀求。淫贼，住手！只要你敢碰他一下，我必把你扒皮抽骨！柯长渊一边疯狂地砍着阵法，一边怒吼着，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柯兄，别生气，听说你们缥缈宫都是精神道侣，精神属于你，但身体并不属于你。这样吧，柯师兄，要不你要他精神，我要他身体，咱们二夫共侍一女，如何？叶鼎故意挑衅地说道，眼中满是戏谑。你给我死！柯长渊气得浑身发抖，手中的巨剑舞得虎虎生风，拼命地砍向阵法，恨不得立刻将叶鼎碎尸万段。柯兄，你怎么生气了呢？你看，你喜欢你道侣，我也喜欢你道侣，按理说咱们是一头的。
你怎么还生我气呢？叶鼎继续调侃着，似乎很享受柯长渊愤怒的模样。轰轰轰！此刻阵法外的柯长渊正双手紧握巨剑，疯狂地劈砍阵法，每一剑都带着他无尽的愤怒。巨剑与阵法碰撞，溅起一道道耀眼的光芒，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而上官彩蝶根本没有打算停止修炼，他静静地闭上眼睛，双手合十，玉腿交叠盘坐在淡蓝色灵液中，全神贯注地沉浸在修炼之中，仿佛外界的一切都与他无关，根本不在意离他越来越近的叶鼎。叶鼎微微皱眉，对于上官彩蝶这种超乎常人的冷静反应，心中不禁泛起一丝谨慎。他深知越冷静的人往往越可怕，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他艺高人胆大，还是直接游了过去。看着他那倾国倾城的绝色容颜，以及身上那股不食人间烟火的神韵气质，叶鼎心中涌起一股冲动，直接亲吻在上官彩蝶那娇艳欲滴的红唇之上。不愧是极品美女，这一吻直让身经百战的叶鼎都有一种神魂颠倒的感觉。片刻后，叶鼎见上官彩蝶依旧不为所动，仿佛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全身心投入修炼。叶鼎嘴角微微上扬，轻轻游到上官彩蝶身后，伸出手掐住她那盈盈一握如羊脂玉般冰肌玉骨的柳腰。紧接着上官彩蝶闭着眼睛，紧咬嘴唇，闷哼一声。叮！上官彩蝶好，敢读家舞。轰轰轰！法阵外的柯长渊此时已经双目赤红，像一头发狂的野兽，喘着粗气，不顾一切地拼命砍着阵法。他的脸上满是汗水与愤怒交织的神情，每一次挥剑都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忽然他听见阵法内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那声音在这寂静的山谷中显得格外突兀。柯长渊立马紧张地问道：彩蝶，为什么我听见奇怪的声音？那是什么声音？柯师兄，是他打我的声音。上官彩蝶平静地回答道，声音中没有一丝波澜，仿佛只是在讲述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柯长渊听后顿时疯狂怒吼：啊！彩蝶，你为什么不反抗？你为什么不停下修炼逃走？他的声音中充满了绝望与不解，几乎要崩溃了。你告诉我是为什么？柯长渊声嘶力竭地喊道。上官彩蝶依旧平静地说道：柯师兄，按照宗门规矩，他可以欺负我。噗噗噗！柯长渊愣了足足10息，仿佛被雷劈中一般，紧接着心中一股剧痛袭来，他一连吐了3口血，整个人顿时脸色苍白如纸，气息萎靡不振。他咬牙切齿道：规矩规矩，去他妈的规矩！你这个贱货，我对你那么好，为什么我不可以？你背叛了我！柯长渊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对着阵法内疯狂叫骂。上官彩蝶依旧平静地说道：柯师兄，你我有精神契约，我是你的精神道侣，精神上我是不会背叛你的，我的精神一直都属于柯师兄你的，你难道还要怀疑我吗？你知道我是最守规矩的人。上官彩蝶的声音依旧清冷，却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坚定。叶鼎抱着上官彩蝶的娇躯，故意大声说道：柯兄，蝶儿说的对，他没有背叛你，我可以作证，他一直都在反抗我，镇压我，逼迫我。你闭嘴！柯长渊愤怒地吼道，手中的剑砍得更加疯狂。柯兄，你何必跟我置气呢？我跟你是一头的。叶鼎继续火上浇油，似乎很享受柯长渊此刻的疯狂。啊！柯长渊听了叶鼎的话，如疯魔一般，全身血气瞬间暴乱，整个人仿佛被点燃了一般，对着阵法狂轰滥炸，誓要破开阵法，将叶鼎碎尸万段。啊！这时阵法内突然传来一声上官彩蝶的尖叫，这声尖叫在寂静的山谷中回荡，让整个气氛变得更加紧张和诡异。此时阵法内的灵池呈现出一番奇异的景象，原本清澈淡蓝色透明的灵液，此刻已经转变为淡血紫色，而在灵池之中，原本被叶鼎抱着的上官彩蝶，像是受到了某种强烈的刺激，猛地睁开双眸，眼中闪过一抹决然。紧接着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忽然挣脱叶鼎的束缚，身形如电般向灵池岸上闪去。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叶鼎不禁唏嘘不已，心中暗暗啧舌。他看着上官彩蝶离去的背影，暗自思忖，这小娘子行事当真够狠辣，要离开也不提前透露分毫，好在自己肉身足够坚韧，否则方才非得被他硬生生扯下2两肉不可。叶鼎将目光投向岸上的上官彩蝶，只见这位高挑绝美的女子正运用灵力巧妙地控制着那淡血紫色的灵液，那些灵液仿佛被赋予了生命一般，乖乖地包裹住她那完美无瑕的娇躯，逐渐形成一件淡血紫色的液体衣连衣裙。这件液体衣连衣裙宛如一层光滑的水膜，紧紧贴合她的肌肤，显露出完美娇躯。而且
血紫色的灵液还在他的娇躯上缓缓流动，闪烁着神秘而迷人的光泽，仿佛是一条流动的星河。原来这就是传说中大名鼎鼎的液体一。叶鼎也是生平第一次亲眼得见。此刻，上官彩蝶亭亭玉立在叶鼎面前，她的完美娇躯仿若一件巧夺天工的艺术品，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叶鼎眼前。长发如瀑及腰的上官彩蝶，拥有令人艳羡的前凸后翘标准 S 型身材，那比例堪称完美，多一丝则显丰腴，少一丝则觉纤弱，恰到好处地诠释着人体之美。纤细的腰肢盈盈一握，恰似弱柳扶风，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与那挺翘圆润的臀部相互映衬，勾勒出极致的曲线。一举一动间尽显婀娜多姿的韵味，仿佛每一个动作都能勾人心魄。而她身着的血紫色液体衣宛如流动的神秘霞光，紧密贴合着她的身躯，随着她的呼吸微微起伏。这独特的衣装不仅凸显出她身材的曼妙，更给她增添了3分天然的美感，让她看起来宛如从神秘画卷中走出的仙子，美得惊心动魄。怎一个美字了得！不愧是极品美女。叶鼎心中暗自赞叹。唯一让叶鼎感到有些可惜的是，这件液体衣是血紫色的。如果是透明的液体衣，那就能将上官彩蝶的完美身躯一览无余，想必会更加完美。他不禁遐想，要是能抱着穿着透明液体衣的上官彩蝶，那将会是一种怎样奇妙的体验。接着，叶鼎不经意间看向上官彩蝶的玉足，瞬间就明白了她刚才为何如此急匆匆地跑开，又为何会发出那样尖锐的尖叫。只见她的玉足脚踝处竟然被一条长约2米、手腕粗细的粉红斑点毒蛇死死咬住。这是一种初级妖兽，此刻正扭动着身躯，疯狂地猛烈撕咬着上官彩蝶的脚踝。即便被毒蛇咬了，上官彩蝶依然面色平静如水，只是紧紧地皱起了眉头，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然。她迅速凝聚出一道锋刃，那锋刃闪烁着凛冽的光芒，带着呼啸的风声，如同一把锋利的利刃，直接砍向那粉色斑点毒蛇。只听得咔嚓一声，那毒蛇瞬间被一刀两断，蛇身挣扎了几下便没了动静。这一幕让叶鼎心中充满了好奇，暗自思忖，这毒蛇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难道是自己刚才太过投入，以至于完全没有察觉到？又或者说，它其实是这灵池里面的守护妖兽？只不过这守护妖兽也太过于弱小了吧？彩蝶，彩蝶，你怎么了？是不是那个混蛋对你施暴，弄疼你了？柯长渊在阵法外焦急地大声呼喊，声音中充满了关切与愤怒。柯兄，你可不要诬赖好人，我对蝶儿可是很温柔的，绝对没有施暴，他只是被毒蛇咬了，所以才叫出生。叶鼎赶忙解释道，嘴角却忍不住微微上扬，带着一丝戏谑。你给我闭嘴，蝶儿也是你叫的，我都没叫过。柯长渊愤怒地咆哮着，手中的巨剑狠狠劈砍着阵法，仿佛要将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这阵法之上。什么？被毒蛇咬了？彩蝶，你没事吧？柯长渊的声音瞬间变得焦急万分，眼神中满是担忧。柯师兄，事情有点不妙。上官彩蝶的声音依旧清冷，但却隐隐透露出一丝无奈。什么不妙？柯长渊心急如焚地问道。我被苏谷媚然咬了。上官彩蝶缓缓说道，声音中带着一丝凝重。苏谷媚然，我怎么没听过？那你赶紧吃解毒丹啊！柯长渊焦急地催促道，额头上已经布满了豆大的汗珠。柯师兄，你有所不知，这苏谷媚然的毒是一种极其厉害的春药，根本没有解药。要是被咬了，会变得全身酥软无骨，产生魅惑与情欲，必须找男人解毒3天3夜。上官彩蝶无奈地解释道，眼神中闪过一丝忧虑。春药，男人解毒？那你赶快打开阵法，让师兄进去替你解毒。柯长渊急切地说道，双手用力地拍打着阵法，恨不得立刻冲进去。柯师兄，不可，缥缈宫规矩，男女不得合欢，否则两人将被废除修为，逐出师门。上官彩蝶坚决地说道，眼神中透着一丝决绝。不，彩蝶师妹，这只是事急从权，宗门会谅解我们的。柯长渊试图劝说上官彩蝶，声音中带着一丝哀求。可是，柯师兄，你也知道，缥缈宫规矩容不得杀子，你觉得执法堂会听吗？阿柯长渊怒吼一声，面目狰狞地说道。规矩，规矩，这时候了，你还跟我谈什么规矩？柯师兄勿怪勿忧，你也知道我定力非凡，道心坚固，区区春药而已，我忍得住。上官彩蝶安慰着柯长渊，眼中却闪过一丝坚定。真的？柯长渊半信半疑地说道。柯师兄，你是知道的，我从不骗人。上官彩蝶坚定地说道，眼神中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自信。柯长渊微微皱眉，半信半疑地说道，彩蝶，那你将阵法打开，我替你护法。柯师兄，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你是我的道侣，我不能害你，不能因为我让你坏了规矩，
废除修为，逐出师门，我不打开阵法，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啊。那万一他趁人之危该怎么办？上官彩蝶淡淡说道，就像一件很平常的事一样。可师兄，我已经和他有了一次，再来一次也没什么区别。上官彩蝶说完，身着那件如梦如幻的血紫色液体衣，缓缓闭上双眼，双手优雅的合十，轻盈地盘坐在灵池边的草地上，如同一位超凡脱俗的仙子。他开始入定打坐，试图将外界的一切干扰都排除在外，渐渐地进入空灵之态。此刻的他仿佛与周围的天地融为一体，静谧而祥和。彩蝶，你……柯长渊满心的悲愤再也压抑不住，他的嘴唇颤抖着，却又不知该如何表达内心的痛苦。噗！一口鲜血从柯长渊口中喷射而出，他悲痛万分，仰天长叹，声音中充满了绝望与不甘。为什么你眼里都是规矩？为什么我是你的道侣？为什么我要加入缥缈宫？无数的疑问在他心中盘旋，如同一把把利刃刺痛着他的心。你说没区别，可是为什么我听到再来一次，我的心就像被刺穿一样，更痛了？这种痛苦如同万箭穿心，让他几乎无法承受。叶鼎听到吐血的柯长渊，脸上挂着一抹淡淡的笑容，看似安慰地说道：柯兄，不必动怒，放心，我绝不会趁人之危的，你也不要生蝶儿的气。他虽然身子脏了，但他的精神还是纯洁干净的。总的来说，你并没有什么损失，不是吗？叶鼎的话语看似在安抚柯长渊，实则带着一丝调侃与挑衅，如同在柯长渊本就千疮百孔的心上又撒了一把盐。该死的合欢宗淫贼、恶贼、奸贼，吾必将让你剥皮抽筋！柯长渊愤怒地咆哮着，眼中燃烧着熊熊怒火，仿佛要将叶鼎生吞活剥。他对叶鼎的恨意已经达到了极点。哎，柯兄，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本想跟你做朋友，你竟然想杀我！既如此，等阵法关了，你我一战，只有一个活着的离开。叶鼎毫不畏惧地回应道，眼神中透露出坚定与决然，仿佛已经做好了与柯长渊决一死战的准备。好，不死不休！柯长渊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道，声音中充满了决绝。10息之后，盘腿打坐的上官彩蝶依旧闭着眼睛，平静地说道：柯师兄，我可能要失言了。他的声音如同平静湖面泛起的一丝涟漪，打破了短暂的沉默。什么意思？柯长渊心中一紧，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我高估了我的定力，我已经忍不住了。尽管说出这样的话，上官彩蝶的面色却依旧不改，异常平静，仿佛在说着一件与自己无关紧要的事情。啊，那你快打开阵法，我替你解毒。柯长渊心急如焚，恨不得立刻冲进阵法解救上官彩蝶。不行，柯师兄，我身子已经脏了，难道你还想让我的精神脏吗？上官彩蝶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仿佛在质问柯长渊，又仿佛在质问自己。什么意思？柯长渊一脸茫然，不明白上官彩蝶话中的深意。柯师兄，我们缥缈宫精神道侣宗旨是什么？上官彩蝶缓缓问道，声音轻柔却又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这柯长渊一时语塞。上官彩蝶缓缓睁开眼睛，目光清澈而坚定，一字一顿地说道：相伴无欲，相持无私，相爱无邪，相知无疑。他的眼神中既有对往昔的回忆，也有对现状的无奈。彩蝶，你和我说这干什么？柯长渊一脸疑惑，不明白上官彩蝶为何突然提起这些。柯师兄，自从我们成为精神道侣以来，你在我心中都是最完美的存在，有你这样的道侣，我心甚慰。上官彩蝶微微叹了口气，继续说道，但不知道为什么，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你总是有意无意地违背精神道侣的宗旨。你总是想得到我的身子，甚至想要与我鱼水之欢，心中有了欲念。在一起时，总是不让我接触其他男修，心中有了私心。相互爱慕之时，你心中有了邪念。如今更是经常怀疑我背叛你，心中有了怀疑。上官彩蝶的话语如同重锤一般，一下下敲击着柯长渊的心。而我对你的身子一点兴趣都没有，对于你鱼水之欢一点欲望都没有。我对你真正做到了无欲无私，无邪无疑，而你总是违背精神道侣宗旨，破坏规矩。柯师兄，真是太让我失望了。上官彩蝶的声音虽然依旧平静，但却充满了深深的失望。彩蝶，我错了。柯长渊无力地扶着阵法，缓缓跪在地上，脸上满是懊悔与自责。上官彩蝶缓缓睁开眼睛，目光落在帅气的叶鼎身上，眼神依然冷静，神情依然平静。他轻声对叶鼎说道：这位公子，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给我解毒？柯长渊听到上官彩蝶如此说，心中悲愤交加，如同被一把利刃狠狠刺痛。他大声呼喊：不，彩蝶，不要啊！那声音
充满了绝望与不甘，仿佛要将心中所有的痛苦都宣泄出来。噗噗噗，柯长渊连续喷出几口鲜血，整个人摇摇欲坠，仿佛瞬间苍老了许多。叶鼎见到上官彩蝶神态依然平静，一点也没有被欲望吞噬的感觉，心中不禁暗暗佩服。他开口说道：想要我解毒可以，不过你得把你身上的所有东西给我。我身上的东西？上官彩蝶微微皱眉，似乎有些不解。就是你储物袋中的东西都给我。叶鼎直言不讳地说道。上官彩蝶平静地说道：公子，那些东西只不过是身外之物罢了，给你可以，但对你没用的东西能不能给我留下？毕竟我还要穿衣服。可以，给公子，请为我解毒。上官彩蝶说着，将储物袋递给叶鼎。叶鼎看着眼前这位绝美佳人，上官彩蝶依然身着血紫色液体衣，双手合十，安静地盘坐在草地上。他不禁问道：我怎么给你解毒？上官彩蝶轻声说道，声音轻柔的如同微风拂过。公子请随意。3日后，曾经宁静而充盈的灵池已然大变模样，原本满满当当的灵液，如今四处飞溅，大半灵液都已消散不见。灵池岸边那些生机勃勃的灵草更是东倒西歪，凌乱的不成样子，仿佛遭受了一场狂风暴雨的肆虐，又似被人狠狠蹂躏了一番，一片狼藉。灵池内，叶鼎正悠然地抱着香蕉玉嫩宛如出水芙蓉般的上官彩蝶，两人在灵液中轻轻飘荡。原本那清新脱俗，仿若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此刻脸上多了一丝成熟女性独有的妩媚，仿佛一朵历经风雨后绽放得更加绚烂的花朵。丁，上官彩蝶好感度加15，当前好感度24。听到系统提示音，叶鼎不禁微微皱了皱眉。他低头看着怀里脸色红润的上官彩蝶，只见她一脸娴静地趴在自己胸口上，正静静地沉睡着。若是换做别的女人，经过这般相处，好感度恐怕早就超过50了。叶鼎心中暗自感慨，不愧是定力非凡的上官彩蝶，想要提升她的好感度，看来只能日久生情了。叶鼎嘴角微微上扬，轻轻抬起上官彩蝶那精致的如同玉雕般的脸蛋，忍不住直接吧唧亲了一口。这突如其来的亲昵举动让上官彩蝶的睫毛微微颤动，她缓缓睁开眼睛，如水般的目光看向叶鼎，平静问道：还没有亲够吗？一次一次的亲，肯定亲不够。丁，上官彩蝶好感度加1。上官彩蝶看着叶鼎，微微皱了皱眉，似乎对他这略显无赖的举动有些无奈。他缓缓翻了一个身，继续闭目睡觉，仿佛外界的一切都无法打扰到他此刻的宁静。就在这时，咔嚓咔嚓，一阵清脆而又令人心悸的声音不断从空中传来。叶鼎警觉地抬头一看，只见原本坚固的阵法竟因灵气耗尽而出现了丝丝裂痕，最终阵法像是天被捅破了一般，轰然裂开，大量的雾气如同汹涌的瀑布倾灌而下，那场面蔚为壮观。叶鼎嘴角冷哼一声，心中暗自思忖：柯长渊，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什么实力，竟敢跟我抢女人。不对，是我抢了你女人。想到此处，叶鼎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屑，他迅速穿好衣服，大步走到阵法处，微微蓄力，一拳轰出，那脆弱的阵法瞬间被轰出一个巨大的窟窿。叶鼎毫不犹豫，直接朝着柯长渊原来所在的方向走去。然而外面雾气蒙蒙，浓稠的如同实质，伸手不见五指。叶鼎竖起耳朵，却并没有听到柯长渊的声音，这让叶鼎心中不禁感到奇怪。记得第1天的时候，柯长渊还在疯狂嘶吼，像是在为他们助兴，可怎么最近2天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呢？叶鼎随即运转灵力，御剑飞上天空，他在犹如仙境般的雾气海洋中穿梭畅游。叶鼎将神识如涟漪般散开，向四周探查而去。片刻后，他便凭借着敏锐的感知发现了柯长渊的所在之处。叶鼎一边朝着柯长渊所在的方向飞去，一边仔细查看他的状态。离柯长渊不远处，一座崭新开辟的豪华洞府赫然出现在眼前，看来是柯长渊这2日挖的。此时的柯长渊正盘坐在一座高大山峰的峰顶巨石之上，他闭目养神，双腿上平放在着他那把经常背在身后的大剑。原本帅气整齐的发型，如今变得披头散发，杂乱的发丝随风肆意飘散，显得狼狈不堪。但他的眼神却犀利如鹰，其中燃烧着熊熊的斗志。你来了。柯长渊缓缓睁开双眼，看到叶鼎站在不远处的石头上，语气平淡的如同波澜不惊的湖面，完全没有了以往的暴躁与愤怒，反而变得深沉而冷静。他缓缓站起身来，身姿挺拔如松，平静冷漠地继续说道：我等你很久了。叶鼎嘴角一撇，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不好意思，你不要羡慕，我只是撑的时间比较久而已。哼。柯长渊冷哼一声，没有回应叶鼎的挑衅。
不错，看来悲痛真的可以使人进步。叶鼎心中嗤笑一声，暗自想到，不知道的，我还以为你是主角呢。是啊，痛确实使人进步。柯长渊咬着牙说道，眼神中闪过一丝痛苦与决绝。哦，那这样说来，你更要感谢我才对。叶鼎原本温和的脸色瞬间变得冷酷无情，犹如寒冬的冰霜，语气冰冷的仿佛能冻结空气。因为接下来我会让你更痛苦。哼，废话少说，来战！柯长渊怒目圆睁，眼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大喝一声，使出全身灵力。刹那间，他浑身灵气喷薄而出，如同汹涌的火山喷发。那磅礴的灵气以他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开来。他双手高高举起大剑，剑身光芒大盛，仿佛太阳一般耀眼，是要将这个夺妻之恨的淫贼斩杀于此。大剑金光四射，瞬间凝聚出一道100米长的巨型金剑。那金剑裹挟着毁天灭地之威能，仿佛要撕裂空间，朝着叶鼎狠狠砍去。萤火之光岂敢与皓月争辉？叶鼎大喝一声，做男人就要这般霸气疯狂。他毫无惧意，仅仅只是抬起手掌，朝着那巨型金剑抵挡而去。那姿态仿佛他面对的不是毁天灭地的攻击，而是一阵轻柔的微风。柯长渊见此，冷笑一声，真是不自量力。这可是我的全力一击，即使是筑基初期的强者也不敢如此应接。他眼中闪过一丝残忍的期待，似乎已经看到叶鼎被这一击斩成2半的画面。当一声巨响，仿佛天地都为之震颤。巨大的碰撞波动如同汹涌的海浪潮汐一般，以2人为中心，瞬间向4处扩散开来。所到之处摧枯拉朽，一切都被摧毁。巨石被炸得粉碎，飞溅向四面八方，树木被连根拔起，横飞出去，断成数截。这怎么可能？柯长渊看着安然无恙的叶鼎，眼睛瞪得如同铜铃一般，惊愕不已。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全力一击竟然被叶鼎如此轻易地抵挡下来。叶鼎低头看了看手掌，仅仅只是出现了一道淡淡的白痕而已，仿佛只是被轻轻划了一下。他心中暗自感慨，不愧是系统出品，必属精品。柯兄，你的全力一击就这，也太让我失望了吧。叶鼎抬起头冷哼道，难怪蝶儿看不上你这个废物。一提到上官彩蝶，柯长渊顿时怒发冲冠，双眼瞪得仿佛要喷出火来，声嘶力竭地吼道，你住口！那吼声中充满了愤怒与不甘，仿佛要将叶鼎生吞活剥。废物就是废物！叶鼎毫不留情地大骂一声，浑身灵力瞬间爆发，如同一头凶猛的猎豹，直接全力向柯长渊冲刺而去。他的速度之快，简直如白驹过隙，眨眼间便出现在柯长渊面前。叶鼎居高临下，眼中满是不屑，毫不犹豫地举拳就往柯长渊脸上打去。柯长渊大惊失色，怎么也没有想到叶鼎的速度竟然如此之快，快到他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有效的反应。他心中一阵慌乱，急忙下意识地提剑格挡。当，伴随着一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紧接着咔嚓一声，柯长渊手中那把原本散发着光芒的大剑瞬间崩碎，碎片如暗器一般砸在他胸口，顿时砸出一个深深的凹陷。叶鼎的拳头势大力沉，猛地打在柯长渊脸上。只听得噗的一声，柯长渊的牙齿如碎玉般崩飞出去，嘴里鲜血如泉涌般喷出。刹那间，柯长渊就像一个失去控制的陀螺一样旋转着倒飞而去。他一边旋转，口中的鲜血还一边如泼墨般喷洒而出，在空气中划出一道道刺眼的血线。柯长渊的身体沿途撞断了好几棵大树，那粗壮的树干在他的冲击下，如同脆弱的稻草一般被轻易折断。哗啦一声，树枝、树叶漫天飞舞，直到撞断几棵大树后，他才重重地停下。叶鼎如影随形，迅速跟上。就在柯长渊被撞得晕头转向，好不容易挣扎着站起来的一瞬间，叶鼎又是猛地一拳，直接结结实实地打在他的肚子上。砰！这一拳仿佛蕴含着千钧之力，柯长渊如同被炮弹击中的足球一样，再次倒飞出去，足足飞出100米远。一路上又不知撞断了多少树木，他口中鲜血狂喷不止，整个人看起来凄惨无比。柯长渊心神俱震，心中充满了恐惧与绝望。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眼前之人竟然如此强大，强大到让他感到深深的无力。他心中明白，即使他与上官彩蝶联手，在叶鼎面前也没有丝毫取胜的可能。这时，叶鼎一步步不紧不慢地走到失魂落魄的柯长渊面前。叶鼎嘴角挂着一抹冷笑，居高临下地看着柯长渊。柯长渊捂着肚子，面容扭曲，艰难地倚靠在一棵树上。他深吸一口气，声音中带着无尽的颓废与绝望，说道：你废了我的丹田。那声音仿佛从九幽地狱传来，充满了痛苦与无助。柯兄，你都要死了，还在意丹田这玩意干嘛？叶鼎一脸冷静地说道，
眼中没有丝毫怜悯。说罢，他毫不留情地一脚把柯长渊踹倒在地，接着将一只脚踩在他手臂上，微微用力。只听咔嚓一声清脆的骨折声在寂静的山林中格外刺耳。啊！柯长渊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声，那声音响彻山林，仿佛要将他心中所有的痛苦都宣泄出来。咔嚓咔嚓咔嚓，噗！叶鼎没有丝毫停顿，继续残忍地将柯长渊的五肢一一踩断。柯长渊每惨叫一声，叶鼎的嘴角便微微上扬一分。随后叶鼎伸手搜刮他身上所有东西，掂了掂储物袋，嘴角露出一抹满意的微笑，道：柯兄，送你上路。说罢，叶鼎猛地一拳朝柯长渊头上砸去。柯长渊见状，心中大骇，急忙大声喊道：住手！你不能杀我，我与上官彩蝶有精神契约，你杀了我，他也会死。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恐惧与哀求，希望能借此让叶鼎放过他。哦，柯兄，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觉得我还会放过你们吗？放过你们，然后你让家族之人来杀我，你当我傻吗？柯长渊颤巍巍地说道：不会的。声音微弱的如同风中残烛。叶鼎继续说道：至于蝶儿，杀了你，他也死也好，省得我辣手摧花了。放心，他死了，我会把他练成性奴傀儡，让他日夜陪伴我。柯长渊绝望地吼道：你不是人，好走，不送。叶鼎抬起拳头，再次向柯长渊的头颅砸去。住手，公子，不要！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急促的声音从远处传来，紧接着一道耀眼的白色红光如闪电般疾驰而来。叶鼎嘴角冷笑，心中想着：终于来了，还以为你不来了呢。看来我猜得不错。但是拳头依然没停，直接一拳把柯长渊下巴打得粉碎。片刻后，一身白色锦衣、打扮精致的上官彩蝶急冲冲地飞到叶鼎面前。他一脸焦急，神色慌张，直接扑通一声跪下，拉着叶鼎的手，泪水如决堤的洪水般涌出，哭得梨花带雨，那楚楚动人的模样，仿佛要把叶鼎的心直接融化了一般。他满眼泪水，哭诉道：公子，不要杀他，求你了，只要不杀他，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求求你了。声音中充满了哀求与绝望，让人听了不禁心生怜悯。叶鼎愕然，怎么回事？一直以来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上官彩蝶，竟然也有如此软弱的一面？难道是因为自己要被精神契约连累死，才如此表现？不对，按上官彩蝶的性子，即使自己真的面对生死，也不会如此失态。忽然，叶鼎想到了什么，看着上官彩蝶说道：蝶儿，想让我放过他，那就看你能不能让我满意。如果让我满意，我可以让他多活几天。蝶儿，看见那个洞府了吗？是你柯师兄挖的，我去那边等你，给你半盏茶时间，想让你师兄多活几天，就去那找我。叶鼎说完，一甩衣袖，如同一道黑色的流光，向那豪华洞府飞去。此时，上官彩蝶满眼泪水，看着凄惨无比的柯长渊，心中一阵刺痛。他赶紧给柯长渊体内打入灵气，一边帮他恢复伤势，一边急切地说道：柯师兄，你受伤很重，赶紧吃丹药。声音中带着焦急与关切。柯长渊再次见到上官彩蝶，内心百感交集，五味杂陈。一想到这几天所经历的一切，心中便痛不欲生。此刻看着上官彩蝶为了他竟然做到如此地步，心中顿时悔恨交加，苦涩异常。他不停支支吾吾，但因下巴粉碎，根本说不出话来，只能传音道：彩蝶，我的储物袋各种东西都被那可恶之人抢走了。什么？柯师兄，不用担心，等会我就去求他，给一粒丹药，先保住性命再说。上官彩蝶焦急地说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坚定。不，彩蝶，不要去求他，他不会放过我们的，你去求他只会自取其辱。柯长渊心急如焚，传音道：柯师兄，只要有一线生机，我也要试一试。柯长渊双眼紧紧盯着上官彩蝶的眼睛，阴冷地问道：彩蝶，你之所以求他，是不是因为我死了你也会死？你不是为我求，而是为你求。上官彩蝶脸色一变，顿时一股委屈至极的感觉涌上心头，她泪流不止，哭诉起来：柯师兄，你怎么如此不相信我？我们是道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有精神契约，是真是假？难道你感受不到吗？师兄，我如此真诚待你，你却怀疑我，真是太让我伤心了。说罢，他顿时掩面而泣，那哭声如杜鹃啼血，让人心碎。柯长渊感受到他真的无比伤心，心中一阵愧疚，这才道歉说道：彩蝶，是我错怪你了。师兄，你身子要紧，事不宜迟，这就去找那人去要丹药。上官彩蝶坚定地说完，立即起身，化作一道白色流光向洞府飞去。彩蝶，不要！
你快回来，回来！”柯长渊双目赤红，面色狰狞，状若癫狂，如同蛆虫一样在地上艰难地蠕动，一边急切地传音。洞府内，上官彩蝶心急火燎地进入洞府，一眼便看到坐在石椅上的叶鼎，他毫不犹豫，直接扑通一声跪在叶鼎面前，泪眼婆娑，看着叶鼎，眼神中满是祈求，说道：“公子，请给我一粒丹药，救救我师兄！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真的。叶鼎看着此时的上官彩蝶，虽然眼中含泪，但脸上那种惯有的平静又渐渐回来了。上官彩蝶轻嗯一声，微微点了点头。叶鼎嘴角微笑，伸出手，轻轻抬起上官彩蝶的娇嫩下巴，大拇指缓缓抚摸她那娇艳欲滴的红唇，说道：“你这只要让我满意，我就赐你丹药。”上官彩蝶咬了咬嘴唇，一脸平静地说道：“公子，我一定让你满意。”翌日清晨，又是辛勤劳作的一夜。上官彩蝶急冲冲地从洞府里跑出来，手中紧紧握着那4极其珍贵的东西。他小心翼翼地如呵护稀世珍宝一般，朝着柯长渊所在的方向飞奔而去。“师兄，师兄，要来了！”上官彩蝶一边奔跑，一边大声呼喊着。此时的柯长渊虚弱地趴在草地上。昨天他拼尽全力的蠕动，却也仅仅只前进了7、8米。那钻心的剧痛如潮水般一波波袭来，最终让他再也承受不住，疼晕了过去。就这样，他在冰冷的地上趴了整整一夜，任由山风无情地吹刮着他伤痕累累的身躯。上官彩蝶赶到柯长渊身边，赶忙伸出手，运用灵力，轻轻地将柯长渊翻了个身。看着柯长渊那惨不忍睹的模样，他赶紧他体内打入几道灵力，唤醒柯长渊。“师兄，吃药了！”上官彩蝶轻声呼唤着。此时柯长渊脸色苍白如纸，毫无血色，原本下巴的位置更是黑血凝结，看上去触目惊心，惨不忍睹。柯长渊缓缓睁开双眼，那眼神中透着虚弱与迷茫。当他看见楚楚可怜的上官彩蝶正用灵力控制着一个黑色圆片的东西，放置在他喉咙处时，心中满是疑惑。这是什么？柯长渊传音道：“师兄，这是丹药，是丹药的1/10。他说，只要我再去跟他睡9次觉，就能兑换1整颗丹药了。”上官彩蝶的声音带着一丝无奈与苦涩，眼中闪过一丝隐忍的泪花。柯长渊听后，整个人仿佛被定住了一般，足足愣了好像1个世纪那么久。他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羞辱感，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羞辱啊！自己的道侣辛辛苦苦忙活了整整一夜，却仅仅只换来这1/10的丹药，这是何等的欺人太甚！师兄，你快吃吧，先保住性命，等我去找他再睡9次，尽快给你兑换1颗完整丹药。上官彩蝶焦急地催促着，眼神中满是对柯长渊生命的担忧。然而柯长渊宁死不吃，吃下去那无疑是对自己尊严的践踏，是奇耻大辱啊！不，我不吃，死也不吃！柯长渊用尽全身力气，坚决传音道。上官彩蝶看着柯长渊如此固执，心中一狠，直接把那片丹药从他喉咙打入体内。没过多久，柯长渊原本消失的下巴渐渐长了出来。师兄，我这就去找他兑换丹药。上官彩蝶说着，便准备转身离去。彩蝶，不要再去了，他就是在羞辱我们，就像猫抓到老鼠一样，玩弄够了，最后还是会杀死我们的。柯长渊急忙阻拦，眼中满是担忧与绝望。师兄，他想杀你，我必与他拼命。上官彩蝶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的决心。柯长渊看着泪眼朦胧的上官彩蝶，心中一阵感动，暗自叹息，原来他是如此在意自己，想想曾经的所作所为，真是悔不当初啊！彩蝶，不要，如果我们都死了，谁来替我们报仇？柯长渊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无奈与悲愤。那我们怎么办？上官彩蝶焦急地问道，眼神中满是迷茫。彩蝶，他肯定不会放过我的，如果你有机会活下来，你愿不愿意替我报仇雪恨？柯长渊紧紧盯着上官彩蝶的眼睛，仿佛要从他的眼神中找到一丝希望。师兄，要死一起死，我绝不苟且偷生。上官彩蝶毫不犹豫地说道，声音中透着一股决绝。师妹，你听我说，我看他非常喜欢你，只要你对他委曲求全，他可能会饶你一命。我希望师妹，如果你活下来，一定要给我们柯家报个信，让他们替我报仇。等抓到他后，你亲自砍掉他的头，来祭奠我。柯长渊苦口婆心地劝说着，眼中满是对上官彩蝶的期望。柯长渊接着说道，如果你发誓答应下来，我就把精神契约解除掉。师兄，不要！上官彩蝶心中一阵刺痛，泪水再次夺眶而出。师妹，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这是师兄我最后的请求，师妹，你一定要答应。师兄，好，我答应。
上官彩蝶咬了咬牙，艰难地说道：“我上官彩蝶以道心向苍天起誓，如果我活下来，一定要把消息报告柯家，为师兄报仇雪恨。我将亲手砍下那人的头颅，来祭奠师兄。”上官彩蝶抬起头，对着苍天郑重的起誓，那声音坚定而决绝。彩蝶，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柯长渊问道。不知道，他没说。上官彩蝶摇了摇头。算了，既然师妹起誓，我这就解除精神契约。哎，师妹，解除契约后，我们就不是道侣关系了，以后保重。柯长渊的声音中带着一丝落寞与不舍。师兄上官彩蝶悲戚地呼唤着。呜呜呜！上官彩蝶忍不住放声大哭，仿佛要将心中所有的委屈与痛苦都宣泄出来。柯长渊叮嘱道：“师妹，精神契约我解除了，你一定要记得答应师兄的誓言。放心吧，师兄，我会一直记得的。师兄，接下来我为了活下去，获取那个人的信任，你要配合我表演，只有这样，我才能活下来，我才能替你报仇雪恨。”上官彩蝶接着说道：“师兄，我可能会很残酷对待你，你要痛恨我，想要杀了我，那样他才会相信。”柯长渊重重点了一下头，回道：“放心吧，师妹，我会配合你的，只要你能活下来，不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此时，上官彩蝶感应到神魂中那束缚自己的桎梏消失了，她双手食指轻轻擦干眼泪，嘴角露出一抹微笑。这微笑起初只是微微上扬，而后弧度越来越大，脸上露出难以言喻的喜悦之色。柯长渊看着上官彩蝶那诡异的微笑，顿时吓得毛骨悚然，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师妹，你，师兄，谢谢你解除契约。上官彩蝶说道，那声音中竟带着一丝轻松与愉悦。师兄，从现在开始，我要开始表演了，你要开始痛恨我，懂吗？上官彩蝶再次强调。好。柯长渊虽然心中疑惑，但还是答应了下来。上官彩蝶深吸一口气，又深深呼出，就好像呼出心中长久以来的压抑一样，脸上第一次露出如此畅快的喜悦之色。柯长渊感觉上官彩蝶变化之大，心中不禁有些担忧，但也只是认为这是师妹为了表演而做出的改变。师妹，你发过誓，一定要替我报仇。柯长渊再次叮嘱道。上官彩蝶站起身，居高临下看着柯长渊，脸上露出一抹戏谑的笑容。师兄，我是发过誓，但没有说什么时候去做。说完，他转身对着山谷大声喊道：“我终于自由了！”那爽快清越伴有疯狂的声音在山谷内一遍又一遍的传播。柯长渊心底暗暗给自己说道：“这一切都是师妹的表演，我要配合好，绝不能出差错。”师妹，你……柯长渊刚想说什么，哼！上官彩蝶神色冰冷，冷哼一声，伸手射来一根手臂粗的树枝，噗嗤一声，他狠狠将树枝捅进柯长渊胸膛。阿彩蝶，你对我的感情，难道都是骗我的？我好恨啊！柯长渊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心中满是震惊与绝望。上官彩蝶微笑着戏谑说道：“师兄，我对你感情是真的，如果是假的，能骗过你吗？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快乐过。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柯长渊艰难地问道，眼神中充满了不解与痛苦。上官彩蝶语气平淡，但杀意滔天，那声音仿佛从九幽地狱传来，透着彻骨的寒意。师兄，谁束缚我，我就杀谁！浑身血液飞溅的柯长渊此刻如同陷入疯魔一般，完全不顾身上的剧痛，声嘶力竭地大声喊道：“哈哈哈！你杀我，你以为你有好下场？我在地狱等你！”哼！上官彩蝶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不屑，紧接着扑哧扑哧，他手中的树枝如雨点般落下，一连刺了几十下，每一下都巧妙地避开要害，似乎是在故意折磨柯长渊。随后他单手用力，用树枝把疼得死去活来，浑身颤抖的柯长渊挑起，向洞府走去。一路上，柯长渊的鲜血不断顺着树枝滴下，在地上形成了一道触目惊心的血痕。洞府内，叶鼎正盘腿打坐，周身萦绕着淡淡的灵气。听到动静，他缓缓睁开双眼，见到上官彩蝶用树枝挑着浑身颤抖的柯长渊，而后像丢垃圾一样将其扔在地上。叶鼎心中涌起一丝好奇，开口问道：“哦，你的事办完了？”上官彩蝶神色平静，微微点头回道：“多谢公子相助。”“不用谢我，我也只是好奇而已。”叶鼎轻描淡写的说道，眼神中却透露出一丝饶有兴致的意味。自从上官彩蝶在登天塔用鲜血喷出一个残字，他就开始猜测上官彩蝶想要表达的意思，那就是把柯长渊打残。此时的柯长渊强忍着身上如潮水般的剧痛，疯狂地吼道：“原来你们早就勾结在一起了，
我真是太蠢了，怎么没有看出来？他的双眼布满血丝，充满了愤怒与不甘。柯师兄，你错了，他只是全程配合我而已，其他的一切都是我设计的，包括那条苏骨媚然。上官彩蝶冷冷地说道，眼神中没有一丝波澜。我所做这一切，就是为了你主动解除精神契约。上官彩蝶的声音依旧平静，但每一个字都仿佛重锤一般，敲打着柯长渊的心。你就那么恨我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清白？柯长渊难以置信地看着上官彩蝶，心中充满了痛苦与疑惑。柯师兄，我是人，不是你的笼中鸟，你不是我，体会不到被关在笼子中的痛苦。上官彩蝶的声音微微颤抖，眼中闪过一丝决绝。还有我最恨的精神契约。柯长渊假装完全疯了一样，对着叶鼎大喊大叫：哈哈哈，杀了他，杀了他！此女有反骨，你不杀他，他必杀你！柯长渊声嘶力竭地吼道。他说谁不给他自由，他就杀谁。为了杀我，竟然隐忍了5年，你一定要杀了他，否则他必杀你！叶鼎缓缓转头，目光落在上官彩蝶身上，说道：上官彩蝶，你也听到了，你如果不想死，就必须给我一个说服我的理由。上官彩蝶深吸一口气，平静地说道：只要你给我想要的自由，我可以成为你的女人。叶鼎从石椅子上缓缓起身，迈着沉稳的步伐向上官彩蝶走去，一边走一边如吟诗般朗声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他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在洞府内回荡。哦，你想要的自由我可以给你，但我怎么确信你不会背刺我呢？叶鼎停下脚步，目光紧紧盯着上官彩蝶的眼睛。上官彩蝶心底暗暗复述叶鼎的那句至理名言几遍。那一刻，他的眼神忽然亮了起来，仿佛黑暗中突然找到了指引方向的明灯。他在心中感叹，真是说得太好了，一下子就说到他心坎里了。顿时感觉眼前这位帅气逼人的男人，就是他寻觅已久的知己，是最理解他的人，这才是他想要的精神伴侣。丁，上官彩蝶好感度加10。上官彩蝶眼中有了一丝惊喜，认真的回道：我不会。为什么？公子，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叶鼎吧？上官彩蝶微微仰头，目光坚定地看着叶鼎。是，你就是叶鼎。柯长渊瞪大了眼睛，仿佛听到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事情，终于知道自己的仇人是谁了。他心中五味杂陈，这下死也算是瞑目了。上官彩蝶接着说道：这就是我的第一个理由，因为你是登上99层登天塔的叶鼎。他微微停顿了一下，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然。第二个理由就是……说着，上官彩蝶看也没看，随手一道火焰打在柯长渊身上，顿时柯长渊浑身被火焰包围，火焰迅速蔓延，滋滋啦啦的声音不断冒出，伴随着柯长渊凄惨的叫声。柯长渊怨恨地吼道：上官彩蝶，你不得好死！不错，我喜欢。叶鼎眼中闪过一丝兴奋，直接来到上官彩蝶面前，一把将她紧紧抱在怀里，有力的手臂环抱着她的小柳腰，紧接着他低头亲吻起来。虽然之前和她有过很多亲密接触，但叶鼎总是忍不住想要与这个冷美人共度良宵。另外，叶鼎并不担心，只要把上官彩蝶的好感度提升到80，他就不会背叛自己。柯长渊惨叫连连，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脑海中一直盘旋着一个问题：彩蝶师妹真的是为了替我报仇活下去而表演的吗？怎么感觉有点不像啊？随着火焰越烧越旺，柯长渊的尸体逐渐被火焰吞噬，那熊熊燃烧的火焰照亮了整个洞府。此时洞府墙壁上，只见2道人影，一边疯狂亲吻，一边撕扯衣服，衣服的碎片如雪花般纷飞。丁，上官彩蝶好感度加21，当前好感度56。此时叶鼎紧紧抱着怀里软糯香甜的上官彩蝶，心中满是欣慰。他与上官彩蝶深入交流后，才对他有了了解。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在精神上共鸣的知己。回想起这段时间，为了提升他的好感度，自己花费了诸多精力，如今看来一切都是值得的。果然日久生情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为了尽快把上官彩蝶的好感度提升到80，叶鼎暗自决定，往后一有时间就要和她好好培养一下感情，增进彼此之间的亲密度。5日后，一片广袤无垠的平原之上，茫茫草原如同一块巨大的绿色绒毯，向远方无限延伸，与天际融为一体。一艘由柯长渊贡献的中型飞船正稳稳地在天空中飞行。叶鼎惬意地坐在甲板躺椅上，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手中把玩着一颗散发着蓝色光芒的珠子，眼神中满是好奇。蝶儿，你知道这是什么珠子吗？叶鼎扬了扬手中的珠子，朝着正在驾驶飞船的上官彩蝶问道。
这个珠子正是叶鼎从那灵液池底下费尽周折挖出来的。从发现它的那一刻起，就对其充满了好奇。上官彩蝶一边专注地操控着飞船，一边头也不回地回道：“这应该是运灵珠，把它放在灵气充足的地方，会把灵气聚集成液。”此时的上官彩蝶自从摆脱了精神契约的束缚，整个人仿佛脱胎换骨一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本总是一脸平静的她，在面对叶鼎时，时不时会露出灿烂的微笑，那笑靥如花的模样，宛如春日里盛开的花朵，让叶鼎欣喜不已。哦，这就相当于聚灵阵了啊！叶鼎微微挑眉，饶有兴致地问道：“运灵珠比聚灵阵强多了，不仅可以快速聚集灵气，还可以储存灵液。这颗运灵珠里面满满都是灵液。叶鼎，你运气真好。”上官彩蝶耐心地解释着，眼神中也透露出一丝羡慕。我运气当然好，不然哪能遇见你这样的美人？叶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迷人的笑容。在另一处草原上，10几个身着黑衣、面戴面具的修士正御剑飞行，风驰电掣般追赶着一位双马尾的身材娇小女子。那女子身着黑色洛丽塔服饰，宛如童话中走出的人物，但此刻的她却面临着生死危机。一个眼神猥琐、模样如同兽猴的蒙面修士舔了舔嘴唇，一脸淫邪地说道：“前面那小妮子真厉害，前前后后杀了我们20-30个弟兄了，再厉害又如何？这一次无论如何都要把他杀了，不然回去也没法交代。”说话的是这群人的头领，一身黑衣，戴着面具，声音阴柔，透着丝丝寒意。头，在杀他前，能不能让兄弟们爽一爽？那兽猴眼中满是期盼，一副色欲熏心的模样。这样的，你也要？头领微微皱眉，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屑。谁让她长得那么漂亮呢？兽猴嘿嘿笑着，眼神始终盯着前方的女子，仿佛她已经是囊中之物。哼，真是色中恶鬼。这个不行，击杀优先，迟则生变。如果真想要女人，等回来去找个欢宗女修，岂不是更好？头领冷哼一声，果断地说道：“是，头。看他的样子，已经撑不了多久了。”兽猴连忙点头称是，眼神中却依然闪过一丝不甘。他只不过炼气9层而已，灵气早就耗尽了，此刻只不过是硬撑着罢了。不管如何，这次把附近的弟兄都叫来去前方堵截了，他跑不了。只要他死了，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头领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是。众人齐声应道，声音在草原上空回荡。头，不是说这次任务目标还有一个人吗？那个人是谁，也该告诉我们了吧？一个蒙面修士壮着胆子问道。不该问的不要问。头领冷冷地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警告。是。那修士吓得赶紧低下头，不敢再多问。被追赶的双马尾黑色洛丽塔萝莉，正是冰皇殿大小姐冰丝丝。几十位魁梧大汉仗着人多势众围攻，欺负一个瘦弱萝莉。这场战斗已经持续了3天3夜，如此悬殊的场面，任谁看了都会心生不忍，更何况是冰丝丝这样的萝莉。此刻的双马尾冰丝丝正御剑急速飞行，她眉头紧皱，神情严肃，原本粉嫩的脸色此刻苍白如纸，瘦弱的白皙娇嫩的手臂、腿上、后背都布满了几处刀剑伤。那身黑色洛丽塔服饰早已被鲜血浸染，如今血迹已经干涸成一块块黑色的血块，模样狼狈不堪。别看冰丝丝身材娇小，但身为冰皇的女儿，她骨子里自有一股与生俱来的骄傲，即便遭受如此重伤，身体承受着剧痛，冰丝丝眉头都没有皱一下，紧咬着牙关，一声不吭地硬扛下来。虽然没有受到致命伤，但经过这几次大战，她早已经耗费了大量灵力。如果不是事先准备了许多恢复灵力的灵丹妙药，再加上母亲给她的护身宝物以及各种神奇宝贝，她恐怕早就命丧于后面那群人之手了。她实在想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像发了疯似的想要杀她，而且明显是有备而来，特意针对她的。难道他们不知道杀了她后果会有多严重吗？但此刻显然不是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如今自己灵力所剩无几，想要逃跑也跑不了多远，他只能寄希望于能遇见其他人，看在他母亲冰皇的面子上出手救救他。让他郁闷的是，跟随自己一同进入秘境的4位兵女一直联系不上。如果有他们在，以他们的实力，这些乌合之众分分钟就能被消灭干净。这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如同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他心头，让他不由自主地生出一股深深的无力感。正在这时，一柄速度极快的飞剑如同流星般从前方迅速向冰丝丝刺来，带起一阵尖锐的破风声。冰丝丝眼神瞬间一紧，心中暗叫不好，急忙运转灵力，迅速向一旁闪去。然而他的动作虽快，但因为灵力损耗严重，身形略显迟缓。刚躲过一把飞剑，紧接着又迎面飞来3把飞剑，那3把飞剑呈品字形向他急速射来，目标直指他的要害。
冰丝丝一边闪躲，一边急忙祭出自己的冰剑，只见一道寒光闪过，冰剑与其中一把飞剑碰撞在一起，发出一声清脆的金铁交鸣声，成功弹开了那把飞剑。只不过这一出手，直接让他的飞行速度下降了3分。此时的冰丝丝前有飞剑拦截，后有追兵紧逼，一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他秀眉紧蹙，咬了咬牙，立即转头向另一侧飞去。嗖，又是一柄飞剑，如鬼魅般挡住了冰丝丝的去路。冰丝丝眉头紧锁，美眸中闪过一丝绝望。他心中明白，这下子自己彻底被包围了。如今的他灵力几近枯竭，根本没有了一战之力。冰丝丝心中暗自悲叹，眼神中流露出一丝不甘。难道我冰丝丝就要死在这里了吗？没过多久，20-30位蒙面魁梧大汉如同饿狼般在不远处迅速围成一个紧密的圆，将冰丝丝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那包围圈密不透风，仿佛一道坚不可摧的牢笼，让冰丝丝插翅难飞。那兽猴眼中露出令人作呕的邪光，仿佛看到了即将到手的猎物，肆无忌惮地大笑道：哈哈，小妮子，看你往哪跑。他一边说着，一边搓着双手，那猥琐的模样令人厌恶至极。你要是从了大爷们，今天说不定饶你一命。兽猴继续淫笑着，言语中充满了侮辱与挑衅。冰皇女儿的滋味一定很美妙吧？另一个大汉也跟着起哄，眼中满是不怀好意的贪婪。只是可惜身材太差，像你这样没男人要的货色，本大爷玩一玩，那是看得起你。兽猴再次讥讽道，那刺耳的笑声在空气中回荡。哈哈哈！其他一群魁梧大汉也跟着哄笑起来。他们看着冰丝丝的眼神，如同饿狼盯着羔羊，似乎都想在这可怜的女孩身上分一杯羹。冰丝丝气得浑身发抖，眼神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他怒声呵斥道：哼，你们可知我是冰皇殿女儿，竟敢如此欺辱我，你们就不怕宗门覆灭吗？声音中带着冰皇殿的威严与愤怒。天高皇帝远，你娘是冰皇又如何？哈哈，你以为我们会怕冰皇？有种你让他灭了我们天道圣宗，还有我们药王谷、魔幻门。众多大汉纷纷报出自己的宗门，语气中充满了挑衅与张狂，仿佛冰皇的威名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笑话。那银邪兽猴更是得意忘形地笑道：我们那么多宗门，难道还害怕冰皇一个人吗？冰丝丝强忍着怒火，冷冷地说道：哼，你们真是愚昧无知，化神的强大不是人多就抵抗得了的。那又如何？你今天要么从了我们，要么死。兽猴恶狠狠地威胁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狰狞。你们找死，我宁死也不会从你们这群阿杂之徒。冰丝丝攥紧拳头，恶狠狠地瞪着那兽猴，眼中的愤怒与厌恶几乎要喷薄而出。自己的母亲可是威震天下的化神冰皇，平日里哪个人见了不磕头跪拜，恭敬有加？而眼前这些不知死活的家伙，竟然如此肆无忌惮地欺辱冰皇女儿的他。直到这一刻，冰丝丝才深刻地意识到，离开了母亲的庇护，自己在这残酷的世界里真的什么都不是。他暗暗发誓，唯有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才能让众生对他臣服。别废话，上，尽快杀了他！那领头的蒙面人一声令下，声音冰冷而决绝。顿时，其中10几位蒙面魁梧大汉一起出手，飞刀闪烁着寒光，飞剑带着凌厉的剑气，钩索如毒蛇般蜿蜒袭来，火球裹挟着炽热的高温，铺天盖地地向冰丝丝杀去。那场面如同末日降临，让人胆战心惊。双马尾洛丽塔打扮的冰丝丝，那张精致的小脸蛋上眉头紧紧皱起，看着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来的凌厉攻击，眼底露出一抹凶狠的神色。原本精致可爱的脸蛋，此刻因愤怒露出疯狂之色。他仰天大笑道：哈哈，既然你们想杀我，那你们都去死吧！笑声中充满了绝望与决绝。冰丝丝紧咬银牙，眼中透露出狠厉与决然。他高高举起自己的小手，猛地一掌拍在胸口，砰！一股磅礴的冰寒气息如汹涌的海浪般汹涌而出，以冰丝丝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开来。周围的空气瞬间被冻结，地面上迅速凝结出一层厚厚的冰层。冰丝丝挥手祭出冰封王座，那王座散发着幽蓝色的光芒，神秘而威严。他黑色长筒靴的双脚稳稳地踩在王座上，眼神中透露出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霸气。冰丝丝大喝一声，声音响彻云霄：我为女帝，当镇压世间一切敌！这一声怒吼，仿佛带着无尽的战意与决心，让在场的众人都为之一震。战意高昂的冰丝丝双手迅速结印，王座瞬间撑起一道淡蓝色透明护罩，将他牢牢罩住。紧接着，他又从储物袋中拿出一把精致的弓箭，那弓箭造型优美，弓身闪烁着淡蓝色的光芒，仿佛由寒冰凝聚而成。冰丝丝举剑、拉弓、凝箭、射箭，一气呵成。只见一道淡蓝色冰晶血箭矢瞬间射出，那箭矢如同蓝色流星般迅捷，
眨眼间便射穿了一个魁梧大汉的胸口。那大汉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便当场殒命，身体如断线的风筝般坠落。砰砰砰，10几位魁梧大汉的攻击如雨点般砸在冰封王座的蓝色护罩上，溅起一道道耀眼的光芒。护罩只是晃动了几下，并没有伤到冰丝丝分毫。冰丝丝没有丝毫停顿，继续搭弓射箭。他动作娴熟，每射出一箭，便有一个大汉倒下。一连7箭，箭箭毙命。一时间，惨叫声此起彼伏，鲜血在半空中飞溅。大家都不要怕，他只不过是燃烧气血，不要攻击，全力防守，等他气血耗尽，必死无疑。那领头的蒙面人见队友们开始生出惧意，急忙大声喊道，试图稳住军心。其他魁梧大汉听到头领的呼喊，纷纷回过神来，一个个全力防守，站在远处，不敢再轻易进攻。他们深知，此时冰丝丝虽然看似勇猛，但燃烧气血只是饮鸩止渴，坚持不了多久。冰丝丝接下来又射出几箭，但这些大汉已有防备，只是重伤了几个，并没有将他们杀死。他心中暗暗叹息一声，可惜自己仅仅是炼气9层，如果是炼气10层，必杀光他们。此刻的冰丝丝完全陷入了被动，额头上布满了豆大的汗珠。燃烧气血虽然暂时提升了实力，但也让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种方法不能持久。而他又陷入了逃又逃不掉，杀又杀不掉的困境，心中焦急万分，却又无计可施。噗！冰丝丝一口鲜血喷出，燃烧气血的反噬让他胸口剧痛难忍，气息也瞬间大跌，就连那蓝色护罩也晃动不止，变得薄了几分，仿佛随时都会破裂。冰丝丝强忍疼痛，用手擦干嘴角的鲜血，怒目圆睁，看着眼前20几位大汉，眼中的怒火仿佛要将他们吞噬，哈哈哈！他不行了，所有人立即出手。兽猴见状，兴奋地大叫起来，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双马尾的冰丝丝看着数十道攻击再次如潮水般涌来，心中涌起一阵绝望。他全力驾驭冰封王座闪避，试图躲开这些致命的攻击。轰轰轰！但还是有10几道攻击落在了护罩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噗噗！冰丝丝一连喷出几口血，整个人的气息变得极其萎靡，身体摇摇欲坠。咔嚓！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蓝色护罩终于不堪重负，破裂开来。冰丝丝捂着胸口，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无助与凄凉。哈哈，他是我的了，我先玩一玩。那兽猴眼中满是残忍的目光，如同饿狼扑食般急速向冰丝丝飞去，脸上的表情扭曲而疯狂。其他10几位魁梧大汉亦是当仁不让，纷纷施展身法，急速向冰丝丝冲去。那急切的模样，仿佛生怕晚一步就抢不到这猎物。那黑衣头领见此一幕，并没有阻止，在他看来，冰丝丝已经是强弩之末，必死无疑。冰丝丝抬头看见那兽猴淫邪的目光，顿时怒意冲天，心中涌起一股决绝。我死不死无所谓，你必须死！冰丝丝咬着牙，一口吞下一颗燃血丹。轰！一股强大的血色灵气陡然涌出，如同火山爆发般汹涌澎湃。冰丝丝趁着这股力量，急速搭弓射箭，一道血箭如闪电般射向兽猴。哈哈，想杀我？等玩死你，你的尸体我一样可以接着玩。哈哈哈！一道淫笑声传来，正是那兽猴。此时癫狂的他，腹部被血箭射穿了一个大洞，嘴里不断的流血，面目狰狞的如同恶鬼。冰丝丝非常痛恨那兽猴，竟然没有杀死他。深吸一口气，收了弓箭，掐诀的施法，浑身被一道血红气血包裹。快出手，他要逃！那黑衣人头领立马看出来，冰丝丝要施展秘术逃走。还没等众人反应，冰丝丝化作一道红线，瞬间消失在天边。快追！冰丝丝施展血遁秘术逃走后，身体已经到了极限，气息萎靡。忽然看见前方一艘飞船路过，船内被屏蔽，根本不知道里面是谁，只能赌一把，飞船上的人能救他。冰丝丝刚落到甲板上，就扑通一声趴在甲板上。飞船内，一边驾驶飞船，一边和叶鼎互动的上官彩蝶，立马把外面的事说给叶鼎听。什么？冰丝丝？叶鼎大惊，急忙停下，披着衣服向外走去。丝丝！叶鼎看见双马尾的冰丝丝躺在甲板上，赶紧上前把她抱进怀里，心疼不已。双马尾冰丝丝听到这熟悉的声音，瞬间泪目，眼泪如决堤的洪水般滑一下就流了出来。叶鼎哥哥！被叶鼎抱着的冰丝丝激动地呼喊着。此刻的他就像一个被欺负的小孩子，忽然看见了自家大人，瞬间有了依靠，心中委屈至极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夺眶而出，接着便哇哇大哭起来，仿佛要将这段时间所受的天大委屈都宣泄出来。此时的冰丝丝安全感十足，内心既激动又委屈又幸福，无比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叮！
冰丝丝好感度加10，叮，冰丝丝好感度加10，叮，冰丝丝好感度加10，当前好感度72。冰丝丝转身，双手紧紧抱着叶鼎的脖子，如同八爪鱼一般紧紧缠住叶鼎，生怕他会突然消失。他泪眼模糊地看着叶鼎那帅气的脸庞，心中得爱一如潮水般涌动，情难自已，主动而又热烈地深深吻在叶鼎的嘴唇上。忽然，冰丝丝深情一愣，想到后面还有追兵，绝不能让叶鼎哥哥有危险。他虽然很想和叶鼎亲热，但现在不是时候。他紧咬嘴唇，咧着嘴，用小手迅速擦干眼泪，努力抑制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叶鼎哥哥，我们快走，后面有追兵，他们想要杀我。叶鼎温柔地帮冰丝丝擦了擦心流出的眼泪，温柔说道：丝丝，别怕，有我在，谁也伤不了你。冰丝丝听了叶鼎如此霸气的话，心里幸福无比，眼泪滑又流出来了，重重点头道：我相信哥哥。不久后，蒙面黑衣人头领带着一群人围住飞船，冰丝丝指着黑衣人对叶鼎说道：叶鼎哥哥，就是他们想要杀我，既然如此，我就杀了他们。冰丝丝听了，心中感动，直接毫无顾忌地亲吻叶鼎。黑衣人头领看着一个男子抱着冰丝丝，又听到那男子的话，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眉头紧紧皱成了一个川字。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原本胜券在握的局面竟然功亏一篑，心中不禁暗自叹息一声。在出任务之前，那位被尊称为最圣洁、最神圣、最高贵且最年轻漂亮的巫女大人，就曾经郑重地说过，拥有大气运者自有神助，想要杀他们绝非易事。当时他还满心不屑，根本不信，可如今现实却狠狠地打了他的脸。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差那么一点点，仅仅1-2个呼吸的时间，一切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知道如此，他就该亲自动手，毫不犹豫地杀了冰丝丝，真是悔不当初啊。不对，他刚才喊什么？叶鼎？难道是那个登上99层登天塔的叶鼎？黑衣头领心中一凛，瞬间想起巫女大人的命令，要么杀了此人，要么活捉拷问那个秘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既然如此，那就一不做二不休，把这2人一起杀了所有人，全力攻击，这3人都是我们的目标。黑衣头领恶狠狠地命令道。20几位魁梧大汉听到头领的命令，立即再次全力攻击。特别是那瘦猴，看到叶鼎和冰丝丝如此亲密的亲吻，心中怒意如同火山般爆发。他双眼通红，充满了嫉妒与怨恨，直接祭出自己的最强手段，一柄巨大的锤子凭空出现，闪耀着诡异的光芒，带着千钧之力向飞船上3人狠狠砸去。叶鼎撑起防护罩，把3人与飞船一起罩住。轰轰轰，攻击打在灵气罩上，如狂风暴雨般。叶鼎感受到灵气罩承受的巨大压力，轻轻推了一下死死抱住亲吻他的冰丝丝，却发现根本推不开，无奈之下只能传音道：丝丝，好了，等会再亲，有点咸，我都分不清是你眼泪还是鼻涕了。冰丝丝微微喘了口气，娇嗔地说道：不要，是眼泪。叶鼎看着怀里虚弱的双马尾冰丝丝，眼中闪过一丝狠厉，语气中满是愤怒与心疼。好了，我这就杀了他们，给你出气。双马尾冰丝丝听到如此温柔霸气的话，小心肝不受控制的扑通扑通直跳。他毫不犹豫的点点头，不再担心叶鼎哥哥是否打得过这些敌人。在他眼里，叶鼎哥哥就如同那屹立不倒的巍峨高山，是无敌的存在，只要有他在，一切困难都能迎刃而解。叶鼎说完，用左手稳稳地抱着冰丝丝，动作轻柔，生怕弄疼了他。他一边仔细地给他检查伤势，一边施展青木化灵术。那青木化灵术施展起来，只见丝丝缕缕的绿色光芒从叶鼎掌心溢出，如灵动的精灵般钻进冰丝丝的身体，为他治愈伤势。他对着冰丝丝轻声说道：抱紧我。声音虽轻，却透着一股让人安心的力量。接着叶鼎缓缓起身，目光如冰冷的利刃，审视着那25位蒙面魁梧大汉以及那个猥琐的瘦猴。他的眼神中没有丝毫畏惧，反而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霸气与蔑视，仿佛眼前的众人不过是一群蝼蚁。26个人，26秒，足矣。叶鼎的声音不大，却如同洪钟般在空气中震荡，传入每个人的耳中。这简单的一句话，却如同宣判了众人的死刑。面对众人疯狂的攻击，叶鼎根本不放在心上，那些攻击在他眼中就如同孩童的玩闹。只见他双脚猛地一用力，一道耀眼的白光闪过，如同瞬移一般，瞬间出现在一位蒙面魁梧大汉面前。那大汉甚至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叶鼎的拳头便如同一颗炮弹，重重地击中了他的头。砰！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那魁梧大汉的头颅如同熟透的西瓜一样，瞬间爆炸开来，红白之物溅得到处都是。
那人的头颅虽已消失，但身体却还保持着之前掐绝技出盾牌防御的姿势，只是已然没了生机。紧接着，白光再次一闪，叶鼎又出现在另一个人身前。同样的场景再次上演，又是一颗头颅如西瓜般炸裂，那人同样来不及做出任何反抗，便已命丧黄泉。叶鼎杀人如同三体水滴撞战舰一样，那简直就是一场屠杀。其他人见了这一幕，仿佛见到了世间最恐怖的恶魔，一个个惊恐的脸色惨白如纸，他们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着，一边给自己套上各种护盾，试图寻求一丝安全感，一边拼了命地急速远离叶鼎，仿佛离得越远越好。在他们眼中，叶鼎已然不是人，而是一个无法战胜的恐怖存在，完全抵抗不了。大家不要慌，我们一起结阵抵抗。那头领黑衣男子在远处声嘶力竭地指挥着，试图稳住众人慌乱的阵脚。听到他的呼喊，10个蒙面魁梧大汉立即相互配合，迅速接出一个防御阵法。只见他们手中法诀连连变动，一道道光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散发着微光的防御罩，将他们笼罩其中。砰！叶鼎根本没有丝毫犹豫，白光瞬间如利剑般冲向阵法。只听一声巨响，那看似坚固的阵法在叶鼎的攻击下，如同脆弱的玻璃一般，瞬间被击溃。叶鼎顺势一拳又打爆了一颗西瓜，那魁梧大汉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便已倒地身亡。所有看到这一切的人嘴里不约而同的大喊：怪物！怪物！他们的声音中充满了恐惧与绝望，仿佛世界末日来临。一个个发了疯似的拼命逃跑，有的施展秘法不惜吐血来换取极钝的速度，有的祭出符箓，借助符箓的力量提升自己的速度，还有的甚至燃烧气血，只为能尽快逃离这个可怕的怪物。一时间，众人四处逃窜，乱成一团，就连那黑衣头领亦是胆战心惊，转身急速逃遁，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叶鼎哥哥，那个兽猴给我活捉，我要亲手活剐了他！冰丝丝指着正在逃遁的一个瘦子，咬牙切齿地说道，眼中燃烧着熊熊的仇恨之火。好！叶鼎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那兽猴本就受伤不轻，此刻见到叶鼎如此强大，早就吓得惊慌失措，六神无主。眼看那道白光如死神的镰刀般向他飞来，他吓得双腿一软，直接从飞剑上掉了下去。咔啦咔啦，一道长长的黑色锁链凭空出现，如同一条灵动的黑色巨蟒，直接精准地绑住那兽猴，瞬间封禁了他的修为，让他动弹不得。这一功法是柯大善人提供的捆缚术，经过系统升级后已然成为天阶附龙锁链，威力惊人。叶鼎扯着锁链的一头，另一头拉着兽猴，就像放风筝一样不断旋转。兽猴在半空中被甩得晕头转向，嘴里发出凄惨的叫声。叶鼎接着向下一个人杀去，每一道闪光过后，便是一个人头落地，片刻之间就已经有10几个魁梧大汉命丧黄泉。叶鼎又来到一个魁梧大汉面前，那魁梧大汉眼见叶鼎就要追上他，吓得脸色惨白，急忙在空中跪下，对着叶鼎磕头如捣蒜，嘴里不停地求饶：求求你不要杀我，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再也不做坏事了，我尚有80。砰！叶鼎根本没有听他的废话，直接一拳挥出，那大汉的头颅瞬间爆裂，如同西瓜碎了一地。叶鼎冷哼一声：杀你，与你何干？声音冰冷的如同来自九幽地狱，不带一丝感情。接着他继续向下一个人追去。双马尾冰丝丝紧紧抱着叶鼎，见到这一幕，又听到叶鼎那霸气绝伦、蔑视众生的话，顿时双眼冒星星。他心中感慨，这才是强者该有的姿态。他暗暗发誓，自己身为未来女帝，以后也要如此霸气。同时他心中也充满了骄傲，我的男人就是厉害。冰丝丝好，敢度+2。砰！就在叶鼎又打爆了一个西瓜时，远处的上官彩蝶驾驶着飞船向叶鼎大声喊道：叶鼎，留几个活口，问出幕后主使。上官彩蝶目睹了叶鼎战斗的全过程，心中不禁震惊无比。他深知叶鼎强大，却没想到竟强大到如此地步。看着叶鼎在战场上如入无人之境，肆意收割着敌人的生命，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做他的女人也许是自己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叶鼎一听，觉得上官彩蝶说的有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若是不找出幕后主使，以后恐怕还会有麻烦。叶鼎一眼望去，还剩下8个人，他身形一闪，直接一道白光追上一人，挥手间锁链如灵蛇般飞出，捆住一人，接着又如法炮制，放起了2个风筝。接下来的事情根本没有任何悬念，没多久9个风筝在他身后乱飞乱撞，发出凄惨的叫声。叶鼎带着9个俘虏飞到飞船上，把他们往甲板上一扔，对着上官彩蝶说道：蝶儿，你去审问一下，我去帮冰丝丝治疗一下伤势。对了，那个兽猴先不要弄死。
好。上官彩蝶点点头。冰丝丝看见又一个大胸大屁股、极其漂亮的美女，而且叶鼎哥哥还叫得那么亲密，顿时小嘴一撅，心里涌出一股酸意，差点把他呛到。他暗暗想着，这个女人是谁？和叶鼎哥哥是什么关系？上官彩蝶见叶鼎进入船舱后，带着9人去了地面。他脸色平静，嘴角却露出一抹微笑。叶鼎抱着冰丝丝进入船舱后，立刻在浴桶里灌满了灵液。那灵液散发着柔和的光芒，透着一股浓郁的灵气，仿佛能治愈一切伤痛。丝丝，给你准备好了，快洗澡，洗好我给你疗伤。叶鼎轻声说道，眼神中满是关切。叶鼎哥哥，我手臂受伤，腿也受伤，疼得厉害，我动不了了。冰丝丝可怜巴巴地说道，声音带着一丝撒娇的意味。那怎么办？叶鼎哥哥，你看着办呗。双马尾冰丝丝精致可爱的脸蛋微红，小嘴朝着浴桶撅了撅，那模样可爱至极。叶鼎瞬间会意，嘴角一笑。丁，冰丝丝好，感度+2。许久之后，叶鼎抱着裹着白色毛茸茸浴巾的冰丝丝走进卧室。丁，恭喜宿主冰丝丝好感度达到80，是否绑定修为反馈？绑定。叶鼎毫不犹豫地说道，眼中闪过一丝期待。丁，冰丝丝修为提升炼气11层，修为反馈是否接收？系统以前不是直接反馈吗？叶鼎心中有些疑惑，不禁问道。宿主，反馈修为后，你将进入筑基期，会被传送秘境之外，是否现在进行接收？直接进入筑基期，那么好，不用筑基丹。丁，不用。叶鼎没有想到，竟然是这样的。不接受，等以后再接收。叶鼎直接做出了决定。翌日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轻柔地洒在房间里。双马尾冰丝丝像只慵懒的小猫般躺在床上，脸上还带着满足的笑容。叶鼎看着她这可爱的模样，忍不住伸手轻轻抚摸着冰丝丝的头，又宠溺地捋了捋她的双马尾。咔嚓咔嚓。就在这时，睡着的冰丝丝身体忽然散发出一股彻骨的冰寒之气，这股寒气迅速蔓延，整个床铺开始结冰，房间内的温度也急剧下降，眨眼间就仿佛变成了一个冰窖。叶鼎对此已是见怪不怪，他心里明白，肯定是冰丝丝的宝体进阶了。他轻轻摸了摸冰丝丝那精致可爱的脸蛋，温柔地说道：丝丝，醒醒醒醒，太阳晒屁股了。叶鼎继续轻声呼唤着。别闹，叶鼎哥哥，你再让我睡一会。冰丝丝嘟囔着，还沉浸在美梦中不愿醒来。再睡，你就把你叶鼎哥哥冻成冰棍了。叶鼎故意吓唬他。啊！冰丝丝这才猛地惊醒，一下子坐了起来。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环顾四周，只见满卧室都覆盖着厚厚的冰霜，就连叶鼎哥哥身上也结了一层冰霜，宛如一座冰雕。咦！冰丝丝惊讶地轻呼一声，随即又察觉到自身的异样。叶鼎哥哥，我不是在做梦吧？我身上的伤怎么恢复了？他难以置信地感受着丹田处充盈的灵力，而且我竟然突破炼气11层了。冰丝丝又细细感知了一番自己的身体，惊喜地发现，我的玄冰宝体竟然也进阶了。这怎么可能？他瞪大了眼睛，脸上满是震惊与难以置信的表情。叶鼎轻轻拍了冰丝丝一下。疼不疼？叶鼎笑着问道。疼，这竟然是真的。冰丝丝揉了揉屁股，确定这不是梦境。叶鼎哥哥，这都是你做的吗？冰丝丝一脸崇拜地看着叶鼎。当然是我做的，昨晚你睡着后，又是帮你恢复伤势，又是帮你冲丹田灵气，真是累死我了。而你睡得跟小猪仔似的，怎么叫都叫不醒。叶鼎抱怨道。哼，我不是猪。叶鼎哥哥，我之前和那些蒙面人战斗3天，又受伤又耗尽灵力，我身子骨弱，身体本来就撑不住，睡着很正常啊。冰丝丝娇嗔地说道，不满叶鼎把他比作小猪。阳光明媚，微风和煦，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青草的清新气息。飞船外面，一身淡粉色洛丽塔的双马尾冰丝丝亲昵地抱着叶鼎的手臂，两人一同来到地面上。刚一落地，眼前的场景就吓了他们两人一跳。只见地上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残肢断臂，血肉模糊，仿佛经历了一场惨烈的屠杀。那9个俘虏已经有8人身体几乎只剩下白骨，死状极为凄惨。除了被吓得瘫倒在地的兽猴，只有一个浑身血骨嶙峋的人还在苟延残喘，但也仅仅是奄奄一息，生命迹象极其微弱。抱着叶鼎手臂的冰丝丝看到眼前这残忍血腥的一幕，顿时面露难色。他连忙转身俯身，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胸脯，一阵恶心感涌上心头，差点就要吐了出来。叶鼎顺着方向向上官彩蝶看去，只见他正一脸平静地在不远处打坐休息，仿佛对周围这血腥的场景毫不在意。上官彩蝶似乎感应到叶鼎来了，缓缓睁开双眼，这才起身，迈着轻盈的步伐走了过来。叶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笑容，
直接一个闪身来到上官彩蝶面前。他伸手轻轻抱住上官彩蝶的柳腰，在她脸颊上亲了一下，说道：“蝶儿，辛苦你了。”本来一脸平静的上官彩蝶被叶鼎当着冰丝丝的面如此亲密的举动，顿时感觉有些害羞，脸上悄然浮现出一丝红润。她微微低下头，轻声说道：“没事，我也只是练练手而已。”叶鼎心中不禁一凛，怎么也没有想到，平日里看起来一脸平静、人畜无害的美女，手段竟然如此狠辣。他暗暗决定，以后一定要对她更加温柔一点。审讯的怎么样？这些人都是臭名昭著的恶徒，被某个组织重金收买来进行这一场刺杀。至于是谁想要杀冰丝丝，他们确实不知道，只是单纯拿钱办事。唯一知道幕后主使之人就是这个还活着的头领，但我不管用什么手段，他抵死不说。上官彩蝶看向那奄奄一息的头领，眼中闪过一丝无奈。叶鼎眉头微微皱起，看向那四肢尽是白骨、奄奄一息的头领，说道：“没问出来，很正常，毕竟这不是小事。虽然我没问出来，但也可以猜到一些。你说说看。”叶鼎一脸期待地看着他，他们应该是北域派来刺杀冰丝丝的。上官彩蝶神色凝重地说道：“北域。”叶鼎心中一怔，对这个地方略有耳闻，但并不十分了解。是，北域我们称他们为魔域，那里环境恶劣，资源与灵气都极为稀少。在那种地方，想要变得强大，只能通过与人不断厮杀，所以那里的修士大多都是魔修。他们一直觊觎资源丰富的南域，想要入侵。如今只要冰丝丝死了，整个南域都会因为冰皇的愤怒而被屠戮一遍。到时候南域必然大乱，北域就可以趁虚而入，轻松入侵南域。上官彩蝶分析道。叶鼎心中疑惑问道：“这么简单的计谋，冰皇难道看不出？北域就不怕事情暴露？这是北域找亡命徒，冒充南域各大派弟子，嫁祸给南域，即使南域没做，也说不清。北域高端战力面对化神修士有一些保命的手段，想找到并杀死他们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他们根本不会顾及宗门家族的死活。即使冰皇发现是北域阴谋，进入北域屠戮一番，高端战力是可以保存下来的，但南域就不好说了。冰丝丝的死，南域肯定会背锅，毕竟人死在南域，即使不是你杀的，你也有责任。冰皇可不管你有理没理，人家女儿都死了，愤怒的他还给你讲理吗？而且此计还能离间冰皇与南域的关系，即使以后北域入侵南域，冰皇也不会管。总的来说，这是一场对北域有利的阳谋。上官彩蝶条理清晰地分析着，每一个字都如同重锤敲在叶鼎和冰丝丝的心上。叶鼎点了点头，心中暗自庆幸收了智慧 S 级的上官彩蝶果然是大赚。他不仅实力出众，这分析局势的能力更是让人惊叹。缓过恶心的冰丝丝听到上官彩蝶如此透彻的分析，震惊得合不拢嘴。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竟然成了别人棋盘上引发大战的关键棋子。北域之人的手段如此阴险，当真可恶至极。冰丝丝暗暗发誓，等自己日后成了女帝，必定要踏平北域，让这些心怀不轨之人付出惨痛的代价。上官姐姐，你真厉害！冰丝丝由衷的赞叹。原本傲娇的她根本没把上官彩蝶放在眼里，然而看到她如此狠辣的手段以及过人的智慧，心中不禁有些忌惮，怕自己斗不过，不得不收起跟她争宠的小心思。丝丝妹妹，你不是想活剐了这个兽猴吗？来，姐姐教你如何活剐他，还不让他轻易死去。上官彩蝶一脸平静地说完，就自然地拉起冰丝丝的手，仿佛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朝着那兽猴走去。双马尾冰丝丝被上官彩蝶一脸平静的模样注视着，莫名的感觉一股寒意从心底升起，总觉得他那天使般的容颜下隐藏着一副狰狞恐怖的魔鬼面孔。那兽猴看见上官彩蝶朝自己走来，顿时吓得浑身如筛糠般颤抖起来。昨天上官彩蝶审讯其他人时那血腥残忍的画面还历历在目，他宁愿立刻死去，也不想再遭受那样的酷刑。不要过来！兽猴惊恐地尖叫着，声音中充满了绝望与恐惧。求求你们，只要你们放过我，我就说出幕后主使。兽猴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声嘶力竭地喊道：“哦，你竟然知道！”叶鼎微微挑眉，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我知道，我还知道幕后主使是谁，他就在秘境之中。兽猴急忙大喊，生怕晚一秒就会被上官彩蝶折磨。哗啦一声，不远处那唯一活着的血肉骷髅不知哪来的力气，从一块石头上滚落下来，在地上拼命艰难地朝着兽猴爬去。尽管他浑身凄惨无比，却依旧试图阻止兽猴说出秘密。那你说说看，只要有用，我可以考虑放你一马。叶鼎开口问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审视。叶鼎哥哥，
你怎么能放了他？哼！双马尾冰丝丝听到叶鼎如此说，顿时冷哼一声，小嘴高高撅起，双手抱胸，气鼓鼓地转过身去，用行动告诉叶鼎，他现在很不开心。你必须发誓，只要我全部说出来，你就放了我。瘦猴似乎还心有疑虑，小心翼翼地观察叶鼎神情。叶鼎微微皱眉，略作思考。行，我发誓，只要你全盘托出，我就放了你。那瘦猴见叶鼎发誓，这才战战兢兢地把知道的事情说出来。你们猜得不错，确实是北域之人让我们杀冰丝丝，那个幕后主使就是北域的最神圣最纯洁的巫女大人。他正在向那个方向1天路程的地方，好像是在取宝。说完，瘦猴紧张地看着叶鼎，眼中满是期盼。我该说的都说了，你答应要放过我。瘦猴急切地看着几人。好，我放过你了。叶鼎说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瘦猴大喜过望，怎么也没有想到叶鼎竟然真的答应放过自己了，可是没有给他解开锁链啊。瘦猴看向2位美女，眼神中带着一丝讨好。2位，既然他已经说过放过我了，你们是不是该给我解开锁链？上官彩蝶拉了拉还在生气的冰丝丝。丝丝，你还等什么？该咱们动手了。动手？叶鼎哥哥不是说放过他了吗？冰丝丝一脸疑惑，眼中满是不解。你叶鼎哥哥他说放过了，但咱们并没有说放过他吧？上官彩蝶狡黠的一笑。冰丝丝转过身来，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的眨了眨，看着上官彩蝶，满脸惊愕。这也行？妹妹，你错怪你的叶鼎哥哥了。上官彩蝶嘴角微笑，拉着冰丝丝。冰丝丝顿时心里有些郁闷，为什么自己就看不出来其中的门道呢？哦，那等会我去给他道歉。冰丝丝有些不好意思，便摇着上官彩蝶的手，祈求道：姐姐，你也要帮我说几句好话，好不好？行，我就说你是为了配合他才假装生气的。上官彩蝶笑着答应。冰丝丝顿时笑容满面，开心地说道：姐姐你真好，你们都是恶魔。那瘦猴听了他们的对话，气得七窍生烟，又被吓得魂飞魄散，瘫倒在地上。此时飞船按照瘦猴所指的方向飞行着，叶鼎坐在飞船的控制室里，心中充满了好奇与愤怒。他倒要看看这个所谓最神圣最圣洁的巫女大人究竟是怎样一副圣洁模样。心中冷哼一声，暗自说道：哼，既然算计我的丝丝，必将把你干死，替丝丝报仇。双马尾冰丝丝撅着小嘴，一进入叶鼎的房间，如同一团粉色的云彩，直接轻盈地扑向躺在躺椅上的叶鼎怀里。浑身散发着淡淡蔷薇花香气的冰丝丝伸出纤细的手臂，搂着叶鼎的脖子，娇声撒娇道：叶鼎哥哥，刚才我是假装生气，配合你的，你不要生气啊。上官彩蝶也在一旁帮着说话。叶鼎，丝丝确实是这样想的，他配合得很好。丝丝，我本来就没有生气，是你们多想了，我离开是给你们留下发挥的空间。叶鼎笑着解释。冰丝丝听了，脸色瞬间露出非常开心的笑容，兴奋的左右摇摆身子，头上的双马尾也跟着欢快的晃动起来。他嘟着小嘴，简单的回了一个哦。上官彩蝶见两人如此亲密，很是知趣的转身离开了卧室，轻轻带上了房门。双马尾冰丝丝见到上官彩蝶离开，顿时大胆起来，伸出纤纤玉手，悄悄地扯着叶鼎的腰带。叶鼎看着撅着小嘴，一脸娇羞的冰丝丝，问道：丝丝，你这是干什么？双马尾粉色洛丽塔的冰丝丝脸不红心不跳，撅着粉色小嘴趴在叶鼎耳边，用傲娇的语气说道：叶鼎哥哥，我想丰胸提臀。叶鼎哥哥，你看我这真的大了一点哎。冰丝丝一脸惊喜，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迫不及待地向叶鼎展示自己的成果。叶鼎饶有兴致地看着他，故意逗趣问道：你怎么看出来大了一点？你看我用尺子量，真的大了一点呢。冰丝丝拿起尺子比划给叶鼎看，模样可爱至极。叶鼎笑着摸了摸他的头，宠溺地说着：看吧，丝丝，你以后要多努力才有效果。我会努力的。冰丝丝坚定地点点头。咚咚咚，敲门声在安静的房间里响起。蝶儿，进来吧，都是自己人。叶鼎出声说道。听见这句话的冰丝丝像是受惊的小兔子一般，惊慌失措的一下子钻进被窝里，动作敏捷的让人忍俊不禁。这时上官彩蝶轻轻推开门，迈着优雅的步伐走进卧室，神色平静地说道：叶鼎，前面快到地方了，我怕打草惊蛇，就先停下来了。冰丝丝用被子紧紧裹着身子，只露着一颗顶着双马尾的脑袋，好奇地问道：我们不直接杀过去吗？就知道打打杀杀。叶鼎轻轻宠溺地摸了摸冰丝丝的脑袋：我先前过去看看，如果真有宝贝，先让他们打头阵，我也好伺机谋利。也好。叶鼎，
正好我这有一秘宝，可以躲过神识探查。上官彩蝶说着，从储物袋中拿出一件半透明黑纱，黑纱质的轻盈，在空气中微微飘动，散发着神秘的光泽。上官彩蝶继续详细介绍，还可以隐形，只要离得不是太近，很难发现。真的？冰丝丝一下子来了兴致，她早已在被窝里穿好一件白丝睡衣长裙，像个好奇宝宝一样，迫不及待地从被窝里钻出来，一把拿过那无影纱，把自己罩住。叶鼎见状，运转神识仔细探查，果真感觉不到冰丝丝的气息，用眼睛看去，就仿佛冰丝丝瞬间消失了一样，不禁感叹这宝物当真神奇。叶鼎心中暗自吐槽，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隐身衣吗？竟然还真有这样的宝物，脑海中不自觉闪过一些念头。有了这隐身衣，以后岂不是想偷看谁洗澡就偷看谁洗澡？但很快他就回过神来，暗自唾弃自己，切，我真是没出息，要看我就正大光明的看。叶鼎由衷赞叹一句，蝶儿，这真是一件宝物啊。也没什么，这也只能应付炼气修士，筑基修士一眼就能看破。叶鼎微微皱眉，如果是这样，那这件宝物对他还真有点鸡肋。上官姐姐，这件无影纱你能不能送给我啊？冰丝丝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一脸期待地看着上官彩蝶。丝丝妹妹，你喜欢就送给你了。上官彩蝶微笑着说道，眼神中满是宠溺。谢谢姐姐。冰丝丝一脸笑容，像只欢快的小鸟般跑到上官彩蝶面前，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这一抱让上官彩蝶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对冰丝丝的姐妹感情也加深了许多。上官姐姐，这是我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就送给你当谢礼了。说着，冰丝丝拿起一个风属性精致项链递给上官彩蝶。项链造型精美，链坠是一颗散发着淡蓝色光芒的宝石，周围镶嵌着细碎的水晶，在光线下闪烁着迷人的光彩。上官彩蝶连忙摆手拒绝，丝丝，不用，是我送给你的，不用回礼。上官姐姐，你就拿着吧。冰丝丝拉着上官彩蝶的手撒娇。蝶儿，既然是丝丝送的，你就拿着吧。叶鼎也开口说道，他知道冰丝丝的心思。昨天他问了自己有几个红颜知己，当得知有好几个时，小嘴撅得能挂秤砣，心里酸涩的他本来预计2个时辰的事，非得折腾到4个时辰。今天对上官彩蝶如此热情，也是想拉一个好姐妹，省得自己被孤立被冷落。这小妮子人不大，心里的小九九倒不少。丝丝，借你的隐身衣用一下，我去前面看看什么情况。叶鼎哥哥，我也要去。你去干嘛？叶鼎看着冰丝丝有些无奈。冰丝丝掐着腰，愤愤不平地说道，我当然要看一下我的仇人是谁，竟然想杀我，哼，我要让他知道我的厉害。这隐身衣看着不大，容不下2个人吧。叶鼎哥哥，可以的，我身体小，你贴紧抱着我就行。冰丝丝自信满满的比划着，来，咱们试试。冰丝丝话音刚落，双马尾的她穿着白丝睡衣，就像一只轻盈的蝴蝶般直接飞进叶鼎怀里，然后迅速用隐身衣罩下。叶鼎紧紧抱着冰丝丝，转头向上官彩蝶问道，蝶儿，能看出来吗？看不出，如果没有太大动作是可以的。上官彩蝶仔细观察后摇了摇头，叶鼎哥哥，咱们快去吧。冰丝丝拉着叶鼎的手，急切的样子。好吧，既然你想去，到时候一切都要听我的话，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叶鼎无奈的说道，心中却又觉得冰丝丝这般模样甚是可爱。行。冰丝丝乖巧的点点头。上官彩蝶看着叶鼎与冰丝丝离开的背影，心中不禁叹息一声，也不知道那个曾经对男人避如蛇蝎，从不碰男人的自己，当初脑子是怎么想的。以前男人对他来说就是累赘，可现在叶鼎在他心中就是上天赐给他最宝贵的礼物。他暗暗想着，缥缈宫那些陈规旧矩都是错的，从此以后叶鼎就是我的规矩。丁，上官彩蝶好，感度+2。许久之后，叶鼎和冰丝丝便来到一处宗门遗址的上空，极目望去，只见3座山峰上一片衰败之象，房屋大多倒塌，只剩下断壁残垣，洞府中空空荡荡，一片死寂。那写有天眼宗3个大字的牌匾斜躺在地上，满是灰尘与斑驳的痕迹，仿佛在默默诉说着曾经的宗门荣耀，只是如今却已风光不再。2人敏锐地感应到下方有不少人走动的迹象，于是他们放慢速度，缓缓降落在一座山峰山腰的巨石上。这个位置绝佳，正好能将下面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双马尾冰丝丝一落地，便双腿发软，一屁股蹲坐在石头上。他那瘦弱细白的双腿微微打颤，撅着小嘴，用幽怨的眼神看着他的叶鼎哥哥。怎么啦？丝丝。叶鼎一边关切地询问，一边注视着下面的情形，通过传音与冰丝丝交流，叶鼎哥哥，我没事，就是有点累。冰丝丝传音道，
同时心里也不禁泛起一丝懊恼，觉得自己身子骨太弱，和上官姐姐比较，总觉得在某些方面比不过她。哦，那正好，你先会，咱们看看他们在干什么。叶鼎一边温柔说着，一边轻轻抚摸着冰丝丝的头发。好。冰丝丝乖巧的点点头，靠在叶鼎怀里，一同看向山脚下。山脚下，20-30个黑衣人正忙得热火朝天，其中一人站在一旁指挥，众人则围着一个阵法，一边猛烈攻击，一边有2个阵法师手持阵旗，专心致志地试图破阵。从宗门布局来推断，那阵法覆盖的地方极有可能是一处灵田。如果真是灵田，而且里面还有珍贵灵药的话，那无疑将是一个巨大的收获。叶鼎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阵法，发现竟然是雾土天罡阵，这可是5阶上古阵法，主要以防御为主。原本凭借这2位阵法师的能力，想要破开此阵绝非易事。然而这个阵法不知经过了多少年的运转，其阵法强度已经下降了不知多少倍。但即便如此，想要成功破开也是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就在这时，从不远处缓缓飞来一位全身覆盖黑纱的女子，那黑纱紧紧贴着她的身体，将她完美的娇躯曲线展现得淋漓尽致，胸脯高挺，一对大翼，惹人注目。叶鼎还是头一次见那么大个的，柳腰纤细，2条长腿笔直修长。他头上盖着半透明黑纱，一直盖到胸脯位置，完全遮住了容颜，只露出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宛如夜空中闪烁的星辰，透着神秘而迷人的气息。他双手戴着镂空黑丝手套，手中正拿着一串白色骨质念珠，一边缓缓转动念珠，一边低声低语，声音轻柔，却又仿佛带着某种神秘的力量。在他的身后跟着2位丫鬟，同样头盖黑纱，其中一人手中拿着金色权杖，权杖上镶嵌着几颗璀璨的宝石，散发着微弱的光芒。另一人则捧着一个香炉，香炉中冒着淡淡的青烟，青烟袅袅升起，在空中弥漫开，带着一股奇异的香气。拜见巫女大人。10几位黑衣人一见到这位女子，立即飞到巫女大人面前，整齐而虔诚地跪下。巫女轻抬手臂，声音清脆婉转，如同山间清泉流淌。免礼，护统领，一领队还没联系上吗？回巫女大人，还没有联系上，我们已经派人去寻找了。那被称作护统领的黑衣人恭敬地回答道。这个阵法还要多久能破开？巫女微微皱眉，眼中闪过一丝急切。大概还需半天左右。护统领小心翼翼地回答。加快进度，我们还有其他事要做，不能耽搁太长时间。巫女的声音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是，巫女大人。护统领连忙应道，随后转身去督促众人加快破阵速度。姓名巫青兰，善身，年龄18，身高167，体重62，三围92、50、86，境界炼气12层，灵根极品水灵根，宝体琉璃宝体，水灵之体，好感度0，颅顶指数4颗星，美女评价容貌 SS， 身材 S 级，智慧 A 级。叶鼎看向那巫女信息，眼中满是疑惑。善身什么意思啊？双马尾冰丝丝看着那全身黑纱覆盖的巫女，见她身材如此曼妙，特别是胸前那傲人的双峰，顿时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嫉妒之情。他撅着小嘴，气得攥紧小粉拳，恶狠狠地盯着巫女，给叶鼎传音道：叶鼎哥哥，那个巫女就是想要杀我的幕后主使，哼，咱们现在下去抓她吧。先别急，抓肯定要抓的，现在先等他们破开阵法，我们再去抓。好，我听叶鼎哥哥的。双马尾冰丝丝歪着小脑袋，眼里满是叶鼎的身影。叶鼎哥哥，你快看，那里怎么有一个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就在双马尾冰丝丝气喘吁吁，小脸微红，正打算歇一歇的时候，他那灵动的双眼忽然瞪大，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身体瞬间紧绷，急忙看向下方，然后慌不迭地给叶鼎传音。叶鼎感受到冰丝丝身体的紧张，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也是不禁一愣。只见下方真的出现了一个与他长得毫无二致的男子，而且对方连衣服穿的都是和欢宗弟子服饰，这一幕实在太过诡异，让他满心纳闷。当下叶鼎赶紧动用系统打开那人的信息面板，竟然是董月姿。叶鼎心中一惊，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他。他变成我的样子想干嘛？此刻的董月姿幻化成叶鼎的模样，嘴角带着尚未干涸的血迹，显然是受了重伤。不仅如此，他的修为似乎也被禁锢了，身上还缠绕着锁链，行动极为不便。叶鼎哥哥，他是你兄弟吗？还是你双胞胎弟弟？冰丝丝满心疑惑，他实在想不明白为何会有一个和叶鼎长得如此相像的人出现。都不是，她是女人。女人。冰丝丝那双乌黑明亮的眼睛瞬间又瞪大了几分，她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
似乎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这怎么可能？他明明是男人啊！他叫董月姿，是董月武的妹妹，拥有变身的能力。哦，竟然还有这种能力！我要是有这能力多好！冰思思顿时双眼放光，眼中满是羡慕之色。她撅着小嘴，小声嘟囔着，心里想着，要是自己有这能力，还用得着费尽心思丰胸提臀吗？只要叶鼎哥哥喜欢什么样的美女，他就能变什么样的美女，每天换一个都换不完。如此一来，叶鼎哥哥肯定永远都不会腻，肯定会爱死自己了。冰思思越想越觉得羡慕嫉妒恨，忍不住握紧小粉拳，猛地捶在身旁的巨石上。叶鼎哥哥，那我们是不是要救他？冰思思抬头看向叶鼎，眼中带着询问。我们先看看吧。哦，冰思思乖巧地应了一声，继续和叶鼎一同关注着下方的动静。快走！一个黑衣人一脸凶相，猛地一拉手中的锁链，这突如其来的用力，直接让变成叶鼎模样的董月姿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地。董月姿稳住身形后，眼神冰冷地瞪着那黑衣人，眼中满是愤怒与不甘。曾经天眼宗后花园一处环境优美的池塘边，此时巫女巫青兰正坐在一把黑色王座上，悠然地欣赏着四周的美景。池塘里荷花盛开，荷叶田田，微风拂过，送来阵阵清香。那黑衣人拖着贾叶鼎来到巫女面前，一脸虔诚地跪下，恭敬说道：巫女大人，我们抓住一个合欢宗弟子，抓他之前，他自称叫叶鼎。巫女巫青兰身着黑色紧身衣连衣裙，那连衣裙完美地勾勒出她玲珑有致的娇躯，她头上戴着黑色头纱，恰到好处地遮住容颜，更添几分神秘。她翘着二郎腿，坐在那把黑色大气的王座上，周身散发着一种霸气侧漏的气质。在她身后静静站着两位同样头戴黑纱的侍女，神色恭敬。一听叶鼎两个字，巫青兰那隐藏在头纱后的黑眸顿时一亮，她缓缓抬头，目光落在董月姿所变的贾叶鼎身上，轻轻点了点头。叶鼎可是他们进入秘境的重要目标人物之一，若是能抓住他，那可是大功一件。巫青兰语气平淡，却又带着几分轻蔑。哦，你就是登上99登天塔的叶鼎？你是巫女北域之人？董月姿佯装出叶鼎的口吻反问道。巫青兰一字一句，语气中不自觉带上了一股威压。是我在问你。董月姿大声呵斥。哼，北域之人，人人得而诛之，竟敢出现在南域，真是找死不成？巫女巫青兰冷哼一声，轻轻抬起戴着黑色镂空手套的手，咔嚓！巫青兰身后拿权杖的侍女只是微微抬了一下手中的金色权杖，一道小型闪电瞬间从权杖顶端射出，精准地打在董月姿身上。啊！董月姿浑身猛地一僵，身体瞬间传出噼里啪啦的电流声响，她疼痛难忍，浑身不受控制地站立起来，忍不住发出痛苦的叫声。巫青兰语气低沉而阴狠，缓缓站起身来，以一种蔑视的眼神看着董月姿。既然你知道我是北域之人，还敢如此嚣张？我可是巫女，是世界上最狠毒的女人，我劝你乖乖听话，不然就不要怪我让你生不如死。董月姿皱了皱眉，对于北域之人，她确实听过不少骇人听闻的事，什么吃人、炼尸、血祭等等，残忍至极，但她生性倔强，冷哼一声，并未服软。巫青兰见状，摆了摆手，其他人会意，除了她身后的两位侍女，其余人都纷纷退下，离开了这片区域。我只想问一下，登天塔99层有什么？你如果说了，我可以考虑放你一马。巫青兰的声音在寂静的池塘边回荡，带着一丝诱惑。哦，想要知道，那你先把头纱摘了，让我看看你长得怎么样。难道巫女都是丑的不能见人吗？董月姿故意挑衅道。巫青兰眼中闪过一丝怒色，一抬手，咔嚓，又是一道闪电毫不留情地打在董月姿身上。哼，实话告诉你，历代巫女都是最漂亮的女人才能担任此位，之所以不见人，那是因为我们的传统，巫女的容貌只有自己的夫君能看，如果被别的男人看到，那就是不忠，是要进猪笼的。巫青兰冷冷地解释。竟然是这样，那如果我看了你的脸，你是不是就是我的妻子了？董月姿强忍着疼痛继续问道。可以这么说。巫青兰语气冰冷的回应。那好，想要知道99登天塔的秘密，可以，你只要让我看你的脸作为交换如何？巫青兰看着董月姿，眼神满是不屑。虽然你长得帅，但我可不是肤浅的女人，不吃你这一套。再问你一遍，你说不说？巫青兰加重了语气，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耐烦。董月姿依旧冷哼一声，没有丝毫松口的迹象。巫青兰脸色一沉，看向董月姿，加重了语气。作为阶下囚，还敢如此嚣张？小妮，把他裤子扒了，用雷电把他给我淹了。顿了顿，他又补充道。对了，不要给弄死了，我还要拿他当我的药奴，试试我最新炼制的听话毒药。是，巫女大人。
那被称作小妮的侍女恭敬地应道，然后便朝着董月姿走去。董月姿顿时脸色铁青，她心里清楚，自己虽然巧妙地变成了叶鼎的样子，但那玩意她是变不出来的。这一看，岂不是瞬间露馅了？她可是个女人，怎能如此露出？真是恶毒的女人！董月姿眼看着那拿着金色权杖的小妮黑纱侍女步步逼近，嘴角忽然泛起一丝冷笑，紧接着大喊一声破！刹那间，她浑身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猛地冲破了身上的禁制，手上的锁链也在这股力量下应声而断。董月姿畅快地猖狂大笑起来，哈哈，就凭你们还奈何不了我。此刻的她笑声中颇有一番男子气概。紧接着，董月姿动作娴熟，从腰上一扯，直接抽出一把软剑。那软剑剑身细长，闪烁着寒光，仿佛一条灵动的白蛇。她手腕一抖，软剑便如闪电般向黑纱侍女手中的权杖卷去。那小妮黑纱侍女见势不妙，眼神中闪过一丝惊慌，急忙侧身躲闪。董月姿这一击没有得手，她深知此地不宜久留，立即御剑而起，向着远处遁走。想跑？坐在黑色宝座上的乌青兰眼神中满是轻蔑，她不紧不慢地放下二郎腿，嗤笑一声，随后直接朝飞走的董月姿甩出手中的骨质念珠。那骨质念珠原本小巧精致，在脱手的瞬间却陡然变大，速度快得惊人，如同一道白色的闪电，瞬间便撞在了董月姿的背后。噗！来不及做出任何有效躲闪的董月姿，只感觉背后仿佛被一座大山狠狠砸中，五脏六腑都仿佛移位了一般，一口鲜血不受控制地从他口中喷射而出。他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直接从飞剑上掉了下去。乌青兰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他抬手轻轻控制，那骨质念珠便如同有了生命一般，直接将董月姿紧紧捆住，然后把她抓了回来。接着，乌青兰就像猫戏老鼠一样，操控着念珠，让董月姿在半空中晃来晃去，尽情地折磨着她。最后，砰的一声巨响，董月姿被重重地砸在了地上，扬起一片尘土。乌青兰抬手一道禁制打入董月姿体内，再次禁锢了她的灵力。做完这一切，乌青兰这才收起骨质念珠。董月姿躺在地上，浑身剧痛难忍，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同样都是炼气12层的修为，两人之间的差距竟然如此之大，这次真是阴沟里翻船了。早知道这巫女如此厉害，就不贸然进来看看了。此时的董月姿原本自信满满的神色已经荡然无存，明显变得慌乱起来。她暗自庆幸，还好现在是男人的容貌，如果是女人模样，那今天可就真的清白不保了。哼，在我面前还想跑，等会就拿你试药。之后我会把你的身体当作蛊虫的巢穴，等蛊虫孵化出无数虫子，它会在你肚子里爬来爬去，然后从里到外把你慢慢吃掉。乌青兰语气温柔平淡，可每一个字都无不透露着阴寒恐怖，仿佛来自九幽地狱的宣判。放心，我会好好感谢你的。乌青兰眼中闪烁着残忍的光芒。大妮，把她带下去，等会我就先拿她试药。是，巫女大人。被称作大妮的手捧香炉的黑纱侍女恭敬地应道，然后毫不留情地将董月姿像拖死狗一样拖走了。叶鼎哥哥，那个巫女看着挺厉害的。冰思思气喘吁吁的，她甩了甩双马尾，一脸担忧地，不是她厉害，而是她的那个念珠厉害，应该是一件灵宝。冰思思见叶鼎把长枪收了起来，心中略感失望，小声说道，叶鼎哥哥，我们是不是要大开杀戒了？先去救人吧。叶鼎心里想着，毕竟董月姿是董月武的妹妹，自己的未来小姨子，要欺负也只能自己欺负。接着，叶鼎紧紧抱着双马尾冰思思，两人罩着隐身衣，如同鬼魅一般，小心翼翼地向关押董月姿的洞府前去。此时，不能动弹的董月姿被手捧香炉的黑纱侍女大妮直接像丢垃圾一样丢在了一个看似干净却透着丝丝寒意的洞府内。大妮在门外安排了2名看门守卫，确认一切安排妥当后，这才转身离开。洞府内，躺在地上的董月姿心中满是后悔，绝望的情绪如同潮水一般在她心底疯狂滋生。一想到自己肚子里将会满是虫子，董月姿就感觉浑身起了一层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她本就最害怕虫子，还有严重的密集恐惧症，光是想想那恐怖的画面就觉得恶心至极，心中充满了恐惧。她宁愿现在就死去，也不愿意遭受如此恶毒的惩罚。随着时间的推移，董月姿被乌青拦下了强力禁制，维持叶鼎样貌的时间到了。只见她的身体渐渐发生变化，慢慢变回了原来粉色头发的董月姿。此时的董月姿妩媚的脸蛋上满是滚滚而下的泪水，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任谁看了都会心生怜爱。泪眼模糊的董月姿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到过去，她想起自己一生几乎都是顺风顺水，小时候姐姐对她疼爱有加，她是家人眼中的开心果。到了宗门，
更是凭借着出色的容貌和独特的魅力，成为了万人迷、万千宠爱于一身。他本以为自己是这世间最幸运的人，会拥有一个完美的人生，可怎么也没有想到，如今竟然会落到这般凄惨的下场。自己还没有抢到姐姐的男人，怎能就这样轻易死去呢？董月姿心中满是不甘，越想越觉得懊恼心痛，泪水如同决堤的洪水，止不住的流下来。他朝着洞口声嘶力竭的大声喊道：救命啊！谁来救我？只要救我，我就是你的女人。我每天编一个圣女级别的极品美女给你品尝，一天换一个，绝不重样。喊完的董月姿趴在地上不停抽泣。就在董月姿陷入绝望的深渊之时，洞府内突然响起一阵阴森邪恶的笑声。杰，你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我救了你，是不是每天都给我变极品美女品尝？杰，谁？董月姿先是心中一喜，以为救星降临，可转瞬之间便警惕起来。这洞府之中竟然还隐藏着其他人。听那声音，似乎是一位老者发出的。叶鼎提前悄悄屏蔽了洞府，不让外界感知到这里的动静。此时他心中暗自思忖，当初你那般欺负你姐姐，现在我就欺负你这个妹妹。随即一股强大的气息如汹涌的浪潮般猛地降临在董月姿身上。别管我是谁，我就想问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此时董月姿脸色瞬间一变，此人气息如此磅礴强大，应该是筑基修士无疑。可他心中又满是疑惑，这秘境不是明文规定不允许筑基修士存在吗？一时间他内心犹豫不决。虽然他刚才在绝望至极的情况下说出那些话，但当真正面临这样的选择时，他又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不知该如何是好。可是这是他唯一一次机会，被虫咬死与自己的清白，哪个重要？你不说，那我就走了，到时候你被拿去当虫巢，可不要后悔。那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决然。前辈，等一下！董月姿急忙喊道，声音中带着一丝慌乱与急切。怎么？同意了？前辈，你能帮我解开禁制吗？我一定会好好谢你的哦。董月姿一边娇声撒娇，一边努力做出各种可爱的表情配合。她自幼就擅长使用各种方法讨别人欢心，凭借着这份本事，她有十足的信心能让眼前这位前辈跪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这一句话直接让叶鼎魂升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撒娇他不是不喜欢，不过他只钟情于女人在床上那自然而然充满爱意的撒娇。叶鼎怀里的冰丝丝听了不禁直撇嘴，还翻了翻白眼。他自己有时也会在叶鼎怀里撒娇，但像董月姿这般刻意且夸张的撒娇，就连他一个女人看了都有些受不了。他忍不住搓了搓起满是鸡皮疙瘩的手臂，同时心里暗自琢磨，难道叶鼎哥哥就喜欢这一套？等下次两人亲密相处时，他也要给叶鼎哥哥这般撒娇，看看他到底喜不喜欢。叶鼎皱了皱眉，语气低沉而严肃。哦，看来你是对刚才说的话不认了啊。前辈，我不是不认，只是能不能等我办完我的事，再做你的女人，好不好吗？董月姿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想着等把叶鼎搞到手，好好气气姐姐，就算死了也没什么遗憾了。叶鼎一听，心中明白他的想法，暗自思忖，你这是想拖延时间，等脱离困境后就变卦，当我是小头控制大头是不是？不能，要么现在当我的女人，要么你就等死。叶鼎的语气冰冷而坚定，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董月姿心里有些着急，实在想不明白这个前辈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如此油盐不进。在他的认知里，听了他这般撒娇，就算是钢铁也该心软了吧。那前辈，你能不能出来让我见一见？董月姿试图争取一些时间，好重新谋划对策。哪那么多废话，不行，我就走了。磨磨唧唧，没意思。叶鼎故意装作不耐烦地说道，你以为你那有多金贵，镶金边了？再说女人多的是，又不是只有你有什么好矫情的？董月姿瞬间感觉自己委屈极了。她自认为自己不仅长得漂亮，还有能让男人为之疯狂的独特魅力，怎么眼前这个男人就一点都不迁就她呢？董月姿眼角流下委屈的眼泪，无奈地叹息一声，说道，我愿意当你的女人。那好，闭上眼睛，不要偷看，我给你解开禁制。此时的董月姿紧闭着眼睛，心里紧张到了极点，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各种猜测，不知道这位老者到底长什么样，是帅老者，还是丑老者，还是满脸褶子的老者。忽然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飞了起来，接着仿佛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牵引着，直接向某个方向飞去。董月姿只感觉自己被一人紧紧抱住腰，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自己的嘴就被一个人给亲了。他猛地睁开眼睛，下意识地挣扎反抗起来。刚挣扎2下，他就看到眼前的男人竟然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叶鼎。顿时
各种复杂的情绪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委屈、酸涩、激动、幸福交织在一起，让他百感交集。叶鼎，你这是想玩死我吗？董月姿眼中饱含着酸甜苦辣的泪水不断的涌出，她从来没有过这种爱恨交加的奇妙感觉。本想着去抢姐姐的男人，没想到最后却被姐姐的男人逼着成了他的女人。这剧情的反转实在是太刺激了，这种双倍的快乐让他既震惊又沉迷。他愈发觉得，果然姐姐的男人才是天下最好的男人。董月姿小手攥成拳头，轻轻地捶了几下叶鼎的胸膛，以此发泄心中对叶鼎欺骗他的不满。紧接着，他又仿佛生怕叶鼎跑掉一般，紧紧抱住叶鼎的脖子，热烈地亲吻起来。既是感谢叶鼎救了他，也是因为这种刺激的感觉让他无法自拔。丁，董月姿好感度加15。嗨嗨，双马尾冰丝丝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从来没见过如此肉麻的场景，直接轻咳几声，打破这暧昧的氛围。董月姿一听到女子的声音，立即停了下来，转头看向不远处的双马尾冰丝丝，只见他正一脸傲娇地看着自己。冰丝丝，董月姿惊讶地叫出声来，她是认识冰丝丝的，但怎么也没想到她会出现在这里。她是我的女人。叶鼎的声音适时响起。她，董月姿震惊无比，冰丝丝可是冰皇殿的女儿，身份尊贵无比，竟然会是叶鼎的女人。她顿时感觉身上仿佛多了一股无形的压力，但转念一想，就连冰丝丝这样身份的女子都喜欢叶鼎，这不更证明了姐姐的眼光独到吗？冰丝丝在听到叶鼎说自己是她的女人时，顿时心里乐开了花。她掐着腰，傲娇的小嘴微微上扬，心里暗自冷哼一声，不自觉地挺了挺自己那引以为傲的假胸。冰丝丝努力抑制心中那如同小鹿乱撞般的兴奋，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沉稳一些，说道：你们别磨叽了，有人来了。叶鼎哥哥，我们要不要大开杀戒？双马尾的他如同一只欢快的小鸟般，一下子跳到叶鼎面前，双手紧紧握住粉拳，眼神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整个人跃跃欲试，仿佛下一秒就要冲出去与来人拼个你死我活。叶鼎爱怜地摸了摸冰丝丝那柔顺的秀发，随后手指指向董月姿，认真地说道：他受了重伤，而你伤势刚刚恢复，还没彻底稳固，这种情况下你们都不宜战斗。丝丝，你先用隐身衣带他离开吧。叶鼎眼神坚定，做出了决定。哦，叶鼎哥哥，那你呢？冰丝丝抬起头，眼中满是担忧与不舍。我就留下来，会一会这个天下最狠毒的女人。叶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自信的笑容。董月姿紧紧抱着叶鼎，一脸担忧地劝道：叶鼎，要不一起走吧，那巫女挺厉害的，隐身衣只能容2人，不用担心我，区区巫女而已。叶鼎安慰着董月姿，眼神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坚毅。董月姿刚要再次劝说叶鼎，就见到叶鼎微微靠近他，在他耳边小声且带着一丝调侃地问道：月姿，你说每天给我变一个极品美女是真的吗？董月姿脸色瞬间羞红，如同熟透的苹果，她轻轻地点了点头，声音如同文瑞：真的。那下次我要你变100个。叶鼎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变100个？你要累死我啊！董月姿瞪大了眼睛，佯装嗔怒：不是你累死我。叶鼎坏坏地说道：你好坏哟，我好喜欢。董月姿娇嗔地白了叶鼎一眼，那眼神中却满是爱意。对了，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叶鼎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好奇。什么问题？董月姿歪着头，一脸疑惑。你外面容貌变化，那其他也会变吗？叶鼎的声音更低了，仿佛怕被别人听到。董月姿娇羞地靠近叶鼎耳边，悄悄地缓慢地说道：只要你想都可以。哇哦，这么神奇的吗？叶鼎眼中闪过一丝惊喜。姐姐快走了，人都快到了。冰丝丝实在等不及了，不耐烦地一把把董月姿拉过来，迅速罩上隐身衣。叶鼎哥哥，帮我好好教训他。冰丝丝探出脑袋，对着叶鼎挥舞了一下小拳头。好的，我一定教训了他，躺床上生活不能自理，最后杀了他给你出气。不要，叶鼎哥哥，先不要杀他。这为什么？叶鼎哥哥，等我实力变强，我要亲自折磨他，我自己的仇我要自己报。这好吧，叶鼎哥哥，我们先回去了。冰丝丝撅了撅小嘴，露出半个身子，一脸期待地看着叶鼎，那眼神仿佛在说你懂的。叶鼎立刻会意，轻轻地将冰丝丝拥入怀中，在她那粉嫩的嘴唇上亲了一口。冰丝丝这才喜笑颜开，如同一只快乐的小蝴蝶般，带着董月姿悄悄地离开了。洞府门口，巫女巫青兰迈着优雅而沉稳的步伐，缓缓走到洞府门口。她神色严肃，眼神中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对身后的大妮和小妮下达了严肃的命令：大妮、小妮，你们守在门口，没有我的吩咐，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知道吗？是，巫女大人。大妮和小妮齐声应道，声音清脆而响亮。等乌青兰进入洞府后，身材苗条的大妮抱着香炉，身材丰满的小妮抱着权杖，分别站在洞府门口两侧，宛如两尊门神。大妮微微侧头给小妮传音道，看来那个人要经历一场惨无人道的折磨了。他的眼神中似乎透露出一丝不忍。是啊，凡是得罪巫女大人的，没有一个好下场。小妮微微点头，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这还是第一天，不知道这个男人能撑多久。只是可惜了，那男人长得还不错，要是巫女大人以后能找那么帅气的男人就好了。小妮怎么想男人了？大妮嘴角微微上扬，略带调侃的传音道，没有，只是有点可惜而已。小妮急忙解释，脸上微微泛起红晕。哎，我们只是巫女大人的贴身侍女，是要陪巫女大人一起嫁给未来夫婿当侍妾的，我们没有选择，只能祈祷巫女大人找一个像她那样帅气的丈夫就好了。现在我们就安心给巫女大人站岗吧。大妮微微摇头，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无奈，也只能想想了。小妮轻轻叹了口气，眼神中满是落寞。咦，乌青兰刚一踏入洞府，就看到一个身影背对她站着，身姿挺拔，透着一股高深莫测的气息。她不由得谨慎地皱起眉头，轻咦一声，心中暗自警惕起来，不愧是登上99层登天塔的天之骄子，竟然能破开我的禁制。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你竟然不逃。乌青兰的声音清脆悦耳，但却带着一丝疑惑与审视。没有见过你的真面目，我走了，岂不遗憾？叶鼎转过身，看见一身黑纱的巫女，嘴角挂着一丝淡淡的笑容，眼神中透着几分玩味。哥，恐怕是你冲开禁制，一时半会灵力恢复不过来吧？乌青兰隔着黑纱掩嘴轻笑，不愧巫女大人，一眼就看出来了。叶鼎故作无奈地耸了耸肩，脸上却依旧带着从容的笑意。你这人挺有趣。乌青兰上下打量着叶鼎，眼中闪过一丝欣赏。如果你告诉我登天塔99层的秘密，我可以考虑放你一马。乌青兰眼神中闪过一丝期待，语气中带着一丝诱惑。叶鼎微微挑眉说道，是吗？想必我告诉你，你也不会让我离开吧？拿我当3岁小孩啊？乌青兰嘴角冷笑，从储物戒指中拿出一颗散发着诡异光芒的药丸。哼，你不说也没关系，只要吃了这个听话毒药，是真话药丸，你不说也会说的，哈哈。叶鼎很自然地回道，你倒是准备好了？乌青兰没有回话，直接玉手一挥，击出一道细长的红绫绸带。那绸带如同一条灵动的火蛇，朝着叶鼎飞速捆绑而去。叶鼎见红绸丝带如同一道红色的闪电，裹挟着凛冽的气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自己捆绑而来。刹那间，他的脸唰的一下绿了。这要是被这红绳捆绑住，那自己一世英名可就毁于一旦了。当下不及多想，身形如电，瞬间一个翻身，以极致的速度躲避开来。那红绸丝带擦着他的衣角划过，带起一阵微风。叶鼎稳稳落地，转过身来，眼神中满是轻蔑地看着乌青兰。想不到堂堂巫女大人竟然是出手偷袭的小人，我真是高看你了。哼，巫女对你们南域来说不就是最邪恶的女人吗？偷袭不是很正常吗？乌青兰嘴角嗤笑，眼神中透着一丝不屑，不但不以为耻，反而还带着一种病态的骄傲。说罢，他玉手再次挥动，继续控制那红绫朝叶鼎缠去。那红绫仿佛有了生命一般，在空中蜿蜒扭动，速度更快，气势更凶。叶鼎这次没有躲闪，他眼神一凛，猛地伸出双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死死抓住红绫。刹那间，他浑身灵气如火山爆发般汹涌暴涨，朝着红绫疯狂镇压。他强行切断红绫与乌青兰之间的联系。紧接着，叶鼎当着乌青兰的面运转灵力，开始炼化红绫。顷刻之间，叶鼎成功将其炼化，收了当自己的法器。乌青兰只感觉神识一阵剧痛，仿佛被利刃狠狠刺中一般。他震惊地看着叶鼎，难以置信自己的法宝就这样被他夺去。你实力恢复了？乌青兰的声音微微颤抖，眼神中充满了疑惑。当然，我之所以没有走，第一就是替我的女人狠狠教训你，让你知道得罪她的下场。叶鼎的眼神中透露出一股坚定与霸气，他向前踏出一步，身上的气势愈发强大。第二，就是为了留下来，掀开你的遮羞布，看看她的真面目罢了。叶鼎边说边低头看向乌青兰的大长腿处，眼神中带着一丝戏谑。乌青兰被叶鼎这般目光打量，浑身不自在，仿佛自己被赤裸裸地暴露在他的视线之下。他不自觉地紧绷身体，冷哼一声道：哼，就你还想看我的容貌，你还不配。丁，乌青兰好感度5。叶鼎抬眼看向乌青兰头上的好感度提示，只见那数字已经变成了黑色，心中不禁觉得好笑。巫女大人，你说谁看了你的容貌，
谁就是你的夫君？如果我看了，你又该如何应对？绝无可能。哼，就算你恢复了实力又如何？你连我的身都进不了。乌青兰眼神冰冷如霜，她一边说着，一边缓缓取下戴在镂空黑丝左手腕上的骨质念珠。哈哈，巫女大人，今天我不仅能进你的身，还能破你的身。叶鼎大笑一声，眼神中满是自信与张狂。丁，乌青兰好感度3。乌青兰彻底动怒了，她的双眼仿佛燃烧着火焰。要不是眼前这个家伙还有用，她真想立刻将他碎尸万段，让他彻彻底底体会一下什么是最狠毒的女人。找死！乌青兰怒喝一声，声音在洞府内回荡，震得空气嗡嗡作响。她猛地将骨质念珠向叶鼎扔去，动作干净利落，毫不留情。刹那间，骨质念珠在空中迅速变大，眨眼间就变得如同磨盘一般巨大。一股强大而邪恶的气息波动从骨质念珠上传出，这股气息让洞府墙壁上甚至出现了丝丝裂痕。叶鼎看着飞速袭来的巨大骨质念珠，眼神中没有丝毫畏惧。他要用自己强大的实力征服眼前这个女人，让她乖乖给他跪下唱征服。只见他双脚稳稳站定，双手握拳，直接徒手硬汉巨大化的骨质念珠。乌青兰看见这一幕，眉头紧紧皱在一起。他对骨质念珠的强大威力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这骨质念珠乃是他的得意法宝，就算是筑基修士，面对这骨质念珠的全力攻击，也绝不敢用肉身去接。他心中暗自冷笑，等着看叶鼎被这强大的力量砸成肉泥。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如同山崩地裂一般，产生的巨大冲击波以两人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开来，整个洞府剧烈晃动不止。洞府天花板上的石块如雨点般不断掉落，尘土飞扬，弥漫了整个空间。叶鼎只感觉手上传来一股巨力，如同被一座大山狠狠撞击了一下，但好在并没有多大的疼痛感。他心中暗自庆幸，肉身强大就是好，什么花里胡哨的攻击，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都是泡沫。你既然是体修？乌青兰见到毫发无伤的叶鼎，顿时瞪大了眼睛，满脸的不敢置信。如果他真有这么厉害，之前怎么会轻易就被他擒下呢？这一定是假的，他一定是用了禁术，否则也不会如此厉害。想到这里，乌青兰心中虽然有些慌乱，但他还是强装镇定，继续不断攻击叶鼎。在他看来，只要叶鼎的禁术结束，笑到最后的还是他。轰轰轰！一声声巨响不断在洞府内传出，伴随着剧烈的晃动，整个洞府仿佛陷入了一场可怕的灾难之中。门口站岗的大妮、小妮只是皱了皱眉，相互对视一眼，并没有进入洞府看什么情况。哎，开始了，看来巫女大人还是下手折磨那位公子了。大妮微微摇头，脸上露出一丝不忍。小妮，这动静那么大，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大妮转头看向小妮，眼神中带着一丝犹豫。不用，巫女大人的实力你还不相信吗？我们进去只会触了巫女大人的雅兴。你别忘了，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结果咱们进去还不是被臭骂一顿。也是，算了，只要没叫我们，我们就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大妮轻轻叹了口气，不再说话。小妮感受着那巨大的震动，不禁摇头叹息道：唉，真是太可怜了。此时洞府内，乌青兰正全力掐诀控制骨质念珠，她的额头布满了细密的汗珠，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焦急。她一心想要困住叶鼎，然后再慢慢折磨他，但奈何无论他如何使出全力，都困不住叶鼎。直到此时，乌青兰才真正意识到叶鼎的实力比他想象的要强大得多，自己恐怕不是他的对手。意识到情况不妙的乌青兰急忙从储物袋拿出几枚符箓，就要激发。叶鼎看见乌青兰的动作，心中明白不能再拖下去了。当下他眼神一凝，直接全力运转灵力破。叶鼎抬起双臂，大喝一声，声音如同洪钟，响彻整个洞府。他身上的灵力疯狂涌动，形成一股强大的气场，直接把套住自己的骨质念珠震飞出去。那骨质念珠如同一颗流星般狠狠砸在洞府的墙壁上，将墙壁砸出一个巨大的坑洞。接着叶鼎一个闪现，速度快得如同闪电，直接出现在惊慌失措的乌青兰面前。叶鼎的一掌已经狠狠打在乌青兰高耸的胸口，砰！乌青兰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只感觉自己的胸口仿佛被重锤击中，浑身灵气瞬间停滞，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倒飞而去。他的后背猛地撞在洞府墙壁上，发出一声闷响，墙壁上的石块纷纷掉落。接着他又反弹过来，重重地摔倒在叶鼎面前。让叶鼎颇为不解的是，在如此激烈的争斗与混乱的局面下，乌青兰头上那层黑纱竟然还稳稳地盖在头上，没有丝毫掉落的迹象。叶鼎目光一凝，抬手朝着乌青兰身上打入一道禁制。刹那间，
一股无形的力量如绳索般紧紧束缚住乌青兰的灵力。乌青兰顿时感觉浑身灵气仿佛被冻结一般，停滞不前，整个人瞬间变得如同凡人一般，再无任何抵抗之力。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乌青兰大惊失色，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就这样被叶鼎给生擒了，而且还被种下了禁制。丁，乌青兰好感度13。感受到自己的无力与处境的绝望，乌青兰急忙手脚并用地爬起来，朝着门口拼命跑去，并大声呼喊着大妮和小妮。然而叶鼎事先设下的屏障隔绝了一切声音，外面的人根本听不见他的求救声。乌青兰心中一凉，如同坠入了无底的深渊。完了，他满心懊悔，悔不当初啊！早知道叶鼎如此棘手，就应该派一群人围攻他，最不济也要把大妮小妮叫进来一起对付叶鼎，也不至于落得如今这般田地。叶鼎嘴角泛起一丝冷笑，抬手轻轻一挥，一股灵力如无形的大手将乌青兰柔软玲珑的娇躯射了过来，一把紧紧抱在怀里。入手之处只觉柔软无比，仿佛抱着一团棉花糖，还带着一种 Q 弹的触感，不愧是双大翼的傲人身材。乌青兰在叶鼎怀里如同一只受惊的小鹿，拼命地扭动着娇躯，双手用力地推搡着叶鼎，就像一条刚钓上岸的穿着黑纱的鲤鱼，不断挣扎扭动身躯，试图挣脱叶鼎的怀抱。放开我，你混蛋，你不能碰我！乌青兰声嘶力竭地喊叫着，那声音中充满了愤怒与惊恐。丁，乌青兰好感度8。叶鼎近距离看向黑纱下乌青兰的脸，虽然黑纱遮掩，但仍能模糊看到她那精致的五官。此刻他神情极度紧张，眼中满是焦急与惊慌之色，如同一只被困住的野兽。叶鼎故意用力紧了紧双臂，让乌青兰更加贴近自己，脸上带着戏谑的笑容说道：呵呵，不能碰，我现在已经碰了，你又能如何？女人不都是给男人碰的吗？此时乌青兰双目几乎要喷出火来，她死死地盯着叶鼎，咬牙切齿，那眼神仿佛要将叶鼎生吞了一般。她心中对叶鼎充满了恨意，这叶鼎实在太卑鄙了，第一次见面就故意示弱，骗得他放松警惕，才造成了如今这般任人宰割的局面。你卑鄙没节操，明明有如此实力还要隐藏实力。乌青兰恶狠狠地瞪着叶鼎，每一个字都仿佛从牙缝中挤出来一般。丁，乌青兰好感度10。哼，真是笑话，你一个号称最狠毒没节操的女人，竟和我讲节操，真是笑掉我的大牙了。叶鼎不屑地回应道，眼神中满是嘲讽。既然你是那么不要脸的女人，那么就让我看看你遮羞布下其中一张脸到底长啥样，天天盖着还不让人看。说着，叶鼎的手便朝着乌青兰的面纱伸去。乌青兰心中大骇，双手急忙死死压住叶鼎的手臂，不让他抬起来，同时大声呼喊：不，你不要看，不能看，不能看，等我揭开你的面纱，成了你的夫君，难道还不看？你不是我夫君，不能看。乌青兰拼命地摇头，眼中满是恐惧。看了不就是你夫君了吗？丁，乌青兰好感度15。当前好感度54。叶鼎听到系统提示，心中暗自思忖，这乌青兰如今已然对他动了杀心，既然他想杀我，那就休怪我心狠手辣了。不过在杀他之前，可不能白白浪费这大好机缘。叶鼎不禁想起某些小说里，不管是男主还是配角，常常二话不说上来就把美女一刀杀死了。叶鼎每每看到这种情节，都忍不住为之可惜，心里想着，你就不能先享受一番再动手杀死吗？你杀了美女倒是自己爽了，可是你却不知害苦了多少兄弟。你要是不想要，就不能分给弟兄们吗？你难道不知道还有无数单身兄弟眼巴巴的排队等着吗？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浪费是一种可耻，而且极其可耻的行为。作为一个拥有这般出色资质的炉鼎，就要有做炉鼎的觉悟，要从我做起，绝不浪费每一个美女机缘。此时陷入绝境的乌青兰愈发疯狂，眼中充满狠厉。只见他右手突然伸出两手指，如同一把利刃，狠狠朝着叶鼎的眼睛插去，那架势分明是想要戳瞎他的双眼。叶鼎见此，嘴角依旧挂着那丝冷笑，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就那样静静地任由他插眼。啊！乌青兰浑身猛地一颤，伴随着一声痛苦的喊叫。他的手指戳在叶鼎眼睛上，却仿佛戳在了无比坚硬的法器上，十指连心，钻心的疼痛让他忍不住倒抽一口凉气。真是个狠毒的女人。叶鼎冷哼一声，一手稳稳地抱着乌青兰的腰肢，让她无法挣脱，另一只手毫不犹豫地再次抬起，就要揭开她的面纱。乌青兰眼见叶鼎就要揭她面纱，眉头紧紧皱在一起，下了某种决心。
他一边拼命地抵挡着叶鼎的手，一边迅速地脱下双手上的黑色蕾丝手套。顿时，一双细腻白皙如牛奶般嫩滑，仿佛散发着软糯香甜气息的纤纤玉手露了出来。然而，这双手仅仅出现一瞬，便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乌青兰的瓷白玉手连同手臂瞬间变成了诡异的紫色，一看就知道深含剧毒。乌青兰那变成紫色的双手如鬼魅般迅速捧起叶鼎的脸颊，随后猖狂地大笑起来，眼神中满是得意之色，仿佛已经看到叶鼎毒发身亡的惨状。哈哈，叶鼎，看你这次死不死？这可是我精心培育的剧毒幽魂紫蕊毒，就连金丹修士都能毒杀，你就给我去死吧！叶鼎被这柔软的手捧着脸，却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妥，反而觉得十分舒适。这小手触感极佳，给他的感觉真不赖，软软的。他甚至想着，这要是用来按摩，岂不是一件美事？就这一双小手，他觉得自己都能把玩一年。就在乌青兰猖狂大笑之时，叶鼎趁他沉浸在即将得手的喜悦中，注意力稍有分散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住乌青兰头上的黑色面纱，猛地一把掀开。第一眼，叶鼎就彻底看呆了。白、美、妖艳，乌青兰的美是一种极致的、令人窒息的妖艳之美。在她的眉心，一抹血红妖艳的小巧彼岸花红纹醒目而魅惑，红纹之下，一双血红瞳孔的丹凤眼，妖娆魅惑至极，眼尾微微上挑，恰似勾魂的利刃。再配上那画着的血红眼线，更是将这份妖冶之态渲染到了极致。她的乌发如黑色绸缎般柔顺亮泽，中分的发型从她的肩头倾泻而下，脸庞犹如精心雕琢的艺术品，每一处线条都恰到好处，肌肤白得仿若初雪，细腻似阳之玉，仿佛吹弹可破。眉毛如墨染的柳叶，细长而弯，那挺直的鼻梁小巧而精致，嘴唇娇艳欲滴，仿若熟透的樱桃，色泽饱满且诱人，微微翘起，让人忍不住想一亲芳泽。红眼、红唇、眉心红纹，那明艳的红与她如雪的肌肤相互映衬，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视觉冲击。再加上她身披的一身黑纱，以及那黑色蕾丝手套，更是将她的妖艳之美烘托得淋漓尽致。傲人胸脯，盈盈一握的柳叶腰肢，修长笔直的大长腿，简直就是人间绝色尤物。董月姿的美是一种妩媚，而乌青兰的美却是一种能摄人心魄的妖艳。此时愣神的不只是叶鼎，乌青兰同样一脸呆滞，如同时间定格一般，被叶鼎紧紧抱着，竟也忘了反抗。此时他的脑中一片空白，只有一个个念头不断来回飘荡。我有夫君了，他看到了我的脸，只有我的夫君才能看。我是巫女，我一生只能有一个夫君，我该怎么对他？一时之间，叶鼎抱着定格的乌青兰，仿佛整个世界都静止了。乌青兰率先从这恍惚的状态中醒悟过来，他咬着牙，尽全力冲击体内的静止，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力，终于逼出了一丝灵力。他急忙从储物袋中取出2枚丹药，动作如闪电般迅速。趁着叶鼎仍在愣神之际，乌青兰以极快的速度往叶鼎嘴里硬塞2粒丹药。叶鼎猛然回过神来，下意识地猛地头往后仰，接着迅速用手去抢丹药，但还是晚了一步。1枚丹药入口即化，那味道甜甜的，怪挺好吃。叶鼎只抢到1枚，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毒药，毫不犹豫地塞进乌青兰嘴里，心想：如果我中毒，那你也中毒。虽然叶鼎对自己的身体犹如灵气，不担心中毒，但也是以防万一。吃过毒药的2人顿时感觉身体一激灵，不由自主地相互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惊讶与疑惑，同时也感觉到一股怪异的感觉在身体里蔓延开来。叶鼎心中担忧，急忙问道：你给我吃的什么毒药？乌青兰不自觉地回答道：是听话毒药，也叫真话药丸。什么意思？就是吃了这个药丸，你会听我的话，我问你话，你就会说真话。乌青兰刚说完，顿时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捂住自己的小嘴，心中惊呼。他问：我竟然回答了。叶鼎神色一凛，立刻对着乌青兰说道：好，那你闭嘴，从现在开始不要说话。叶鼎心想，既然是听话毒药，那就得抢占先机。乌青兰听到叶鼎的命令，顿时感觉仿佛天塌了一般，心中懊悔不已，自己真是反应迟钝，为什么没有先让他闭嘴？叶鼎脸上笑容满面，对着乌青兰说道：来，美人，亲一个。乌青兰白皙的脸蛋瞬间铁青，一双红瞳闪过诡异红光，心中大骂叶鼎无耻，竟然趁人之危提出这样过分的要求。他心中慌乱不已，暗自思忖，他要是提那种要求怎么办？他要我就给吗？真卑鄙，无耻小人。
乌青兰内心极度抗拒，根本不想亲叶鼎，但是她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身体似乎完全不听使唤了。只见她嘟起樱桃小嘴，开始慢慢地往前亲，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操控着她。去亲吻一个男子，如此羞耻之事，她怎么能做得出来？乌青兰羞愧难当，紧咬银牙，身体使劲紧绷，调动起全身的意志力，拼命抵挡着自己身体的动作。她陷入了极度的挣扎之中，一时忘了自我，竟然大声喊了出来：“不，我不要亲你！”乌青兰喊出这一嗓子，立马惊住了。她发现自己竟然抵抗住了药效，能够说话了。她急忙大喝一声：“叶鼎，快让我停下！”叶鼎听见乌青兰说话，顿时感觉身体内一股奇异的力量在作祟，控制着自己的身体说话：“乌青兰，停下！叶鼎，不要说话！”这时，身体停止动作的乌青兰立马说道：“这一次，他想要占据主动。叶鼎，把我放下，解开禁制。”叶鼎又感觉自己的双手不受控制的想要松开抱住的乌青兰。叶鼎眉头紧皱，运转体内灵力，全力抵抗体内这股奇怪的力量。凭借着强大的灵力与意志力，他一下子就镇压住了这股力量。叶鼎心中一喜，想不到还真让他做到了，嘴角朝着乌青兰淡淡一笑：“你是我妻子，我是你夫君，我抱你是不是应该的？”“应该。”乌青兰很自然而然地回答。刚回答完，他立马又捂住嘴，满脸的懊恼与无奈。直到这时，两人都意识到，他们都可以抵抗听话的指令，但是却无法抵抗说真话。叶鼎率先开口问道：“巫女大人，我现在是不是你的夫君？”乌青兰本想强行忍住不回答，但她的嘴巴还是不受控制地回答道：“是，从现在开始，你是我的夫君。”叶鼎，99层登天塔上有什么？两人大眼瞪小眼，面面相觑。此刻的他们都深知彼此的处境，于是很默契的一问一答起来：“有津贴，其他的没有了。你就没想过杀了我，再找个夫君？我虽然很想杀你，但既然你是我夫君，我不会杀你。接下来，你想把我怎么样？我当然想和你这个妻子睡一觉。就因为我是你夫君就不杀我？我想知道真实原因。我们巫女一生只能有一个夫君，既然你成了我的夫君，我的一生也只能有你一位夫君。杀了你，我就成寡妇了。按照我们的传统，寡妇会遭受诸多苦难与唾弃，我自然不会害你，还会对你好。我想知道，你开始为什么被我擒住？是不是假装被擒？很简单，那个人不是我，他只是变成我的模样罢了。你为什么派人杀冰思思？还有我？”叶鼎目光灼灼地看着乌青兰，心中对这个问题好奇已久。那是上面的意思，我也是奉命行事。我想知道，我成了你的妻子，你会不会善待我，真心对我？乌青兰眼中闪过一丝期待，红瞳紧紧盯着叶鼎，似乎想要从他的回答中寻找一丝安心。你如果真心对我，我自然不会负你。我现在是你夫君，是不是可以与你同房了？事实上可以，但我不想，我心里还没准备好。乌青兰微微低下头，脸上浮现出一抹红晕，声音轻柔且带着些许羞涩。两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许久。在这真心话的交流中，他们对彼此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感情也在不知不觉间增进了不少。丁，乌青兰好感度+5。通过两人的真心话聊天，叶鼎知道了，按照乌青兰他们的传统习俗，他已经在名义上承认了他这个夫君，但在心理上还没有完全接受。叶鼎心中不禁感慨，还是传统习俗好啊，也不知道这个习俗是哪个神仙姐姐发明的，以后一定得好好感谢她。乌青兰虽然不再担心叶鼎会伤害她，但让她郁闷的是，通过真心话聊天，叶鼎总是提及想和她睡觉的事，这让她感到十分无奈。她暗自思忖，自己的夫君怎么满脑子都是那事？难道是因为自己长得太漂亮了吗？叶鼎欣赏着眼前这位娇艳欲滴的大美女，心中的情愫愈发浓烈，情不自禁地问道：“乌青兰，我想亲你一口，应该可以吧？”乌青兰微微撇了撇小嘴，皱眉认真地审视着叶鼎。自从认了他这个夫君，如今再看，他发现叶鼎长得还挺帅，而且越看越顺眼。他实力强大，还是登上99层登天塔的天之骄子，这样看来，他确实配得上自己。丁，乌青兰好感度+3。既然是夫君的要求，那自己也不好一直驳他的面子，毕竟他们以后是要在一起生活的，总得培养一下感情，总不能两人一见面就跟仇人一样吧。乌青兰认真权衡了许久，最后轻轻点了点头，红瞳中露出一丝温和的目光，盯着叶鼎，略带扭捏地说道：“可以，但亲完你得把我的禁制解开，放开我。你有什么东西割到我了，让我很不舒服。”叶鼎尴尬地咳了几下，嘿嘿，好。此时的叶鼎抱着眼前这娇艳的美女乌青兰，早已心潮澎湃，饥渴难耐了。乌青兰被叶鼎这般炽热的目光盯着，
又想着接下来被亲的画面，顿时在人生中第一次有了娇羞的感觉。他羞答答地低下头，脸上多了一丝红晕，与他原本艳丽的妆容相互映衬，又为他增添了3分独特的韵味。叶鼎轻轻抬起乌青兰那肤如凝脂的下巴，细细欣赏着她香娇玉嫩、艳美绝伦的容貌。乌青兰微微仰着头，表面上故作平静，但内心却慌乱不已。她不敢与叶鼎对视，害羞地紧紧闭上双眼，静静等待着叶鼎的亲吻。此刻，期待、羞赧、无奈、认可等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让她的小脸蛋微微颤动着。叶鼎看着那如同娇艳花朵般人均采撷的红艳嘴唇，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直接亲吻了上去。刹那间，叶鼎品尝到软糯香甜的美味，闻到一缕淡雅的曼珠沙花的花香，那独特的芬芳仿佛带着一种魔力，让他沉醉其中。一股奇异的感觉瞬间传遍乌青兰的全身，她的身体不自觉地一颤，脑中顿时一片空白。在这一瞬间，她的心中情不自禁地涌起一股冲动，想要紧紧拥抱叶鼎。此时，叶鼎一边品味着那香艳的红唇，一边轻轻抚摸着乌青兰的娇躯，感受着她身体的柔软与温度。片刻后，叶鼎心中不禁赞叹一番：乌青兰这个妖艳美女，不愧是极品水灵根，身体就像水做的一样，妥妥的一个水娃。乌青兰满眼幽怨地推开得寸进尺的叶鼎，嗔怪道：让你亲一下，你怎么亲那么久，还动手动脚的？叶鼎却不以为意，满脸笑容地说道：时间再久，那也算一下吧。接着，叶鼎遵守承诺，给乌青兰解开了禁制，放开了她。一时之间，两人尴尬地站在那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忽然，叶鼎感觉浑身一阵刺痛难忍，仿佛有无数根针在同时扎他的身体。他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身体正缓缓变成紫色。叶鼎大惊失色，震惊地看着乌青兰，大声质问道：乌青兰，你嘴有毒，我只是亲你一口，也不至于杀了我吧？乌青兰急忙反驳道：叶鼎，你胡说什么呢？我嘴里哪有毒？你这是之前中了我的幽魂子蕊毒。乌青兰，你想杀我，想谋杀亲夫？你是我夫君，我不会杀你。你的毒有解药吗？叶鼎强忍着疼痛问道。有。那你还不把解药拿出来？拿出来。乌青兰有些不知所措。对，拿出来，给我解毒。这怎么拿出来啊？乌青兰脸色羞红，眼中满是尴尬，双手摊开比划着，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模样。把解药拿出来，给我吃啊！叶鼎疑惑地看着他。这怎么给你吃啊？乌青兰的声音愈发娇羞，头也低得更低了。你拿出解药，喂给我吃。别磨叽了，再等一会，你就成寡妇了。叶鼎又急又疼，额头上已经布满了汗水。喂给你吃，不行，喂给你吃解不了毒。乌青兰连连摆手。啥？给我吃解药还解不了毒？乌青兰，这时候你就不要开玩笑了。叶鼎有些着急上火了。我没开玩笑，喂给你吃确实解不了毒。乌青兰一脸认真地说道。那你快给我解毒，我感觉撑不了多久了。此时叶鼎身体疼痛难忍，额头渗出的汗水越来越多，他心中郁闷不已，自己不是一向抗毒的吗？乌青兰看着叶鼎疼痛难忍的样子，心中纠结万分，难以抉择，救还是不救？最后看着叶鼎目光坚定，一咬银牙，深吸一口气，像是赌上了自己的一生，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一样。他对着叶鼎郑重地说道：叶鼎，我会帮你解毒，但请你以后莫要辜负我，否则我一定让你尝尝最狠毒女人的手段。只是解个毒而已，要不要这样？叶鼎有些疑惑。紧接着叶鼎便看见乌青兰面色沉重，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张大床，那床看上去柔软无比，散发着淡淡的光泽。他轻轻地将叶鼎抱上柔软的床铺，动作轻柔却又带着一丝紧张。接着乌青兰缓缓挽起自己的秀发，露出修长白皙的脖颈，她的手微微颤抖着解开束腰，那黑色的纱衣顺着她的身体缓缓滑落，完美的胴体逐渐呈现在叶鼎眼前。叶鼎瞪大眼睛，只感觉一股火气猛地涌上心头，鼻子一热，鼻血不受控制的直喷出来。他赶忙捂着鼻子闷声说道：乌青兰，我是让你给为我吃解药，你这是干什么？此时乌青兰害羞无比，脸蛋红扑扑的，说话温柔娇羞，声音紧张的颤巍巍的说道：我就是解药。